韭菜山红鸾宗主香房内。大师姐，我也想修炼秘法提升实力，为宗门出力。时间紧迫，我们三人一起和宗主修炼吧。别闹，宗门秘法可不能儿戏。大师姐快看，宗主醒了。耳边传来三位少女轻柔的争论声音，让苏青云心中开始脑补起来。那句别闹高冷中透着些许妖媚，让他暗爽不已。青青、妙客，你们出去。唐云烟声音清冷，继续交代道，去大殿候着。唐云烟的语气顿了顿，一字一句的补充，修炼合欢神功我也是头一回，容不得半点差池，任何人都不得打扰，明白吗？是。两人不敢抗议，出门后将房门关好。苏青云缓缓睁开眼，视线先是模糊，随即聚焦。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颠倒众生的绝色脸庞，红唇微张，呼吸间高冷的气质中带着妩媚。采购部小李这小子行啊，这特殊节目有点料啊，这小子真有董事长之姿。看到眼前女子一身红纱宫装，身形娇美，苏青云心花怒放，已经昏头，想把自己董事长位置传给小李。对方绝美的脸上正微微皱眉，担忧地看着自己。这包间定了定神，苏青云目光扫过四周，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凝固。没有豪华大床，没有香槟玫瑰，只见这是一间破旧厢房，屋内只有一张四方桌，上有几个破碗，四周墙面破旧，屋角布满蛛网，与想象中场景相差极大。我这是苏青云满眼问号，即使他是个风月老手，也没体验过这个剧本。此刻唐云烟解开衣带，素白的里衣滑落，露出香肩。他深吸一口气，俯下身，温热的呼吸拂过苏青云的耳垂。宗主，为了宗门，您要挺住。唐云烟声音清冷，宗门目前危在旦夕，容不得他有其他选择。老宗主不久前重伤身亡，临终前留下一命传位给整天游手好闲的苏青云，只因他是万中无一的阳芒体，是天生的双修圣体。如今黑云宗趁机下了战书，3日后便会来攻山。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宗门秘法与新宗主进行双修，便能一举冲破瓶颈，进入筑基之境。届时宗门才有一线生机。苏青云看着面前妩媚的少女，忍不住发问：挺住什么？宗主，您若是不愿与我双修，云烟诀这边安排2位师妹带您离去。见苏青云装傻充愣，唐云烟眼神暗淡下去，贝齿轻咬红唇，透出一股凄楚的美感。只是宗门危在旦夕，黑云宗5长老乃是筑基中期强者，只有3天时间，我们别无他法。苏青云看着一脸媚态的唐云烟，妩媚中带着清冷和决绝。双修？筑基？宗门？苏青云的大脑嗡的一声，眼前的场景与脑海中网文进行了重叠。我苏青云，一个普普通通的融资公司董事长，穿越了，成了这个红鸾宗同门同姓的宗主。而现在我这美女师姐，不对，按辈分好像是我的弟子。总之这是要把我当成突破用的经验包给用了。双修？这不是猫猫小说爽文开局吗？苏青云的心巴不争气的狂跳起来，看着眼前这位国色天香、媚眼如丝的绝色女子，他感觉此刻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为了宗门，这都要动用秘法，那就……正当苏青云准备顺水推舟，体验一把这梦幻开局时，脑海中响起一个冰冷的机械音：叮！检测宿主成为一宗之主，最强宗门系统正式激活，红鸾宗已绑定成功。新手大礼包已经发放，是否打开？苏青云看着眼前光屏字幕，不由眉头一皱。开什么开？狗系统？你急什么？我这梦幻爽局还没享受到呢。危机警告：3个时辰前，黑云宗已对宗门下战书，明日清晨攻山。若宗门被毁，宿主将被一同抹杀。苏青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明日清晨？不是说3天时间吗？而且宗门被毁，我也直接就没了，这系统也太坑爹了。正在扫描宗门成员，苏青云修为炼气1层，功法炼气诀，蓝色资质，
阳芒体，可升级。唐云烟修为炼气9层，功法炼气诀，合欢神功残篇，金色资质，血脉金丹期可觉醒。柳青青修为炼气5层，功法炼气诀。林妙可修为炼气4层，功法炼气诀。丁检测宿主拥有3名正式弟子，为宿主开启自动领悟功能，掌握弟子所修所有功法。轰！一股庞大的信息流涌入苏青云的脑海。合欢神功残篇，特性：魔门秘法，通过床子之势强行炼化对方元阴元阳，以透支自身根基潜力为代价，换取修为的短暂飞跃。弊端：根基虚浮，战力远逊同阶。修炼此法者，道途无望，终生止步于金丹期。看完后，苏青云浑身一颤，瞬间所有信息在脑海中串联成线，这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这功法阴损无比，这哪里是什么双修秘法，这他妈是邪功还差不多。一旦唐云烟用这秘法和自己双修，他确实可能短时间内突破到筑基期，但他的仙路也就此止步于金丹期，自身隐藏血脉也等于被废，未来再无寸进。而自己这个阳芒体，在他眼中就是一根十全大补的人形大药，用完一次元阳大损，再用几次怕是直接就成人干了。好一个香艳梦幻爽局，这分明是一个裹着蜜糖的死亡陷阱。宗主，您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不要担心，云烟虽然是第一次，但一定会很小心的。唐云烟担忧地看着他，主动伸出玉手，想探一探他的小腹。别碰我！苏青云猛地起身，厉声断喝。对方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喝吓了一跳，惊恐退一步，脸上血色尽退。宗主，咦？唐云烟的眼眶瞬间红了，以为是自己的举动唐突了宗主。他声音里带着哭腔：“您这是嫌弃我吗？”嫌弃？苏青云看着他们惨白的小脸和眼中的委屈、绝望，心中怒火与怜惜交织。这傻姑娘，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那个死鬼老宗主究竟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哎，我不是嫌弃你。苏青云深吸一口气，目光如电，扫过3张错愕的脸。他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如惊雷，在狭小的房间内炸响。我是想救你，你知不知道，你学的双修秘法其实是一部残缺的魔功。什么双修，什么阴阳互补，全是狗屁。这功法只会损坏你们的根基，断绝你的仙路，还想靠这个突破筑基去救宗门？随后苏青云发出苦笑，充满了无尽的嘲讽与悲哀。如果这个秘法真的如此厉害，宗门又怎如会没落至此？砰！房门被一股巨力从外踹开，木屑四溅。不准你污蔑老宗主！一声怒斥，裹挟着凛冽杀意。林妙双眼通红，像一头被触及逆鳞的雌兽，死死锁住房内唯一的男人。老宗主与他恩同再造，谁敢玷污，他就杀谁。他身后，柳青青死死抱着他的手臂，脸白得像纸。师妹，别冲动。死寂。房间里落针可闻。唐云烟呆呆地看着苏青云，震惊、错愕，最终所有情绪都化为一片荒谬和巨大的悲哀。他惨然一笑，泪水夺眶而出。宗主，您在说什么？残缺魔功，断绝仙路，这是老宗主临终前亲手传给我的功法，是我们红鸾宗的不传之秘，怎么可能是魔功？他缓缓上前一步，红裙曳地，身姿依旧妖娆，眼神却凄楚的让人心碎。宗主，我知道如今的红鸾宗只是东元州一个不入流的小门派，但您是天之骄子，身负稀有的阳芒体，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您怎能如此羞辱老宗主的传承，羞辱我们整个宗门？话音刚落，丁，检测到身为一宗之主的你宗门威信不足，请尽快树立宗主之威。任务奖励：天阶功法合欢神功完整版。苏青云的腰杆瞬间挺得笔直，他笑了，笑声很轻，却像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我羞辱宗门？他目光扫过唐云烟那张脸，身为阳芒体，
他能清晰感知到他体内那股阴寒之气已经驳杂不堪，正像枯骨之躯般侵蚀他的根基。这媚态不是装的，是修炼那残缺功法后深入骨髓的本能。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毁灭。苏青云懒得争辩，声音平淡地发问：唐云烟，你停在炼气9层多久了？唐云烟一愣，下意识回答：已有半年。苏青云向前一步，声音陡然转厉：半年来灵力运转是否日益晦涩？唐云烟脸色一白，他又逼近一步，气势压人：每到深夜，丹田是否如烈火灼烧，让你辗转难眠？轰！唐云烟的脑子炸开了，他脸上的凄楚瞬间凝固，血色尽退，瞳孔猛地一缩，他失声惊呼：你怎么知道？这是他最大的秘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只当是自己冲击炼气圆满境的后遗症，每夜独自忍受那欲火焚身的痛楚。可苏青云这个他眼中修为不过炼气1层的宗主，竟然一语道破。我当然知道。苏青云气场全开，强大的自信瞬间笼罩全场。因为那根本不是后遗症，是魔宫在催你去找男人双修，他在逼你。等你修为开始倒退，等你再也压不住那团欲火，你最终的下场就是沦为一个任人才捕的低贱顶炉，饮鸩止渴。不可能！唐云烟脸色煞白，连连后退，身体摇摇欲坠。这个秘密被如此赤裸的揭穿，比任何指责都让他恐惧。可不可能？你的身体自己最清楚。话音落下的瞬间，检测宿主完成首次宗主之微成就，发放奖励：合欢神功完整版。海量的功法奥义如决堤江河，瞬间涌入苏青云的大脑。原来如此，苏青云眼神变得锐利而深邃，他看着惶恐不安的三女，沉声一字一句道：我于梦中得宗门老祖传道，获全本合欢神功。此功法讲究阴阳和气，共鸣而生。你们所学的不过是被人恶意篡改的残渣，连皮毛都算不上。他刻意隐去了必须到金丹期才能真正交合的部分，那太遥远，只会让他们绝望。眼下他需要给他们一个能立刻抓住的希望。真正的入门是人和篇，讲的是阴阳共鸣，以我至阳之气为引，灵力为桥，感应彼此之道，共鸣彼此之气，如此方能洗去你们体内的驳杂阴气，铸就最完美的阴阳道基。唐云烟和柳青青已经听傻了。就在这时，一道天真又带着一丝急切的声音响起。林妙可不知何时凑了过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眨了眨，好奇地仰视着苏青云。宗主，那共鸣是什么感觉啊？他歪着头，小脸微红，声音又轻又软。是不是要和宗主你很亲密才能共鸣？他抓住了重点，一个让在场所有女性心头一跳的重点。苏青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问得好。他扫视三人，声音变得无比严肃。这正是我要说的关键。阴阳道基未成之前，神魂不稳，绝不可行闯子之事，否则只会根基尽毁，神仙难救。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但苏青云的下一句话又点燃了更旺的火。但只要道基铸成，阴阳共鸣，你们的修为便可一日千里。三女呼吸一致。我不信。唐云烟喃喃自语，眼神迷茫，但身体那灼烧般的痛苦却在提醒他，这可能是唯一的生路。不信。苏青云走到他面前，伸出一根手指，凝神静气，引一丝丹田灵力，过神庭，入天息，最后沉于涌泉。试一试，答案就在你体内。他说的这几个穴位与他们所学功法完全相悖，甚至是禁忌。唐云烟本能的抗拒，但苏青云那不容置疑的眼神和刚刚被一语道破天机的震撼，让他鬼使神差的照做了。他闭上眼，小心翼翼地引导着那股让他痛苦不堪的驳杂阴气，一丝两丝按照苏青云所说的诡异路线运转。嗤，一声轻响，一股黑灰色的气流竟从他脚底涌泉穴猛地窜出。
散发出一阵令人作呕的腥臭。紧接着，一股从未有过的舒畅感传遍全身，原本如枯骨之躯的阴寒之气竟被硬生生拔除了一缕，困扰他半年的欲火灼烧感竟然瞬间消失了。不仅如此，他感觉自己晦涩的灵力都变得清澈流畅了些许。唐云烟猛地睁开眼，看着地上那缕正在消散的黑气，满脸都是难以置信的狂喜。真的有用！大师姐！林妙霜和柳青青也激动地围了上来，震惊地看着唐云烟。你的脸气色好红润。唐云烟重重点头。他在看向苏青云时，眼神彻底变了，那里面不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混杂着敬畏、羞赧，以及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渴望。唐云烟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堵在喉咙，最终他双膝一软，竟直直跪了下去。请宗主救我！他深深一躬，声音颤抖，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传我无上正法！林妙霜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他脸颊滚烫，刚才还喊打喊杀，现在却也跟着大师姐齐齐拜倒，那眼神炽热的像火，仿佛要将苏青云吞噬。请宗主传我等无上正法！看着他们终于开窍，苏青云心中松了口气，孺子可教也。然而这份成就感还没持续3秒，3师妹林妙可就抬起头，一张小脸垮了下来，急得快要哭了。可是宗主，就算您的方法是对的，可时间太短了。不久前得知黑云宗明天一早就要打过来，我们现在修炼神功根本来不及啊！寥寥几句话，让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被瞬间浇灭。现在时间太过紧迫，目前最大的敌人既不是功法，也不是愚昧，而是时间。据云烟所说，对方长老中最低的可是筑基中期修为，而他们这边最强的也只是炼气后期，拿什么顶住？房间里的气氛再次陷入绝望的死寂，唐云烟刚刚亮起的眼神也重新暗淡下去。难道终究是死路一条？我要冷静，系统绝不会让我第一天就陷入死局。就在这时，苏青云脑海中灵光一现，系统一开始奖励的新手礼包，谁说我时间短顶不住？我偏要顶给你们看。系统新手礼包给我开启，恭喜获得血莲晶石，可开启一次性护山大阵血目光华阵，金丹期以下不可破，持续24个时辰，抽奖次数1次。苏青云的眼睛瞬间亮了，小童子，下次早点告诉我奖励内容。就在这时，苏青云笑了，他看着3张绝望的小脸，嘴角勾起一抹自信又神秘的弧度。跟我来。说完，苏青云便率先迈步走出了破屋。韭菜山上石阶残破，杂草丛生。宗主，您这是？唐云烟追上2步，声音发紧。天亮后黑云宗就要攻山了。柳青青更是无法理解，大敌当前，这位新宗主不商量对策，反倒跑来宗门门口吹风，等死吗？布阵。苏青云头也不回，吐出2个字：布阵。3女面面相觑，茫然之后是更深的绝望。红鸾宗什么时候有过护山大阵这种东西？别说大阵，就连一件像样的防御法器都没有。整个宗门最值钱的，恐怕就是那座还没四面漏风的宗门大殿了。宗主，别开玩笑了！林妙可带着哭腔喊了出来。我们没有阵法，更没有灵石去启动啊！苏青云没有理会他们，他站在那块刻着红鸾宗3个字的破石碑前，停下脚步。他凭空取出一颗妖异而美丽的血红晶石，脑海中一排排信息清晰浮现。阵法：血目光华阵。类型：一次性防御型。激活方式：无需灵石，以宿主1滴精血为引，滴入血莲晶石激活法阵。效果：形成覆盖宗门领地的光幕结界，可抵御金丹期以下所有攻击，持续24个时辰。足够了，24个时辰，这就是他们翻盘的全部希望。苏青云深吸一口气，猛地睁开双眼，他抬起右手，并指如剑，在左手掌心狠狠一划，吃！
一道血痕出现，鲜红的血液渗出。宗主！三女惊呼，不知道他为何要自残。苏青云神情肃穆，左手捏出一个玄奥无比的法诀，右手剑指沾着掌心的鲜血滴入晶石，假装在空中飞速刻画起来。他的动作行云流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道韵。一道道血色的符文凭空出现在他面前的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光芒。唐云烟三人全都看呆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复杂、如此玄妙的法诀和符文。这真的是那个他们印象中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的宗主吗？他身上那股渊庭月至的气度，那股掌控一切的自信，是从何而来的？随着最后一个符文落下，苏青云面前的空中已经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散发着微光的血色阵图。选择使用对象韭菜山，目前唯一可选。开启！苏青云一声低喝，猛地将掌心的阵图按向地面。轰！血色阵图触及地面的瞬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却仿佛有一股无形的能量，以宗门为中心，向着整个韭菜山疯狂蔓延。大地在轻微的震动，空气在剧烈的嗡鸣。韭菜山那稀薄的灵气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疯狂地朝着山门汇聚而来。这是……唐云烟感受着周围灵气的异动，美眸中写满了震撼。下一秒，异变陡升，嗡！一道璀璨夺目的淡红色光柱从苏青云脚下冲天而起，直入云霄。紧接着，这道光柱在半空中轰然散开，化作一片巨大的、如同水波般流转的光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四周扩散，最终形成一个倒扣的巨大光碗，将整个韭菜山连同山脚下远处的那片破败药田尽数笼罩其中。光幕之上，云雾缭绕，水光潋滟，美轮美奂。阳光穿过光幕，被折射成赤红的霞光，洒在苏青云四人的身上，将他们染上了一层光辉。唐云烟、林妙可、柳青青三个人已经彻底石化了，他们仰着头，张着小嘴，呆呆地看着这道将天地都隔绝开来的宏伟光幕，大脑一片空白。这就是宗主说的阵法。一滴精血，一套看不懂的动作，就造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奇迹。难道梦中老祖传道是真的？与此同时，韭菜山下10里外，四道剑光阵急速破空而来。五长老，前面就是韭菜山了。一个弟子谄媚地说道。哼，一群女流之辈，待会儿都给老夫放机灵点，别伤了那上好鼎炉的身子。为首的白发老者淫邪地笑了起来。长老妙计，我们悄悄摸上去，打他们的措手不及，嘿嘿。最前面的一个弟子话还没说完，砰砰砰！哎呦，我靠！三道黑影毫无征兆地从飞剑上栽了下来，像三只被石子打中的笨鸟，整整齐齐摔落在地。白发老者在后面看得青筋直跳，破口大骂：蠢货，遇剑都遇不稳，滚回去烧火得了。一个叫风一鸣的弟子捂着撞得发昏的脑袋，满脸委屈地爬起来。五长老，不是我们不稳啊，前面好像有堵墙。什么有堵墙？我看你们是皮痒了。白发老者抬手掐指，一道强风吹起，还在地上躺着的黑云宗的2名弟子给老夫滚开。他猛地加速，准备越过这几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等回宗，咚！一声比刚才3下加起来还沉闷的巨响，空气死一般的寂静。白发老者缓缓地从那道无形的屏障上滑了下来，瘫坐在地。他狼狈地爬起身，脸上的暴怒和轻蔑瞬间凝固，转为一片骇然和难以置信。这是护山大阵，这破败的红鸾宗怎么可能有这种品阶的大阵？里面一定有重宝。白发老者起身贪欲地暴怒道：滚回去，立刻禀告宗主，就说红鸾宗内有惊天重宝出世，请求增援。快！是。风一鸣不敢耽搁，连忙踏上飞剑。红鸾宗门前，唐云烟三女看着护山大阵开启的这一幕，心中的震撼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们齐刷刷地转过头，用一种看神仙的目光
看着眼前身姿挺拔的背影。此刻苏青云正查看宗门系统信息。宗门信息：宗门之主苏青云，宗门名字红鸾宗，宗门等级0星0100，宗门人数4，宗门领地韭菜山，宗门建筑破瓦房1排，宗门大殿和宗门厢房，宗门品级不入流，宗门积分0，抽奖次数1。虽然看起来毫无胜算可言，但前世执掌商业帝国，苏青云深知一个道理：最好的防守永远是进攻，而想要进攻，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系统进入抽奖功能。现在这仅有的一次抽奖机会，就是他唯一的翻盘资本。当前宗门抽奖次数1，只有一次抽奖机会，苏青云心也悬了起来。我这宗门等级是0，一次机会恐怕是……这要是抽个辟谷丹之类的垃圾，大家可以直接等死了。注：抽奖会从法宝、功法、丹药、灵兽、符箓随机抽取一种，品阶随机，宗门等级越高，高品阶物品概率越高。宗门弟子突破一个境界阶段后，宿主便可获得抽奖机会，筑基期每个阶段1次，结丹期2次，金丹期3次，以此类推。抽！小童子别墨迹！抽奖进行中。苏青云眼前转盘光幕快速转动闪烁，片刻后，只听到醇厚的系统声：哇！金色传说！恭喜宿主获得天阶筑基丹1枚。天阶筑基丹蕴含6道灵气，18种天地奇珍，服用后可直接进入筑基期，100%开启一道金色天之道痕。注：天之道痕能力与服用者自身体质和血脉有关。卧槽！苏青云此刻心中已经无以言表，即使没有继承原主任何技艺，也不懂修仙，但仅凭系统的描述，他也知道这天阶筑基丹是多么的牛逼。检测到宗门危机并未解除，临时任务发布。任务：请帮助一名门下弟子突破至筑基期。任务奖励：开启10倍修为返还功能。备注：身为宗主，岂能弱于弟子？凡宗门内弟子修为突破，系统将以10倍修为返还给宿主。小筒子，我开始喜欢你了。他缓缓转过身，晨光之下，他的脸庞轮廓分明，眼神平静而深邃。看着已经完全傻掉的3个美女弟子，苏青云转言轻声说道：现在我们有24个时辰，这点时间祝你们3人都突破筑基，或许不够。目光扫过林妙可和柳青青，苏青云顿了顿，但是指导你们2个修炼，且祝你们大师姐唐云嫣突破筑基期还是可以的。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唐云嫣的身上，唐云嫣的娇躯微微一颤，苏青云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但对本宗主来说，造就一个筑基修士，他摊开手掌，一枚缭绕着9道金色龙纹的丹药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那刺破云层的晨光都被这丹药的光芒所吸引，汇聚而来。时间够用了。云烟，你可知此为何物？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天阶丹药？唐云烟身体颤抖，声音已经不成调。张嘴！苏青云轻轻说道。不等唐云烟发问，苏青云弹指一射，乖，听话，把它咽下去。哦，一股温热感出现在他的口中，丹药入口即化，浩瀚灵力如决堤洪流，瞬间冲刷着唐云烟的4肢百骸。下一刻，他轻颤的娇躯金芒闪耀，金龙虚影环绕。凝神，静气，抱元守一。苏青云的声音不大，带着某种镇定心神的力量，在他脑海中响起。小腹下暖流膨胀，开始扩散全身。根据指引，唐云烟立刻盘膝坐下，开始突破。轰！刹那间，韭菜山顶风云变色，一道璀璨夺目的金色光柱自大殿内冲天而起，撕裂云层，直入九霄。浓郁到极致的天地灵气自唐云烟体内散发而出，再汇聚回来。林妙可和柳青青捂着嘴，眼中满是骇然。这等异象，他们闻所未闻。大殿内，唐云烟的气息节节攀升，此刻他已经筑基1层。检测到宗门弟子
唐云烟突破至筑基初期，奖励抽奖次数+2。然而，通天金色光柱只是短短消散数息，天空再次照射出一道红光直射而来。照射到唐云烟的瞬间，玄奥莫测的金色符文在他眉心一闪而逝，一股锋锐勘破了万丈红尘的剑意自他体内散发而出。唐云烟猛然睁开双眼，眼中的魅意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清冷与锋芒。丁，开启10倍修为反力功能。检测到弟子唐云烟突破至筑基1层，10倍修为反力中，一股精纯灵力从苏青云头顶灌入体内，他修为瞬间提升到炼气7圆满，并且气息并未停止，直接瓶颈，在到达筑基1层后还未停止。最终，这股力量将他的修为提升至筑基5层，爽，舒坦。与此同时，韭菜山下，金光又来一个，金光又来2个。山下，黑云宗众人望着接连升起的金色光柱，呆若木鸡。天啊，这红鸾宗到底藏着什么怪物？风一鸣被山顶金光冲天的一幕惊呆了，那是何等的神迹！五长老，这是天地异象吗？这是有人突破到筑基了。五长老脸色阴晴不定，死死盯着山顶。不可能，这红鸾宗内人员信息我早已打探清楚，最高不过炼气9层，这才几天时间，怎么会直接突破到筑基期？言语之间，一白须光头黑袍老者从远处御剑而来，呼吸之间便已来到2人面前。秦二和，宗主还在闭关，特派我来助你。白须光头老者看了看山顶方向，沉思后道：这筑基的天地异象不太不寻常，比起宗主当年地道筑基时候的景象还要壮大。难道是那个小白脸宗主？三长老的脸色此刻已经黑到了极致。哼，天道筑基又如何？再厉害也只是筑基1层。接二连三的异象让他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不能再等了。师兄，其余10名宗门核心弟子什么时候到？秦武长老已经被贪婪蒙蔽得急不可耐了。秦二和，给我闭嘴！刚刚我已经尝试过了，我的风雷剑根本不能伤这屏障分毫。韭菜山的灵气能维持多久？这护山大阵，这只是他们的拖延把戏罢了。三长老冷静分析眼前情景，最多再过10个时辰，到石青书等人便会赶到，守山大阵退去，就是他们死期。红鸾宗殿内，苏青云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的笑意更浓。很好，系统开启弟子传道。他看向唐云烟3人，屈指一弹，3道流光没入他们眉心。此乃完整版合欢神功人和篇，现在我为你们讲解其中精要。他的声音平静而清晰，将功法奥义娓娓道来。之前晦涩难懂之处，此刻豁然开朗。宗主，无上正法云烟已领悟于心，请宗主带我们3人共鸣阴阳和气。宗主大人，求了，妙可想提升修为，为宗门出力。在熟记功法内容后，唐云烟3人迫不及待要开始修炼。批了。苏青云微微一笑。10个时辰后，笼罩山门的淡红色光幕开始慢慢褪去，血色阵图中心的血晶石轰然破碎，血幕光华阵随即解除。轰！护山大阵的光幕传来一声巨震，一道嚣张至极的声音响彻云霄：红鸾宗的缩头乌龟们，给老夫滚出来！黑云宗3长老、5长老带着数十名宗门核心弟子已兵临山下。他看着光幕后破败的殿宇，眼中满是鄙夷和贪婪。哼，区区一个不入流的宗门，竟也配拥有此等护山大阵？等剿灭那几个余孽，这大阵就是我们黑云宗的。老夫要让你们红鸾宗鸡犬不留！丁，护山大阵已解除，检测有黑云宗众人来犯，就你压黑云宗5长老啊！好。隔着系统光幕，苏青云平静地注视着山下叫嚣的秦武长老。青，妙可留在大殿听命，云烟随我去山下退敌。苏青云缓缓起身，带着唐云烟走出大殿。2道红光闪过，不多时便出现在黑云宗众人面前。感受到苏青云2人都是筑基期修为，白须光头老者略有惊讶，但转瞬嚣张道：区筑基初期也敢与老夫对峙，
年轻人勇气可嘉啊！现在退去，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苏青云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哈哈哈哈！你们不过刚突破至筑基期，纵是天骄之资，又能奈我何？秦武长老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扼杀2个天骄之资的少年也是一件美事啊！苏杂种，你家老娘还好吗？言语间，秦二和缓步走向苏青云，挑衅道：“你老娘可是应接了我们宗主全力一击啊！”哈哈哈！苏青云眼神没有丝毫波澜，因为他没有原主的任何记忆，他甚至懒得再看对方一眼。如此愚蠢轻浮的老头，属实没有任何活着的价值。只是淡淡的对身旁的唐云烟说道：“动手！”唐云烟已经强忍了很久，没有一句话，顷刻出手。红尘剑意，嗡！一剑刺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剑光，只有一道看似平平无奇，却蕴含着一丝天道之意的肃杀剑气。噗嗤！秦二和还未做出任何反应，身上已经多处数十处血孔，躺倒在地上，睡得很安详。白须光头老者低下头，难以置信地看着秦二和全身的血洞。你真是天道筑基？刚才那招是你的道痕能力？不可能，我宗功伐掠夺近30年所积累的资源，也只坎够一人地道筑基，即便是东元州10大丙级宗门也不会消耗。他死死地盯着唐云烟，又看了看他身后那个神色平静的可怕的年轻宗主。唐云烟缓步而来：“宗主，这些人也一并杀了吗？”此言一出，见识到刚刚惊人一幕的黑云宗的10几名核心弟子们心中登时凉了半截。狂妄！瞬间，一柄带有风雷之势的灵剑从光头老者背后飞出，蓄势待发。尔等，可是要试试我风雷剑是否锋利吗？此话未落，一红光闪到身前，唐云烟持剑道：“我剑也未尝不利。”红尘剑意锐不可当，悬在空中的风雷剑竟被硬生生退开数寸。我劝你们不要动手，不然黑云宗将在今日损失所有核心弟子，恐怕要就此没落。苏青云的声音声若洪钟般传来，随之一股比之刚才更加恐怖、更加精纯、更加深不可测的威压轰然降临。筑基5层修为，老光头，你可想好了？你筑基后期的修为，可有信心挡住我2人合击？3长老脑中一片空白，肝胆俱裂。筑基1层的弟子尚且如此恐怖，这少年宗主岂不是？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一是你我双方就此火拼，但我敢保证在场所有人必殒命韭菜山；二是带着你们5长老尸体就此离开，但要留下你们储物袋中所有物品。苏青云声音不大，但句句气势逼人。选吧，我只给你们10息时间考虑。光头老者此刻只觉脑中空白，眼前少年平静的眼神就像能够洞穿一切。照他说的做，我们撤。一时间灵光闪烁，各种丹药、灵石、法器、材料在地上堆成了一座小山。随后他们抬起秦武长老的尸体，仓皇地撤离了韭菜山。来时的嚣张跋扈早已荡然无存，一路上心中只剩下惊恐与不甘。傍晚时分，残阳如血，黑云宗宗主闭关室外，扑通，3长老叶风阳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在他面前躺着5长老秦二和的尸体，四周站满了闻讯赶来的宗门弟子。看到此景后，一时间人群炸开了锅。什么？5长老死了？不可能，绝不可能！我师尊筑基中期修为，清风剑下同阶无敌。还有3长老，他风雷双绝，一柄风雷剑可是劝退过众多别宗强者。不是说只是攻伐一个5品级宗门吗？要知道东元州虽地域广袤，但修行资源极为匮乏，宗门林立，修仙流派百花齐放，大大小小何止数百，丙级宗门仅有10个，每个都是一方之主，无人敢惹。丁级宗门则有30多个，黑云宗正是其一。至于5品级的宗门，多如牛毛，如同韭菜，今天灭亡几个，明天又冒出来几个，卑贱如尘。一个丁级宗门的筑基长老，竟然折在攻伐5品级宗门中，这事要是传出去，
黑云宗的脸都要被丢尽。叶枫阳跪在门外，脸色极差。宗主，那红鸾宗新宗主不知用何秘法，竟有筑基后期强横实力。他门下大弟子唐云烟更是天道筑基，拥有道痕之能。宗主闭关室内，一个面容阴柔的中年人听着门外叶枫阳的汇报，胸口剧烈起伏。好你个苏星云，没想到你留有如此厉害的底牌。贱人，怪不得宁可拼死重伤我，也不肯归顺黑云宗。待我神功练成，必将荡平九菜山。红鸾宗大殿内其实就是一座破旧瓦房。宗主，你们在山下也太神了。林妙可挥舞着小拳头，气鼓鼓的。那个白毛老登满嘴喷粪，死10000次都不够。还有，宗主您最后打劫他们的时候简直帅爆了。在山顶看到苏青云让黑云宗众人留下所有储物袋的场面，他至今仍热血沸腾。当时那群黑云宗弟子脸上的表情十分惊愕，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他们攻伐劫掠其他宗门，从没有遇到过被一个5品级宗门反过来打劫的时候。看着林妙可上蹿下跳的激动模样，苏青云淡然一笑。基本操作，勿惊，坐下。话音刚落，他随手一挥，众多灵石、灵宝、道具瞬间堆满了大殿中央。林妙可瞪圆了眼睛，小嘴张成了 O 型。看到眼前场景，柳青青竟哭了出来。我们以前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他们自进了红鸾宗，开始修行这么多年，见到的所有灵石加一起都没有眼前的1半多。苏青云的表情没有半分变化，心里只觉得好笑。都是穷苦孩子啊，这点东西在他的宗门发展规划里连开胃菜都算不上。前世执掌100亿集团，他深知雄厚的资源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资源足够雄厚，就是头猪他都能用资源给他硬生生堆成一尊妖王。况且自己现在拥有系统，可以10倍修为返利，给门下弟子提供资源越多，突破得越快，自己的修为就越高。苦日子到头了。苏青云淡淡开口，目光扫过3人，修炼环境也该改善了。话音刚落，他在脑海中唤出系统。宗门信息：宗门之主苏青云，宗门名字红鸾宗，宗门等级零星200-100，宗门人数4，宗门领地九菜山，宗门建筑破瓦房1排，宗门大殿和宗门厢房，宗门积分200，抽奖次数2，宗门当前可升级，是否升级宗门？注：确认后，宗门领地内所有建筑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请谨慎选择。升级宗门等级只需总积分达标即可，最终不消耗积分。云烟、青青、妙可宗门马上会有些许变化，都站稳了。苏青云不想多余解释，小童子升级宗门啊，些许变化，站稳。不等3女细想这话里的意思，下一刻，轰隆，整座九菜山都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一道白光自大殿中心冲天起，瞬间撕裂了破旧的房顶，整座九菜山连同山脚下的大片区域都被这白光笼罩。山川移位，河道改向，白光散尽。林妙可揉着眼睛，小声哼唧。整座大殿的地面全由白玉铺就，光滑内蕴，浑然一体。天爷嘞！林妙可小嘴张得老大。柳青青和唐云烟同样震撼到无以复加，他们呆立原地，目光在焕然一新的大殿内来回扫视。这还是红鸾宗吗？出去看看。林妙可就是个小精灵，反应最快，拔腿冲出殿门。眼前哪里还是那个杂草丛生的破败山头？入目所及，白玉为阶，灵泉为池。曾经那几间快要塌了的破瓦房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亭台楼阁，气派非凡。咕咚！看着眼前这一幕，唐云烟和柳青青同时咽了咽口唾水。我们是不是被传送到哪个丙级大宗门内了？柳青青的声音都在发颤。3女的身体猛地一震，齐刷刷地转过身，望着那一脸云淡风轻的男人。宗主，这就是你说的些许变化？凭空造物，
改变地形。这种神乎其技的手段就太匪夷所思了，完全超脱了凡俗。怎么样，喜欢吗？这才是红鸾宗原有的样貌。没有继续理会还在惊呆的三人，苏青云不喜欢过多解释。丁，检测一星宗门已改造完毕，宗门领地内已配备应有宗门建筑，已配备1级宗门建筑、修炼境室、炼丹房、护山大阵、灵药田，消耗100分可将其中一座建筑提升至2级。苏青云选择查看修炼境室。1级修炼境室，灵气吸收速度正 20%， 可进入人数5人，是否消耗100积分升级？是。苏青云心念一动，下一刻，隔壁修炼境室地面涌出一口温润的灵泉，墙壁上浮现出无数玄奥的符文。丁，2级修炼境室升级成功。2级修炼境室，灵气吸收速度正 30%， 可进入人数10人，是否消耗500积分升级？有点意思。看着升级后的效果，苏青云嘴角微动，径直走向修炼境室。宗主，您去哪里？林妙可大声撒娇般呼喊着。三人跟随苏青云走到1楼阁内后，这是……林妙可和柳青青已经彻底呆滞，张着小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们置身其中，只感觉浑身毛孔舒张，似浸泡于灵气海洋，暖意融融，每一个毛孔都在贪婪地汲取灵气。昔日晦涩的经脉节点，此刻清晰可见，灵力流淌，通畅无阻。唐云烟更是心神俱震，满脑子都是对苏青云的崇拜。宗主大人，他到底还有多少神通？三人下意识地盘膝坐下，身体的本能已经驱使他们开始修炼，不愿浪费一丝一毫的宝贵灵气。苏青云看到此景十分满意，负手而立，神色淡漠。他在思考怎样用最快的速度将红鸾宗发展起来，总觉得宗门还缺少一样关键的东西。系统进入抽奖功能，系统进入抽奖功能。苏青云心念一动，一个金色轮盘光幕出现在眼前。现在可是有2次抽奖机会，就让那辉煌再现。开抽！抽奖进行中，转盘光幕快速转动，无数霞光一闪而过。给我出！金色传说！指针缓缓慢了下来，掠过金色，擦过紫色。丁，恭喜宿主获得玄阶丹药破镜丹 X1。破镜丹可解除元婴期以下对修士本身的所有封禁之术1次。灵阶的还行吧，要是被抓住，可以有机会解禁逃跑。苏青云撇了撇嘴，聊胜于无。他还有1次机会，继续。他毫不迟疑，开启了第2次抽奖。轮盘再度疯狂转动，这一次指针稳稳地停在了一片橙色区域。哦，出城了！苏青云眼神一亮。丁，恭喜宿主获得地阶法器选功台。选功台形似白玉书案，内蕴气灵小灵通，可根据修士体质修为，从仙法阁内为其推荐最适合的功法组合，给弟子选功法用的。苏青云摸了摸下巴，这东西对日后宗门壮大、筛选天才、因材施教堪称神器。但眼下仙法阁恐怕没有多少功法来可以选择，但若日后宗门壮大，弟子成千上万，此物便是筛选天才、因材施教的神器。一瞬间，苏青云的目光便从当下投向了未来。他收回心神，视线落在修炼境室中央。唐云烟、林妙可、柳青青三人依旧盘膝而坐，他们正凭借本能艰难地吸收着周围浓郁的灵气，身体微微颤抖，香汗浸湿了衣衫。苏青云缓步走到三女中央，盘膝坐下，心念一动，合欢神功人和片运转。嗡！一股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气息从苏青云体内轰然爆发，至纯至阳的气息如滚烫的热浪，瞬间笼罩了整个境室。啊！正在苦苦修炼的三女几乎同时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呼，娇躯剧烈地颤抖起来。她们感觉到那纯阳气息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拨动了她们体内的灵力循环，粗暴地与她们建立起一种无比玄妙、无比美妙的联系。在这一刻，
他们身体的每一寸，灵力的每一次流转，都被人看得一清二楚，掌控在手。不要抵抗，引导灵气，随我运转。苏青云淡漠的声音在他们脑海中响起，这声音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让本能想要抗拒的三女瞬间放弃了抵抗。刹那间，进室内沸腾的灵气找到了宣泄口，它们化作肉眼可见的银色洪流，疯狂地灌入三女体内。随即又在热浪联系牵引下，带着三女的一缕缕本源阴气，不由自主地流向风暴的中心苏青云，一进一出，形成一个巨大的散发着暧昧气息的灵力圆环。这种感觉太美妙了，也太舒服了，比他们自己苦修快了何止100倍。三女的意识逐渐沉沦，彻底放弃了主导，任由苏青云掌控着他们体内的一切。在这种神魂交融的状态下，一些平日里不敢有、不敢想的念头也悄然浮现，并顺着那道玄妙的联系传递了出去。林妙可最先失手，他感觉到宗主那阳莽气息，霸道却又带着温柔，让他忍不住想靠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宗主好强。柳青青则是彻底的崇拜与顺从，能为宗主奉献是青青的荣幸。而唐云嫣最为复杂，作为大师姐，她深知这门功法的禁忌与强大，理智告诉她要守住心神，可身体深处传来的阵阵战栗与快感却让她无法抗拒。那股力量正在改造她的身体，洗涤她的灵魂。她甚至能感觉到苏青云那深不可测的修为下隐藏着一片他完全无法窥探的星空。我们这是在双阴阳共鸣。这个念头一出，唐云嫣的脸颊瞬间发烫。数个时辰后，嗡，一股强烈的灵力波动从林妙可身上散开，炼气4层破，紧接着是炼气5层，她的气息还在暴涨。另一边，柳青青那边也传来一声轻响，气息同样疯狂攀升。炼气6层，唐云嫣虽未突破，但她能感觉到体内的灵力奔腾如江河，根基前所未有的稳固凝练，距离筑基2层只差临门一脚。苏青云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精进了一大截的修为，眼中闪过满意。这阳莽真体与合欢神功的组合，效果比他想的还要霸道。不多时，三女也从修行中苏醒，她们相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撼，尤其是当他们的目光接触到苏青云时，全都触电般的低下头，不敢直视。那可是神魂交融。三人连忙起身，朝着苏青云深深一躬，声音都有些发颤。多谢宗主。苏青云淡然受了这一礼，缓缓起身，他的目光在三女泛着红晕的俏脸上掠过，语气平静无波。根基虽稳，修为也长得快，但记住，空有修为的绵羊只会被人宰割。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一片衣角忽然被一只小手轻轻拉住，是林妙可。他鼓起了天大的勇气，仰着绯红的小脸，颤抖地问道：我们下次还要这样一起修炼？柳青青虽然没说话，但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也写满了期待和渴望。唯有唐云嫣头埋得更低了。苏青云瞥了林妙可一眼，不着痕迹地抽回衣角。看你们表现。他留给三女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随我来。三女连忙跟上，心情复杂到了极点。苏青云领着他们来到一座古朴的阁楼前，阁楼牌匾上龙飞凤舞地刻着3个大字：仙法阁。丁，检测宿主首次带领弟子进入宗门仙法阁，正在为您解锁完整信息。一星宗门仙法阁藏有结丹期以下全兵刃、全属性、全种类功法，共计1084卷，每种最高存有1卷地阶功法，其余皆为玄阶。1000多卷。苏青云心中也是一震，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仙法阁的底蕴。他伸手轻轻一推，吱呀，那扇看似沉重的木门向内洞开。三女怀着敬畏与好奇迈步而入，下一刻他们彻底呆立在门口。林妙可更是娇躯僵直，小嘴不自觉地张成了 O 型。阁楼之内并非书架林立，而是一片璀璨星空，无数卷轴如同一颗颗真正的星辰在虚空中缓缓飘荡。这
林妙可指着漫天星辰，激动得说不出话。柳青青更是美眸剧烈收缩，被眼前神迹般的景象彻底夺去了心神。而唐云烟，她的心神此刻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海啸。他曾有幸见过丁级魁首宗门青云剑宗的藏经阁，所有功法秘籍加起来不超过50卷，那已经是他曾经仰望的极限。可眼前呢，这漫天星辰何止千数，这哪里是什么仙法阁，这分明是一座足以让整个东元州都为之疯狂的无上宝库。先是禁忌的合欢神宫，再是这神迹般的仙法阁，而环绕在上空的是数之不尽的光点。云烟，你是大师姐，你且先去挑选想要的功法吧。苏庆瑜对唐云烟吩咐道。可面对这漫天星光，唐云烟激动得无以复加，却又陷入了幸福的烦恼。这么多仙法，她完全不知道该选什么。看着呆愣住的唐云烟，苏青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隔空将选功台放置在仙法阁中心，请走上前，将手放在前方的石台上。一道灵动的女童声忽然在他耳旁响起。唐云烟最先警觉，环顾四周每一个角落。谁？是谁在说话？不必害怕。那灵动的女童声再次响起，语气中带着一丝俏皮。我乃是通晓万千功法精要的选功台气灵，小灵通是也。叮铃将！话音刚落，选功台的十面光华流转，一道由灵气汇聚而成的女童虚影缓缓升起。她扎着2个冲天辫，大眼睛忽闪忽闪，好奇地打量着唐云烟。气灵！唐云烟和柳青青、林妙可3女再一次被刷新了认知。气灵，那可是传说中只有地阶以上的法宝才有可能诞生的灵智。仙法阁内的一个石台，竟然是地阶法宝，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畴。请走上前，将手放在石台上，我将会为你挑选一整套最适合你体质的功法。小灵通的声音清脆悦耳。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说出你想要的功法体系，比如专精剑道或是主修火系等。听到这里，唐云烟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他对着那女童虚影恭恭敬敬地抱拳，躬身一拜。晚辈唐云烟见过气灵前辈。在他看来，气灵往往是天地孕育千百年所化，存在的岁月远超寻常修士，一生前辈绝不为过。还请气灵前辈为我挑选。唐云烟走到石台前，一言将玉手轻轻放了上去。嗡！石台瞬间绽放出红芒，一道道玄奥的符文自台面亮起，如水波般涌入唐云烟的掌心。功法匹配开始。匹配完毕。下一刻，5道颜色各异的光华从星海中飞向石台上，5卷仙法卷轴落在唐云烟眼前。这是一整套的战技功法，从灵技到身法，完美无缺的一整套功法传承。虽然他早就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当他真的看到这一排卷轴时，仍旧免不了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尤其是其中灵技红尘疾风剑，居然是地阶中品功法。这种级别功法可是只存在古籍记载中，其余4卷皆是玄阶上品功法，任意一卷都足以在东元州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就连丙级宗门都会争得头破血流。而他现在却拥有了一整套，这简直是天大的造化。他猛地睁开眼，望向不远处含笑而立的苏青云，眼中的敬畏与崇拜几乎要满溢出来。这等手笔，这等底蕴，2师妹、3师妹，你们也去吧。唐云烟声音颤抖着，催促着身后的2人。柳青青和林妙可早已看得目瞪口呆，闻言连忙上前。柳青青性格文静，心思细腻，小灵通为她挑选了以防御和治愈为主的木水双系功法，而活泼好动的林妙可则得到了一套主修火系的功法。虽然其中没有地阶功法，但也都是完整的玄阶上品传承，足以让东元州任何宗门眼红到发狂。当3人消化完脑海中的功法信息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一个动作。扑通！3女齐齐跪倒在苏青云面前，神情激动，语气虔诚到了极点。弟子谢宗主赐仙法，此等再造之恩，弟子粉身碎骨，无以为报。在他们心中，苏青云的形象已经彻底神化。
什么宗主？这分明是哪位游戏红尘的上古大能，是行走在人间的无上仙尊。否则如何解释这仙法阁，这气灵小灵通，这随手赐下的完整地阶传承？基本操作，悟金，都起来吧。苏青云风轻云淡地摆了摆手，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功法只是工具，能否将其威力发挥出来，还要看你们自己。他看着3位弟子脸上那堪称狂热的崇拜，心中暗自点头。很好，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一步算是圆满成功了。待3女从震撼中回过神，苏青云淡然的声音随之响起：功法已得，即刻起便在山上好生修行，务必将所学融会贯通，莫要辜负了这份仙缘。他的声音平淡，却蕴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分量。弟子遵命。3女齐齐应声，眼中的狂热崇拜已然化作了坚定不移的道心。再没有什么比亲手握住力量的感觉更能激发他们变强的决心。他们转身走向练功场的背影，都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决然气势。苏青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打了鸡血的模样，很有奋斗逼的潜质。宗门想发展，想要做大做强，就需要这样的狼性文化。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宗主殿，换上了一件朴素的青色长衫。苏青云独自一人悄然下山，此行目的是物色新的韭菜。阿布是有天赋的弟子，扩大宗门规模，加速自己的修为反力。毕竟人多力量大。100里之外，青石山下，青石镇，此地是附近最大的修士聚集地，人流混杂，修士与凡人共居，龙蛇混杂。苏青云走进镇上一家名为文香的茶馆，在角落里找了个位置坐下。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关键情报是作为金融公司董事长的基本功，拼接出市场全貌是他的基本功，如今用在修仙界同样得心应手。他慢条斯理地沏着茶，耳朵却像雷达一样捕捉着周围的一切风声。听说了吗？烈阳宗那位少宗主昨天在街上废了一个散修的腿，就因为那人在人群里多看了他一眼。话音刚落，同伴便脸色煞白地打断了他：晋升，你不要命了？在这青石镇，烈阳宗3个字是禁忌。哎，这世道，我等无根浮萍，生死不过旁人一念之间。忍忍吧，再过3天就是3大宗门联合招徒的日子。等到那时，镇上鱼龙混杂，烈阳宗的人只会更加横行无忌，我们还是少出门为妙。清风门与百花谷上有规矩可言，唯独这烈阳宗行事最是嚣张霸道。几盏茶的功夫，苏青云已将此地的情报了然于胸。烈阳宗、清风门、百花谷其中，烈阳宗行事最为霸道，几乎将青石镇视为自家的后花园，常在镇上欺压散修和小家族，名声极差。苏青云的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3日后联合招新，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鱼龙混杂，才好摸鱼，正好可以去瞧瞧有没有值得他亲自截胡的好苗子。清晨，苏青云被一股失控的灵力猛然惊醒，检测到宗门弟子林妙可突破至炼气后期，奖励抽奖次数+1；检测到宗门弟子柳青青突破至炼气后期，奖励抽奖次数+1。丁，正在10倍修为反力中。下一瞬，精纯的灵力洪流在他丹田内轰然引爆，如怒龙冲刷4肢百骸，经脉被野蛮拓宽，骨骼嗡嗡作响。筑基5层、6层、7层，修为气息节节攀升，最终稳稳停在筑基7层的巅峰。强大的气息不受控制地向外扩散，整座宗主殿都为之震动。此刻，陈心安与洛仙正站在殿门外等候。他们刚一靠近，便感受到一股炽热气息扑面而来，令他们呼吸一滞。洛仙心中掀起滔天巨浪，一夜之间连破2境。这股气息的精纯度，甚至超越了他见过的家族天骄。他下意识看向陈心安：师姐，你脸怎么回事？面若桃花一般。看着面带潮红、眸光迷离的陈心安，洛仙也是吓了一跳。好热！屋内那股纯阳气息对2人有种莫名的吸引力，让他们脸颊发烫，
竟有春心萌动的念想。啊，不可以，我还有血海深仇要报，怎会在此乱想？洛仙呼吸急促，想要缓解这种状况。这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苏青云步出店门，神采奕奕。他看见门外站着的2个人都是面色潮红，便随口问了句：“你们这是怎么了？昨夜没休息好？”“没事。”2人连忙摇头，不敢与他对视。苏青云也没多想，领着2人前往仙法阁。“心安，你先进去吧。”陈心安心怀忐忑走进仙法阁，眼前景象让他彻底愣住。这里乃是什么阁楼，而是一片无垠星河，其中万千星辰闪耀，每一点星光皆是一卷功法。原来宗门竟有如此底蕴，那是不是真的有能让我修炼的功法？他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将手放在前方的石台上，一道清脆灵动的女童声忽然在他耳边响起：“谁在说话？”陈心安吓了一跳，紧张地环顾四周，却空无一人。嘻嘻，那女童声再次响起，带着几分俏皮：“我乃是通晓万千功法精要的选功台气灵，小灵通是也。”叮灵将。随后前方的石台光华流转，一道由灵气汇聚而成的女童虚影缓缓浮现。“感知到你还没有修为，本次你只能先挑选一本修炼功法，你可以自己挑选，也可以将手放在石碑上，由我为你推荐。”陈心安深吸一口气，郑重地问道：“林前辈，我没有修仙资质，真的也能修炼吗？”将手放在石碑上，一切自会知晓。女童虚影的声音再次响起：“麻烦前辈了。”陈心安不再犹豫，缓缓将手掌贴在了冰凉的石台上，一股柔和的能量从石碑上散发出来，顺着他的手臂流入体内，在他经脉中游走了一圈。陈心安娇躯微颤，只觉得一股暖流淌过全身，十分舒服，但是这感觉很快消失。这是怎么回事？他小声询问，心提到了嗓子眼。“你的体质乃是世间无比罕见的凡剑之体，但当前仙法阁内并无收录适合你的功法。”飘渺的女童声响彻在陈心安的脑海之中。轰！这句话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将陈心安整个人都劈傻了。他的大脑嗡嗡作响，脸上刚刚浮现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没有适合我的功法。”他呆立当场，失魂落魄。仙法阁外，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洛仙焦急地来回踱步。“师尊，西安师姐进去一炷香了，怎么还没出来？会不会是……急什么？”苏青云嘴上说着，眉头却也皱了起来。不对劲，以仙法阁的效率，选一本炼气功法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他立刻沉下心神，沟通系统，选择查看仙法阁。1级仙法阁，一心宗门1级仙法阁，收录结丹期以下全种类功法1084卷，每种最高存有1卷地阶功法，其余皆为玄阶。注：升级仙法阁可提升收录的功法卷数，可提升天阶或地阶功法存有数量，是否消耗100积分升级。看来这仙法阁内收录的功法还是不够全面，而且地级功法确实是少了些。苏青云心中念头一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升级。是。丁，2级仙法阁升级成功。2级仙法阁，一心宗门2级仙法阁，收录结丹期以下全种类功法1384卷，每种最高存有2卷地阶功法，其余皆为玄阶。这才像点样。苏青云嘴角微扬，他话音刚落，身旁的仙法阁内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本静谧的星海突然暴动起来，如同宇宙初开大爆炸一般，无数新的光球凭空诞生，汇入那片功法星河之中，让整个空间变得更加璀璨夺目。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陈心安和气灵小灵通都给看懵了。选功台虽然是系统抽奖所获得，但气灵却属于这个世界原有生灵，他从未想过一个宗门的仙法阁竟然自己凭空生出新的功法来。另一边，陈心安还沉浸在巨大的失落中，正准备默默转身离开，彻底放弃修仙的念头。直播，一道清脆灵动的女童声将陈心安喊住，正在重新匹配合适功法。匹配完毕。下一刻，
一道无比璀璨的金色光华，如流星般划破星海，精准地落在了陈心安面前的石台上。光芒散去，一卷古朴的卷轴出现在上面。陈心安的呼吸停滞了，他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凡人的准备，可这峰回路转的惊喜让他一时间竟不敢相信。这是什么功法？他的声音带着颤抖。此乃地阶功法，神霄天剑诀。神霄天剑诀，陈心安喃喃自语。大道有灵，希望你不忘初衷，努力向上。灵动的女童声中多了几分郑重。你天生剑体，若是修成此功，便可炼制剑丸融入己身，以身养剑，以剑通神。这足以弥补你灵根上的缺陷，甚至让你超越同阶任何修士。多谢，多谢前辈。陈心安对着虚影深深一拜，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卷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卷轴。他走出仙法阁，门外苏青云正含笑看着他。师尊，谢谢你，让我再次看到了希望。陈心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感激，扑通一声跪倒在苏青云面前，泪水决堤而出。起来吧。苏青云伸手将他扶起，轻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祭拜我为师，我便不能坐视不理。为弟子扫平修炼路上的障碍，本就是为师的责任。师尊。陈心安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那是比母亲的怀抱还要温暖的感觉。师尊，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修炼功法了。他再也控制不住，猛地扑进了苏青云的怀中，将脸深深埋在他的胸膛。想到之前所有的委屈、痛苦和绝望，都用泪水倾泻出来。苏青云身体一僵，随即放松下来，轻轻抚着他颤抖的后背，任由他发泄。陈师姐真的可以修炼了。洛仙被惊住了，满脸的难以置信。宗门内居然真的有可以让无灵根无仙姿的凡人修炼的方法，自己这个师尊到底藏有多少秘密？这仙法阁内到底藏着多少功法？许久，陈心安的情绪渐渐平复，有些不好意思的从苏青云怀里退开，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一旁的洛仙看着这一幕，眼中的惊奇与羡慕交织。就在这时，洛仙上前一步，恭喜师姐喜得修仙之法。陈心安闻言抬起头，羞涩的俏脸被喜悦取代。洛师妹，她巧笑嫣然，甜美动人。你也快进去吧，里面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烈阳宗的外门弟子就这点出息。一个声音毫无征兆的在巷中响起。几名身着赤袍的烈阳宗弟子一惊，猛地回头。谁？藏头露尾的鼠辈。巷口空无一人。突然，一道无形的锋锐之气已然掠过。那几名烈阳宗弟子正要动手，动作却猛然僵住，只感觉胯下一凉，剧痛紧随而至，几人惨叫一声，下意识地伸手去捂。温热的鲜血沾满双手，他们痛苦地跪倒在地，凄厉地哀嚎。为首的弟子正要再骂，只感觉喉咙里发不出了声音，一缕血线从他的丹田位置沁出，迅速染红了衣袍。我的气海！他发出不似人声的嘶吼，真气如开闸洪水般疯狂外泄，剧痛紧随而至。扑通！直到此时，苏青云的身影才如鬼魅般出现在少女面前。她甚至没看一眼地上蠕动的蛆虫。你叫什么名字？少女缓缓抬起头，脸上满是泪痕泥污，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尽是劫后余生的茫然与恐惧。她看到了一双平静的眼眸，那眼神让她混乱的心跳莫名的安稳下来。她张了张嘴，声音干涩沙哑：陈心安。心安。苏青云重复了一遍，不错的名字。她伸出手，可愿随我修行？陈心安彻底愣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修行？他现在的样子卑贱如泥，只求一口饭吃，居然还有人愿意带他走上那条遥不可及的登仙之路。仙长，他急切地想解释，声音却带着哭腔。我没有仙姿，百花谷的仙子说，我此生都与仙道无缘。去年青石山三宗招新是他离梦想最近的一次，他曾为此洗去所有伪装，换上此生最洁净的衣衫，满怀希望地踏上测灵台。结果只有冰冷的3个字：无仙姿。那3个字击碎了他所有的骄傲和妄想。
谁说没有仙姿就不能修仙？苏青云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道惊雷在他耳边炸响。仙姿不过是起步快慢的分别，道在脚下，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再问你一次，陈心安，你可愿入我宗门，随我走上这条路？少女呆住了，那双暗淡失神的眼眸中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眼前的青年灰袍白衫，气质超然，让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安。你眼神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像一柄藏在鞘里的剑。苏青云凝视着他，这比所谓的仙姿重要的多。陈心安迟疑着，缓缓将自己冰冷颤抖的手放进了那只温暖宽大的手掌里，一股暖流从掌心涌入四肢百骸，驱散了所有的寒冷与绝望。这是自母亲去世后，他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温暖。师尊。他想要起身参拜，但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两眼一黑，整个人栽倒进苏青云温暖的怀里。就在此时，一道讯息悄然在他识海中展开，检测到新弟子入门，宗门名录更新。陈心安修为凡人，功法无白色资质，凡剑之体，可升级。苏青云心念微动，询问道：系统可有陈心安修仙之法？仙法阁内道藏万千，有教无类，但凡生灵皆有其道。丁，当前1级仙法阁已开放1%仙法，具体有无合适功法，请在仙法阁内查阅。苏青云低头看了一眼少女的脸庞，这脸型和小四倒有几分相像。他轻叹一声，取出一枚散发着淡淡清香的丹药，送入陈心安口中。药力化开，少女苍白的脸色迅速红润起来。她挥动衣袖，两人的身影凭空消失。3日后，青石镇昭兴广场，人声鼎沸，锣鼓喧天。烈阳宗、清风门、百花谷3大丁级宗门的高台分据三方，气派非凡。数千名怀揣修仙梦的少年少女将此地围得水泄不通。换上一身红纱裙的陈心安还有些拘谨地拽着苏青云的衣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崭新的衣物，温暖的丹药，一夜安稳的睡眠，让他仿佛重获新生。师尊，那便是测灵台。他指向前方，眼中既有向往，也有一丝残存的畏惧。苏青云的目光掠过3宗高台，清风门素雅安静，百花谷仙子芬芳，唯独烈阳宗金碧辉煌，弟子个个身着赤袍，气势汹汹，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他的眼神在烈阳宗的牌匾上停顿了一瞬，平静无波。我们不上去看看吗？陈心安小声问。我们不求人，只等人求。苏青云摸了摸他的头，淡淡一笑。他领着陈心安穿过喧闹的人群，在广场最偏僻的角落寻了个空着的木棚，随手拂去尘土，便算是一处立足之地。师尊，我们就在这里吗？陈心安看着周围那些气派的宗门摊位，有些不自信。这里就很好。苏青云淡淡一笑。就在这时，3名身着灰袍的散修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快看，我看到谁了？红鸾宗的妈宝男。哟呵，这不是红鸾宗的少宗主吗？听说你娘苏星云重伤快死了。那可不是快死了，是已经死了。哈哈哈，死得好，不就一破宗门老女人吗？之前还看不起我等。3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激烈。其中一人扫了一眼木板上的字，故作惊讶地开口：宗主执招？什么玩意？谁会进你这个马上要散伙的宗门？咦，你身后这小姑娘长得挺俊俏，咋的？修仙不行，开青楼去了？这小姑娘长得不错，哥几个正好缺个暖床的。苏青云就你这炼气1层的废物，也好意思自称宗主？3人再次讥讽连连，语言中尽带挑衅之意。苏青云刚将招新摊位支起来，就听污言秽语。师尊，他们……陈心安也被吓得躲在苏青云身后，瑟瑟发抖。看着眼前3个完全陌生的脸，心中已经生出想要做人的念头。3位有何指教？苏青云冷笑一声，问道。为首的散修见他不怒反笑，以为他是个软柿子，胆子更大了。哈哈哈，
这小子刚死了妈，失忆变傻了吧？我看他之前就是个傻子。说完了，为首的灰袍散修一愣，没想到他如此平静。怎么，死了妈的废物，连话都不会说了？他上前一步，气势逼人。还是说，你想动手，就凭你练气一层？苏青云眼波流转，轻描淡写地扫过三人。我只是觉得可惜。可惜什么？看来是不必再当了。苏青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可惜你们当了这么多年人，却没学会说人话。臭小子，你说。那人话音未落，苏青云指尖寒芒锦一瞬在他脑后划过。咚！那人身形骤然僵硬，砰然跪坐在地，双眼呆滞，咸水自嘴角淌下，喉中痴痴呢喃：阿巴阿巴。而苏青云只是轻笑了一下：不错不错，手术很成功。这算是苏青云穿越到这个世界第一次出手。他本想低调做事，毕竟初来乍到，凡事需谨慎，这是自己做事准则。可眼前三人属实找死。另外两人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刚刚那一闪而过的剑光，那一闪而逝的是筑基期的威压。攻击速度之快，两人完全没看清苏青云做了什么，自己的同伴就瘫傻在地上。苏兄，误会误会，刚刚我是中邪说了胡话。是的是的，我二人都中邪了，这附近定是有妖人作祟。你看后面，妖人过来了，跑！两人说完一堆胡话后，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可惜这演技太拙劣了，苏青云根本没有给他们跑的机会。指尖寒光再次闪过，双指化作疾风之剑，快速的在两人脑后中心位置划过。唰！呼吸之间，三人已在坐地上展开三傻研讨会。阿爸阿爸阿爸爸啊！陈心安缓缓从师尊身后探出头来，看到方才还气焰嚣张的三人，此刻全都瘫跪在地，他满眼的不可思议。师尊，他们这是怎么了？他们想重新做人，我帮帮他们而已。几个练气3、4层的散修，在现在的苏青云眼中，与医学课上的小白鼠无异。前世，我想做个医生，可世间最难治的病是穷病，无奈我成了商人。如今，我只愿做个好宗主。街道上的阿巴声引来了一些路人的侧目，而更多的喧哗则来自不远处的广场高台。苏青云的目光顺着人流望去，不远处的高台之上，一名老者手持测灵盘，声如洪钟，高声宣布着一个个测试结果。所有人都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秦阳，中品仙姿，7分火灵根，小子不错，入我烈阳宗外门。聂凌云，下品仙姿，9分风灵根，下去沉淀。慢着！一道极具穿透力的声音自高台席位悠悠传来。难得遇到纯粹的风灵根，这小子我清风门收了。短暂的沉寂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灵根测试继续进行。王小睡，下品仙姿，3分土灵根，4分木灵根。咦，传说最废的土木灵根。下一个。就在这时，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少女挤开人群，眼神带着凶狠，一步步走向高台。哪来的乞丐也来做修仙的美梦？臭死了，臭死了！快滚开！哎，怎么还真往上爬了？他对一声声谩骂充耳不闻，走到石台前，将枯瘦的手掌重重按在测灵盘上。万众瞩目之下，测灵盘却毫无反应，光芒暗淡，死气沉沉。烈阳宗长老眉头瞬间皱起，眼中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厌恶。无仙姿！不！少女嘶吼，不可能！台下的人群瞬间爆发出哄笑。哈哈哈哈！一个臭乞丐也敢做梦？你看他那眼神，真像只野狗。野狗这2个字像一根毒针，刺入少女的脑海。一段记忆碎片如潮水般涌现。天府城骆家府邸，一个男人用脚死死踩着他的胸口，狂笑。骆心凡那个老王八，终于死了！就你是天生道体，家族天骄，我不会让你死，我要让你像狗一样活着。拖下去，找几只野狗，和他关在一起。剧痛的回忆让他娇躯剧颤，指甲深深嵌入掌心，渗出鲜血。我不是野狗！他猛地抬头，
冲着高台上的长老嘶吼：“我不是废物！”少女不甘地试图催动体内仅存的一丝力量，想要证明什么。然而，一股诡异的黑色符文在她丹田处瞬间闪现，狂暴地截断了所有灵力通路。噗！她张口喷出一小口鲜血，身体踉跄着从高台上失足摔了下去。砰！尘土飞扬，嘲笑声更大了。疯子，快滚下去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远处，苏青云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乞丐的狼狈，而是在他体内那被层层枷锁死死锁住的一股几近混沌的磅礴道韵，以及那道歹毒至极的封禁咒术。有点意思。苏青云心中轻笑，开局被羞辱，身怀绝世体质却被当成废物，只待一个机缘便可一飞冲天。这剧本太熟悉了，有趣，有趣。心安，苏青云淡淡开口：“去，把他带过来。”陈心安闻声一怔，望向前方倒地的乞丐少女，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是，师尊。”他应了一声，压下心头翻涌的思绪，莲步轻移，穿过人群，径直走向那名失魂落魄的少女。围观者见状，议论声戛然而止，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那乞丐少女也注意到了走近的陈心安，眼神瞬间变得警惕，充满了戒备与敌意。“跟我来吧。”陈心安的声音轻柔而温和。洛仙并没有动，只是用那双凶狠的眸子瞪着眼前长相清甜的女子。陈心安也不催促，只是静静地站在他面前，释放着善意。许久，洛仙最终心怀警惕地跟着来到破木屋前。“有教无类，宗主直招。”洛仙嘴角抽了抽，心中疑惑更甚。木屋内陈设简陋至极，除了一张破桌子和几个草蒲团，再无他物。看向一身青袍白衫、相貌俊俏的苏青云，心中不禁更是疑惑：眼前这青年就是宗主吗？是你找我过来？洛仙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审视。“是我。”苏青云点头。“找我有事？”木屋内，苏青云负手而立，目光平静地落在一脸狐疑的洛仙身上。“你可愿拜我为师？”洛仙嗤笑一声，眼神中带着一丝残存的傲气。“敢问仙长，宗门叫什么？宗内有几人？修为几何？”“我红鸾宗内算上我一共5人，我修为最高，筑基5层。”苏青云轻轻一笑，没有多余解释。“筑基5层？哈！”洛仙以为自己听错了，筑基5层的修为在曾经的洛家连看门都不配。他来到这里已经半年多，从未听说过什么红鸾宗。这样的宗门，这样的宗主，如何能解决自己体内的禁咒？你在耍我吗？洛仙这声嘶吼引来不少周围路人的观望。面对少女的质问，苏青云脸上却不见丝毫波澜。他没有多言，只是平静地抬起手，缓缓摊开了掌心。嗡的一声轻鸣，一枚通体萦绕着七彩霞光的丹药静静悬浮于他掌上，一股无法言喻的丹香瞬间扩散。丹药上肉眼可见的精纯灵气如轻纱薄雾，在小小的木屋内氤氲流淌。洛仙仅仅是吸入一丝，便觉体内禁咒有着些许松动，四肢百骸都舒畅起来。此刻他已是彻底呆立，死死地盯着那枚丹药，浑身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这是破禁丹，玄阶上品破禁丹。他曾在家族最古老的典籍上见过关于此丹的寥寥数语记载。此丹炼制材料配比极其复杂，且丹方早已失传。虽然只是玄阶丹药，但可借元阴气以下一切针对修饰道基、经脉、体质的封禁。看着少女震惊失态的模样，苏青云脸上的笑容愈发玩味。“现在你可愿拜我为师？”此刻洛仙的呼吸几乎停滞，脑海中父亲临终前说的话在脑海中回荡而出：“仙儿，切记，万事不能只看表面。”“是啊，表面。”一个筑基5层的宗主，怎么可能随手拿出早已失传的丹药？此人绝非凡俗，他定是一位游戏人间的绝世仙人。想通了此劫，洛仙眼中的最后一丝傲气与戒备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敬畏与狂热。扑通，他毫不犹豫，双膝重重跪垫，
对着苏青云深深叩首：“弟子洛仙拜见师尊。”声音不再沙哑，反而清脆无比，带着重获新生的激动。苏青云神色淡然，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他淡淡颔首，收徒仪式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弟子一定静心修炼，早日报答。不等洛仙说出什么效忠的誓言，苏青云弹指一射，咻！一股温热感出现在他的口中，丹药入口即化，一股磅礴而温和的药力瞬间席卷全身。啊！洛仙脸颊潮红，只感觉体内那无形的枷锁应声碎裂。曾经日夜折磨着他的禁咒，在丹药之力下，如烈日下的冰雪，轰然消融。一股古老而强大的混沌力量自他血脉深处悍然觉醒。轰隆！灰黑色的混沌气流自洛仙体内冲出，化作一道擎天光柱，撕裂云层，直贯天际。整个青石阵在这一刻产生了短暂剧烈震动，强大的气息震慑了附近所有人，无数道惊骇的目光齐齐望向光柱方向。尤其市镇中心那三宗招新会场更是瞬间炸开了锅。这是什么气息？难道是上古异兽降世？快跑啊！上古异兽要踏灭青石镇了。在场围观的普通散修慌乱之际，一身白袍中年人却显得无比欢喜。这莫不是有人觉醒传说中的天道之体开窍的景象？如此异象，远超寻常天骄。此子有大帝之姿。一清长老此言诧异。百花谷的高台上，一白发女子轻声道：“我观这天道能量中带有阴柔之力，必定是一名少女天骄。这等天骄何须纠结男女？就算是男子，你百花谷恐怕也要破例去收徒。我说的可对？”方柔长老，你胡！不等白发女子说出反驳话语，烈阳宗的高台上传来霸道的喊声：“此等天骄必须加入我烈阳宗！”话音未落，那名身着金边赤袍的老者已然化作一道灼热的流光，抢先冲了出去，随手向后方甩出数道火球，瞬间塔楼崩塌，现场激起大量烟尘。混蛋老头，还是和当年一样卑鄙！赤火老匹夫，好快的动作！一清长老与那白发女子脸色微变，再顾不得丝毫矜持，两人几乎同时化作两道惊鸿，紧随其后破空而出。木屋中，苏青云的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悄然响起，检测到新弟子入门，宗门名录更新。洛仙修为炼气一层，功法洛神五步，橙色资质混沌道体。丁，自动参悟地阶下品功法洛神五步至融化贯通。苏青云嘴角微扬，混沌道体还白得一地阶功法，不错，捡到宝了。身为一宗之主，门下弟子会什么功法，我会什么，且参悟到最高境界，这很合理吧？就在洛仙还沉浸在重获新生的狂喜中时，一股灼热而霸道的威压轰然从天而降，整个破木屋都在这股威压下吱嘎作响，摇摇欲坠。一名面容倨傲的老者已然立于木屋之上，正是烈阳宗的赤火长老。他目光如电，第一时间便锁定了洛仙，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这女子样貌，这不是先前那个被断定无仙姿的乞丐少女吗？自己居然看走了眼！赤火长老心头巨震，旋即被无尽的贪婪所取代。他直接无视了苏青云，居高临下的对洛仙命令道：“小女娃，你竟有此等天资，速速随老夫回烈阳宗，宗门必倾尽所有资源培养你。”洛仙被那股威压震得气血翻涌，脸色煞白，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坚定。他没有看赤火长老一眼，只是固执地望向苏青云，一字一句，声音洪亮：“我已经加入了红鸾宗，我洛仙此生只拜苏青云一人为师。”此言一出，赤火长老的脸色瞬间铁青。好得很，真是个忠诚的好弟子啊！那我就先灭了你那红鸾宗的师傅。他终于将视线转向苏青云，眼神中充满了轻蔑与不屑。区区筑基5层的后生，也想拥有此等天骄？老夫今日便先灭杀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再带他走。话音未落，
赤火长老掌心燃起一团烈焰，化作一只巨大的火焰手掌，朝着苏青云当头拍下。烈阳焚天掌，空气被灼烧的扭曲，炽热的气浪让洛仙几乎窒息。师尊，洛仙刚刚解开封禁，修为低微，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心中只剩惊慌与绝望。可苏青云却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火系功法，在我面前，你还差了点。他语气平淡，只是平静地抬起手，伸出一根手指，一簇豆点大小的暗红色火苗在他指尖悄然燃起，随后环绕指尖形成一个暗红火环，一命逆火环。苏青云指尖轻点，暗红色火环激射而出，后发先至，瞬间便将那巨大的火焰手掌吞噬殆尽，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是玄阶火系功法。赤火长老脸上的倨傲瞬间凝固，化为无边的惊恐。他引以为傲的临阶上品功法烈阳焚天掌，在那暗红火环面前，竟如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苏青云却没有给他任何喘息之机。该我了。在外人眼中，他负手而立，并无任何动作，却有一道凌厉无匹的剑意冲天而起。红尘疾风剑，一道道看似平平无奇的剑光一闪而逝，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快得超越了赤火长老的反应。血光迸溅，噗噗噗！赤火长老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胸口多出了数道深可见骨的剑痕，重重摔落在地，气息萎靡到了极点。眼看苏青云气息没有丝毫收敛，裘赤火艰难挣扎，满脸惶恐叫喊道：“不要杀我！我乃烈阳宗长老，你杀了我，烈阳宗不会放过你和你的宗门的。那不杀你，烈阳宗就会善罢甘休了吗？”苏青云说完，周身杀气更加浓烈。你到底是什么人？明明如此年轻，怎么能将火系功法和剑法同时修炼到融会贯通的境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风雷山、黑云宗、秦二河。苏青云声音犹如钟鸣一般，破木屋周围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木屋内几人都在被震慑之余，心中只感觉不对。洛仙不是红鸾宗吗？裘赤火原来是黑云宗的人。刚刚好像叫红什么宗。苏青云邪魅一笑，不做解释，并指如剑，一道剑气刺过裘赤火眉心，将其灭口。陈心安心中却已经对眼前的男人崇拜到不行。他虽然从没修行过，此刻心中满是对自己宗门的憧憬。而洛仙则怔怔地望着眼前场景，心神掀起滔天巨浪。火焰与剑光两种截然不同的功法，在师尊手中竟能如此行云流水般切换。可师尊从始至终神情都未曾有过半分波澜，只是随手掸去了衣角的尘埃。最后那一剑更是玄妙无比，远远超出他在家族见到过的任何一种剑系功法。师尊究竟是何等存在？他正沉浸在这份震撼之中，苏青云淡然的目光却已越过他，望向了屋外上的方向。两位看了这么久，不进来喝杯茶吗？还是说也想同情某人切磋一二？木屋外，陈一清手持折扇，他书生模样，一滴冷汗从额角滑落。身旁的方柔，一头银丝白发，姿态雍容，此刻美眸中忌惮之色浓郁。两人遥遥对视，僵立原地，谁都不敢动一下。一清，怎么办？方柔嘴唇微动，声音压得极低。那可是裘赤火，筑基圆满，这样的修为也不是对方一合之敌。你我不过筑基7层，问我怎么办？陈一清艰难咽了下口水，喉结剧烈的上下滚动。方才那不可一世的赤火长老，弹指间便被此人镇压，这画面如烙印般深深刻在他们脑海，挥之不去。这等存在绝不可能是表面的筑基5层修为那么简单，这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就在二人犹豫不决，不知是该上前拜见还是悄然退去时，木屋内的苏青云嘴角弧度微勾。苏青云现在可不想再与这些人纠缠，此行已是骚动四起，引人注目，必须尽快撤离。呵，他一声轻笑，负手而立，身形未动。下一瞬，苏青云忽然抬手，对着身前的空气轻轻一拍，轰！一股灼热到极致的气浪轰然爆发。由茅草和破木搭建的木屋，
在这股力量面前，瞬间被震得四分五裂，化作漫天碎屑。尘埃弥漫中，苏青云的身影清晰依旧，衣袂不染半点尘埃。陈心安与洛仙被一股柔和的力量护住，毫发无伤，只是震惊地望着这一幕。秦某的时间可是珍惜得很，既然都不敢现身一见，那我可就走了。苏青云朗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众人的耳中。以后要是有什么指教，都来黑云宗找我，我黑云宗不怕找事，也不怕来事。话音落下，他不再停留。抱紧我，他淡淡地对还在呆愣的陈洛二女说道。陈心安闻言，最先地抓紧了他的衣衫。他只有一个想法，师尊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听师尊的不会错。洛仙不知何意，刚想发问，苏青云已将他们二人紧紧搂入怀中。他周身灵力骤然一荡，一股无形的气劲以他为中心轰然席卷，将漫天尘埃碎屑再度掀起。漫天尘埃碎屑，在场众人此刻视野瞬间被遮蔽。苏青云转身踏风而起，待狂风散去，三人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恶，就让他们这么走了！我必须赶紧回宗门禀告宗主，这天道之体断不能轻言让给他们。黑云宗早就听说他们行事向来高调，攻伐其他宗门如山贼洗劫村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陈一清与方柔二人心中各自谋算着想法，但内山早已被冷汗浸透，看着躺在地下的赤火长老的尸体，愈发觉得此事深不可测。日落黄昏之时，韭菜山红鸾宗修炼净室内，大师姐，不好了，宗主外面有狗了！宗主带了2个女人回来。林妙可面带怒色，气鼓鼓地冲进修炼室内。什么狗啊，带女人的？妙可你在说什么？唐云烟正修炼到瓶颈时刻，不想理会冒失的林妙可，柳青青带他询问。是宗主他才出去几天，就带回来2个年轻姑娘回来，刚到山门时候还一手搂着一个。林妙可撅着嘴，跺着脚，一副被渣男绿了的表情。什么？唐云烟一口浊气吐出，眼睛猛地张开，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刻洛仙站在宗门大殿外，心绪如海浪般激荡。师尊那弹指镇压强敌，却自曝黑云宗假名的从容手段，至今仍在他心中盘旋。另一旁，看着宗门内仙气缭绕，如宫殿般的楼阁，陈心安呆住了。这就是我们的宗门吗？苏青云摸着他的头，轻声道：是的，我们到家了。师尊，我们宗门不是叫红鸾宗吗？为什么洛仙不解？刚刚不是应该弘扬宗门威名吗？苏青云微微一笑：喜儿，你记住为师的一句话，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以为师实力定然不虚他们任何一人，但是树大招风，为宗门招惹麻烦就不好了。话音落下，宗门大殿内走出3个红衣身影。苏青云刚转过身，正对上3道幽怨中带着审视的目光。林妙可正叉着腰，小嘴撅得老高，身后跟着面若冰霜的唐云烟和低着头不敢看他的柳青青，这神情像极了捉奸现场。你们……苏青云刚要开口，哼，师尊你还知道我们啊？林妙可抢先一步，气鼓鼓地说道。苏青云无奈指了指身边的陈心安和洛仙，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刚收的2位弟子，你们的4师妹陈心安和5师妹洛仙。新师妹？林妙可狐疑地打量着2人，随即小脸一板，指向洛仙。那你还把人家搂在怀里，还搂得那么近，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苏青云一下尴尬了，他摸了摸鼻子，解释道：方才情况紧急，他2人都没有修为，我只能带他们遁逃。林妙可小鼻子一皱，不依不饶：我不管，我们也要。连一向高冷的唐云烟都破天荒地点了点头，美眸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苏青云彻底没辙了，他只得伸出双臂，先是将咋咋呼呼的林妙可象征性地揽入怀中，轻轻拍了拍，随后又轮到唐云烟。他娇躯微微一僵，但很快便放松下来，脸颊泛起一抹动人的红晕。一场小小的闹剧就此收场。几人进入宗门大殿，一番介绍后，彼此也算熟络起来。入了宗门，大家都是一家人，2位师妹以后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向我询问。
唐云烟作为大师姐，向两人展现了风度。家，陈心安喃喃道，似乎有些恍惚。这么久了，自从2年前母亲去世后，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么暖心的话了。母亲，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跟随师尊活得有意义。想到这里，他望向苏青云道：师尊，我真的能够修炼仙法吗？这句话他问得小心翼翼，虽然已经不必像之前一样艰难活着，但是他真的很怕苏青云摇头说不。当然可以，是不相信为师吗？苏青云反问道。可我不像洛仙师妹，我是真正的无修仙资质，没有灵根。陈心安黯然道。我不是说过天无绝人之路，我宗门道法万千，肯定有让你修行的功法。苏凡认真说道。真的？我不是做梦吧？陈心安愣神道。他原本以为师尊只是可怜自己，为了鼓励自己活下去才说出那些话，难道这一切都不是梦？苏青云看着众人表情，满意的点了点头。青青，你先带他们到厢房安顿下来。心安、洛仙，你们都早点休息，明早来找我。哈！他转身轻轻打了个哈欠，今天属实有些疲惫了。第二天早上，苏青云被脑海中一连串系统提示音唤醒，检测到宗门弟子林妙可突破至炼气后期，奖励抽奖次数+1；检测到宗门弟子柳青青突破至炼气后期，奖励抽奖次数+1。丁，正在10倍修为反力中。瞬间，一股浓厚的灵力洪流自苏青云的丹田内爆发，疯狂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他的修为节节攀升，从筑基5层一路冲到了筑基7层，才堪堪停下。强大的气息不受控制地向外扩散，整座宗主殿都为之震动。此刻，陈心安与洛仙正站在殿门外等候。他们刚一靠近，便感受到一股炽热气息扑面而来，令他们呼吸一滞。洛仙心中翻江倒海，他出身木仙州的修仙氏族洛家，从小见过的拥有天骄之姿的前辈不计其数，但从未有人能像师尊这样通宵修炼的毅力。洛师妹，你脸怎么回事？变得俏脸绯红。陈心安关心地问道。好热。师姐，你脸也面若桃花一般。看着面带潮红、眸光迷离的陈心安，洛仙也是吓了一跳。屋内那股纯阳气息对两人有种莫名的吸引力，让他们脸颊发烫，竟有春心萌动的念想。啊，不可以，我还有血海深仇要报，怎会在此乱想？洛仙呼吸急促，想要缓解这种状况。这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苏青云步出殿门，神采奕奕。他看见门外站着的2个人都是面色潮红，便随口问了句：你们这是怎么了？昨夜没休息好？没事。2人连忙摇头，不敢与他对视。苏青云也没多想，领着2人前往仙法阁。心安，你先进去吧。陈心安心怀忐忑，走进仙法阁，眼前景象让他彻底愣住。这里乃是什么阁楼，而是一片无垠星河，其中万千星辰闪耀，每一点星光皆是一卷功法。原来宗门竟有如此底蕴，那是不是真的有能让我修炼的功法？他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将手放在前方的石台上。一道清脆灵动的女童声忽然在他耳边响起。谁在说话？陈心安吓了一跳，紧张地环顾四周，却空无一人。嘻嘻，那女童声再次响起，带着几分俏皮。我乃是通晓万千功法精要的选功台器灵，小灵通是也。丁灵将。随后前方的石台光华流转，一道由灵气汇聚而成的女童虚影缓缓浮现。感知到你还没有修为，本次你只能先挑选一本修炼功法，你可以自己挑选，也可以将手放在石碑上，由我为你推荐。陈心安深吸一口气，郑重地问道：林前辈，我没有修仙资质，真的也能修炼吗？将手放在石碑上，一切自会知晓。女童虚影的声音再次响起：麻烦前辈了。陈心安不再犹豫，缓缓将手掌贴在了冰凉的石台上。一股柔和的能量从石碑上散发出来，顺着他的手臂流入体内，在他经脉中游走了一圈。陈心安娇躯微颤，只觉得一股暖流淌过全身，十分舒服，但是这感觉很快消失。
这是怎么回事？他小声询问，心提到了嗓子眼。你的体质乃是世间无比罕见的凡剑之体，但当前仙法阁内并无收录适合你的功法。缥缈的女童声响彻在陈心安的脑海之中。轰！这句话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将陈心安整个人都劈傻了。他的大脑嗡嗡作响，脸上刚刚浮现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没有适合我的功法。他呆立当场，失魂落魄。就在陈心安的世界由明转暗，再次陷入无尽的黑暗时，仙法阁外的苏青云正悠哉悠哉地查看起了系统信息。宗门信息：宗门之主苏青云，宗门名字红鸾宗，宗门等级1星400-500，宗门人数6，宗门领地韭菜山，宗门建筑2级修炼境室，1级仙法阁，1级护山大阵，1级炼丹房，宗门积分300，抽奖次数2。苏青云选择查看仙法阁。1级仙法阁，一星宗门1级仙法阁，收录结丹期以下全种类功法1084卷，每种最高存有1卷地阶功法，其余皆为玄阶。注：升级仙法阁可提升收录的功法卷数，可提升天阶或地阶功法存有数量。是否消耗100积分升级？西安他进去有一会儿了，肯定是没找到合适功法。看来这仙法阁内收录的功法还是不够全面，而且地级功法确实是少了些。苏青云心中念头一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升级。是。丁，2级仙法阁升级成功。2级仙法阁，一星宗门2级仙法阁，收录结丹期以下全种类功法1384卷，每种最高存有2卷地阶功法，其余皆为玄阶。是否消耗500积分升级？这才像点样。苏青云嘴角微扬，他话音刚落，身旁的仙法阁内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本静谧的星海突然暴动起来，如同宇宙初开大爆炸一般，无数新的光球凭空诞生，汇入那片功法星河之中，让整个空间变得更加璀璨夺目。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陈心安和气灵小灵通都给看懵了。选功台虽然是系统抽奖所获得，但气灵却属于这个世界原有生灵，他从未想过一个宗门的仙法阁竟然自己凭空生出新的功法来。另一边，陈心安还沉浸在巨大的失落中，正准备默默转身离开，彻底放弃修仙的念头。直播，一道清脆灵动的女童声将陈心安喊住，正在重新匹配合适功法。匹配完毕。下一刻，一道无比璀璨的金色光华如流星般划破星海，精准地落在了陈心安面前的石台上。光芒散去，一卷古朴的卷轴出现在上面。陈心安的呼吸停滞了，他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凡人的准备，可这峰回路转的惊喜让他一时间竟不敢相信。这是什么功法？他的声音带着颤抖。此乃地阶功法神霄天剑诀。神霄天剑诀，陈心安喃喃自语，大道有灵，希望你不忘初衷，努力向上。灵动的女童声中多了几分郑重。你天生剑体，若是修成此功，便可炼制剑丸融入己身，以身养剑，以剑通神。这足以弥补你灵根上的缺陷，甚至让你超越同阶任何修士。多谢小灵通前辈。陈心安对着虚影深深一拜，随后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卷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卷轴，走出了仙法阁。门外，苏青云正含笑看着他。师尊，谢谢你，让我再次看到了希望。陈心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感激，扑通一声跪倒在苏青云面前，泪水决堤而出。起来吧。苏青云伸手将他扶起，轻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祭拜我为师，我便不能坐视不理。为弟子扫平修炼路上的障碍，本就是为师的责任。师尊。陈心安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那是比母亲的怀抱还要温暖的感觉。师尊，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修炼功法了。他再也控制不住，猛地扑进了苏青云的怀中，将脸深深埋在他的胸膛。想到之前所有的委屈、痛苦和绝望，都用泪水倾泻出来。苏青云身体一僵，随即放松下来，轻轻抚着他颤抖的后背，任由他发泄。陈师姐真的可以修炼了，
洛仙被惊住了，满脸的难以置信。宗门内居然真的有可以让无灵根无仙姿的凡人修炼的方法，自己这个师尊到底藏有多少秘密？这仙法阁内到底藏着多少功法？许久，陈心安的情绪渐渐平复，有些不好意思的从苏青云怀里退开，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一旁的洛仙看着这一幕，眼中的惊奇与羡慕交织。就在这时，洛仙上前一步，恭喜师姐，喜得修仙之法。陈心安闻言抬起头，羞涩的俏脸被喜悦取代。洛师妹，你也进仙法阁，选择适合你的修仙功法吧，里面定会让你大吃一惊。她巧笑嫣然，甜美动人。进入仙法阁后，洛仙如同一只好奇的小猫，左顾右盼。当他看见眼前漫天星空，星光中的仙法卷轴时，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不像陈心安那般是对修仙界一无所知的凡人，恰恰相反，他出身于修仙氏族洛家，见识广，了解得多。洛家是古老修仙世家的其中一脉，其血脉不凡，族人一出生便自带炼气一层修为。他的父亲洛家族长原因后期修为放在这贫瘠的东元州，足以横扫一切，一人足以灭掉10大丙级宗门。可即便是这样的家族，所珍藏的修仙功法也不超过100卷。然而眼前这片星河之中悬浮的光球何止千数，这哪里是一个5品级宗门该有的底蕴？就算是木仙州的那些甲级宗门，其仙法阁的规模恐怕也不过如此吧。他原以为师尊苏青云只是一个心善且神秘的隐士高人，现在看来，他对师尊的认知何其肤浅。一时间，洛仙激动的娇躯都有点颤抖。这么多功法，他完全不知道该选什么。东元州天元阁，一个绿袍中年人快步走入殿内，手里捧着一封文书。殿上，一名白袍中年道人正闭目养神。绿袍中年人不敢出声打扰，只能恭敬地站在下方，双手举着文书，耐心等待。何事？叶天玄终于开口，声音没有情绪，眼睛也未睁开。戴阁主，我是初圣宗宗主楚生。绿袍中年人连忙躬身，将玉简举得更高。这是我宗对黑云宗的攻伐战书，恳请戴阁主批复。又是黑云宗？你来晚了，10个宗门的战书名额已满。叶天玄此言一出，楚生脸色瞬间煞白，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他拳头死死攥紧，语气中满是几乎要溢出的不甘。围攻黑云宗，这是多大的机缘！数日前，从青石镇传出，黑云宗长老秦二和大闹3宗联合招新会，击杀烈阳宗大长老裘赤火，将招新会上发掘到的道体天骄掳走。黑云宗只是一个丁级宗门，门内宗主赵之山是结丹后期修为，宗门一个隐士长老竟然敢当众杀人掳人。而且黑云宗素来行事高调，频繁攻伐其他弱小宗门，这简直是猖狂至极。青石山3个丁级宗门公开要联合围攻黑云宗，整个东元州青石山附近的其他宗门都疯了，谁都想借这次机会参与围攻黑云宗。道体天骄他们是不敢想，但是攻破黑云宗山门后，宗门内定然有众多修仙资源。这第一口汤的油水最大，他出圣宗只是一个5品级的小宗门，若是能分一杯羹，宗门实力必然暴涨，甚至有机会评上丁级宗门。哎，这第一口汤，我出圣宗竟是喝不上了。戴阁主，这当真没有半分通融的余地。我出圣宗，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叶天玄抬眼静静地注视着他。天元阁的规矩，立于东元州的第1日便已刻下，至今已有3000年。你告诉我，如何通融？天元阁设立的规矩，宗门之间攻伐必须提前1日下战书，且一个宗门最多同时收到10个宗门的战书。他手指轻扣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话锋却陡然一转。你空口白话的，让我很为难吧？楚生心中一动，立刻会意，脸上堆起了笑容。我真该死，把给您准备的礼物忘记拿出来了。他连忙取出一个温润的玉盒，双手奉上。听闻阁主大人好红尘枪道，一手玉枪之术出神入化，此乃100年龙枪果，正合阁主大人神威。叶天玄眼底掠过一抹异色，随即慢条斯理地将其收入袖中。算你有心了，换作他物，
这东元州还真没有几个我看得上眼的。说起来，天元阁的功法规矩只约束有品级的宗门，至于你们这些无品级宗门，不在名额之中。话音落下，他饮了一口茶，便不再多言。可今日风大，有些话出了这扇门就散了。谢大人，小的告退。话音落下，楚生再不迟疑，躬身一拜，迅速退出大殿。仙法阁内，洛仙耳边忽然响起一道清脆灵动的女童声，将手放在前方的石台上，接引灵音。洛仙心头微动，不再犹豫，缓缓走向石台。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选功台？洛仙的呼吸急促起来。他记得当年他刚刚觉醒混沌道体时，父亲带他拜访甲级宗门天蓝宗，听天蓝宗的宗主与父亲谈及，宗门仙法阁内有一阵宗法宝，名为选功台，只需将手放上，便可沟通整个仙法阁，看到收录的所有功法名称，默念想要的功法名称，便可直接在数百卷功法中取出。那时的他因为年幼，修为尚浅，只能眼巴巴地听着，连进入天蓝宗仙法阁的资格都没有。可现在眼下自己所在的东元州中一个五品级宗门，居然也有选功台。当他双手放到上面后，石台光华流转，一道由灵气汇聚而成的女童虚影缓缓浮现。那女童还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叮铃将，吾乃选功台气灵，小灵通是也。洛仙被震得脑中一片空白，这选功台居然有气灵。感知到你有修仙资质，可修炼宗门秘传功法合欢神功人和篇。合欢神功乃宗门秘传，本气灵将直接传输到你的识海之中。还没听完小灵通的讲解，洛仙白皙的脸颊瞬间染上一层绯红。啊！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合欢神功，合欢宗？那不是不可能，师尊这等高人，怎会与那魔宗有关？定是巧合。洛仙识海中突然出现大量的功法奥义，将他的胡思乱想冲刷干净。人和篇可一直修炼至炼虚期。你初入宗门，本次可再挑选一门灵技。小灵通没有理会他的失态，自顾自地继续将手放在石台上，可自行挑选，亦可由我为你推荐。洛仙感觉认知在今天被一次又一次的彻底颠覆。气灵在整个修仙界，那都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每一件拥有气灵的法宝，无一不是惊天动地的至宝，足以引得无数顶尖强者疯狂争抢。洛家传承数万年，底蕴深厚，可他从未听说过家族中哪件法宝诞生了气灵。师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父亲，女儿好像拜入了一个了不得的宗门。他定了定神，再次将手放在了石台之上。还请气灵大人为我推荐。嗡！一阵轻颤，石台上亮起光芒，一个卷轴缓缓浮现，同时小灵通的声音再次响起，正在重新匹配合适功法。匹配完毕。话音刚落，星河深处一道无比璀璨的光华骤然亮起，光华如流星划过天际，精准地落在了洛仙面前的石台上，化作一卷古朴的卷轴。你身怀混沌道体，修炼速度远超常人，但心性之中尚有一丝浮躁未除。此卷混沌冰枪诀，刚柔并济，至寒至强。修炼此灵技，不仅能将你的体质优势发挥到极致，更能以此枪意磨去你心中浮躁，助你稳固道心。混沌冰枪诀，洛仙的心猛地一跳，光是听名字便能感受到这本功法的强大。气灵前辈，他忍不住开口，枪法极其依赖灵气本身品级，这东元州资源匮乏，恐怕难寻一杆能配得上此诀的灵枪。笨蛋，谁说枪诀就要搭配灵枪了？小灵通清脆的声音响起，还带着几分小得意。他调皮的在空中又翻了个跟头。混沌冰枪诀的真意并非御枪，而是化枪，以混沌本源之力为引，沟通天地至寒之气，凝聚气为冰，聚冰化枪。本身修为越高，凝结的冰枪便越是强。枪意在你心中，你就是枪，你就是枪。这四个字仿佛一道惊雷，在洛仙的心湖中炸开，掀起滔天巨浪。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呼吸都为之停滞。原来是这样。
他一直以来的认知都被彻底颠覆。多谢麒麟前辈指点。好了好了，功法选完，快出去吧，人家有些困了。小灵通打了个哈欠，身影渐渐变得虚幻，最后啵的一声化作点点灵光，消散在石台之上。随后他手中拿着卷轴走出了仙法阁。师尊，谢谢你。洛仙扑通一声跪在苏白面前，哽咽道：起来吧。苏青云扶起洛仙，笑道：你日后一定要勤加修炼。师尊。洛仙缓缓起身，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洛师妹，你选的如何？陈心安一脸好奇地凑了上来。洛仙微微一笑，里面确实让我大吃一惊。苏青云看着两人，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功法既已选定，你二人先去修炼尽是好生练习。是，师尊。两人齐声应道。待两人离去，一阵香风袭来，林妙可纤软的身子贴了上来，饱满的曲线似有若无地蹭着他的手臂。宗主您好久没陪我们修炼合欢神功了，人家最近修炼都变慢了，想请宗主您帮忙共鸣和气呢。修炼慢？他清晰地记得早上系统的提示信息，林妙可与柳青青都已双双突破到炼气后期，而且这丫头今天怎么有点不对啊？这里十分的不对劲。就在这时，沉寂许久，系统提示声响起，检测到宗门弟子信息发生变化，正在更新。林妙可修为炼气7层，橙色资质古月阴顶体，功法合欢神功，一名逆火环。古月阴顶体，苏青云心中顿时了然，好一个修炼变慢了。他自身的阳芒体本就是无上双修圣体，而林妙可这古月阴顶体分明就是与之对应的绝佳炉鼎。这二者若是当真一起修炼，所谓的共鸣和气，其效果绝非1+1那么简单。就是这那林妙可就在这山上。突然间，山下传来嘈杂的声音。苏青云看过去，一大批人马已经出现在了山脚下，一个个气焰嚣张，杀气腾腾。这群人足有上百人，全部穿着蓝白色长衫，每个人都散发着强横的气息。为首的是一个长发披肩的老者，身形消瘦佝偻，但气息沉凝强横，一双鹰隼般的眸子透出令人心悸的压迫感。其身后有人举着一个旗帜，正迎风招展，上面绣着3个金灿灿的字：昆玉宗。如此声势浩荡的宗门势力出行，自然吸引了众多九菜山附近城镇的修士。其身后远远跟着黑压压的吃瓜人群。听到这个动静，后山演武场修炼的唐云烟与柳青青都走了过来。当他们看见其旗帜时，皆目光凝重。狼牙宗附庸势力之一的昆玉宗。狼牙宗，听到这个名字，林妙可脸色瞬间煞白，娇躯控制不住的轻颤。想起自己被狼牙宗收养，从小备受宠爱，但一切是为了让他成为炉鼎。唯有苏青云一脸茫然。这昆玉宗很厉害吗？苏青云笑问道。昆玉宗本身不足为惧，只是丁级门派中垫底存在，但其附庸的狼牙宗势力极大。而狼牙宗乃是东元州10大丙级宗门之首，势力滔天，几乎无人敢惹。传闻狼牙宗的老祖乃是金丹后期修为。唐云烟缓缓解释，声音却很紧迫。那他们为何要喊着要找林妙可？苏青云不解，他对红鸾宗这3个弟子的之前事情完全不知。一旁林妙可脸色更差了，凝重道：师尊，我无妨。苏青云轻描淡写地说道：你是我红鸾宗的人，我护你周全。他的神色始终未曾变化，目光俯视着山下，微风吹动他的衣襟腰带，带起了飘逸的弧线。此时此刻，他像极了绝代的谪仙，俯瞰苍生，随后一步踏出，身影瞬间出现在山门前，唐云烟3人紧随其后。对方一群人正大摇大摆入了红鸾宗的范围，一步一步朝山上而来。片刻之后，领先在最前面的老者便停住了身影。那老者的目光微微抬头，看到了苏青云身旁的林妙可，眼神深处带着阴险。妙可小姐，我等找你可是找得好苦啊。老者开口，声若洪钟，一股威严扑面而至，令人心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一抹畏惧来。不远处
跟随昆玉宗来看热闹的修士纷纷惊呼：筑基中期强者！那老者气息太过浩瀚，哪怕只是简单的站在那里，我都感受到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这等超级强者，哪怕仅仅只是一缕威压，都不是普通炼气期修士可以抗衡的。红鸾宗一个底层5品级宗门，恐怕宗主也只是筑基初期修为，这个小小的韭菜山，恐怕会被那老者一招夷平。来看热闹的多为炼气期的散修，对老者展现的气场无不惊叹。妙可小姐，请随老夫前往狼牙宗吧。老者继续说道，他的话中充斥着命令的味道，让林妙可皱眉，俏丽的容颜上露出不悦之色。不去又如何？苏青云一步踏出，站在众弟子前，随着他这一站，老者散发的气息也顷刻间荡然无存。老者瞳孔微缩，目光直勾勾盯着苏白，阁下莫非要插手狼牙宗之事？苏青云嘴角噙着一抹浅笑，淡淡道：你要带走我的弟子，经过我的同意了吗？我劝你识相一点，否则今天你这红鸾宗怕是要从东元州除名了。一旁唐云烟听到这老头说话如此难听，当即拔剑闪到苏青云前面。云烟，你退下，让我来。苏青云轻拍唐云烟苏肩，轻声道。老者见苏青云竟然无视自己，顿时勃然大怒，筑基中期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直冲苏青云而去。小子，老夫在跟你说话，你聋了吗？苏青云仰头大笑，笑声豪迈，区昆玉宗算什么东西？别说你一个筑基中期的宗门长老，就是你们结丹期的宗主，我也照杀。此言一出，众人都愣住了。将一个筑基强者说得如此垃圾，将杀一个丁级宗门宗主说得如此轻松，这么狂妄，你以为你是谁？金丹真人吗？山脚下，苏青云的声音回荡，引得围观者神色骤变，当即脸上的表情无比精彩。红鸾宗想起来了，就是前几天听说黑云宗在这里铩羽而归。黑云宗就是那个被10大丁级宗门和28个5品级宗门同时宣战的黑云宗，就是那个在青石镇抬手碾压烈阳宗长老，掳走到体天骄的神秘高人所在的黑云宗。连黑云宗这种硬茬都在红鸾宗栽了跟头，怪不得这苏宗主如此嚣张。但那可是昆玉宗的长老啊，筑基中期大修士，而且这里还有上百名宗门炼气修士，红鸾宗怕是活不过今天了。吃瓜群众议论纷纷，好大的口气！昆玉宗长老怒极反笑，三角眼中满是森然的杀意。找死！昆玉宗众弟子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刻将这嚣张的家伙碎尸万段。众弟子，释放你们的气息，向世人宣告，我昆玉宗不可惹！老者大袖一挥，低沉地喝道。轰隆！一瞬间，一股股磅礴的气势升腾而起。一位筑基中期大修士，2位炼气9层，3位炼气8层，5位炼气7层，4层以上的炼气中期足有30位，剩下的也全是炼气初期修士。足100多位修士的气息冲破云层，搅乱风雨。天空之上雷鸣电闪，仿佛末日降临一般。吃瓜众人只感觉浑身一颤，如同置身在冰窖中。快退！山下围观的众人连忙撤退数百米。这么多修士同时出手，哪怕一点的余波就能把普通人撕裂成碎块。而面对这么多修士，苏青云却依旧是满脸悠闲，没有半分慌乱。他在思考用什么灵技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眼前阵仗。叮！宗门弟子信息更新，弟子洛仙已领悟混沌冰枪诀第1层。洛仙修为炼气2层，功法洛神5步混沌冰枪诀，成色资质混沌道体。以为宿主自动领悟该功法，并直接融会贯通。刹那间，一股冰寒刺骨却又与自身灵力完美契合的玄奥感悟涌上苏青云的心头。苏青云的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不愧是混沌道体，这才刚去修炼不到1炷香的时间，功法就已经入门，这天赋当真恐怖。出手夷平红鸾宗，除了林妙可之外，所有人杀无赦。筑基老者一声大吼，率先动手。
刷刷刷，一道道刀罡、剑芒、掌印全劲呼啸而来，这些攻击汇聚在一起，化作一条璀璨星雨，铺天盖地落下。苏青云甚至没有回头，只是随意地抬起了右手。聒噪，话音落下，整个红鸾宗山门前的温度骤然下降，一瞬间从盛夏入主了寒冬。空气中无数冰蓝色的光点凭空浮现，疯狂地朝着苏青云的掌心汇聚。咔咔咔，清脆的凝结声中，一杆完全由寒冰构成的长枪在他手中迅速成型，一股至寒至强的恐怖气息从冰枪之上轰然爆发。那10几个前冲的昆玉宗弟子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骇然。这是什么？逃！这是他们脑海中唯一的念头。然而一切都晚了。苏青云手腕轻抖，寒冰长枪划破长空，没有带起一丝风声，只有一道冰蓝色的残影。下一瞬，咔嚓咔嚓，昆玉宗的众弟子只感觉身躯一僵，似乎落入极北寒潭，一动不能动。紧接着他们全身开始凝结出冰霜，化为一个个冰雕，这其中还包括那位筑基老者。看到苏青云抬手便镇压昆玉宗众人，静，死一般的寂静。众人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这一幕。这怎么可能？一位筑基中期的大修士，100多人的炼气后期高手，居然被抬手镇压了。这一刻，吃瓜众人心中掀起了滔天骇浪。本来以为这红鸾宗会在昆玉宗筑基长老者怒火之下消失，但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昆玉宗一众修士在苏青云面前如同孩童一般脆弱。师尊最帅了！身后林妙可美眸泛红，一颗芳心砰砰直跳。毕竟师尊所做的这一切可是为了他呢。师尊，您变得更强大了。柳青青双眸微动，口中也惊叹不已。他虽然早已知晓师尊很厉害，可真正的见到其出手，依然还是无比的震撼。你究竟是谁？已经被冻成冰雕的老者艰难地张嘴，惊恐叫喊道：红鸾宗苏青云，还用我说第3遍吗？苏青云淡淡道：你是从4大仙州下来历练的天骄？老者瞪大双眼，一副见鬼模样。只有这个理由才让这一切合情合理。传闻中，那距离天元大陆最近的4大仙州，每隔100年便会将族中最顶尖的子弟投放至八荒缘起之地，令其开宗立派，磨砺道心。仙州下来的天骄开创一个宗门，那想提升到丙级并不难，轻轻松松就可以招收无数弟子，势力影响千里。可眼前这位就占据一个小小的韭菜山，红鸾宗宗主竟然是仙州天骄！天哪，红鸾宗竟是天骄历练者所创！卧槽，4大仙州下来的天骄，他带来的功法是否一个时辰60循环？这红鸾宗藏的真身竟有仙州超级修仙家族背景。传说4大仙州中以及宗门的长老最低修为便是元婴，超级修仙家族族长更是化神期修为。元婴，化神，在东元州这简直是古老神秘的境界名词。山脚下的围观者听到老者的称呼，一个个倒吸凉气。今天之后，红鸾宗之名将响彻在东元州。小子，即使你是天骄历练者，也不能杀老夫！我宗门背后的狼牙宗有金丹强者坐镇，你想顺利完成家族历练，不能得罪那位大人。狼牙宗的强大不是你可以招惹的。老者色厉内荏，咬牙说道。他自信只要搬出狼牙宗，对方必然忌惮，毕竟那可是东元州最强宗门啊。呵呵，狼牙宗。闻言，苏青云嘴角勾勒出一丝嘲弄的弧度。我杀了你等又如何？昆玉宗奈我何？狼牙宗又能奈我何？你！老者语塞，气得胸膛剧烈起伏。以前他只要搬出狼牙宗，不管什么事都可以摆平。可惜今天他们遇到的是苏青云。面对这些人的叫嚣，苏青云毫不理会，神情冷漠。就让红鸾宗之名从今日开始立足于天下吧。他的话语
犹如一阵寒流从山腰吹拂到山底。从此以后，犯我红鸾宗者，无论是谁，杀无赦。说罢，一股恐怖杀意爆发，席卷整片天穹。兵枪式，宁！伴随着苏青云的声音响起，顷刻间，包括昆玉宗长老在内，所有弟子全身再次凝结冰晶。破！瞬时，所有冰人炸开，化为无数冰尘，随风飘散。这场战斗结束的迅猛无比，仅仅几个眨眼功夫，昆玉宗气势汹汹的100多人尽数殒命。四周众人呆滞地看着这一幕，久久无法恢复。他们不敢相信，苏青云竟然真的杀光了昆玉宗的人，而且还是以雷霆手段。这绝对是整个东元州的大新闻。又有人挑衅昆玉宗与狼牙宗了，这2大仙门肯定会暴走，不把红鸾宗灭门才怪。风雨欲来啊！不知道红鸾宗能不能扛住接下来2大宗门的报复。昆玉宗好说，可那狼牙宗难。围观者低声讨论着，眼中带着担忧和期待。而苏青云可不管别人在考虑什么，他手一挥，上百个储物袋与1个储物戒全被他收了起来。灵石、灵彩乃是修炼和发展宗门最宝贵的资源，这些如今都姓苏了。回宗。红鸾宗宗门大殿内，苏青云袖袍轻拂，3个储物袋便整齐地陈列于3人眼前桌面上，每个里面有10块下品灵石，拿去修炼吧。苏青云的语气淡然，毕竟他不需要灵石修炼，弟子们修为越高，他的实力就越强。灵石？唐云烟和柳青青也是娇躯一颤，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这可是在东元州啊，在这里修仙资源极度匮乏，上千年都未曾发现过一条像样的灵石矿脉。别说他们这些弟子，就算是以前的老宗主苏星云，每次带着3人下山历练，拼死拼活采集灵药去城镇贩卖，一次最多也就换回7、8块下品灵石，那都算是天大的收获了。可现在师尊随手就拿出了30块，这里面还有一些灵彩，你们拿去好生利用。苏青云的声音平淡，却在大殿内掀起了惊涛。从今天起，宗门建立俸禄规矩，凡入门满1月的弟子，都可根据自身修为，每月领取对应的灵石与修行资源。此言一出，3人全都懵了。宗门还发灵石？发月钱？这是什么概念？放眼整个东元州，闻所未闻。各大宗门恨不得把弟子当牛做马，通过发布各种危险任务，来让其换取那少得可怜的贡献点。弟子们再用贡献点去兑换丹药、灵石、灵材。想要攒够一把趁手的灵气，往往需要数年之功。像红鸾宗这样直接给弟子发灵石的，简直是天方夜谭。师尊，万万不可！宗门现在正是用灵石之际啊！唐云烟最先反应过来，急切地开口，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这些灵石太贵重了，弟子们受之有愧，不敢收。是啊，师尊，我们不能要。柳青青和林妙可也连连摇头。看着他们惶恐又坚决的模样，苏青云脸上露出一抹浅笑。宗门最缺的是什么？3个美女弟子皆是疑惑不解。他的目光扫过他们绝妙的脸庞，高声道：我最缺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弟子。我需要你们快速成长，拥有能担任宗门长老的能力。当你们有一天可以独自闯荡8荒4仙5域的时候，打响红鸾宗的名号时，那才是我宗门真正的辉煌。苏青云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无比严肃。这个世界，敌人不会与你们讲道理、讲道义，唯有拳头才是真理。所有，你们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修炼，修炼，再修炼，就是变强，变强，再变强。记住，只有强大的实力才能保护自己，守护宗门。一番话字字句句说到了3人的心坎上，他们的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眼中燃起了前所未有的火焰。是啊，师尊说的对，没有实力，一切都是空谈。今天若非师尊力挽狂澜，他们的下场，宗门的下场，可想而知。弟子谨遵师尊教诲。唐云烟带头，3人齐齐跪下，声音铿锵有力，充满了无尽的决心。我等定不负师尊厚望，
誓死为宗门。看着他们眼中的光，苏青云满意的点了点头。千金买马骨，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快去修炼吧，更多敌人就在眼前了。苏青云拍了拍他们肩膀，嘱咐道：弟子告退。三人恭敬行礼，转身继续修炼。十方大山，狼牙宗，一间奢华的房间内，香炉里还燃着名贵的凝神香，气氛却暴戾无比。你说什么？林妙可那个贱人找到了？人呢？为什么没有抓回来？令小晨一张俊朗的脸庞扭曲狰狞，对着眼前瑟瑟发抖的执事咆哮：回少主，昆玉宗派去的一位长老被杀了，我们不敢上前。那名执事几乎要跪在地上，声音里满是恐惧。筑基中期的都死了，他们这些炼气修士冲上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废物，饭桶！令小晨勃然大怒，一掌拍在身前的红木桌案上。轰！坚硬的桌案应声炸裂，木屑纷飞。少宗主，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执事战战兢兢地问，生怕那狂暴的掌力下一刻就落到自己头上。哼！令小晨胸膛剧烈起伏，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区区一个五品级宗门，也敢遮我狼牙宗的脸面？感动本少主看上的女人，真是不知死活。他来回踱了几步，忽然停下，脸上浮现一抹残忍的冷笑。去通知二长老滕云鹤，让他派几名外门长老随你们走一趟，务必把那个贱人给本少主完好无损地带回来。林妙可是他早就内定的极品炉鼎，居然敢逃走，这是耻辱，对他令小晨而言是天大的耻辱。是，属下立刻去办。青玉山昆玉宗内，大殿之中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砰！一只上好的青玉茶盏被狠狠砸在地上，瞬间四分五裂。岂有此理，简直欺人太甚！他红鸾宗算什么东西，也敢杀我们100多位弟子，还有一位长老，简直找死！大殿之内10多人聚集，个个杀气腾腾。在他们前方坐着一名灰袍男子，满脸怒容，身上散发着一股凌厉杀意。主位上端坐着一名身穿灰袍的魁梧男子，他面沉如水，一双眸子阴鸷的能滴出毒来。此人正是昆玉宗宗主蔡玉坤，一位修为达到了结丹中期的强者。他身前站着7位老者，全是宗门长老，修为最低的也是筑基后期。这便是丁级宗门和5品级宗门区别。这红鸾宗是什么来头？蔡玉坤寒声问道。禀宗主，据探子来报，只是一个5品级宗门，没什么强者，就一个宗主实力不错，据说是筑基中期修为。二长老回应：5品级宗门，筑基中期修为，呵呵，那不就是蝼蚁吗？大长老站在一旁，神态露出轻蔑之色，嗤笑出声：哼，一个垃圾宗门能有什么底蕴？我昆玉宗随便伸出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他们10次。另一位长老抚着胡须，满脸不屑：宗主，此事无需您费心，待我们灭了红鸾宗，正好将那个叫林妙可的女娃抓来，献给狼牙宗的令小晨。是啊，到时候定能换来几颗筑基丹，宗门又能多一些弟子，能突破到筑基，岂不美哉？殿内众人纷纷附和，言语间已将红鸾宗视作了囊中之物。至于那位死去的长老，不过是他们之中实力最末的一个，他的死非但没能引起警惕，反而成了众人眼中的奇耻大辱，更激发了他们的贪婪。蔡玉坤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沉吟片刻，眼中杀机一闪：此事不能拖，明日先按原计划10宗联合讨伐黑云宗。他站起身，声音在殿内回响：传令下去，所有参与围剿的弟子速战速决，搜刮完所有灵石宝物，立刻回宗休整。之后，大长老速去天元阁，对红鸾宗下战书。他语气一顿，扫视着殿内众人，声音变得愈发冷厉：还有，明日围剿，若再有谁敢私藏宝物，休怪本座宗规无情。上次清河宗之事，本座不想看到第2次。此言一出，殿内众长老心头一凛，连忙躬身：宗主英明，我等绝不敢有私心。
他们嘴上表着忠心，心中却各自打起了算盘。蔡宇坤看着他们虚伪的嘴脸，冷峻的脸上没有丝毫波澜。这些人是什么货色，他一清二楚。都下去准备吧。他蓦然挥手，像是驱赶几只苍蝇。是，宗主。众长老如蒙大赦，躬身领命，迅速退出了大殿。一踏出殿门，方才的压抑便一扫而空，每个人的眼底都重新燃起了贪婪的火焰。黑云宗这块大肥肉，他们吃定了。黑云宗可是个大肥肉，必须捞一笔。韭菜山红鸾宗宗主殿内，丁检测到宗门弟子唐云烟突破至筑基中期，奖励抽奖次数+2。丁检测到宗门弟子洛仙突破至炼气中期，奖励抽奖次数+1。正在10倍修为反例中。话音落下的瞬间，气息节节攀升，从筑基7层一路冲到了筑基9层，只差一步，苏青云修为就达到了筑基圆满。一夜无事，一早还未起床的苏青云又是连续听到了3道系统提示音。宗门信息：宗门之主苏青云，宗门名字红鸾宗，宗门等级1星600-500，宗门人数6，宗门领地韭菜山，宗门建筑2级修炼境室，2级仙法阁，1级护山大阵，1级炼丹房。宗门积分400，抽奖次数5。宗门当前可升级，是否升级宗门？升级为2星宗门，将开放宗门任务强功能。注：本次宗门升级，宗门建筑与地形不会发生变化，宗门建筑会有效果提升。狗系统，你属鸡的，大清早的吵什么？你已经是个成熟的系统了，有些小事自己做决定。升，赶紧升，别打扰我睡觉。叮，开始宗门升级。一道浅色光幕自大殿中心亮起，瞬间将整座韭菜山及周边笼罩。宗门各处建筑之上，一道道隐秘的符文脉络随之浮现，随之又悄然隐去。突然，苏青云身下传来一丝凉意，感觉下方不对，瞬间清醒，睁开双眼，摸向下方床榻。原本青檀木材质的床榻，此刻居然变成了温润的白玉床。小童子，你真棒！苏青云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前面系统的提示，洛仙居然突破到炼气中期了，这就是混沌道体的优势吗？这才2天时间，在没有阴阳和气共鸣的情况下，单单修炼合欢神功就如此神速。那如果自己和他一同修炼，开启和气共鸣，岂不是要逆天？与此同时，修炼境室内，洛仙缓缓睁开双眼，一道青光一闪而逝。他身上的气质比起之前变化极大，肌肤都剔透且丰满了几分，整个人平添了几分不染尘埃的仙韵。炼气3层，这合欢神功太强大了。洛仙能感受到功法运转时吸收的都是最纯净的灵气，根本不需要淬炼提纯，只要灵气浓度足够，修炼对他来说简直跟喝水一样简单。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修炼速度能快到如此程度。这修炼境室内的灵气竟如此充裕，比木仙州的一些灵气山脉都不遑多让。洛仙刚刚稳固好境界，忽然察觉到周遭的灵气发生了变化。他眉心微蹙，仔细感应，怎么感觉这境室内的灵气又浓郁了许多，已经超过了灵气山脉。一旁修炼中的唐云烟也睁开了眼，吐出一口浊气。他资质一般，即便有天级功法合欢神功，又消耗了5块下品灵石，也才堪堪从筑基2层突破到3层。此刻感受到灵气陡然倍增，他脸上不由露出喜色。角落里，陈心安依旧在努力吐纳。他没有灵根，修炼速度慢得令人发指，即使有地阶功法，已经连续修炼了2天1夜，炼气1层的门槛依旧遥遥无期。无灵根，无缘仙路。这句话从来不是说说而已。想要逆天改命，需要付出的汗水是常人的10倍、100倍，甚至1000倍，还不一定能看到成果。另一边，炼丹房内，整个房间宽敞明亮，四壁上镶嵌的月光石将室内照得通亮。一座高达5米的漆黑丹炉立于房间中央，炉身古朴，
散发着淡淡的药草清香。师姐，我还可以做些什么？林妙可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脆生生的问。已经够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柳青青深吸一口气，取出一根安魂香点燃，袅袅的青烟让她心神愈发宁静。她调动体内的灵力，缓缓注入丹炉底部的地火口。地火是炼丹房特有的一种火焰，温度极高，能够迅速融化各种灵药。随着柳青青灵力的注入，熊熊火焰升腾而起，将整个丹炉包裹在内。但没过多久，那火焰便开始摇曳，有了缩小的趋势。不行，柳青青面色渐渐苍白起来。我的修为不足以支撑将这炉铸鸡丹炼制成功。师姐，我来助你。林妙可见状，连忙学着柳青青的样子，将自己灵力注入地火口。可他这一加入，火焰变得更加猛烈，但时强时弱，眼看就要失控。就在二人以为炼丹即将失败的时候，一道浅色光幕毫无征兆的在炼丹房内一闪而过。炼丹炉底的地火猛地一颤，火焰瞬间从狂暴的橘红色变成了稳定而温和的纯青色，炉内的温度瞬间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仅仅数息之后，一股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浓郁醇厚的丹药香味从丹炉的缝隙中弥漫出来，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这如此药香！柳青青瞪大了眼睛，满脸都是难以置信。难道是临阶上品的筑基丹？他整个人都傻了，呆呆地看着一旁同样手足无措的林妙可。妙可，你打开看看。林妙可深吸一口气，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随着他小手结印，灵力注入，嗡的一声轻响，那沉重的丹炉顶盖缓缓升起。只见炉底躺着9颗龙眼大小的丹药，每一颗都圆润饱满，通体银白，丹药表面云雾纹路在缓缓流转。是丹云，竟然有丹云！柳青青的声音都在发颤，彻底呆住了。9颗，一如9丹，颗颗圆满，无一废丹，而且全都是临阶上品的筑基丹。这种品质的丹药，就算是筑基后期的炼丹师，也只有很小的几率能够成功。林妙可的欢呼起来，激动地摇晃柳青青的胳膊。我们成功了！我们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宗主！柳青青被他晃得回过神，心中的震撼久久无法平息。两人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快步朝着宗门大殿赶去。师尊，有好事，大好事，你快夸夸我！林妙可一蹦一跳地喊着进来。咦？然而预想中师尊惊喜的目光并未投来。只见师尊苏青云正与唐云烟、陈心安、洛仙几人并肩而立，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殿内的一面墙壁。那面墙壁上面悬浮着一行行古朴的金色文字，散发着淡淡的灵力波动。宗门任务。林妙可眨了眨眼，小声念出光幕最上方的4个大字。凑近一看，下面罗列着各种各样的任务。任务1，剿灭青石镇东南门外10里外的一个土匪窝。任务难度3星。任务奖励3块下品灵石。任务2，帮助万福镇抓捕采花大盗。任务难度2星。任务奖励1块下品灵石10份赤金铁。任务3，宗门灵田中种植10株灵植，将其成功培养结果。任务难度1星。任务奖励1块下品灵石10份朝花夕露。任务4，连续打扫整个韭菜山7日。任务难度0星。任务奖励1块下品灵石。此时苏青云正仔细查看系统信息，宗门积分任务功能已开启。根据任务难度奖励宗门积分：5星任务加50， 4星任务加40， 3星任务加30， 2星任务加20， 1星任务加10， 0星任务加5。苏青云沉思了一下，便明白，这宗门任务想必就是激励弟子的进取心。而且他还发现，宗门想晋升3星，需要足足2500点宗门积分。按照这个增加倍率，到4星时候则需要12500积分。若只靠弟子突破境界来获取积分，那将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在苏青云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100里之外的风雷山则是发生了恐怖的震荡。黑云宗山门之外，上万名修士已然排列在前，肃杀之气直冲云霄。罗兄，还等什么？
早点解决这群蝼蚁，我还要回去处理点私事。蔡玉坤，你急什么？就是，你着急，你先走吧，让他们再多感受一下绝望，不好吗？10大丁级宗之主并立于云端，神情漠然地看着前方的护山大阵。攻！一声令下，如同天神降下了神罚。霎时间，10道结丹修士的灵压如天罚般同时轰向了黑云宗的护山大阵。轰隆！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整个青色光幕剧烈地晃动起来，瞬间破碎。杀！一个不留！罗烈阳冰冷的声音响彻整个风雷山脉。他身后的上万名修士眼中贪婪的火焰彻底爆发。冲啊！灵石、法宝都是我们的了！杀了黑云宗长老，一个头颅换一颗筑基蛋。哈哈，老子要发财了！人潮如开闸的洪水，瞬间淹没了失去庇护的黑云宗，惨叫与哀嚎响彻天际。黑云宗内化作了一片血色炼狱。谁？是谁毁了我黑云宗护山大阵？一位中年人盘坐在宗门闭关静室中，愤怒咆哮道：宗主，大事不好了！刚刚小的发现众长老的命牌全碎了。跪伏在地上的一位弟子颤抖着回答：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杀我黑云宗这么多人？赵之山双眸赤红，面孔因极致的愤怒而扭曲，一股邪异恐怖的威势轰然爆发。他身形化作一道黑影，撞碎闭关石门，瞬间出现在宗门大殿之外。眼前曾经恢宏的大殿已成断壁残垣，山门破碎，焦土之上血流成河。数十个宗门的旗帜在山峰中猎猎作响，将立于废墟中的他重重包围。风雷山黑云宗大殿外，数十个宗门的旗帜在山峰中猎猎作响，将一个身影重重包围。曾经恢宏的大殿已成断壁残垣，山门破碎，焦土之上血流成河。赵之山，你山门已破，还不乖乖交出秦二河和那个道体天骄，我给你个痛快的死法！赵之山，我们10大丁级宗门联合，就是要踏平你这风雷山。你为突破地道筑基，攻伐上百个宗门，罪孽滔天，罄竹难书。蠢货！你宗的秦二河虐杀我烈阳宗长老，掳走我宗天骄，你竟敢包庇他！今日若不交人，定将你挫骨扬灰！如我宗门玷污我宗长老清白之身，秦二河此人我恨不得食其之肉，饮其之血！一声声咆哮将那道孤傲的身影死死锁在中央。赵之山一身碧绿长袍早已被鲜血浸透，变得暗沉。他披头散发，身上遍布着深可见骨的伤口，却依旧站得笔直。他环顾四周，烈阳宗的罗烈阳，昆玉宗的蔡玉坤，清风门的秋叶枫，百花谷的花如月，他心中只觉得荒谬。秦二河，他曾经确实是自己最得力的长老，可早在数日前就已经死了。道体天骄，圣女，他更是闻所未闻。他曾试图解释，可迎来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和更恶毒的咒骂。这些人根本不是来寻仇的，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借口，一个足以瓜分他黑云宗100年基业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他黑云宗在丁级宗门中实力向来是顶尖的，若今日只是其中任何一个宗门前来，他都有信心让其有来无回。可眼下是10大丁级宗门，外加28个5品级宗门，15位长老，上千弟子，尽数战死，无一人倒戈。这是他赵之山如今唯一的欣慰。大局已定，今日必死。赵之山对眼前的局势洞若观火，死亡将至，他脸上却不见半分惧色，神情平淡的可怕。他的气息幽深，如古井，不见其底。乌泱乌泱的人群将他包围，却无人敢再上前一步。一个结丹后期修士的临死反扑，足以让在场任何一个宗主付出惨重的代价。谁也不想当那个倒霉鬼。就这样，诡异的对峙持续了3个时辰，喊杀声停了，咒骂声也歇了。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将天边的晚霞烧得通红，映照着这片修罗场。一直静立如雕塑的赵之山忽然动了，他缓缓转过身，嗡！所有人都被这个动作惊得齐齐后退了一大步，
法宝的光芒瞬间亮起，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赵之山没有看他们，他望着远方的青山落日，忽然轻轻笑了一声。青山落日，秋月春风，当真是朝如青丝暮成雪，是非成败转头空。说这话的时候，眼前忽的就浮现出前世的种种。他的魂魄并不是真的黑云宗赵之山，她是玄天五域中岳灵玉的一方女帝，化神后期修为，却遭亲族背叛，机缘巧合下，元神穿越空间壁来到东元州，在这灵气贫瘠的地方辗转颠簸300年。30年前，他终于寻到义和氏夺舍对象，以为能重活一世，再起征程。当初夺舍只有炼气1层修为的赵之山时，黑云宗不过是个只有寥寥数人的破落宗门。30年时间，他将黑云宗发展到拥有16位筑基期修为长老，985名炼气弟子，丁级门派中的第一宗，就只差一步便跻身进入丙级宗门。可今日这几十年的积累，终究还是化作了泡影。深埋在心底的许多记忆，在此刻鲜活起来，栩栩如生的在眼前回现着。终究是失败了啊！古月倾诉心中叹着，有些感慨，却并不后悔。不后悔，只是不甘。300年筹谋，又30年心血，竟断送在这些蝼蚁手中。若是闭关修炼的魔月转生功有用，我必将等神魂抽出，以幽月之火熬炼1000年。这般想着，古月倾诉情不自禁放声大笑。这笑声让一众宗主心头无端发毛，那是一种被更高层次的生灵俯瞰的战栗感。赵之山，你笑什么？大家小心，他死到临头要反扑了，快交出道体天骄！群雄逼迫而来，恰在这时，一股恐怖的气息从赵之山体内爆发出来。风停了，云滞了，整座风雷山都在这股气息下剧烈颤抖，山石滚落，大地开裂。赵之山的身躯开始散发出刺目的红光，那光芒越来越盛，如一轮血月在此地升起。这轮血月照亮了风雷山的夜空。一直稳坐钓鱼台的蔡玉坤脸色骤然大变。不好！他发出一声惊骇欲绝的尖叫，他要自爆！所有人快退！天边泛起鱼肚白。当第一缕晨光照亮这片焦土时，3道鬼鬼祟祟的身影悄然出现在黑云宗的山门废墟前。父亲，我们回去吧，这里除了尸体就是石头，哪有什么宝贝？楚新月捂着鼻子，秀眉紧蹙。大长老在一旁也附和：是啊，宗主，我们在这里翻找了一晚上，连根完整的灵草都没看见。闭嘴！楚生低喝一声：你们懂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些法宝丹药不过是些死物。这黑云宗从一个不到10人的破落宗门，短短30年发展成丁级第一宗，这背后必然有天大的秘密。富贵险中求，别人都吓破了胆，他偏要来这片死地里刨出那份滔天富贵。3人一路深入，最终来到了黑云宗主殿后方一处闭关静室。父亲，这里都烧成黑炭了，能有什么啊？楚新月在一旁抱怨着，百无聊赖地用脚尖踢着地上的碎石。咔嗒一声轻响，他脚下的一块地砖下显露出一个暗格。咦，父亲，快看，我找到了一个盒子！楚生和大长老立刻凑了过来。盒中没有功法秘籍，也没有奇珍异宝，只有一块月牙形状的玉石。玉石通体银白，质地温润，除此之外再无特异之处，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感受不到。就这，楚星月有些失望。罢了，好歹没白来一趟。星月，你拿着玩吧。哦。楚星月兴致缺缺地接了过来。楚星月将那冰凉的月牙玉石握在掌心，一股凉意让他烦躁的心绪都平复了些许。把玩片刻，便将玉石揣进怀里。一缕微不可察的红芒在玉石上闪烁了一下，并未引起注意。清晨，苏青云将5位弟子召至宗门大殿。殿内一侧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巨大的任务面板，上面有许多任务以及完成任务奖励。此乃宗门任务榜，其上的任务皆可接取，用以赚取灵石与灵材，但要根据自身修为量力而行，切莫勉强。苏青云目光扫过众人，认真叮嘱道：
谨记师尊教诲。5位女弟子早已被玉璧上的内容吸引，闻言立刻躬身应是。得了师尊允诺，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凑到了任务面板下。种植灵草，我之前在家族中就喜欢种植灵草，这个难度不高，只是最快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结果。我们可以同时接取10次，到时候我教你们怎么种植，怎么培育。3个月之后，我们每人都可以获得10颗灵石。洛凡双眼一亮，他从小就喜欢灵花灵草，对于种植灵草，他的经验可是很多的。那就多谢谢小师妹了。唐云烟温柔一笑，率先响应。多谢小师妹。柳青青与林妙可也是拜谢，当即便各自接取了10次种植任务。师姐们客气了，我们都是同门嘛。洛仙欣然应下，温婉笑道：连续7天，每天将宗门清扫一番，这个适合我。我素来手脚勤快，之前宗门上下都是我打理的。唐云烟当即又接下了其中一个任务。云烟师姐的心最细致了，到时候宗门看起来肯定会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林妙可笑道：那是自然。唐云烟骄傲道：炼制10颗聚气丹，3颗灵石，这个交给我吧，最近我炼丹颇有感悟。柳青青也选中了一个任务。众人点点头，唐云烟笑的同时将目光放到了陈心安的身上。这些任务中，除了种植灵草外，大部分都不是一个刚进入修炼的柔弱少女可以完成的。他稍微思考了下，抓住陈心安的手道：心安师妹，我们2人组队接取清扫宗门的任务吧，到时候积分5-5分。陈心安微微一怔，抬头便对上唐云烟那双含着温润笑意的眼眸。他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声音细若蚊呐：师姐，我怕是会拖累你。傻丫头，想什么呢？唐云烟握着她的手紧了紧，笑容温和而坚定。师尊收你入门，我们便是姐妹，红鸾宗就是我们的家，家人之间何来拖累一说。家姐妹陈心安听到这个称呼，鼻尖不由得一酸。自从母亲离世，她便如无根浮萍，再未感受过这般暖意。红鸾宗家我们的。陈心安重重地点了点头，露出灿烂的笑容。苏青云静立于殿上，看着几位弟子其乐融融的样子，微微点头。心安，我见你连续好几日都在静室内修炼，那神霄天剑诀修炼的如何？师尊，我已经可以感应到灵气存在，算是刚刚踏入炼气一层。陈心安低头道。苏青云闻言，眼神中投出一抹赞许之色。他早知道陈心安已经炼气一层，领悟了神霄天剑诀的入门出篇。宗门系统昨日就帮他将功法领悟并融会贯通，以洞悉其全部玄奥。此功法入门之后才刚刚开始，想要继续精进，便需寻得一柄契合的灵剑，以秘法将其炼化为一枚剑丸，融入气海，从此以剑丸为基，代替丹田，方能踏上真正的通天剑途。师尊，我想要。陈心安鼓起勇气，却又有些底气不足，声音越说越小，一柄灵剑。苏青云闻言温和一笑，似乎早已料到他会有此疑问。神霄天剑诀需以剑丸为基，想要炼制剑丸，确实离不开一柄契合自身的灵剑。宗门内暂时没有适合你的，不过无妨，为师带你下山，去附近的万福镇购置些材料，亲自为你炼制一柄。你在此稍后，为师去换身行头，我们即刻出发。陈心安重重点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不多时，苏青云自殿内走出，陈心安抬眼望去，不由得微微一怔。师尊的面容竟变得棱角分明，看起来普通而憨厚，若非那熟悉的气息与眼神，他几乎不敢相认。他身上那件金边赤色道袍也让他觉得有些眼熟，似乎在何处见过。师尊，您这身衣衫是？陈心安好奇地问。苏青云道：是烈阳宗内门弟子的服饰。烈阳宗的服饰？怪不得陈心安觉得眼熟。师尊，你是想让咱们伪装成烈阳宗弟子？陈心安惊愕地看着苏青云。你记住为师的话，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苏青云说道。可是我们这样真不会有人怀疑吗？怀疑？苏青云一笑，烈阳宗有金丹七老祖坐镇，谁敢冒充其门下弟子？脑袋不要了？陈心安娇躯一颤，
师尊，那我们这样。苏青云道：心安，就是没有人敢这么干，所以我们才越要去做。你记住，风浪越大鱼越贵。陈心安沉默了一阵，拿起衣物回到房间中换好。再出现时已是换了副模样，原本白皙的肌肤被抹上了一层暗黄，眉眼间多了几分香野的捕捉，嘴角旁还点上了一颗不起眼的黑痣。苏青云先是一怔，随即眼中露出赞许的笑意。不错，有几分悟性。看来你已明白，行走在外，样貌也是一种伪装。陈心安闻言却并未露出喜色，反而不自在地抿了抿唇。他望着师尊那副一本正经传授歪理的模样，心中愈发觉得此行不会太平。这般伪装固然是为了自保，可他总觉得师尊的目的绝不止于此。韭菜山山脉周围有2座城镇，其中最为繁荣的就是万福镇，周围修仙者都会来这里交易。苏青云与陈心安足足用了半天的时间才赶到万福镇。万福镇说是城镇，实际上像是一座古代城池，与红鸾宗的道路接壤，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各种奇珍异宝让人眼花缭乱。哇，好热闹！陈心安眼睛放光，兴奋不已。比起之前所在的青石镇，此地繁华何止10倍，放眼望去，往来皆是炼气初期以上的修士，几乎见不到凡人的踪影。陈心安的好奇心被2侧摊位勾起，被一株流转着淡淡光晕的灵草吸引。苏青云见状，淡定地开口：想要在这些摊位上购买物品，很考验眼力，更是阅历。一件真货往往混杂在100件赝品之中，稍有不慎，便会成了别人的机缘。顿时像被浇下一盆冷水，陈心安悻悻地收回了目光。那，师尊，我们打造灵剑所需的灵材，该去何处寻？刚刚在茶馆，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苏青云道：万福镇有个万宝阁，是丁吉吉宗门万宝宗创立，遍布东元州各个城镇，什么奇珍灵材都有，且绝对不会出售假货，正品有保障，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用不好免费退换。但是大品牌也有大品牌的弊端，就是价格要比市面上要贵上一些。陈心安道：那还是去万宝阁吧，多花点钱，但是安心。不错。苏青云点点头，带着陈心安来到了万宝阁前。那是一栋8层高楼，通体散发着淡淡荧光，一看就不是凡物。东元州的灵气法宝分为凡、灵、玄、地、天、仙6个阶位，每个阶位分为上中下3品。苏青云听说万宝阁本身就是一件玄阶法宝。吸溜。苏青云盯着万宝阁，不着痕迹地擦了擦口水。当然，这也就是想想，他要真敢出手，万宝宗立即会派出筑基、结丹7大修士现身说法。走入万宝阁，里面人并不多。大厅内陈列着一些奇珍异宝以及炼制好的灵气、灵丹、符箓等。欢迎光临万宝阁，不知道2位贵客需要什么？就在苏青云好奇打量之时，一名红衣侍女面带微笑地迎了上来。清单上的材料来一份。苏青云直接拿出一个清单，这正是炼制灵阶灵剑的材料。2位贵客稍等，我这就去将2位需要的材料取来。红衣侍女引着2人至雅座落座，并且端上了上好的香茗。陈心安端着茶杯，目光却忍不住四处游弋。这里的每一件摆设都透着不凡，让他有些坐立难安。不多时，红衣侍女就捧着一个玉盒过来了，玉盒大约有1尺长宽，里面装满了奇珍。苏青云仔细清点后，点点头，不错。红衣侍女脸上依旧挂着微笑，成会共108块下品灵石。陈心安心头猛地一跳，不自觉地咧了咧嘴。据他所知，在青石镇108块下品灵石都足够买一件灵阶上品法器了，可眼下竟只够买齐锻造一柄灵阶下品灵剑的材料。万宝阁的东西果然是贵得令人啧舌。不错。苏青云回话了，并且淡定地端起一杯茶水喝着，价格我还算满意。那名红衣侍女有些懵了，满意你倒是付钱啊。2位贵宾，一共108块下品灵石，他忍不住再度提醒。我知道，那你倒是给啊。红衣侍女要崩溃了。师尊，陈心安唤一声。不急。苏青云语气平淡，目光反而转向了大厅一角。
我对那个铜镜很感兴趣。苏青云指着远处货架上摆放着的一面赤红宝镜。苏青云从进门那一刻，第一眼注意到的便是此物，更准确地说，是注意到了铜镜旁那块买一送一的公告牌。此镜标价100下品灵石，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阁下真是好眼光，这赤阳镜是万宝宗的炼器师打造而成的临阶上品法宝，能释放赤炎熔金断铁。红衣侍女见有生意上门，脸上的笑容愈发真切。恰逢本店正在优惠，今日购买此镜还可获赠一件价值10块下品灵石的凡阶上品寻灵罗盘，并且本店所有宝物皆支持7日内无理由退换，若您使用的不称心，随时可以拿回来。买一赠一，苏青云前世从商数十年，这种捆绑销售的套路他再熟悉不过。所谓赠品，其价值早已算在了售价之内。好，我要了。苏青云斩钉截铁地说道。啊，这就买了？红衣侍女一怔，没想到苏青云对自己倒是舍得花钱。陈心安看向苏青云的目光则更加幽怨了。贵宾稍等。红衣侍女急忙将赤阳镜取下，又从储物袋内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罗盘，回到苏青云面前。不知道贵宾想怎么付款？然而苏青云将那寻灵罗盘拿在手中把玩，随即将那装着赤阳镜的玉盒轻轻推了回去。这面赤阳镜不错，但不适合我，退了吧。说完他就要带着心安一起离开。红裙侍女如遭雷击，退了？等等，你还没有付钱？苏青云淡然反问。付什么钱？购买赤阳镜的钱。赤阳镜在你手中，我为何要付钱？那个罗盘也没付钱啊。罗盘是赠品，我为什么要付钱？我。红衣侍女捧着赤阳镜呆呆地站在原地，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一句反驳的话。仔细想想，苏青云说的似乎没什么毛病。苏青云微微一笑，我现在能走了吗？红衣侍女麻木地点点头，又摇摇头，是能走还是不能走啊？她也很迷茫。何人在此处喧哗？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走了出来，是一名身着锦袍、大腹便便的中年修士。黄管事，是这位贵宾要购买赤阳镜，然后又退了赤阳镜，却要带走赠品。红衣侍女像是见到了救星，连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要地复述了一遍。居然还有这样的事！黄管事眉头紧锁。一旁陈心安轻轻拉了拉苏青云的衣角，师尊，要不你把罗盘还给对方吧。那黄管事一看不太好惹，他真怕惹恼了对方，吃不了兜着走。怕什么？我们有理。苏青云很平静。师尊，你那就是邪说歪理。陈心安心中无语。这位贵宾，劳烦你再给我演示一下，我才好确定到底如何处理。黄管事看向苏青云，提出要求。好。苏青云毫不犹豫地点头。片刻之后，演练结束，他的手中又多出了一个寻灵罗盘。看着手中的2个罗盘，苏青云那个暗暗感慨，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又送给我10块下品灵石，不要都不行。黄管事是不是没毛病？红衣侍女道，对方买的是赠品，我们不应该收钱。黄管事不语，只是一味皱眉。陈心安见状，心中暗道不好，对方很有可能是要动手了。苏青云见状，却忽然冷笑一声，呵呵。他忽然厉声道，怎么，万宝阁是要仗着店大欺客吗？我乃烈阳宗新晋长老裘万九，可不会怕你。苏青云可不管有没有一个叫万九的人，但是姓裘的肯定有。一旁陈心安都惊呆了，你居然还敢以势压人！他现在算是明白为什么苏青云要改头换面隐藏身份了，因为这样方便他做卑鄙无耻的事情。烈阳宗裘万九，黄管事心中咯噔一下，他的脑海中想起早上听到一道消息瞬间闪过。昨日38宗围剿黑云宗的大战里，烈阳宗有一位姓裘的青年，以筑基中期修为越阶，击杀3名黑云宗筑基后期长老，一战成名。想到这里，黄管事神色一阵变幻，最后重归于平静。算了，2位贵客慢走。为了不让万宝阁的名誉受损，他选择了咽下这口气。况且
买一赠一的规则的确有漏洞，今天就当花费20块下品灵石备上了一课。然而，苏青云一挥手，稍等一下，阁下还有何事？黄管事沉声问。万宝阁有买有卖，童叟无欺，我这2个寻灵罗盘要出售。苏青云一手拿着一个寻灵罗盘，晃了晃。什么？红衣侍女惊呼出声，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嘶！见到这一幕之后，陈心安倒吸了一口凉气。师尊这波操作太骚了，简直就是在人家的头上反复横跳啊！如果他是那黄管事，肯定拿剑劈了苏青云。黄管事眼角抽搐了一下，然后瞥了一眼红衣侍女。万宝阁的规矩便是买卖自由，阁下打算卖什么价？他看向苏青云问。正常来说，一件一阶下品寻灵罗盘价值在10块下品灵石左右，2件20块下品灵石。但我今天心情不错，2件18块下品灵石就出售。苏青云微微一笑，商店出售价与收购价是不一样的，2件寻灵罗盘18块下品灵石，算是不高不低。无耻之徒，你还敢卖18块下品灵石，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跟他拼了！红衣侍女气得咬牙切齿，想要拔刀了。苏青云脸上那憨憨的笑容看起来是如此的可恶。黄管事却沉声说道，价格合理，按照万宝阁的规矩，我没有理由拒绝你的交易请求。看到桌上18块灵石摆在眼前，苏青云笑逐颜开。陈心安衣袖掩面，非常羞愧。红衣侍女气得喷出火来，恨不得要杀人。黄管事挥了挥手，示意送客，灵石2位拿走离去吧，但是以后莫要再来万宝阁了。慢着！一声轻语落下，苏青云随手一扶，桌上多出了90颗下品灵石。这里一共是108块下品灵石，将我方才点过的灵材包起来。苏青云冷声说完，便淡定地端起一杯茶水喝着。什么？你还要买灵材？红衣侍女惊呼。黄管事咬了咬牙，目光沉寂了数息。他对一旁红衣侍女沉声说道，去，将贵客要的灵材尽数包好送来。不多时，那红衣侍女便抱着玉盒去而复返，重重地将玉盒顿在桌上。东西拿好，万宝阁不欢迎阁下再来。苏青云慢条斯理地将玉盒收入储物袋中。有什么大不了的？区万宝阁，以后烈阳宗求万九，再来万宝阁就是狗。苏青云一甩衣袖，背身领着还在发呆的陈心安扬长而去。检测宗门弟子提交积分任务，奖励宗门积分，加30点，加20点，加10点，加10点。6天之后，苏青云的脑海中一连响起数道提示音。韭菜山上各处如今已经焕然一新。唐云烟与陈心安将整个宗门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许多花花草草，看上去更加雅致了。打扫宗门的任务全部完成了，他们每人各领到了1块下品灵石。苏青云微微一笑，刚刚他可是还听到了积分增加30的声音。他记得30积分对应的乃是3星难度的宗门任务，那便是剿灭青石镇10里外土匪窝的任务被人完成了。青石镇10里外的那个土匪窝，他之前探查过，那个地方叫擎天寨，里面大约有20多人，其中擎天寨大当家是炼体后期实力，其余人皆炼体初期或凡人实力。以云烟修为和战力，完成此任务并非难事，但他一直在悉心教导陈心安的剑道基础，也未曾离开。而妙可和青青虽修为不低，但他们2人一直沉浸在炼丹之中，恐怕没有这个实战能力。他的脑海中排出了一个又一个可能，那么出手之人便只剩下一个了，洛仙。可他刚入门，修炼不足半月啊。苏青云唤出了宗门系统，眼前浮现宗门弟子的信息。洛仙修为炼气5层，功法洛神5步，混沌冰枪诀，成色资质混沌道体。半个月不到，从炼气1层踏入炼气5层，这个修炼速度堪称逆天。即便是那所谓的丙级第一宗门琅琊宗，倾尽所有资源，也绝无可能堆砌出如此骇人的境界。这速度已经超出了常理的范畴。正当苏青云还在感叹时候，一道清脆又难掩兴奋的声音自远处传来：
师尊，看我从土匪窝搜刮了多少好东西。苏青云抬眼望去，只见洛仙脚踏一杆冰枪，正御空而来。他已轻巧落地，随手将一个沉重的大木箱蹲在地上。看到这一幕，苏青云哭笑不得。不是有储物袋吗？他有些不解，宗门如今富裕，储物袋族有上百个，这丫头为何偏要费力扛着这么个大箱子回来？储物袋没装下。应着苏青云的话，洛仙将储物袋口朝下一倾，哗啦一声，无数瓷器金银、凡俗冰刃与不知名的矿石倾泻而出，在地上堆起了一座小山。那个沉重的大木箱里面满是珠光宝气的首饰，正中央还有一个精致锦盒与一封信。师尊，那些匪徒比我想象的还要弱，30多个人，没一个能接住我一记冰枪的。洛仙的语气中难掩一丝少女的骄傲，随手拿起那个锦盒。只有他们那个叫谢宝清的大当家有些古怪，明明是个凡人，肉身却强得离谱，硬是扛了我好几下。但终归他只是个凡人，肉体再强也抵不住我源源不断的冰枪射击。他临死前说自己曾有过仙缘，可惜没能通过考验，一直心怀憾意。洛仙拿起那封信，神情变得有些复杂。他说，只要我答应将这封信送到太武山下愚公村他母亲手中，便告诉我这锦盒的下落。我见他却有悔过之意，不似作伪，便答应了下来。他将藏匿地点告知我后，便自行了断了。苏青云轻轻拿起那锦盒，入手微沉，材质非金非木，触感温润。他试着发力，想要将其打开，却纹丝不动。苏青云挑了挑眉，这倒是有些意思了。他运起一丝神识，尝试探入其中，却也不能探查其内部。这绝非凡物。这信和锦盒你先收着，等宗门事了，我带你走一趟太武山。洛仙闻言，眼睛一亮，重重地点了点头。好，对他而言，送信是次要的，能跟着师尊出门历练，才是最让他兴奋的事情。前几日听起陈心安聊起他和苏青云去万福镇的情景，让他兴奋不已。苏青云看着满地的金银、瓷器、凡俗冰刃，不由得笑了起来。下次记得值钱的带着就行，这些破铜烂铁就地扔了，别占地方。哦，洛仙似懂非懂地应了一声，显然没太把这话放在心上，他的关注点全在自己这次的战果上。师尊，我现在的实力是不是很厉害了？他仰着小脸，眼神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像个考了100分等着家长夸奖的孩子。炼气5层，半月而成，混沌道体，确实不凡。苏青云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没有吝啬自己的夸奖，洛仙的天赋值得这份赞誉。不过切忌骄傲自满，你这次遇到的不过是一群连修行门槛都没摸到的凡人匪徒，真正的修仙界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残酷，一个疏忽就可能万劫不复。弟子记住了。洛仙恭敬地应道。就在这时，几道身影从不远处走了过来，正是被这边的动静吸引过来的唐云烟、陈心安、妙可和青青4人。当他们看到洛仙以及他脚下那座宝山时，都愣住了。洛仙师妹，你这是把人家土匪窝给整个搬回来了？陈心安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开口。他才刚入门，每天跟着唐师姐挥剑，连只鸡都没杀过。洛仙师妹居然已经能单枪匹马剿灭一个土匪窝，师妹，你太厉害了！洛仙闻言，脸上骄傲愈发明显，他只好摆了摆手，故作轻松地将话题引开。对了，西安师姐，我听师尊说你已经融合剑丸，可以真正进入修仙了。这全赖师尊费心，为我寻来了价值108块下品灵石的灵材。话音落下，他并起双指，一缕灵力注入其中，一道青光灵剑自他指尖迸射而出，剑身光滑流转，散发着淡淡的锋锐之气。凝气成剑，神霄天剑诀，果然玄妙。洛仙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奇，他曾听家族长辈提起，主修剑道的金丹期修士可以凝气成剑，没想到陈心安炼气2层就可以做到。师姐，宗门任务栏上正好有个猎杀3只1阶灵兽的任务，我们组队去试试手如何？猎杀灵兽4个字，陈心安的心猛地一跳，既恐惧又渴望。
陈心安深吸一口气，重重的点了点头。好。红鸾宗大殿，任务面板前，洛仙目光一扫，很快锁定了猎杀灵兽宗门任务。祈福镇东南外15里密林，猎杀3只为祸村民的一阶灵兽迷香虎。任务奖励2块下品灵石，1颗聚气丹。听到这里，陈心安此刻已经开始有些紧张了。你们确定要组队接取这猎杀灵兽任务吗？苏青云看着2个傻白甜的选择，出声问道。在他看来，陈心安刚从凡人进入，修行不足半月，根基未稳，贸然去猎杀灵兽，实在太过冒险。师尊，弟子想去试试。我已到了炼气2层了，又在仙法阁中领取1卷身法，已经领悟，有信心挑战猎杀灵兽任务。陈心安开口，语气沉稳，自信满满。师尊请放心，我会保护好陈师姐的安全。洛仙又道，拍了拍胸脯。既然这样，你们想去，那便去吧。苏青云想了想，最终点了点头。雏鹰总该展翅高飞，况且他也希望几个徒儿可以更快地成长起来。半日后，祈福镇东南密林外，林中光线昏暗，透着一股阴森气息，让陈心安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悸。一个背着柴刀的老汉恰好从林中走出，见他们径直往里去，连忙出声喊住：“2位姑娘，那林子深处去不得，里面的妖虎邪性得很，已经吃了好几个人了。”洛仙回过身，神色平静地拱了拱手：“老丈放心，我们是红鸾宗弟子，正是为此事而来。”老汉见是仙师，神情稍松，但脸上的忧色却更重了。哎，可那不是寻常猛虎，前些日子也有几位仙师进去，就再也没出来过。洛仙对此浑不在意，只对老汉淡然一笑：“多谢老丈提醒，我们心中有数。”说罢，他便不再多言，转身走入密林深处。陈心安紧随其后，没有半分犹豫，只留下那老汉在原地跺脚叹气，最终摇着头离开了。2人一踏入密林，周遭的光线便骤然一暗，古木参天，浓密的枝叶遮蔽了天光，空气中弥漫着腐叶与湿土的气息，四周寂静得听不见半点虫鸣，一股若有若无的甜香混杂其中，随着呼吸渗入肺腑。陈心安很快便觉得脑袋有些发沉，心神一阵恍惚。“师姐，这香气有古怪，小心一些。”洛仙修为更高，这点影响尚能抵御，连忙出声提醒。2人循着香气深入，很快一棵巨树下的场景让陈心安胃里翻江倒海。一头吊睛猛虎倒在血泊中，但死状极为诡异。它并非被利器所杀，浑身不见伤口，只有颈部2个细小的血洞，像被吸干了精血，身躯干瘪。洛仙快步上前，蹲下身子，他拨开迷香虎颈部的鬃毛，2个细小的血洞赫然在目。不是爪牙所伤。洛仙站起身，下了判断，是被毒物杀死的。他秀眉微皱，这次的任务恐怕没那么简单。好！话音未落，前方林中猛然传来虎啸，其中还夹杂着兵刃交击之声。2人对视一眼，当即收敛气息，悄无声息地潜了过去。他们藏身在一棵巨树后，只见不远处的空地上，2名黑衣男修正被另外2头迷香虎围攻。“师姐，这物不对劲！”陈心安压低了声音，死死盯着前方。那粉色的香雾几乎凝成了实质，像一层黏腻的纱帐。他们快撑不住了。场中那2个男修的动作已经迟钝得像是喝醉了酒。该死！持刀男修怒吼一声，想挥刀格挡，手臂却重得抬不起来。虎爪带着腥风扫过，在持刀男修士胸口撕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啊！他惨叫着倒飞出去，像个破麻袋一样砸在地上。师兄！可那修士自己也被另一头迷香虎死死缠住，根本脱不开身。那头得手的迷香虎喉咙里发出兴奋的低吼，猛地朝地上的男人扑了过去。完了！这是在场所有人心中唯一的念头。我来！陈心安的声音清冷而决绝。洛仙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到陈心安并起双指，指尖一抹青光骤然亮起，亮得刺眼。咻！一道凝练到极致的青色剑气如流星破晓，撕裂了粉色的浓雾。那剑气快得不像话，
只在空气中留下一道淡淡的青色残影。扑在半空的迷香虎动作猛地一僵，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噗！一声轻响，青色剑气从他狰狞的左眼眶钻入，又带着一蓬蟹花从右边太阳穴灌出。迷香虎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抽搐几下便没了动静。这突如其来的一击让场中之人都愣住了。行踪已经暴露，洛仙便带着陈心安从树后走了出来，见两位道友有难，顺手相助罢了。那得救的男修惊魂未定，另一个同伴却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脸上没有丝毫感激。多管闲事。那两人对价值不菲的虎骨虎皮视而不见，反倒取出一个玉瓶，小心翼翼地收集着地上流淌的虎血。你们的目的不是这几头迷香虎。洛仙语气平淡，却已然洞悉了一切。那名冷漠的男修闻言嗤笑一声，脸上尽是傲慢，倒有几分眼力。他晃了晃手中的玉瓶，动作透着一丝炫耀。此等灵兽精血，自然是用来喂养我的宝贝。话音未落，一只通体金甲的多足怪虫从他袖口爬出，盘踞手背。那虫子尾部分叉，竟有3条碧绿的尾钩，闪烁着幽幽毒光。3尾碧游，你们是古修？洛仙的脸色瞬间沉下。古修以生灵精血4股，手段诡异狠毒，在东元州早已是人人喊打的邪修。哼，见识不错。为首的络腮胡男修狞笑一声，眼中杀意再无掩饰。既然秘密被你们知道了，那就用你们的血肉来为我的宝贝晋升贺礼吧。他话音未落，林中深处便传来一阵密集的沙沙声，一股更加浓烈、腥甜到令人作呕的气息随之席卷而来。南修眼中迸出狂喜，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盛满虎血的玉瓶向着声音来源处抛去。10余名黑衣修士自林中各处闪出，瞬间将2人包抄合围。络腮胡眼中迸出狂喜，将手中盛满虎血的玉瓶猛地向林中抛去。玉瓶在半空炸开，血雾弥漫。死！林中各处数十只道黑影被血腥味引动，闪电般窜出。地面上黑压压的虫群汹涌而至，瞬间将2人包抄合围。找死！洛仙眸光一冷，不退反进。他左手掐诀，右手并指如剑，向前一指，冰枪诀凝！彻骨的寒气自他掌心弥漫，在他身前3尺之地，空气中的水分瞬间凝结。冲在最前的数十只蛊虫当场被一层白霜覆盖，冻成冰坨，摔在地上碎成冰渣。神霄剑气！陈希安的动作更快，在洛仙出手控住前方的瞬间，他已化作一道轻影，侧向冲入那些邪修人群。他身形飘忽，指尖迸出的青色剑气却快如闪电。噗噗噗！剑气纵横交错，精准地穿过3名邪修的咽喉，血雾爆开，3具身体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便直挺挺地倒下。前一刻还满脸狞笑的邪修，表情瞬间凝固，他们甚至没看清陈心安的动作。老三，老四！络腮胡修士目眦欲裂，他没料到这2个女修的实力如此恐怖。他嘶吼一声，拍向自己的胸口，逼出一口精血。宝贝，给我拦住他！盘踞在他手背的3尾碧游发出一声尖笑，猛地窜出。他的体型在半空中迎风渐长，化作一头半人高的金色巨虫，甲靠上流转着金属般的光泽，挡在了陈心安面前。当！陈心安一道剑气斩在他的甲靠上，竟只发出一声脆响，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没用的！络腮胡狂笑，我的宝贝刀枪不入，你们！笑声戛然而止，因为另一边的洛仙已经用寒气冻结了地面，迟滞了虫群的脚步，同时双手结印。冰镜术！一面巨大的冰镜在他身前成型，折射出刺眼的光芒，让所有邪修下意识地闭上了眼。就是现在！陈心安眼中金光一闪，身影陡然模糊。神霄游龙步！他绕过了巨大的金甲虫，如鬼魅般出现在络腮胡的身后。冰冷的剑气已经抵住了他的后心。别动！陈心安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
络腮胡脸上的狂喜与嚣张彻底僵住，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他无法相信自己炼气5层的修为，在2个看似比自己还低的修士面前，一个照面就被制住了。你们究竟是谁？红鸾宗，洛仙。红鸾宗，陈心安。2道清冷的声音异口同声地响起。听到红鸾宗3个字，络腮胡浑身一抖，他咬着牙，面目狰狞地嘶吼：天青宗与红鸾宗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为何下此杀手？以生灵鲜血4股，也配称宗门？洛仙冷斥：天青宗。陈心安闻言转向洛仙，低声道：师姐，我听闻九菜山80里外有个宗门叫青天宗，其门人行事正派。就在这时，林中传来一阵急促的响动，一道浑身是血的纤弱身影踉踉跄跄地冲了出来，看上去年纪不大，像是个凡人少女。她刚冲出没几步，便脚下一软，摔倒在地。机会！络腮胡眼中闪过一丝疯狂，他猛地引爆了那只巨大的金甲虫。轰！金色的甲片四散炸开，掀起巨大的气浪，逼退了陈心安。络腮胡本人则借着这股推力不退反进，如猎鹰般扑向那昏迷的少女，一把就将少女抓了起来，枯瘦的手指死死掐住她纤细的脖颈。别过来！他将少女挡在身前，声音因恐惧而嘶哑，脸上却挂着癫狂的笑意。再过来一步，我立刻捏碎她的喉咙。就在这时，远方的天际之上，数道明亮的流光正以惊人的速度破空而来，强大的灵力波动遥遥传来，压得人喘不过气。青天宗的援兵到了！哈哈哈！络腮胡修士见状，发出了劫后余生般的狂笑。他拖着那名人质少女，一步步向着流光飞来的方向退去。你们不准跟上，否则老子现在就掐死他！洛仙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不能让他跑了。他急声道：此人歹毒，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可是那个女孩怎么办？陈心安担忧道。洛仙也是眉头紧锁，无奈叹道：看来只能继续大战一场了。暗中苏青天也是微微摇了摇头，自己这2个弟子虽然配合还可以，战力也远超同阶，只是计划还是差点火候。擒贼先擒王，他们显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如今让络腮胡修士有了防备，又有人质要挟，除非修为高出太多，否则很难救下那个女孩。还是我亲自出马吧，不然青天宗强者到了，那就麻烦了。苏青云喃喃自语道。不过就在他准备出手之时，异变突生，那位被掐着脖子的少女在此刻悠然转醒，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一瞬间一股滔天的魔焰从其体内涌现，将那个少女包裹，形成一团巨大的黑雾。而那位少女的眼眸也在刹那化作漆黑，散发着冰冷幽深，充斥着嗜血的光泽。接触其脖子的络腮胡修士双手剧痛，仿佛被刀刃切割般，骨肉翻卷，皮肉绽开。啊！络腮胡修士发出凄厉的哀嚎，松开手臂，连忙后撤。好机会！陈心安与洛仙对视一眼，没有丝毫迟疑。神霄剑气，冰枪诀。青色的剑气与冰晶凝成的长枪一前一后，几乎在同一时间迸发。那络腮胡修士正被魔焰折磨得痛不欲生，根本无力抵挡。噗！剑气洞穿了他的眉心，咔！冰枪贯穿了他的胸膛，他的身体向后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10丈之外，抽搐了2下，便被那汹涌的魔焰彻底吞噬，连灰烬都未曾留下。随着络腮胡的死去，那包裹着少女的黑雾也迅速散去，他眼中的漆黑光芒褪去，恢复了清明，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身体一软便向后倒去。陈心安一个箭步上前，及时伸手将他接在了怀里。洛仙快步走了过来，他没有去看地上的尸体，反而紧紧盯着陈心安怀中那个再次陷入昏迷的少女，眉头紧锁。少女的呼吸平稳，气息微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可洛仙的心头却萦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寒意。刚刚那是什么？眼前的少女气息明明只是凡人，可刚刚爆发而出的力量却令他都感到了恐惧。远处天际
那数道流光已然破尽，青天宗的人转瞬即至。此地不宜久留，先带他回宗门，交由师尊定夺。洛仙当机立断道。陈心安闻言颔首，不敢耽搁，连忙抱起怀中少女，迅速远遁。待两人气息彻底远去，苏青云的身影才于暗处缓缓浮现。他的目光并未追随弟子，而是落在了那片被魔焰灼烧过的焦黑地面上。有意思，又发现一株上好的韭菜。红鸾宗大殿内，苏青云端坐首位，目光平静看着刚回宗的洛仙与陈心安。此次一战，你们自己觉得如何？师尊，我与师姐前去狩猎迷香虎，途中遭遇了青天宗的邪修。洛仙单膝跪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要禀报。他们以生灵精血喂养蛊虫，行径残忍，我与心安师姐联手将其尽数诛杀。只是说到这里，洛仙停顿了一下，将目光看向那位昏迷的少女。只是其中一名邪修以这少女要挟，弟子险些失手。苏青云的目光随之落在那名昏迷少女的身上。洛仙会意，躬身回道：回师尊，这名少女是无辜被掳的凡人，弟子见其身世不明，便擅作主张将她带回了宗内。一旁的陈心安仍有些愤愤不平，青天宗枉为正道大宗，竟做出此等恶事，实在令人不齿。苏青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目光重新落回洛仙身上。仙儿，你方才说险些失手，为师问你，若那邪修未曾防备，你有几成把握能一击将其诛杀，并安然救下人质？听闻这句话，洛仙微微一愣，随即道：那邪修功法粗劣，破绽百出，若弟子全力偷袭，10成把握。10成？既然如此，那你为何不改变战术，先解救人质？苏青云问道。弟子怕计划有缺，退路防守不住，导致有人逃脱。洛仙犹豫片刻道。萧炎也站出来道：师尊，我们构思计划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们还抓了人，才导致了疏忽。陈心安也是低垂脑袋道：弟子也是考虑不周，请师尊责罚。苏青云的目光一一扫过两人，最后道：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从来都没有完美的计划，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结果都考虑在内，这看的便是你们临场反应的能力。这次任务虽然有额外收获，但是发挥不足，只给你们发放基础的3块下品灵石，可有意义？苏青云问道。是，谨遵师尊教诲。洛仙两人齐刷刷答道。见此，苏青云点点头，脸色逐渐柔和起来，道：这是你们第一次行动，能够圆满完成，可喜可贺，奖励你们1件护身法宝。啊，谢谢师尊。嘻嘻。陈心安抬起头来，惊喜道。苏青云摆摆手道：作为红鸾宗弟子，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两人心中一暖，这样的师尊哪里找去？哼。这时那位昏迷的少女悠悠转醒，发出一声痛楚的轻吟。在她睁眼的瞬间，一股诡异的漆黑魔焰自她体内轰然升腾，魔焰灼热无比，一丝火星飘落，便将周遭草木焚烧殆尽，在地面留下一个个焦黑的坑洞。退后！苏青云低喝一声，大袖一甩，一股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将洛仙和陈心安推到10丈开外。那魔焰的威能足以瞬间将炼气修士焚成虚无。这是什么火焰？陈心安骇然失色。那个络腮胡邪修就是被这火焰沾染了一丝，瞬间化为焦炭。苏青云不语，眼神前所未有的凝重。大殿之内，空气仿佛都已凝固。他缓缓抬手，五指张开，掌心之上一缕缕混沌之气氤氲流转，彼此交织压缩。转瞬之间，一杆通体缭绕灼墨色寒气的冰枪凭空出现，枪身晶莹，却不见半分光亮，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混沌玄枪，震！一声轻斥，声如九幽寒冰，响彻大殿。墨色冰枪脱手而出，于空中急速旋动，带起尖锐的破空之音。冰枪在空中高速旋转，形成一个漩涡，将所有魔焰尽数吸扯压制。侥幸逃过一劫的陈心安与洛仙二人，此刻才感到一阵后怕，背心已被冷汗浸透。他们这才意识到，
这个看似柔弱无害的凡人少女，其体内潜藏的火焰，竟是足以轻易焚杀修士的绝命之物。恰在此时，一道倩影被殿内惊人的灵力波动引来，正是途经此地的唐云烟。他踏入殿门，便望见了那魔焰散发的毁灭气息，令他俏脸瞬间煞白。师尊，方才那是什么火焰？好恐怖！洛仙望着那熟悉的漆黑烈焰，瞳孔骤然一缩，一段不久前的记忆涌上心头，失声道：“那名络腮胡邪修，他就是被这种火焰沾染，连惨叫都未发出，便化作了白骨。”陈心安惊魂未定，目光落在再度昏迷的少女身上，其中满是骇然与不解。可他明明只是个凡人，师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青云眸光微凝，并未立刻作答。在他的脑海深处，一道冰冷的提示音悄然响起：“叮，检测到魔域重生者，请宿主小心应对。”点击查看目标信息。他仔细查看完信息后，收敛心神，沉声开口道：“这是血月魔焰。”血月魔焰。洛仙闻言，脸色骤变，失声惊呼：“那是什么？”陈心安满脸不解。洛仙声音发颤，带着一丝难以置信：“我曾在家中古籍上见过记载，5大魔域各有一种本源魔焰，合称5域魔焰，每一种都拥有焚天灭地之威，而血月魔焰正是其中之一。竟然是传说中的5域魔焰！”唐云烟亦是满脸惊色。可此等魔焰只因诞生于5大魔域，怎会出现在一个凡人身上？苏青云神情凝重地接话道：“不错，血月魔焰绝无可能凭空出现在东元州，除非它本就来自灵月魔域。”灵月魔域？陈心安一愣。苏青云缓缓开口，声音沉稳：“八荒5域间存有界壁，等闲生灵无法跨越，所以他并非跨越界壁而来，而是灵月魔域某位大能的转世之身。”陈心安闻言，看向那少女的目光顿时变了。大能转世，那岂不是说她将来会变得很厉害？众人的议论声中，那少女体内的魔焰被彻底压制，神智似乎也恢复了几分。不知道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她茫然地环顾四周，眼神充满恐惧，随即抱着头缩到角落，口中反复呢喃着：“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苏青云见状，轻叹道：“看来他并没有继承前世记忆。如果他是结丹期修为以上的修士，那魔焰无疑是强上加强。可他转世成一个凡人弱女子，且没有记忆，这血月魔焰反而是害了他。等他18岁时，血月魔焰便会破体而出，而他的生命也就此到了尽头。”听闻苏青云之言，三女皆是面色巨变。苏青云收回目光，沉吟片刻道：“仙儿，你先带他去后山厢房安顿下来，你与心安平日里多照看些，莫要让他出了差池。”弟子明白。洛仙心中虽有顾虑，但见师尊已有决断，便躬声应下。陈心安定了定神，也连忙点头称是。夜深，一轮明月升起。危机警告：3个时辰前，昆玉宗已对宗门下战书，明日清晨攻山。检测对方将出动全部核心战力，请宿主做好万全准备。昆玉宗苏青云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然的弧度。不就是前几日上门要人的那个宗门吗？自己杀了他们1名筑基长老和100名弟子，竟能隐忍到今日才来宣战。检测到宗门弟子陈心安突破至炼气初期，奖励抽奖次数+1。丁，正在10倍修为反力中。一股精纯灵力猛然灌入苏青云的身体内，他修为瞬间提升到筑基大圆满，并且气息并未停止，直接瓶颈到达了结丹1层修为。原本还担心到时候昆玉宗的宗主如果亲临结丹强者，他还不好应对，如今这一切都轻松许多。苏青云盘膝微坐，打开宗门系统界面。宗门信息：宗门之主苏青云，宗门名字红鸾宗，宗门等级2星82500，宗门人数6，宗门领地韭菜山，宗门建筑2级修炼境室，2级仙法阁，1级护山大阵，1级炼丹房，宗门积分600，抽奖次数6。苏青云选择查看仙法阁。1级护山大阵，12仙灵护山阵，基础防御阵
可抵御结丹修为攻击，耐久值1000-1000，是否消耗100积分升级？只能抵挡结丹期以下攻击，这显然不够看。而且这大阵居然有耐久值。是，苏青云心中念头一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升级。丁，2级护山大阵升级成功。2级护山大阵，24灵环锁门阵，灵环交错成网，强化山门防御，可抵御金丹修为攻击，耐久值5000-5000。光能防御还不够，守山大阵有耐久值，如果不能尽快将对方解决，大阵迟早被攻破。自己如今有结丹修为，加上10数个功法灵技，想要撤离易如反掌。但是自己无名弟子，恐怕不能轻易逃掉。系统进入抽奖功能，好久没有抽奖，现在有足足6次抽奖机会，今天试试运气。苏青云心念一动，一个金色轮盘光幕出现在眼前。检测宿主已经累计抽奖4次，第10次抽奖将必定出现金色品质奖品。必定出金色。在苏青云记忆中，他第一次抽奖运气逆天出了金色传说天阶筑基丹，直接让唐云烟天道筑基，且开启道痕之力。小东子，你越来越懂事了。为了奖励你，本宗主这次就好好的抽，抽到满意。开抽！抽奖进行中，轮盘疯狂转动，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开局就给了苏青云一个大大的惊喜。一道刺眼的晨光冲天起，卧槽！开门红！恭喜宿主获得地阶上品符箓混元仪器符。地阶上品，这玩意儿在外面可是有价无市，关键时刻能逆转战局的宝贝。苏青云嘴角疯狂上扬，感觉自己又行了。然而他的笑容还没维持3秒，就僵在了脸上。第2抽白光，恭喜宿主获得灵阶法宝1件。第3抽又是白光，恭喜宿主获得灵阶气血丹5瓶。第4抽依然是白光，恭喜宿主获得灵阶灵草50株。第5抽恭喜宿主获得中品灵石10块。一连4道白光闪过，轮盘上爆出的奖品一个比一个拉胯。苏青云的笑容还没维持3秒，就僵在了脸上。他眼皮跳动，无奈开启最后一抽。没有意外的话，片刻后只听到醇厚的系统声：哇，金色传说！恭喜宿主获得隐藏奖励道祖传。道祖传，道祖李天道的自传，其中记录李天道所有的修行中炼丹、炼气、御道、御人、御气等经验感悟。什么？苏青云眼睛猛然睁大。他本以为最好的结果无非是再出一枚天阶丹药，却没想到系统竟给出了一个隐藏奖励。这本道祖传的出现，让他瞬间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欠缺的究竟是什么，正是这个修仙世界的经验与底蕴。他虽有系统傍身，修为1日千里，却对炼丹、炼气、阵法等百亿之事一窍不通，就连一身术法神通，也只是凭借着雄魂灵力强行催动，远未得其精髓。而这部记载了道祖一生感悟的自传，恰好能弥补他所有的短板。这才是根基，有了它，他才算真正扎根在这个世界，而不再是空有修为的空中楼阁。咚咚咚，一阵轻微又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师尊，睡了吗？门外传来洛仙的声音。苏青云收起道祖传，起身拉开房门。邪儿，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我有些心慌，感觉有不好的事要发生，一个人睡不着。洛仙低着头，声音细若文瑞。自从父亲去世，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安全感，直到遇到了师尊您。我想他的话没有说完，但那份依赖和恐惧已经表露无遗。苏青云心中了然，不用怕，师尊陪你一起修炼，正好为师准备修炼合欢神功，你且进来，你我一起共鸣阴阳和气。与此同时，韭菜山的上空，一轮妖异的红月悄然升起。后山厢房，床榻之上的少女缓缓睁开了双眼，她迷茫眼神已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洞穿世事的凌厉与彻骨寒意。前世宗门覆灭的惨烈景象在脑海中轰然炸开。10大丁级宗门，我30年的心血啊！
300年筹谋，又30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古月倾诉的眼中燃起幽冷的火焰。我必将等神魂抽出，以幽月之火熬炼1000年。今世我古月倾诉，定要你们血债血偿。回想起上一世的种种，只觉得何其荒唐。他夺舍了资质平平的少年赵之山，在那个破落的黑云宗苦心经营30载，好不容易才掠夺到足够的资源，以地道筑基，凝聚36颗地丹，真至结丹巅峰，终于得以修炼那无上神功魔月转生功。只要再融合那枚灵月玉，他便能铸就6品金丹，转生为女儿身，重归坦途。即便是他前世所在的灵月魔域，这样的起步也算是顶级天骄。更何况现在地处8大荒州之一的东元州，6品金丹足以横扫一切，黑云宗也将超越所有宗门，成为此州霸主。可笑，可惜，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行事向来谨慎，攻伐的皆是些不堪一击的弱小宗门，从未去招惹过同级的对手。可恶，偏偏就在我闭关修炼神功的紧要关头，那10大丁级宗门竟敢联手来攻。回想起他们给出的理由，古月倾诉，只觉既荒谬又可笑。说他宗门长老秦二河3天前在青石镇虐杀烈阳宗长老，还掳走了一位道体天骄，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秦二河早在5天前攻伐一个5品级宗门时便已战死，一个死人如何能在3天前杀人越货？他的尸身还是他亲眼过目确认的。谎言，全都是借口。古月倾诉猛地捶击床榻，怒骂，不过是觊觎他黑云宗的基业，眼红他日益壮大的实力罢了。还有，最可恨的是那青天宗，他被迫提前施展神功，转生到这凡人少女身上。本想寻机返回黑云宗废墟，取回自己的灵月玉，却半路被那群自称青天宗弟子的畜生哄骗。他们将他囚禁，竟是想用他的精血喂养蛊虫。若非如此，他体内的本命魔焰又怎会提前激发？如今他只剩下2年寿命，18岁生辰之日便是灵月魔焰破体之时，也是他生死道消之刻。都该死，全都该死。古月倾诉的胸膛剧烈起伏，但片刻后又强行平复下来。万幸被这个不知名的宗门救了回来，必须尽快找到灵月玉。只要能找到灵月玉，他便能恢复至少筑基后期的修为，再寻个丙级宗门拜入，潜心修炼，2年之内突破结丹，便可化解死局。届时炼化灵月魔焰，他便能脱胎换骨，成就真正的月魔道体。当冗杂的记忆被尽数梳理完毕，天色已然破晓，一路阳光照射进厢房内，将他的思绪从过往拉回现实。古月倾诉的目光扫过身处的厢房，此地的陈设颇为考究，萦绕的灵气之充裕，更是远非他那黑云宗主殿可比。看来此宗门实力不弱，至少也是个富裕的丁级宗门。只要稍加施展谋略，蛊惑一名弟子，带自己回到黑云宗就职，并非难事。待我取回灵月玉，恢复实力便指日可待。烈阳宗的罗烈阳，昆玉宗的蔡玉坤，清风门的秋叶枫，百花谷的花如月，你们都给我等着，待我恢复实力，第一个找你们开刀。他从床上起身，推门而出。屋外晨光清冷，山间景色竟有几分熟悉，可具体是何处，脑中却一片空白。该死，提前施展魔月转生功，果然损伤了部分记忆。他心中一沉，但脚下未停。当务之急是探明此地虚实，尽快脱身。很快，一处开阔的演武场出现在眼前，看见一位穿着粉红色流仙裙的貌美女修士，长发如瀑，面容清秀，手中并无灵剑，却身姿卓绝，以双指为剑练习剑法。先观察再说。这不观察不要紧，但仔细观察却被古月倾诉看出了端倪。他藏身于一棵古树之后，眼神淡漠。新入门的弟子吗？连剑都不握，看来是在熟悉招式。在他看来，这等花拳绣腿毫无实战意义。他原本打算直接绕过去，可下一刻他脸上的淡然瞬间凝固。只见那粉裙少女身形一晃，步伐飘忽不定，
竟带出数道残影。他并起的双指，一招蜻蜓点水，向前方假人胸口刺去。砰！一声轻响，那足以抵挡寻常法器劈砍的金铁护板，竟被双指凭空洞穿，一个指头粗细的窟窿，前后透亮。凝气成剑！古月倾诉脑中轰然一响，整个人如遭雷击。一个金丹期修士才能勉强掌握的神通，竟会出现在这里。还不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那少女的步伐又让他心头狂跳。玄阶身法，绝对是玄阶身法。这里可是东元州，就连丙级第一的狼牙宗，玄阶功法恐怕也是属于镇派之宝。古月倾诉前生在月灵魔域是化神修为大能，所掌握功法皆是地阶以上，可那些功法无一不是限制炼虚期以上才能修炼。他现在能拿得出手的地阶功法，唯有那部功能局限且只能结丹后期才可以修炼的魔月转生功。更让他心惊的是，这少女展露的灵力波动，分明只有炼气2层，炼气2层便能凝气成剑，还身怀玄阶身法。如此根基，即便他带着前世记忆重来一世，也绝无可能办到。这绝非东元州宗门所能拥有的底蕴。难道是4大仙州的顶级天骄来此地开宗立派历练，亦或是被某个游历至此的仙州甲级宗门弟子带了回来？可若是那等存在，手段定然通天。自己重生者的身份，恐怕早已被宗内长辈一眼看穿，第一时间就会被搜魂盘查。古月倾诉浑身冰凉，他还想着稍加施展计谋，蛊惑一名弟子带他离开。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何等的可笑。这个宗门处处透着诡异，那名看似人畜无害的粉裙少女，在他眼中比10大宗门的宗主加起来还要恐怖。他屏住呼吸，悄然后退，准备先回房中从长计议。就在他转身的刹那，一道温和的声音自演武场另一侧传来：心安，剑法又有精进。古月倾诉脚步一顿，身形僵在原地。他循声望去，只见一名青衣青年正御剑而来，落在演武场边缘。师尊！陈心安见到来人，立刻收敛剑指，恭敬行礼。师尊？此人竟是那名妖孽少女的师尊。古月倾诉僵在原地，目光顺着声音的来源望去，只见一道剑光悄然落下，现出一名青衣青年的身影。师尊，您是来看昨日就回来的那位少女吗？陈心安美眸中带着一丝不忍，轻声问道：您神通广大，可有办法救她了？我也只能暂时控制她体内随时可能爆发的魔焰，根治之法尚未寻到。苏青云摇了摇头，陈心安脸上的不忍之色更甚，语气中满是担忧。那他岂不是？倒也未必。苏青云话锋一转，若他能在18岁前踏入结丹期，便可以自身修为镇压魔焰，安然度过此劫。陈心安闻言连忙追问：那师尊他还有多少时日？2年。苏青云看着眼前少女的信息，平静地吐出2个字：姓名古月倾诉，年龄16，修为凡人，体质月魔之体，血月魔焰外泄，注：出生于灵月魔域，转生前化神后期修为，2年时间从一个凡人之躯修至结丹期，这在任何修士看来都是绝无可能之事，简直是天方夜谭。陈心安忍不住问道：您昨日不是说他是化神大能转世，体质特殊吗？若让他修行2年结丹，当真没有可能。苏青云闻言却是摇了摇头，此女来历非凡，前世能修至化神，心性手段绝非常人所能揣度。一个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怪物，即便看似失忆，谁又能保证不是伪装？将这等存在留在宗内，他不会去赌对方是否知恩图报。而这番对话落入术后的古月倾诉耳中，他呆滞在原地。对方不仅一眼看穿了他体内的隐患，连他转世前的修为都一清二楚，甚至连他唯一的生机都分毫不差地说了出来。就在古月倾诉愣神时，他感觉到那青年宗主目光朝他藏身之处瞥了一下，他感到了惊慌，不敢再多停留一息。眼前那人绝对不简单，眼下还不能确定是敌是友。他蜷缩着身子，脚步虚浮地向后退去。
感觉到树后少女已经离去，苏青云淡淡一笑，有趣，不愧是曾经的化神大能，即便重生为凡人，这份趋利避害的本能依旧敏锐。心安，你去照料他时务必小心，他有任何异常言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是，师尊。陈心安恭敬应下。韭菜山30里外，万福镇。怪了，最近镇上怎么这般冷清，连一个修仙宗门的弟子都见不着了。你还不知道，前几日出了件大事，10大丁级宗门联手围攻黑云宗，结果那黑云宗宗主赵之山竟以结丹巅峰修为自爆，把10大宗门都给重创了。竟有此事，难怪那些宗门弟子都销声匿迹了。可不是嘛，10大宗门里听说只有昆玉宗损失最小，那其他9个宗门元气大伤，如今肯定都龟缩在山门里，生怕被昆玉宗趁虚而入。照这么说，现在岂不是昆玉宗一家独大了？正是如此，我还听说昆玉宗今日便要去找一个宗门的麻烦，就是前不久让他们吃了亏的那个5品级宗门红鸾宗。人群议论纷纷，言语间都透着对未来局势的几分不安。而就在此时，突然间阳光被遮挡，一股恐怖至极的气势从天际席卷而下，轰隆隆，巨大的阴影笼罩住整个广场。众人抬头，顿时倒吸一口冷气。一头气息凶厉的巨兽横亘长空，其身形遮天蔽日。巨兽背上屹立着3道身影，散发的威势便已让周遭空气凝滞。其巨兽身后，3艘巨型飞舟悄然悬停，舟上站满了数以百计的修士，军容鼎盛，杀气腾腾。巨兽与飞舟之上都悬挂着一面迎风招展的宗门大旗，旗面之上绿底圆心，篆刻着龙飞凤舞的昆玉2字。是昆玉宗。近千名修士，昆玉宗这是倾巢而出了吗？如此阵仗，他们究竟想做什么？这般威势正是丁级宗门昆玉宗的底蕴所在。就在万福镇众人心神俱颤之际，巨兽背上为首的一名中年人缓缓睁开了双眼，他漠然的目光扫过下方，口中只吐出一个字：起。话音落下，他随意抬手一挥，万福镇外一座小山般的巨岩应声离地，拔地而起。巨岩升至半空，便被他虚空一托，稳稳悬停于天穹之上。见到这移山填海般的手段，下方人群顿时陷入一片死寂，只余下倒吸凉气之声。整个万福镇的人都抬头看去，一颗心脏狠狠抽动，目瞪口呆。仅凭这份威势，便足以震慑住世间绝大部分势力，令他们不敢妄动。这就是丁级宗门的底蕴。就在此时，那凶兽上一位中年人突然睁开双眸，刹那间虚空震荡。且他抬手一挥，万福镇外一巨石拔地而起，最终漂浮在天穹之上，被其一只手撑住。嘶！无数人见到这一幕，不由倒吸凉气。天哪！那人是昆玉宗的大长老石破天。听说昆玉宗的长老皆是筑基后期修为，恐怖如斯。据说石破天已经突破筑基，到达结丹初期修为。那另外2位能够与大长老平起平坐，难道？死！人们深吸一口气，露出惊骇欲绝的表情，心中涌现出无限敬畏。本座奉宗主之令，前来剿灭红鸾宗，犯昆玉宗者，鸡犬不留。石破天淡漠说道，声音响彻天际，宛若惊雷炸裂，响彻四方。随后他手一挥，天穹之上的巨石便朝着红鸾宗的山头方向镇压而去。一座山岳从天而降，那恐怖的威势让所有见证这一幕的人都头皮发麻。万福镇的众人都看着山岳镇压的方向，不由得低语一声：红鸾宗完了！轰隆隆，数米高的巨石从天而降，带着滚滚烟尘狠狠地砸落而下。如此巨大的威势，若砸在祈福镇无人守护的情况下，整个城池都会被掩埋，祈福镇的数万人口将会化作乌有。这就是结丹期的强者，这就是丁级宗门的大长老。有昆玉宗在，红鸾宗想要发展起来，必然不可能成功。还好我不是红鸾宗弟子，
不然今天就死翘翘了。是啊，幸亏没有。红鸾宗虽然也很厉害，但怎么能跟昆玉宗相提并论呢？不少人感叹，认为红鸾宗注定覆灭。昆玉宗的实力摆在那里，又岂是红鸾宗能够抗衡的？那巨石越来越近，堕落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连那石破天都已经露出了一抹冷笑。还以为红鸾宗有多强，原来也不过如此。不过就在那巨石即将砸到红鸾宗的山头时，那巨石却无比诡异地静止在了半空中。那石破天微微皱眉，他伸出一只手臂，又隔空画了一道符箓。给我震！符箓打出巨石之中，可诡异的是，那巨石却依然不受控制，被定在了半空中。就在此时，一道清冷的声音自红鸾宗山巅悠悠传来：神霄天剑斩！话音未落，一道璀璨剑芒已冲霄而起，一闪而逝。赤！一道光芒自红鸾宗山顶激射而出，瞬间贯穿整个巨石，并将其横切开来。刷刷刷！随后一道道光芒闪烁，不断地切割整个巨石。砰！最后那座数米高的巨石竟是直接碎裂，化作一堆石粉散落在半空之中。这一刻，祈福镇的众人全都目瞪口呆，一脸愕然，甚至连呼吸似乎都停滞了。死！怎么可能？所有人都惊骇失色，满眼不敢置信，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每次都以为红鸾宗要完了，可每次都会出乎意料，昆玉宗大长老的强大攻击竟然也被轻而易举地破灭了。那红鸾宗宗主果然也是结丹7强者，难怪之前有实力斩杀我宗100名弟子等人。石破天双眼微眯，神色终于有了一丝凝重，他锐利的目光穿透云雾，直接锁定了红鸾宗的山门。那里隐约可见一道身影踏步而出，负手而立，仿佛闲庭信步一般悠然从容。红鸾宗苏青云，出来领死！他沉声怒喝，浑厚浩瀚的嗓音震颤苍穹，令得虚空都在颤抖。哗啦啦！刹那间，狂风袭来，席卷方圆10里，吹得众人衣袍飘飞，长发乱舞。在这种可怕的威势下，祈福镇众人皆感觉胸口窒息，几乎喘不过气来。这就是结丹修为的强者吗？太可怕了！这威势当真恐怖如斯。所有人都是瑟瑟发抖，昆玉宗大长老太过可怕了，跟筑基完全是2个世界。石破天话音刚落，便见到红鸾宗内有一名青袍青年缓步走出。那青年剑眉星目，英俊非凡，身形笔挺如枪，尤其是一对眸子璀璨若星辰，灿烂夺目，摄人心魄。他嘴角挂着一丝玩味的笑容，迈动脚步出现在了祈福镇外的半空中。他负手而立，望向石破天等人，开口道：昆玉宗的。呵呵。见状，那石破天不由冷笑一声，他背负双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苏青云。红鸾宗宗主苏青云，你终于舍得出来了。本座乃是昆玉宗大长老，今日来此便是送你等归西的。石破天冷哼一声，他目光冰冷，杀机森寒。而这时，那巨兽上又走出一位老者，目光死死地盯着苏青云。苏青云，你杀我宗长老，灭我宗门100余人，今天你难逃一死。那老者身形枯瘦，须发雪白，目光阴雾而毒辣。他站在巨兽边缘，俯瞰苏青云，而他的气息也极为强大，赫然是结丹后期修为，实力强大。昆玉宗宗主蔡玉坤看着此人，苏青云淡淡道：不错，正是本宗主我，今日我必取你狗命。蔡玉坤狞笑，眼底有滔天杀机爆发。还有我狼牙宗2长老滕云鹤，世人称我为云鹤上人。巨兽身上最后一人踏出，是个中年男子，他手持羽扇，目光幽冷而凶厉。你便是苏青云？敢抢我狼牙宗少主的女人，滕某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何等通天手段，看看你是不是真有3头6臂。石破天等人身后，那3艘飞舟之上，数百昆玉宗弟子纷纷腾空而起。刹那之间，密密麻麻的身影便已铺满了天空，足有500-600人之多。
这股由数百名修士汇聚而成的威势，让下方的空气都为之凝固。其中炼气后期的修士超过100位，愚者修为也皆在炼气5层之上。昆玉宗此次竟是核心弟子进出，3大结丹7强者，超10位筑基大修士，再配上这数百精锐弟子，如此阵仗，只为覆灭一无品级宗门，这阵仗着实吓人无比。祈福镇众人看到这一幕，面色苍白如纸。唉，许多人忍不住闭上了双眼，摇头叹气。3位结丹修为的强者齐至，红鸾宗危矣。红鸾宗宗主虽强，可他只有1人，哪怕他手段通天，也难以逆转局势。是啊，昆玉宗这次铁了心要灭掉红鸾宗，谁都挡不住的。许多祈福镇的人都是暗自摇头，惋惜不已。虽然他们不是红鸾宗的人，可归根结底，红鸾宗是属于祈福镇附近的宗门。红鸾宗越强，那祈福镇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更多人慕名而来，大大提升祈福镇的实力。而且红鸾宗越强，祈福镇就越安全。不管这红鸾宗是不是假仁假义，但至少表面上要维护一方，那祈福镇周围无比猖狂的匪徒窝点便会减少很多。不像现在祈福镇周围连个像样的强大宗门都没有，导致土匪猖狂，而土匪猖狂就导致外来商队前来祈福镇极度不安全，很容易遭遇土匪袭击，损伤惨重。因此这些年祈福镇的经济是越来越下滑。可惜红鸾宗招惹谁不好，偏偏是睚眦必报的昆玉宗。苏青云，乖乖束手就擒吧，免得让我们亲自动手。石破天面带戏谑地看着苏青云，他的眼神中带着一股轻蔑与鄙夷。3打1，优势在我。在他看来，这苏青云已是瓮中之鳖，必死无疑。然而面对这等杀局，苏青云却只是撇了撇嘴，他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神态淡然如初。废话真多。他抬起眼帘，璀璨的眸子扫过众人。再进一步，此地便是尔等葬身之所。哈哈哈！闻言，石破天顿时大笑，他的笑声之中充斥讥讽、不屑。我若向前一步，那又如何？石破天满脸讥嘲地开口。向前一步，黄泉路上走快点呗。苏青云耸了耸肩膀，一脸随意。你找死！听到这句话，石破天脸色骤变，当即一声咆哮传遍四野。紧接着，在场众人都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石破天身上的杀机暴涨。轰隆隆，他猛然抬头，体内法力激荡，如同潮汐海啸，滚滚沸腾。一瞬间，方圆数丈之内温度急剧上升，热浪滚滚，令人肌肤刺痛。唰！一柄血红色长刀浮现，散发出恐怖锋芒。小畜生，拿命来！石破天低吼，手握血刀，径直冲杀而来。他手臂挥舞，血刀撕裂空气，划破长空，径直朝苏青云砍杀而去。这一刀凌厉无比，劈山断岳。不过看着巨兽身上的另外2大结丹强者以及其后数百的修炼者，苏青云却并没有出手。擒贼先擒王，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了。只要他秒杀石破天，那剩下的人必然会吓到，甚至撤退，那他就无法将其全歼了。而且他只杀石破天，眼睁睁看着其他人逃跑，甚至有可能被一些聪明人看出一些端倪来。红鸾宗与昆玉宗早已如同水火，你既有秒杀结丹修为的实力，又为何放其他人走？苏青云双眼微微一闭，心中已有了全歼这些人的计划。既然昆玉宗这么喜欢来红鸾宗做客，那就永远留下来吧。苏青云心中计划已定，兵法有云，诱敌深入。轰！石破天一刀斩下，被苏青云接下，不过苏青云却也因此后退了2步。不错，有点实力。苏青云淡笑着看着石破天，老夫乃是结丹修为，岂是你小小筑基所能抗衡的？石破天冷笑，满脸自傲。经过刚刚那一刀，他承认苏青云的确很强，但距离他却还有一段距离。小鬼，你足以骄傲了，我将使用我最强灵技。石破天怒喝一声，再度一刀斩落，
威力暴增。赤血悲玉斩，这一刀他动用了10成功力，如果苏青云接不下，他便要一举格杀对方。上当了！见到这一幕，苏青云嘴角微微上扬，随后假装不敌，退入红鸾宗的山头之上。24灵环锁门阵开，随后他手一挥，一层由24个巨大灵环组合的防御罩笼罩了整个九菜山。嗡！下一刻，石破天一刀劈来，狠狠斩在九菜山防御罩上。当！一声震耳欲聋的碰撞声响起，宛如雷鸣炸响，声波如潮，防御罩不断摇晃，仿佛摇摇欲坠一般。这乌龟壳还挺硬的，腾兄，请助我破阵。石破天眉头一皱，呵，石道友放心，区防御法阵，弹指便能破掉。旁边的腾云鹤露出一丝狰狞的笑容，随后他从巨兽身上跳下来，身形闪烁，化作残影掠来，攻向防御罩。轰隆隆，两位结丹大能的攻击同时落在防御罩之上，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可是即使是如此强大的攻击，即使防御罩看起来濒临破碎边缘，可这防御罩就是没破，输出就差一点了。巨兽上的蔡玉坤面色阴沉，他等不及了。他转身对着身后数百名弟子厉声喝道：坤玉宗弟子何在？弟子在！数百道声音汇成一道洪流，全员出动，助大长老破阵。遵命！霎时间，数百道流光呼啸而下，带着各色法术与法宝的光芒，如同流星雨般砸向那摇摇欲坠的防御罩。山门之内，苏青云背负双手，看着外面的盛景，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他身后，唐云烟、柳青青等人早已是心急如焚。师尊，敌人太多了，这阵法快破了，您快走，别管我们。陈兴安更是直接挡在了苏青云身前，苏青云却只是伸出一根手指，在唇边比了个虚的手势。别吵，为师在陪他们玩游戏呢。见自家师尊表现得如此淡定，几位弟子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下来。仔细想一想，能随便拿出好几部最顶级的仙法，又岂是常人？师尊，你陪他们玩什么游戏呢？林妙可眨着美眸，一脸好奇问道。当然是猫捉老鼠。苏青云嘴角刮笑。猫捉老鼠？听到苏青云说的，一群弟子更懵了，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不过苏青云却也没解释太多，目光落在防御罩外。这次的游戏该结束了。看着坤玉宗最后一位弟子进入10里范围之内，苏青云淡淡一笑。他一步迈出，重新出现在半空中，而同时那防御罩也被他收了起来。苏青云，你自知不敌，束手就擒了吗？见此，石破天顿时冷笑连连。束手就擒也来不及了，今天你们红鸾宗范围之内连一只蚂蚁都不能活着。腾云鹤眼中寒芒涌动，第一个冲上前去，手持神鞭，怒道：苏青云，受死吧！轰！神鞭如电，抽爆虚空，带起狂暴劲风。腾云鹤一上来就施展了杀招，想要将苏青云一击致死。苏青云淡淡一笑，伸出手轻轻打了一个响指：灵法杀招来者皆是客。话音落下，一瞬间时空被静止，一切都停滞住了。这片被他早已设下的区域，刹那间化作了绝对的领域。根据道祖传中心得，他研究许久，融合10数种灵技后自创的复合式杀招混沌冰枪诀的凛冽的寒意凭空而生，冻结了对方全身经脉。万木枯藤树，数条藤蔓自土地中探出，将所有人都死死困住。红尘过客诀让对方无法运转神识，将其法力彻底禁锢。此刻腾云鹤脸色大变，他浑身僵硬在原地，动弹不得。此刻九菜山周边10里范围化作了绝对的牢笼，而苏青云就是这牢笼唯一的主宰。看到山门前那块石碑上的字了吗？苏青云缓步走到腾云鹤面前，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犯我红鸾宗者，杀无赦。我给过你们机会，可惜你们非要寻死啊！腾云鹤拼尽全力大喊一声，试图挣脱禁锢，只是任凭他如何挣扎，依旧动弹不得，
仿佛被施展了定身术一般。他脸色苍白无比，汗珠顺着额头滑落。此刻他才意识到苏青云的可怕之处，仅仅只是弹弹手指就封印他所有行动。他可是结丹中期修为啊，竟然被人弹指封印，若非亲身经历，谁敢信？这让滕云鹤心惊胆战。不仅是他，周围众人，包括石破天也是一愣，脸色骇然。不好，上当了！石破天脸色一变，想遁走，却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动不了。蔡玉坤死死盯着苏青云，身体无法动弹，眼神中的惊骇却几乎要爆炸开来。你居然会如此厉害，禁锢神通！你绝不是东元州的修士，你是仙州来的宗门历练者。蔡玉坤这一句话令两大结丹长老、坤玉宗到来的所有弟子以及祈福阵中的无数人全部怔住了。仙州宗门历练者，这几个字代表着什么？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东元州不过是8大荒州中的一角，而仙州那是传说中真正仙人汇聚之地，是所有修士梦寐以求的圣土。从仙州下来历练的宗门弟子，无一不是天之骄子，身怀的功法、神通、法宝都远非东元州这种贫瘠之地可以想象。纵观东元州千年历史，有记载的仙州历练者出现的次数不足双手之数，每一次出现都在东元州掀起滔天巨浪。他们随手创建的宗门，在短短数十年内就能崛起，最终甚至能举宗飞升，回到仙州晋升为真正的乙级仙宗。30年前，东元州曾有一个名为神霄宗的准乙级宗门，实力强劲，其宗主拥有金丹大圆满修为，座下100名长老皆是结丹期，门下弟子更是数不胜数。他们只需一个契机，便能通过天元阁考核，成为东元州首个乙级仙宗。然而就在那一年，天道宗横空出世，其宗主张千山正是来自4大仙州中青云州张家的天骄。他虽修为同样是金丹圆满，却身怀玄阶上品功法，乃至地阶中品灵技，远非东元州修士可比。短短3年，天道宗便迅速崛起，将神霄宗吞并。随后他们设下宗门飞迁大阵，消失在东元州的4方大山之间。眼前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谈笑间就将他们所有人困死的年轻人，竟然是那种传说中的存在。不可能！滕云鹤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他想起了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他居然想一鞭子抽死一位仙州来的历练者。这个念头升起，一股彻骨的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让他浑身的血液都仿佛被冻结了。恐惧，前所未有的恐惧，瞬间吞噬了他全部的理智。他完了，狼牙宗也完了。前辈饶命！滕云鹤再也顾不上尊严，也顾不上什么丙级第1宗门长老的身份，他拼命扭动着身体，想要跪下，却怎么也动不了。老朽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前辈，老朽罪该万死，求前辈看在老朽修行不易的份上，饶老朽一条狗命。老朽愿为奴为仆，生生世世侍奉前辈，绝无二心。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卑微的祈求。然而苏青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我给过你们机会。声音很轻，却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滕云鹤的心口。是啊，他给过机会。山门前那块石碑上的字言犹在耳，犯我红鸾宗者，杀无赦。可惜他们没有一个人当回事。苏青云不再理会他，只是轻轻抬起一根手指，指尖上一簇紫金色的火焰悄然跃动。那火焰很小，看起来甚至有些可爱。可在场的所有修士看到那簇火焰的瞬间，都感觉自己的神魂在颤栗。不要！滕云鹤的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苏青云屈指一弹，紫金色的火苗轻飘飘地落在了滕云鹤的身上。没有惨叫，没有挣扎，甚至没有一点声音。在所有人惊恐的注视下，狼牙宗2长老，一位结丹后期的大修士，就像是阳光下的冰雪，无声无息的消融。从衣袍到血肉，再到骨骼，最后连同他的金丹与神魂，都在那簇小小的紫金色火焰中化作了最精纯的虚无。前后不过一息时间，原地
只剩下了一枚储物戒指，孤零零地悬浮在半空。一阵山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全场死寂。昆玉宗的长老和弟子们一个个脸色惨白如纸，有些人甚至吓得大小便失禁，腥臊的气味弥漫开来。死了！一位结丹后期的大修士就这么没了，弹指之间灰飞烟灭。这是何等恐怖的手段！仙州氏族，这绝对是仙州氏族才能拥有的手段。蔡玉坤心中疯狂呐喊，可他连嘴唇都无法颤动分毫。林妙可等红鸾宗弟子也是一个个张大了嘴巴，大脑一片空白。他们的师尊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苏青云没有停下，他随手一招，腾云鹤的储物戒指便飞入他的手中，而后他的视线落在了蔡玉坤和昆玉宗众人身上。你们也想寻死？平淡的声音此刻在众人耳中，他已经是高高在上，宛如神奇般的存在。前辈饶命，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昆玉宗的长老弟子们凡是还能开口的都用尽全力嘶吼求饶。苏青云却只是摇了摇头，太晚了。他抬起手对着昆玉宗众人所在的方向轻轻一握，血藤树。刹那间，先前捆缚住众人的藤蔓猛然收紧，无数尖锐的木刺从藤蔓中探出，瞬间刺穿了他们的身体。噗噗噗，血雾爆开，惨叫声此起彼伏，却又在瞬间戛然而止。数百名昆玉宗修士，包括那位一开始最畅快的石破天，顷刻间被吸干了浑身精血，化作一具具干尸，随后被藤蔓拖入了地底，消失不见，只留下了数百个储物袋和几件法宝，叮叮当当地掉落在地。苏青云再一挥手，所有的储物袋和储物戒指都化作一道流光，飞入他的袖中。其实现在最开心的，莫过于祈福镇和万福镇的众人了。这是滔天的富贵啊！所有人都可以想象得到，之后城镇的发展将会来到一个腾飞的时刻。苏青云看了一眼堆积如山的战利品，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次真是发大财了！师尊威武！林妙可第一个反应过来，满脸崇拜地冲了过来，双眼之中全是闪亮的小星星。师尊，您太厉害了！师尊，您刚刚那招是什么啊？好帅啊！洛仙看向苏青云的眼神充满了狂热的崇拜。而在不远处，古月倾诉在后山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那张清丽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难以言喻的震撼。蔡玉坤，他认的这个人，当时围攻自己的10个结丹修士中就有他，此人便是当初围攻他的10位结丹修士之一。古月倾诉记忆犹新，他身着翠绿道袍，在钓鱼台处遥遥观察，如今就这么被那个看起来懒散随和的年轻宗主像捏死蚂蚁一样轻易地覆灭了。还有那个狼牙宗的长老，结丹后期就这么被一指头烧成了灰。他原本以为自己是龙游浅水，虎落平阳，暂居于此不过是权宜之计，可现在他才明白，他哪里是龙游浅水，他分明是掉进了一片深不见底的瀚海。这个红鸾宗，这个苏青云到底是什么来头？山门前，他的目光落在那堆积如山的储物法宝上，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好了，都别愣着了。苏青云开口，声音将众人从震撼中拉回现实。过来，清点战利品。哦，好。林妙可第一个响应，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像一只快乐的小兔子。唐云烟和洛仙等人也迅速跟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喜悦。很快，数百个储物袋和储物戒指被倾倒一空，灵石、法宝、丹药、功法玉简，各种天材地宝在山门前的空地上堆成了几座小山，灵光闪烁，宝气冲天。发了，我们发了！林妙可扑在一堆亮晶晶的灵石上，幸福地打滚。好多炼器材料，还有好几尊品相不错的丹炉。柳青青看着那些材料，双眼放光，这是她这个炼丹师的最爱。唐云烟拿起一把流光溢彩的长剑，剑身嗡鸣，灵气逼人，竟是一件玄阶下品法宝。洛仙则在一堆玉简中翻找，希望能找到一些关于上古秘文的记载。苏青云看着这一幕，心中一片安宁。宗门要发展，
钱是第一位的。现在启动资金有了，他心念一动，唤出系统面板。宗门信息：宗门之主苏青云，宗门名字红鸾宗，宗门等级2星82500，宗门人数6，宗门领地韭菜山，宗门建筑2级修炼境室，2级仙法阁，2级护山大阵，1级炼丹房，宗门积分600，抽奖次数0。苏青云的目光落在宗门福地上，这是宗门的根基，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连升2级宗门福地。系统升级宗门福地，叮，宗门福地已成功升级至3级。刹那间，一股难以言喻的玄妙波动以宗门大殿为中心，向着整个韭菜山扩散开来。嗡，整座山峰仿佛活了过来，轻轻一震。正在清点战利品的弟子们动作一致，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灵气变浓了。林妙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不是变浓了一点，是翻了1倍。唐云烟运转功法，感受着涌入体内的精纯灵气，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空气中原本稀薄的灵气变得肉眼可见的粘稠，化作淡淡的白色雾气，在山间缭绕。山上的花草树木以一种疯狂的速度生长，变得更加苍翠欲滴。几株普通的桃树上，竟在几个呼吸间结出了拇指大小的青色桃子，散发出淡淡的灵气。咕咕，啾啾，山林深处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鸟鸣兽吼，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灵禽异兽被这浓郁的灵气吸引，小心翼翼地向着山顶靠近，眼中充满了向往。后山正在劈柴的陈心安停下了动作，他能感觉到自己与体内剑丸的联系似乎都变得更加紧密了一些。茅屋中，古月倾诉猛地推开窗户，看着眼前这仙境般的变化，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洞天福地。这哪里是一个小小的丁级宗门，这分明就是一个正在复苏的洞天福地。他看向山门前那个年轻宗主的背影，眼神变得无比复杂。这个男人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好了，继续。苏青云的声音再次响起，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走到那堆功法玉简前，神识探入，快速浏览。坤玉心法、裂石拳、御风诀，这些在旁人看来或许还不错的功法，在苏青云眼中却充满了腐凿痕迹和修行岔路。与《道祖传》中记载的无上大道相比，这些功法简直如同涂鸦。不过其中一些思路倒是可以借鉴。他将所有功法记下，在脑海中与《道祖传》的感悟相互印证，不过片刻便推演出了数种更适合弟子们修炼的法门。唐云烟，弟子在，这柄惊鸿剑归你。苏青云屈指一弹，一道流光没入唐云烟眉心。我再传你一道剑诀，配合你的红尘剑意，当能让你在筑基期领悟剑气化丝的法门。唐云烟娇躯微震，只觉一股玄奥的剑道智理涌入脑海，无数曾经的滞涩之处豁然开朗，让他不禁沉浸其中。洛仙，弟子在，这块玄冥护心镜你收好，可暂作你的本命法宝。另外，你的混沌冰枪诀略有偏颇，我已为你修正，你且感悟。又是一道流光飞出。林妙可，你根基尚浅，这瓶固元丹每日一粒，修炼切忌冒进。柳青青，这尊紫金八卦炉与这些灵草归你，去尝试炼制灵阶上品丹药。陈心安，此乃洗剑草，取其枝叶滋养剑丸吧。苏青云有条不紊地将宝物一一分发，每一句指点都正中弟子们修行上的要害。众弟子心神俱震，望向苏青云的眼神中已满是无以复加的崇敬。多谢师尊。众人齐齐躬身行礼，声音发自肺腑，激动难抑。苏青云抬手虚扶，待众人起身，脸上的笑意却缓缓敛去，神情变得严肃。今日之战我们赢了，但你们要记住，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苏青云的声音不高，却如一盆冷水，让众人兴奋的心绪迅速沉淀下来。坤玉宗只是东元州最末流的丁级宗门，覆灭它，我们才算勉强站稳了脚跟。今日之事很快会传遍四方，届时红鸾宗的名字将真正进入那些大宗门的视野。是敌是友，
皆是未知之数。你们要做的就是抓紧一切时间提升实力，唯有自身强大，方能从容应对未来风雨。是，弟子明白。众人齐声应是，前所未有的坚定。琅琊宗议事大殿，岂有此理！欺人太甚！令天罡一巴掌拍在扶手上，坚硬的玄铁木扶手瞬间化为粉末。一个破落宗门也敢杀我宗门长老！传我命令，集结宗门所有筑基以上修士，随我踏平九菜山，为滕长老报仇！大殿之下，一众长老噤若寒蝉，无人敢言。宗主，不可！就在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太上长老从后殿走出，沉声喝止。太上长老！令天罡一愣，怒气烧脸，为何不可？我琅琊宗何时受过这等奇耻大辱？宗主，你只知腾云鹤死了，可知他是怎么死的？太上长老叹了口气，怎么死的？还能怎么死？定是被那红鸾宗小人偷袭暗算。令天罡怒道。根据逃回来的探子回报，腾云鹤是被红鸾宗宗主一指点成了飞灰。太上长老的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令天罡的心头。什么？令天罡瞳孔骤缩，一指结丹后期的滕长老被一指点成了飞灰？这怎么可能？探子还带回来一个消息，太上长老的脸色凝重到了极点。有人说，那红鸾宗宗主疑似来自仙州。仙州！令天罡想到了很多，一时说不出话。3天后，一道凌厉无匹的剑光自天向九菜山飞来，那剑光快的超乎想象，带着一股审视和霸道的意味，停在了九菜山的山脚下。剑光散去，露出一名身着青色云纹剑袍，背负古剑，面容冷峻的中年男子，青云剑宗长老剑无尘。他此来正是为了试探这突然崛起的红鸾宗的虚实。这便是九菜山，灵气稀薄，山势平平无奇。剑无尘打量着四周，微微摇头，准备用神识直接扫过整座山峰。可当他的神识触碰到山门的瞬间，脸色骤然一变。他的神识如泥牛入海，前方明明看似空无一物，却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天幕，任他如何催动都无法穿透分毫，反而有一股浩瀚醇厚的灵气顺着他的神识反涌而来。那灵气的精纯与浓郁程度远超他青云剑宗的主峰。剑无尘呆立当场，眼中满是震撼。这怎么可能？他猛地抬头看向山顶，只见云雾缭绕，仙气氤氲，整座山峰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灵光之中，哪里还有半点荒凉之气？这还是知道的那九菜山吗？他收起所有轻视，对着山顶的方向恭敬地拱手一礼。青云剑宗剑无尘，特来拜会红鸾宗宗主。声音清朗，穿透云雾，回荡在山门前。剑无尘浑身一震，从那浩瀚灵气的震撼中回过神来。他收敛了外放的剑意，脸上那份属于青云剑宗长老的傲然也悄然隐去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这红鸾宗不对劲，9分里有10分的不对劲。他整理了一下衣袍，对着山顶的方向再次拱手，姿态比刚才还要恭敬几分。青云剑宗剑无尘前来拜访，如有冒昧，还请苏宗主恕罪。话音刚落，眼前的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开，一条由青石铺就的山路蜿蜒而上，直通山顶的大殿。一个温和的声音从山顶传来：剑长老是客，请上山一叙。剑无尘深吸一口气，踏上了石阶。越往上走，他内心的惊骇就越是无以复加。路边的每一株花草都蕴含着远超外界的灵性，空气中弥漫的灵雾吸入一口，都让他感觉法力运转都顺畅了些许。这哪里是什么灵气稀薄的九菜山，这分明就是一处顶级的洞天福地。等他走到大殿前，看到那个负手立的白衣青年时，更是瞳孔微缩。太年轻了，年轻的不像话。可偏偏就是这个年轻人，身上却有一种渊庭月至、返璞归真的气度，让他这个结丹后期的剑修都感到了一丝压力。在下苏青云，红鸾宗现任宗主。苏青云微微颔首，神态自若。见长老远道而来，有失远迎。
他身后，唐云烟、林妙可等人分列两侧，一个个神情肃穆，好奇地打量着这位来自丙级宗门的强者。苏宗主客气了。剑无尘回了一礼，视线却不着痕迹地在苏青云和唐云烟身上扫过。好强的剑意！当他看到唐云烟时，心中又是一惊。这女子骨龄不过20，竟已是筑基4层的修为。更可怕的是，她身上那股锋锐无匹的红尘剑意，竟连他都感到了一丝威胁。一个深不可测的宗主，一个天资绝世的弟子，这红鸾宗到底是什么来头？剑长老，请。苏青云侧身引路，将剑无尘请入议事厅。分宾主落座，林妙可乖巧地奉上灵茶，茶香袅袅，气氛却有些凝滞。剑无尘端起茶杯，却没有喝，而是看向苏青云，缓缓开口：“苏宗主，老夫此来，一是为拜山，二也是想问一问故人之后。”哦，苏青云眉梢一挑，老夫年轻时曾与令堂苏幸云有过数面之缘，同辈论交，受过他不少指点。剑无尘的语气带着几分追忆，也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一丝长辈的口吻。说起来，你还得叫我一声剑叔叔。苏青云笑了笑，不置可否。原来剑长老是我母亲的旧识，失敬。剑无尘见他不上套，也不着恼，话锋一转：听闻近日昆玉宗上下满门覆灭，此事与红鸾宗有关。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仿佛一柄小剑，直刺人心。大厅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林妙可和柳青青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苏青云却像是没感觉到那股压力，神情淡然地端起茶杯：“不错，是我做的。”他承认的干脆利落，反而让准备了一肚子说辞的剑无尘噎了一下。昆玉宗欺我宗门太甚，屡次三番挑衅，苏某无奈，只好出手将其抹去。苏青云放下茶杯，语气轻松的，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是宗门底子薄，弟子们修为尚浅，只能用些先辈遗留下来防身的小玩意，倒是让剑长老见笑了。小玩意？剑无尘嘴角抽搐了一下，能一指点杀结丹后期修士，覆灭一个传承数百年的宗门，这叫小玩意？你这凡尔赛的语气是跟谁学的？他强压下心中的波动，视线再次落回苏青云身上，这一次毫不掩饰其中的审视与试探。令堂当年见到天赋冠绝东元州，一手星河剑法出神入化，不知苏宗主可曾得其真传？我观你这位弟子剑意不凡，想来苏宗主在剑道上的造诣也定然非同小可。老夫不才，于剑道一途沉浸100年，偶有所得，近日正被一个关于剑心通明的关爱所困，不知苏宗主可有高见？话音未落，一缕凝练到极致的剑意无声无息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那剑意无形无质，却锋锐的可怕，如同一根纤细的钢针，直刺苏青云的眉心。这是他最纯粹的剑意攻击，不伤肉身，专斩神魂。唐云烟脸色巨变，体内的红尘剑意瞬间被激发，就要出鞘抵挡。洛仙和陈心安等人也是心头一紧，浑身法力都开始涌动。唯有苏青云依旧稳坐如山，他甚至没有去看见无尘，只是慢条斯理地端起面前那杯已经有些凉了的茶，轻轻吹了吹上面的热气。呼，一口气吹出，那缕足以让寻常结丹修士神魂重创的无形剑意，在距离他眉心3尺之外的地方，就那么突兀地悄无声息地烟消云散了，仿佛从未出现过。整个大厅落针可闻。剑无尘端着茶杯的手僵在半空，脸上那份故作高深的表情彻底凝固，眼中满是无法置信的骇然。怎么会？自己的剑意怎么会就这么消失了？他甚至没有感觉到任何法力波动，对方就只是吹了口气。这是什么手段？苏青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品了一口茶，然后才悠悠地抬起头，看向脸色煞白的剑无尘。剑长老，茶要凉了。平淡的一句话落在剑无尘耳中，他是在提醒自己茶凉了，也是在告诉自己他的试探结束了。冷汗瞬间从剑无尘的额角滑落，他终于明白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错得离谱。什么长辈，什么考校，在这个深不可测的年轻人面前，
自己就像一个上蹿下跳的猴子，可笑至极。他深吸一口气，缓缓放下茶杯，站起身，对着苏青云郑重地行了一个平辈之礼。苏宗主大才，是在下孟浪了。这一次，他的姿态放得极低，语气里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敬畏。苏青云坦然受了他这一礼，这才慢悠悠地开口：“剑长老方才问我剑心通明，不敢，不敢，是在下班门弄斧。”剑无尘连忙摆手：“剑心不过是道的表象之一。”苏青云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仿佛蕴含着某种天地之理。你只知以心御剑，追求剑的锋锐与极致，却忘了剑为何物？剑者，气也；人为何物？人者，道之在体也。你所困者，非是剑心，而是你的道走窄了。你修的是青云剑宗的无情剑道，斩断尘缘，心如止水。可你的剑却依旧带着人间烟火的杀伐气。道与剑本就相悖，又何谈通明？青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剑无尘的心头。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脑海中轰鸣作响，无数过往修炼中的滞涩之处在这一刻豁然开朗。道与剑相悖？是啊，自己追求无情，可每次出剑，心中想的却是宗门的荣辱，是斩妖除魔的功绩自己的道，从一开始就错了。闻君一席话，胜我100年苦修。良久，剑无尘长叹一声，再次对苏青云深深一揖，脸上满是感激与钦佩。苏宗主之能，已超乎老夫想象。当年星云道友风华绝代，如今看来，苏宗主更是青出于蓝。气氛在这一刻变得真正融洽起来。剑无尘不再有任何试探，而是真心实意地与苏青云交流起来，言语间将自己年轻时受苏青云指点的一些往事娓娓道来。唐云烟等人在一旁听着，看向苏青云的眼神已经从崇敬变成了近乎狂热的崇拜。3言2语便让一位结丹后期的剑道大师茅塞顿开，甘拜下风。自家师尊究竟是何等存在啊！又过了一炷香的功夫，剑无尘自觉收获巨大，起身告辞。临走前，他取出一个通体漆黑、样式古朴的剑匣，递给了苏青云。苏宗主，此物是当年我与星云道友在一处上古遗迹中所得，我参悟多年，始终不得其法。今日蒙你点拨，无以为报，这剑匣便赠予你，或许以宗主之能，能解开其中奥秘。苏青云接过剑匣，入手冰凉，神识探入，却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隔绝在外。他看向剑无尘，对方脸上带着真诚的笑意，似乎真的只是在赠送一件礼物。那便多谢剑长老了。苏青云收起剑匣，剑无尘再次行了一礼，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去，消失在天际。剑光远去，消失在云海尽头。红鸾宗山门前却是一片寂静。林妙可、陈心安几人还沉浸在刚才那震撼的一幕中，久久无法回神。师尊，师尊！林妙可第一个跳起来，3两步蹦到苏青云面前。他指着苏青云刚刚收起的黑匣子，满眼都是小星星。那里面是什么宝贝？是那个老爷爷赔礼道歉送的绝世神兵吗？苏青云没理会他，视线扫过众人，最后落在林妙可和柳青青的脸上。你们2个练气9层很久了，为何不筑基？一句话像一盆冰水，刚刚还雀跃的气氛瞬间冻结。林妙可翘着的嘴角耷拉下来，手指下意识地抠着衣角。师尊，他的声音细若文瑞。我们想和大师姐一样，天道筑基。柳青青也跟着低下了头。可天道筑基何其艰难，所耗费的资源堪称海量，寻常宗门根本不会为一名弟子付出如此代价。别说天道筑基，便是最次的人道筑基丹都需数千灵石，且有价无市。宗门如今全靠师尊一人支撑，他们又怎敢开口向师尊索要这等珍稀之物？原来如此，苏青云了然，正好让你们看看为师的厉害。青青、妙可，随我来炼丹房。是，师尊。2女眼中重新燃起光亮，连忙跟上。炼丹房内，苏青云并未急着开炉，
而是将从《道祖传》中领悟的丹道精要挑选出一些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用最浅显的语言讲述出来。丹者，道也，以天地灵药为材，以自身法力为火，以神魂意志为引，窃取天地造化，凝于一丸。灵妙可听得云里雾里，只觉得师尊说的每个字都好高深，听不懂，但又觉得好厉害。一旁的柳青青却完全不同，她听得如痴如醉，白皙的手指在身前无意识地比划着，在模拟着某种玄奥的轨迹。苏青云将她的反应看在眼里。好了，理论讲完，开始实践。今日炼制筑基丹。苏青云的语气平静无波，两个弟子心头却是一震。青青，处理药材，做我副手。妙可在外护法，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许进来。是。啊？哦，是，师尊。林妙可一步三回头地退了出去，关上了石门。炼丹房内只剩下师徒二人。筑基丹主要7味，辅药36味。苏青云一边说，一边凭空射起一株药材。凝血草，药性阴寒，需以离火诀第3重火后淬炼7息。话音未落，一簇橘色火焰在他掌心升腾，火焰精准地包裹住凝血草。吱吱声中，一缕黑气被逼出，药草化为一滴翠绿液体。苏青云没有讲解理论，只是动手。每处理一种药材，他都点明其药性、火候、手法。柳青青站在一旁，看得目不转睛，一双手在身前无意识地模仿着他的动作。半个时辰后，36种辅药处理完毕，化为颜色各异的灵液，悬浮在丹炉周围。到主药了。苏青云看向柳青青，你来。他指着一株通体紫色的灵草，处理这株紫阳草。我。柳青青脸色瞬间煞白，连连摆手。师尊，我不行的。他从未炼过丹，处理辅药尚且感到玄奥无比，何况是药性最刚猛的主药。行不行？要做了才知道。乖乖听话。苏青云的语气不容置疑。照我刚才的手法，以你自身法力为火，淬炼它。柳青青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她学着苏青云的样子，催动体内灵力。掌心一团淡青色的火焰摇曳着升起，火焰看起来随时都会熄灭。她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焰，去灼烧那株紫阳草。紫阳草药性至阳至刚，刚一接触到柳青青那温吞的火焰，草叶猛地一颤，嗡！一股狂暴的纯阳之力从草中轰然爆发，异变再起。生死关头，柳青青左手如穿花蝴蝶般在身前结出一个奇异而繁复的手印，那手印快的只剩下一片残影。一缕与她自身灵力截然不同，精纯温润，带着一丝造化气息的灵力从她的指尖溢出。这股力量正是排斥药力的根源。傻丫头，守住心神！苏青云的暴喝如惊雷般在他脑海炸响。那是你的天赋，不是你的敌人。别抵抗，引导他。柳青青浑身一震，剧痛和恐惧让他几乎崩溃。但师尊的声音是定海神针。左手结春露印，引动那股力量，包裹他，驯服他。他咬碎银牙，左手下意识地按照师尊的指令变换手印。那股刚刚觉醒、桀骜不驯的温润灵力，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如春风化雨，它悄无声息地渗入了狂暴的紫阳草药力之中。原本狂暴的药力，竟像是被驯服的野马，瞬间变得温顺平和，甚至带着一丝亲昵和臣服。注入丹炉。苏青云再次下令。柳青青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那股被驯服又被升华的药力缓缓推入丹炉之中。做完这一切，他眼前一黑，软软地倒了下去。苏青云一步踏出，将他扶住。当！那股融合了灵心御手力量的药力刚一入炉，整个青铜丹炉就发出一声清越的嗡鸣。炉身上一道道古朴的纹路自行亮起，悬浮在四周的36种辅药灵液像是受到召唤，争先恐后地投入丹炉，与那股主药之力完美交融。一个时辰后，当！一声仿佛来自9天之上的丹鸣响彻云霄。
炉盖冲天而起，两道璀璨夺目的金光从中飞出，浓郁到化不开的药香瞬间充斥了整个韭菜山。苏青云伸手一招，两颗龙眼大小、通体流转着宝光，丹体上浮现出天然龙形纹路的丹药落入他的掌心，丹纹如龙，宝光如日。得阶下品筑基丹，完美品质。就在丹药出炉的瞬间，轰隆！韭菜山上空风云变色，天地灵气疯狂倒灌，形成一道粗大的淡金色光柱，经久不散。霸道的药香随风飘荡，传出数十里。好浓的药香，是炼丹房的方向。正在修炼的唐云烟、洛仙等人被这惊人的异象惊动，纷纷赶来。当他们看到苏青云手中那两颗宝光流转的丹药时，全都骇然失色。去吧！苏青云没有废话，屈指一弹，两颗地阶筑基丹便分别飞向柳青青和林妙可，吞下它，就地突破。是！二女激动得浑身颤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盘膝坐下，将丹药吞入腹中。轰！轰！磅礴无匹的药力在他们体内轰然炸开，远超普通筑基丹的精纯能量，如同决堤的洪流，瞬间冲垮了他们从炼气到筑基的瓶颈。两股强大的气息从他们身上冲天而起。检测到宗门弟子林妙可突破至筑基7亿层，奖励抽奖次数+2。检测到宗门弟子柳青青突破至筑基7亿层，奖励抽奖次数+2。丁，正在10倍修为返利中，恭喜宿主获得抽奖机会 X2。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在苏青云脑海中疯狂响起，两股庞大精纯的修为之力凭空灌入他的体内。结丹3层，瓶颈破碎；结丹4层，结丹5层。苏青云的修为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路高歌猛进，最终稳稳地停在了结丹6层。他感受着体内澎湃汹涌的法力，嘴角缓缓勾起。与此同时，数十里外的西丹宗，一座常年封闭的洞府石门轰然打开，一位身穿单袍、鹤发童颜的老者猛然冲出。他遥遥望向红鸾宗所在的方向，感受着空气中那久久未曾散去的精纯药香，脸上写满了无法置信的惊骇。此等异象，此等药香，地阶灵丹出世，东元州何时出了这等炼丹宗师？韭菜山上空的金色光柱缓缓消散，但那霸道绝伦的药香却如无形的涟漪，一圈圈荡漾开来，久久不散。苏青云负手立于山巅，感受着体内结丹6层澎湃如江海的法力，神情古井无波。然而他的神识早已铺开，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了整个韭菜山外围。就在刚才，至少有5道隐晦的气息从不同的方向一触即发，有炼气的，也有筑基的，都是些探子。看来这地阶丹药的动静还是太大了。苏青云心中了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一个不入流的宗门突然炼出了能引发天地异象的地阶丹药，在旁人眼中，这不啻于一个3岁小儿抱着金砖招摇过市，不引来豺狼，那才叫怪事。他的目光落在刚刚稳固了修为，正一脸崇拜望着自己的柳青青身上。这丫头觉醒了灵心御手的天赋，对灵力的操控和亲和力远超常人，简直是天生的炼丹师和阵法师。青青，弟子在。柳青青连忙应道：你那天赋不单能用来处理药材，苏青云语气平淡，更是操控天地灵气的无上之资。随我来，为师教你阵法之道。是，师尊。柳青青眼眸一亮，乖巧地跟在苏青云身后。苏青云没有选择宗门内任何一处建筑，而是带着他来到山腰一处不起眼的山坳。这里怪石嶙峋，山风呼啸，阵法非死物，而是活道。苏青云没有拿出任何阵盘或阵旗，只是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虚化。你闭上眼，感受这里的风，感受灵气的流向。阵法便是给这流动的灵气立下规矩。他一边说，一边引动一丝法力，在虚空中勾勒出一道道玄奥的符文。这些符文并非实体，而是一种对灵气运行轨迹的引导。你来试试，用你觉醒的那股力量去梳理它们。柳青青一言闭上双眼，
学着苏青云的样子，催动体内那股温润精纯的特殊灵力。奇异的一幕发生了，他指尖的灵力仿佛拥有生命，如最温柔的溪流，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山坳间狂乱的灵气中。那些原本无序的灵气竟被他轻易地引导着，按照苏青云划出的轨迹缓缓流淌。1个时辰后，当柳青青将最后一缕灵气引入预设的节点，整个山坳的风声忽然停了。一种无形无质的波动以山坳为中心，瞬间覆盖了整座九菜山。万象弥天阵成。此阵并非杀阵或困阵，唯一的作用便是扭曲感知，反制窥探。阵法出成的瞬间，苏青云的视野中整个世界都变了。山外的景象依旧，但那几道潜伏的气息却在阵法下无所遁形，如同黑夜中的萤火虫。其中一道伪装成岩石的筑基期气息尤为刺眼。胆子不小。苏青云嘴角微翘，对一旁静立的唐云烟道：东南方300米，歪脖子松树下，有人等急了，带回来，活的。是。唐云烟惜字如金。话音未落，一道绯红的剑光一闪而逝，山外只传来一声短促的闷哼，便再无声息。不过时息，唐云烟便提着一个黑衣人返回，随手扔在地上。那人筑基期的修为被死死封住，护身法宝碎了一地，脸上写满了惊恐与不解。他甚至没看清对方是如何出手的。宗门偏殿内，黑衣人被绑在柱子上，一脸决绝。要杀就杀，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一个字。苏青云搬了张椅子，好整以暇地坐下，甚至还给自己倒了杯茶。别急着死。他吹了吹热气，你们西丹宗的云书香味道不错，就是品级低了点，闻多了容易上头。黑衣人瞳孔骤然一缩。你怎么知道？你们宗主卡在结丹巅峰快30年了吧？苏青云不答反问，语气像是在聊家常。寿元将近，心急如焚。这次我这儿闹出点动静，他比谁都急。派你来是想看看炼丹的是何方神圣，既怕得罪，又舍不得机缘，真是难为他了。苏青云每说一句，黑衣人的脸色就白一分。他感觉自己在这年轻人面前像个没穿衣服的婴儿，所有秘密都被看得一清二楚。当然，光靠你们西丹宗，怕是没胆子对我红鸾宗动手。苏青云话锋一转，声音冷了下来。狼牙宗那个老鬼应该给了你们不少承诺吧？比如事成之后单方共享。这纯粹是苏青云根据前世商业谈判的诈术凭空捏造，但落在黑衣人耳中却不亚于惊雷。他心理防线瞬间崩溃，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你全都知道了？看到他这副反应，苏青云心中便有了底。就在这时，林妙可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师尊，青云剑宗的人又来了，说是要跟我们商量结盟的大事。来得正好。苏青云笑了。大殿之上，青云剑宗的使者态度比上次恭敬了许多，但一双眼睛却不着痕迹地四处打量，言语间多有试探。此人修炼的是藏锋剑诀，功法有个缺陷，催动灵木术窥探时，左臂经脉的灵力流转会慢上1分。他在探查你的护山大阵。正说着，苏青云的脑海中响起一个清冷陌生的女子传音：是古月倾诉。苏青云心中微动，面上却不动声色。有点意思，一个凡人少女竟有这等眼力。他顺水推舟，假装起身倒茶时，手一滑，一枚玉简掉落在地。青云剑宗使者眼疾手快地扶住他，目光却在那玉简上一扫而过。地龙涎、凤血藤，全是炼制高阶丹药的珍稀灵材。使者心中巨震，再看苏青云时，发现他脸色竟带着一丝不正常的苍白，还刻意压抑着咳嗽了一声。师尊，喝茶。林妙可端着茶盘进来，脚下又是一个踉跄，茶水险些洒在使者身上。哎呦！使者急忙闪躲，林妙可却吓得小脸煞白，带着哭腔道：前辈恕罪，我只是太担心师尊了，他上次炼丹耗费了太多心神，一直在闭关养伤。他猛地捂住嘴，一副说漏了嘴的惊慌模样。使者眼中金光一闪而逝，连忙安慰道：
无妨无妨，苏宗主为宗门呕心沥血，实乃我辈楷模。既然苏宗主身体不适，那在下便不久留了，改日再来拜会。送走使者后，苏青云立刻召集了所有人。云烟持此阵盘去加固护山大阵的这3个节点。妙可轻轻将这些药粉撒在山门前的必经之路上。他有条不紊地布置着，每个人都领到了看似毫不相干的任务。是夜，月黑风高，古月倾诉悄然来到苏青云的书房。苏宗主，她依旧是那副凡人少女的打扮，神情却异常严肃。西丹宗宗主大限将至，他等不了，也赌不起。他一定会联合狼牙宗，以雷霆之势夺取丹方。他的分析细致入微，完全不像一个偏远小镇的凡人少女能有的见识。苏青云一边听，一边亲自为他斟了杯茶，状似随意地问道：“你对西丹宗似乎很了解。”古月倾诉的心咯噔一下，他垂下眼帘，掩去眸中的波澜，低声道：“在青石镇时，曾听路过的行商提起过一些仙门秘闻。”这个借口天衣无缝，但苏青云却捕捉到了他那一瞬间的僵硬。这个少女身上藏着远超她外表的秘密。他没有点破，只是点了点头：“多谢提醒，我会小心的。既然他们想来，那我便送他们一份大礼。”苏青云的眼中闪过一丝商界枭雄般的锐利。与此同时，狼牙宗深处一间阴暗的密室中，狼牙宗宗主恭敬地站在一旁，在他面前是一位身穿西丹宗长老服饰的英质老者。两人中间悬浮着一个光球，光球内赫然是红鸾宗九菜山的全息影像，每一条小路，每一座建筑都清晰可见，甚至还有灵气流动的光点在闪烁。哼，一个毛头小子也敢染指地阶丹药，不知死活！西丹宗长老冷笑一声。刚刚收到青云剑宗那边的消息，他们的探子也确认了，苏青云炼丹后元气大伤，正在闭关。3日后，新月之夜，老者眼中杀机毕露。血洗九菜山，夺丹方，取道体。夜色如墨，苏青云的书房内烛火摇曳。他看着眼前这位神情复杂的凡人少女，心中已有了决断。这个古月倾诉来历成谜，心思深沉，但其眼界与见识远非东元州这片池塘所能孕育。一个随时可能暴走的定时炸弹，放在身边远比放在暗处更让人安心。你想报仇，想拿回你的东西，单凭你自己，2年时间不够。苏青云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古月倾诉的指尖微微一颤，红鸾宗缺一个洒扫庭院的弟子。苏青云话锋一转，端起茶杯：“你可愿意？”古月倾诉猛地抬头，眸中闪过一丝屈辱与不甘。她是谁？灵月魔域的女帝，化神期的大能，让她去当一个不入流宗门的洒扫弟子。但他看着苏青云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嘲讽，没有戏谑，只有平静，仿佛让他一个曾经的女帝去扫地，和让林妙可去烧水没有任何区别。这份平静比任何羞辱都更让他感到心悸。他明白，这是苏青云给他的台阶，也是唯一的生路。良久，他垂下骄傲的头颅，声音干涩：“弟子古月倾诉，拜见宗主。”很好。苏青云点了点头，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红鸾宗的第6位弟子。他起身推开房门：“随我来。”月光下，苏青云带着他一路走向宗门后山那座不起眼的阁楼——仙法阁。当古月倾诉看到阁楼牌匾上的字时，心中不免闪过一丝轻视。一个东元州宗门的仙法阁，能有什么好东西？顶多是些玄阶功法罢了。然而当他踏入阁楼的一瞬间，整个人都僵住了。我乃是通宵万千功法精要的选功台器灵，小灵通是也。那灵动的女童声响起，一个扎着冲天辫的器灵虚影缓缓浮现。地阶法宝。古月倾诉的心神掀起滔天巨浪。她前世贵为女帝，见过的天阶法宝也不在少数，但一个宗门竟拿地阶法宝来做藏经阁的选功台，这是何等奢侈！何等暴殄天物！请走上前，将手放在石台上，我将会为你挑选一整套最适合你体质的功法。
小灵通的声音清脆悦耳。古月倾诉压下心中的震撼，眼中的轻视早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凝重。他没有上前。他是谁？他可是古月女帝，哪怕虎落平阳，他的眼界和经验也远非一个区区器灵可比。他绕过选功台，径直走向那一颗颗光球走去。烈火掌、寒冰刺、奔雷拳，一卷卷功法在他眼中划过，大多是玄阶，偶尔能看到地阶下品，品质也只能算一般。他微微蹙眉，这些功法对寻常修士而言或许是至宝，但在他眼中破绽百出。他需要一部能快速凝聚力量并且足够霸道的功法来压制体内那该死的本命魔焰。终于，他的目光停留在角落一卷布满尘埃的黑色卷轴上。焚天魔功，地阶下品，一部极其偏门的魔道功法，修炼条件苛刻，需要以自身精血为引，燃魔焰淬体，修炼过程痛苦无比，但进境神速。就是他了。古月倾诉没有丝毫犹豫，拿起卷轴转身便走。哎，这位姐姐，这部功法有缺陷，修炼起来很危险的。小灵通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古月倾诉脚步未停。危险？他这一生走的本就是最危险的路。回到宗主为他安排的境室，古月倾诉盘膝而坐，立刻开始参悟焚天魔功。以他化神期的见识，破解一部地阶功法易如反掌。不到半个时辰，他便将功法要诀尽数掌握。切！他逼出一滴心头精血，融入丹田，按照功法所载，试图引动那潜伏的本命魔焰。然而下一刻，异变陡生，那缕被引动的魔焰如同见了油的火星，瞬间失控。噗！古月倾诉俏脸瞬间惨白如纸，一口鲜血喷出，灼热的气息从他体内疯狂爆发，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赤红，经脉寸寸欲裂，仿佛有岩浆在其中流淌。该死，这魔功的缺陷竟是会引爆其他异火。他想强行中断功法，但那失控的魔焰已经彻底占据了他的身体，意识在灼烧的剧痛中渐渐模糊。就在他以为自己刚转身就要再次陨落之时，静室的门无声无息地开了。苏青云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眉头微皱，一步踏出，瞬间便至古月倾诉身后。抱元守一，清冷的声音仿佛带着一股奇异的魔力，传入古月倾诉混乱的识海。他下意识地守住最后一丝清明，一只温热的手掌贴上了他滚烫的后心。嗡！一股精纯到极致却又温润如玉的灵力涌入他的体内。这股灵力与他体内狂暴的魔焰截然不同，它不含任何属性，却仿佛能包容万物。苏青云双目闭合，脑海中《道祖传》中记载的控火秘法净莲心诀自行运转，他的灵力化作一朵无形的青色莲花，在古月倾诉的经脉中缓缓旋转。那狂暴的魔焰遇上这青莲，竟如冰雪消融，被一点点净化梳理，最终化作最精纯的火系灵气，被重新纳入丹田。治疗过程中，古月倾诉的身体在本能的抗拒，他破碎的记忆片段不受控制的在识海中翻腾。辉煌的魔功，沉浮的万魔，背叛的刀锋，陨落的星空，你究竟是谁？苏青云的声音直接在他识海中响起。古月倾诉娇躯一颤，在净莲心诀的威压下，他的心神防线被彻底洞穿，无法说谎。吾乃灵月魔域之主古月倾诉。断断续续的意念将他的前世今生被迫吐露。心腹背叛，含恨陨落，转生夺舍，再遭劫难黑云宗遗址藏有我的本命法宝灵月玉，取回灵月玉，我便能快速恢复到结丹修为。一炷香后，魔焰平息，古月倾诉瘫软在地，香汗淋漓，衣衫尽湿。他看着眼前这个神情淡然的男人，心中只剩下无尽的骇然与敬畏。他到底是谁？不但一眼看穿他的来历，竟还拥有如此神鬼莫测的控火手段。交易吧。古月倾诉挣扎着坐起，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助我取回灵月玉，我将奉上整个月灵域的秘藏地图，以及我古月倾诉的忠诚。苏青云看着他，
没有立刻回答。岳灵玉女帝，听起来很唬人，但一个需要他帮忙才能拿回东西的女帝，含金量有待商榷。不过黑云宗遗址，他本就要去一趟。可以。苏青云终于开口，但不是交易，是命令。他屈指一弹，一滴金色的血液悬浮在古月倾诉面前。立下天道誓言，以我的精血为引，我助你恢复，你为我效命100年，100年之后，你我两清。古月倾诉死死咬着嘴唇，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让他对一个结丹期修士立下天道血誓，这是何等的屈辱！但他看着苏青云那不容置疑的眼神，最终还是闭上了眼，饮过那滴精血，融入眉心。我古月倾诉，愿奉苏青云为主，效命100年。若为此事，天诛地灭，神魂俱焚。誓言成立的瞬间，苏青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和古月倾诉之间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一个曾经的化神大能当手下，这笔买卖不亏。古月倾诉走后，苏青云回到书房，却并未休息。他取出《道祖传》翻看，他总觉得林月玉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他翻到记载武玉的篇章，神识扫过，很快他的目光定格在岳灵玉的一段描述上。岳灵玉，上古仙魔战场遗址，传闻域内有一座鸿蒙未开时便存在的秘境——广寒秘境。秘境核心由一枚名为太阴神石的仙品奇物镇压，每隔1000年，神石会剥落一枚子石，名为灵月玉。苏青云的呼吸微微一滞。广寒秘境，太阴神石，他手中的这本破书似乎记录了了不得的东西。韭菜山书房，灯火通明。苏青云指尖轻扣桌面，哒哒哒。黑云宗遗址，今晚走一趟。他看向面前的2个女人，唐云烟一袭白衣，清冷如旧。他只是点头，腰间长剑的剑穗微不可察地晃了一下。古月倾诉换了身利落的黑衣，紧贴着身体，勾勒出曾经属于魔道女帝，如今却尽显青涩的玲珑曲线。他的眸子很复杂，有屈辱，有期待，还有一丝藏不住的野心。西丹宗的人应该还在。古月倾诉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黑云宗覆灭，他们第一个封锁了遗址，名义上是清剿余孽，实际上是在找东西。找你的东西？苏青云问。或许。古月倾诉没有否认。苏青云站起身，那就更快些。他的语气不容置喙。云烟，你略阵。古月倾诉，你带路。唐云烟的目光落在古月倾诉身上，一闪而逝，那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气息诡异，却被宗主留在身边。他没有问宗主的决定，他只需执行。只是握着剑柄的手紧了紧。3人身形一晃，悄无声息地融入夜色。黑云宗遗址，死寂。月光下，断壁残垣投下扭曲的影子，像一只只垂死的巨兽。空气里还弥漫着血腥与焦糊的混合气味，挥之不去。他们在那里。古月倾诉压低声音，指向曾经的主殿废墟深处。几道人影在火把的摇曳光芒中，正卖力地挖掘着一处塌陷的地面。他们身上的丹青色长袍是西丹宗的标志。忽然，古月倾诉的呼吸一滞，我的灵月玉就在那面墙的夹层里。一股若有若无的感应，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动着他的神魂。他几乎是本能的按捺不住，身影微晃，便要冲出。站住！苏青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古月倾诉死死定在原地。也就在这一刻，异变陡升，起阵！一声暴喝，废墟四周4道人影冲天起，手中阵旗挥舞。嗡！一张青色光网从天而降，瞬间将方圆100丈笼罩。光网之上，灵气流转，符文闪烁，带着一股封锁天地的气势。哈哈，等候多时了。黑云宗的余孽终于肯露面了。一名西丹宗的筑基修士从暗处走出，脸上满是得意的狞笑。埋伏！古月倾诉的脸唰的一下白了。他太心急了。
竟一头撞进了对方的圈套里。找死！唐云烟冷喝。不等苏青云发话，红尘剑已然出鞘，一道绯红色的剑光如泣如诉，带着一股红尘万丈的奇特意境，逆流而上，斩向那青色光网。吃了！光网与剑光触碰的瞬间，竟发出一声类似布帛撕裂的声响，灵光都暗淡了几分。咦，好霸道的剑意！那为首的筑基修士面露惊色，能削弱法阵灵光，此女不简单！一起上，先拿下她！3名筑基初期的修士成品自行，同时扑向唐云烟，剑光如织，剑气如虹。唐云烟以1敌3，竟丝毫不落下风。他的红尘剑意，每一剑斩出，都似乎能引动对手心底最细微的杂念。一名修士的剑招在关键时刻慢了一瞬，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暗恋的师妹。另一名修士的灵力运转出现了一丝滞涩，因为他想起了被克扣的宗门月凤。废物！一声怒喝如惊雷炸响，一股沉重如山岳的威压从天而降。唐云烟闷哼一声，剑势一滞，被逼退了数步。古月倾诉更是被压得喘不过气，双腿发软。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出现在场中，结丹期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3长老！所有西丹宗弟子瞬间大喜过望。西丹宗3长老眼神阴冷，如毒蛇般扫过场中。一个筑基4层，剑意不错，一个凡人也敢来此？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苏青云身上，眉头紧紧锁起。这个年轻人从头到尾就那么站着，神情淡然的，仿佛是在自家后院散步，装神弄鬼。3长老冷哼一声，耐心耗尽。他没有直接动手，而是神识一动，一股无形的精神风暴汇聚成一根尖锥，朝着苏青云的眉心狠狠刺了过去。对付这种故作镇定的小辈，直接摧毁他的神魂最为有效。宗主，小心！唐云烟和古月倾诉同时色变，这种神识攻击无形无相，最为阴险。苏青云却连眼皮都没抬，他只是伸出一根手指，对着身前的虚空轻轻一点，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点出一圈涟漪。砰！一声极轻的闷响，仿佛气泡破裂。那足以让任何筑基修士识海崩裂的精神尖锥，在苏青云的指尖前寸寸碎裂，化为虚无。西丹宗3长老脸上的狞笑僵住了，他只觉得自己的神识像是撞在了一座无法撼动的太古神山上，一股难以想象的恐怖力量沿着神识的联系反噬而回。噗！3长老如遭雷击，七窍同时溢出鲜血，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轰！他重重砸在远处那面塌陷了一半的断墙上，整面墙壁轰然粉碎。生死不知，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西丹宗弟子都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一指，仅仅一指，就让结丹期的3长老神魂重创，不省人事。这是什么怪物？唐云烟握着剑的手微微颤抖，美眸中异彩连连。这就是他的宗主，永远都那么深不可测。古月倾诉更是娇躯剧颤，他看着苏青云那平淡的背影，那份来自魔帝的骄傲，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碾成了粉末。他原以为自己只是暂时屈服于血势，日后总有翻盘的机会。现在他才明白，他与这个男人之间的差距不是修为，而是生命层次的鸿沟。愣着做什么？苏青云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去拿你的东西。是，主人。古月倾诉一个机灵，再不敢有丝毫杂念，飞身冲向那片废墟。他一掌拍开残存的墙体，从夹层中取出一个巴掌大小、通体银白的玉佩。灵月玉入手，一股冰凉柔和的气息瞬间涌入四肢百骸。玉佩表面绽放出皎洁如月的华光。苏青云的目光却落在了被3长老撞碎的那面墙壁之后，那里露出了一个幽深的洞口。洞口的石门上刻画着繁复的禁制，灵光闪烁。这是黑云宗主的私人密室。古月倾诉解释道，据说
连他最亲信的长老都不得入内。苏青云的视线在禁制的一角停住了，那里有一个不起眼的纹路，天元阁的密纹。他走上前，无视那足以绞杀筑基修士的禁制，手指轻轻一点，嗡！禁制光芒闪烁了几下，如冰雪般消融。洞府内不大，只有一张石桌，几卷玉简。苏青云拿起其中一卷，神识扫过。西丹宗宗主亲启，黑云宗图谋不轨，可允其征伐红鸾宗。事成之后，黑云宗30%收益，归我阁下属。证据。苏青云嘴角微翘，将玉简收起，他的目光又落在了石桌中央，那里摆放着一部兽皮古卷，封面上4个古篆大字让他心头微微一跳：太上合欢录，上古合欢宗的根本传承。走！苏青云收起古卷，当机立断。也就在此时，遗址之外传来密集的破空之声，一道惊怒交加的吼声响彻夜空。3长老的命牌碎了，快包围遗址，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西丹宗的援军到了，数十道强横的气息从四面八方将整片废墟彻底封死。宗主，我们被包围了。唐云烟神情凝重，握紧了红尘剑。无妨。苏青云看着手中的太上合欢录，神识沉入其中，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天阶功法太上合欢录与宿主功法合欢神功同源，相似度 92%， 是否开始解析融合？预计耗时3炷香。苏青云的目光穿过夜色，望向外面那一个个杀气腾腾的西丹宗修士。3炷香吗？那正好。一道刺目的剑光撕裂云层，如陨石般直坠红鸾宗山门。轰！巨响声中，山门前的白玉广场被砸出一个深坑。剑光散去，一名身穿青云剑袍的青年正负手立于坑边，脚下踩着一封流光溢彩的玉简。他没有通报，更没有拜山，那张脸上写满了毫不掩饰的傲慢。丁级宗门红鸾宗接东元州宗门联盟法旨。声音不大，却裹挟着筑基后期的威压，传遍了整个红鸾宗。唐云烟等人脸色一变，瞬间出现在山门前。阁下是何人？为何回我山门？青年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只是用脚尖捻了捻那封玉简。青云剑宗赵寻，奉联盟之命前来通知尔等参加1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他轻蔑一笑，目光扫过唐云烟、林妙可等人，带着审视货物的玩味。哦，这就是红鸾宗的全部家底了。一个筑基4层，几个炼器小辈，也好，去凑个人数，免得说我东元州无人。宗主有令，红鸾宗这种走了运才晋升的宗门，最是不知天高地厚，务必请到。毕竟每年大比总需要些垫脚石来彰显我等大宗的风采。你！林妙可气的小脸通红，却被那股威压逼得说不出话。洛仙和陈心安更是紧握兵器，眼中怒火燃烧。唐云烟踏前一步，红尘剑意透体而出，勉强抵住那份压力。红鸾宗接旨。他的声音冰冷如霜。赵寻这才抬眼，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不错的建议，可惜修为太低。在大比上，你这样的我一剑能斩3个。他说着，伸出脚，似乎想将那封玉简踢过来。就在此时，一道平静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你不用踢了。苏青云不知何时已站在那里，他缓步走来，无视了赵寻的威压，如同闲庭信步。他弯腰捡起地上的玉简，用手指弹了弹上面的灰尘。请柬，我收下了。赵寻眉头一皱，他发现自己竟看不透眼前这个男人的修为。你就是苏青云？既然收了，那就好自为之。10日后天元城见。他转身欲走。等等！苏青云叫住了他。我说了，让你等等。赵寻豁然转身，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怎么，一个丁级宗主还想对我出手不成？苏青云笑了，他环视了一圈自己那几个义愤填膺的弟子。宗门大比，正好。
我正愁我的弟子们缺少一块像样的磨刀石，你来的恰是时候。话音未落，嗡！整个红鸾宗护山大阵轰然开启，无数道流光冲天而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光罩，将整座山门彻底封锁。赵寻脸色巨变：“苏青云，你想做什么？你敢囚禁联盟使者？”苏青云没有回答他，他只是看向唐云烟四人，声音陡然变得严厉：“都看见了，这就是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傲慢、无礼，且自以为是。你们现在很愤怒，但愤怒是弱者最无用的情绪。即刻起，特训开始。”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向被困在阵法一角的赵寻：“他就是你们的第一个陪练。”而我……苏青云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一股让天地都为之战栗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是你们的教官？唐云烟只觉得眼前一花，一柄完全由灵气凝聚的长剑已经抵在了他的眉心。那剑尖吞吐的锋芒让他浑身汗毛倒竖。他想也不想，红尘剑意爆发，身形暴退。反应太慢。苏青云冰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的剑意只知盘旋，不知穿刺，空有其形，未得其神。”话音刚落，那柄灵气长剑化作漫天剑影，将唐云烟笼罩。另一边，林妙可刚要结印炼丹，一只无形的大手便扼住了他的丹炉。战场之上，谁给你时间慢悠悠的生活？用你的丹火烧我！苏青云的声音如同惊雷，在林妙可脑海中炸响。做不到，今日便没有晚饭。洛仙与陈心安二人则被一股无形的气墙死死压制。阵法、剑阵，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洛仙，你的混沌之气只会防御，不知变通。陈心安，你的剑阵只有奇形，没有杀意。合击之术是让1+1大于2，不是让你们抱在一起等死。苏青云的身影仿佛无处不在，他以一人之力同时压制着4名弟子，并且游刃有余。那被困在阵法角落的赵寻已经彻底看傻了。这是什么怪物？他引以为傲的筑基后期修为，在苏青云那深不见底的气息面前，渺小的如同蝼蚁。可恶！唐云烟银牙紧咬，一次次被击退，又一次次冲上。苏青云的每一剑都精准地刺在他剑招的破绽之处，那种感觉就像一个成年人在指点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童。不，我的剑不止于此。宗主说过，红尘剑意，斩尽红尘。我的剑意为何如此软弱？在苏青云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下，唐云烟体内的灵力被逼到了极限。他脑海中苏青云曾经传授的太上合欢路剑道精髓与自身的红尘剑意疯狂碰撞融合。某一刻，当苏青云的剑尖再次点向他的眉心时，唐云烟的眼中那抹绯红骤然亮起。斩！一声轻斥，他手中的长剑不再盘旋格挡，而是化作一道决绝的血色直线，悍然迎上。叮！一声脆响，苏青云的灵气长剑寸寸碎裂，一股远超之前的灵力剑意从唐云烟体内轰然爆发。那道绯红色的流光在他周身盘旋，发出清越的剑鸣，竟让空间都泛起涟漪。筑基5层！唐云烟睁开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法力，以及那道凝练如实质的红尘剑意。他望向苏青云，清冷的眼眸深处映着一抹化不开的炽热。宗主，我悟了。苏青云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叮！弟子唐云烟在宿主高压指导下顿悟，突破至筑基5层，恭喜宿主获得10倍修为返利。也就在此时，呀！炼丹房方向传来林妙可的一声惊呼，一股炽热的浪潮席卷而出。只见一缕青色的火焰如同一只骄傲的鸾鸟在丹炉上方盘旋飞舞。宗主，宗主，你看！林妙可激动地冲了出来，掌心托着那团青色火焰。我的火，它不一样了。在苏青云的极限压迫下，他的丹火竟意外蜕变，进阶为传说中的青鸾真火。
叮，弟子灵妙可丹火进阶，修为突破，恭喜宿主获得10倍修为返利。紧接着，洛仙所在的密室，一股混沌难明的气息轰然爆发，他体内的第2层封印应声而解。陈锡安的院落里，7柄无形之剑组成剑阵，杀意纵横，威力比之前强了10倍不止。叮，弟子洛仙修为突破至炼气9层巅峰。叮，弟子陈锡安悟出7星杀阵，修为突破。一股股精纯磅礴的能量疯狂涌入苏青云的丹田气海，他的境界如同坐上了飞舟，一路飙升，结丹1层，结丹3层，结丹5层，最终稳稳停在了结丹6层的巅峰。苏青云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他看向阵法角落里那个已经面如死灰的青云剑宗使者赵寻。特训结束，他随手一挥，困住赵寻的阵法散去。你可以走了。赵寻双腿一软，几乎瘫倒在地。他看着气息暴涨的唐云烟4人，又看了看深不可测的苏青云，眼中只剩下恐惧。滚回去告诉你家宗主。苏青云的声音冰冷刺骨，红鸾宗会准时到场。另外，他屈指一弹，一道剑气没入赵寻体内。噗！赵寻喷出一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下去。这是毁我山门的代价，再有下次就不是一座山门这么简单了。赵寻连滚带爬的御剑飞走，狼狈的像条丧家之犬。启程的前一夜，月色如水，苏青云正在书房擦拭一枚代表宗门的玉符，一道纤细的影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是古月倾诉，天元阁的裁判有一个叫陆远的，你要小心。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丝冷意。我在黑云宗时亲眼见过他与黑云宗宗主在密室中修炼一种双修功法，他的身上有黑云宗功法的气息，很淡，但瞒不过我。苏青云擦拭玉符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抬起头，眼底闪过一抹冰冷的寒光。正好，黑云宗的账，天元阁的债，这次一并清算。次日，红鸾宗山门大开，一艘小巧精致的飞舟腾空而起，载着苏青云与4位战意盎然的弟子，朝着东元州中心疾驰而去。山谷之外，杀气冲霄，数十名身着丹青色道袍的修士将山谷唯一的出口围得水泄不通，剑拔弩张，凌厉鼓荡间，空气都为之扭曲。为首的一位老者面色阴沉，目光死死锁定在谷口的3道身影上。此人正是西丹宗大长老，结丹后期的修为展露无遗，其身后皆是宗门内的精英弟子，个个修为不俗。苏青云，你毁我宗门根基，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大长老的声音裹挟着凌厉，震得山石簌簌作响。被围在中央的正是苏青云、唐云烟与古月倾诉3人。古月倾诉脸色发白，面对如此阵仗，他几乎连握住法器的力气都没有。唐云烟则好上一些，手持长剑，神色凝重，剑意在身周流转，随时准备拼死一战。退后。苏青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二女耳中，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安定感。他从容地向前一步，将他们护在身后。也就在这一步踏出的同时，他心念微动，识海中系统面板上的进度条终于走到了尽头。叮！太上忘情录与合欢真解解析融合完毕。苏青云并未理会，只是随手在身前一划，一道肉眼几乎不可见的透明结界瞬间成型，将3人与外界的杀机彻底隔绝。不知死活，给我破！西丹宗大长老见状，怒喝一声，双手掐诀，一柄燃烧着碧绿丹火的长刀凭空凝聚，带着焚山逐海之威，朝着那看似薄弱的结界悍然斩下。这是他含怒而发的全力一击，自信便是一座小山也能劈成2半。然而那碧火长刀斩在结界之上，却如石沉大海，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激起，便悄无声息地湮灭了。大长老眼角狂跳，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怎么可能？他结丹后期的全力一击，竟被对方随手布下的结界如此轻易地化解了。就在他惊疑不定之际，苏青云的识海中系统的提示音终于落下。叮！恭喜宿主成功融合功法，
创造出天阶上品功法合欢神功。一股前所未有的玄奥法门涌入心头，苏青云双眸之中仿佛有日月星辰在生灭轮转。他之前因为强行解析功法而略有消耗的灵力，在这一瞬间不仅尽数恢复，反而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暴涨。阵法不错，可惜是死阵。苏青云的目光扫过西丹宗众人组成的战阵，淡淡开口。他抬起一根手指，对着前方轻轻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微不可察的灵力波动一闪而逝。下一刻，西丹宗数十名精英弟子组成的战阵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拂过，冲在最前的十几人身躯巨震，口喷鲜血，如同断线的风筝倒飞出去，瞬间阵型大乱。你！大长老瞳孔骤然一缩，他骇然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气息竟在这一呼一吸之间变得比方才更加深不可测。原本只是结丹中期的修为，此刻竟一路攀升，稳稳地停在了结丹大圆满的境界。在战斗中修为暴涨，这是何等妖孽的怪物！一股寒意从大长老的脚底直冲天灵盖，他来不及思考，转身便要遁走。现在想走，晚了。苏青云的声音仿佛来自九幽，带着一种玻璃七情六欲的淡漠。他看着大长老逃遁的背影，施展出了刚刚领悟的神通太上忘情。一语落下，一道无形无质的力量跨越空间，直接印入大长老的识海。正在急速飞遁的大长老身体猛地一僵，双目瞬间失去神采，变得空洞茫然。他脸上的惊恐、愤怒、不甘等所有情绪在这一刻尽数褪去，只剩下如木雕泥塑般的死寂。整个人从半空中直挺挺的摔落，神魂已然遭受了毁灭性的重创。整个山谷刹那间死寂一片。剩下的西丹宗弟子看着倒地不起、气息全无的大长老，又看了看毫发无伤的苏青云，手中的兵刃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竟连逃跑的勇气都提不起来。而就在此时，一直站在苏青云身后观战的唐云烟眼中忽然迸发出璀璨的金光。他看到了那一指破阵的血意，感受到了那言出法随的霸道，困扰他许久的瓶颈在这一刻豁然开朗。原来这才是红尘。唐云烟喃喃自语，手中长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一股锋锐无匹的剑意冲天起，搅动风云。山谷中的落叶、飞花尽数化作剑气，环绕在他周身，最终形成一朵绚烂的红尘剑莲。他的红尘剑意在目睹了这场碾压式的战斗后真挚大成。一旁的古月倾诉已经彻底呆住了。他先是看着苏青云弹指间覆灭强敌，又看到唐云烟只是观战便当场顿悟，这等神仙手段让他心中最后的一丝侥幸和不甘也烟消云散。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奉上一张古旧的兽皮地图，声音颤抖：宗主神威盖世，此乃我黑云宗历代守护的秘藏地图，今日倾诉愿献给宗主，只求能追随宗主左右。苏青云瞥了一眼那地图，又看了看满地狼藉的西丹宗修士，神色平静。收起地图，走吧。他转身带着二女从容离去，仿佛只是随手拍死了几只苍蝇，只留下身后一片死寂和跪地臣服的黑云宗残余。回到红鸾宗后，苏青云将简化后的太上合欢录传给了唐云烟。这门功法虽不及合欢神功玄奥，却也远超寻常天阶功法，且极为契合他的红尘剑意。唐云烟得此神功如获至宝，加上顿悟之后心境通明，修炼起来一日千里。仅仅3天时间，他便接连突破，从筑基后期一跃踏入了结丹初期，随后更是一鼓作气，稳固在了结丹2层的境界。也就在唐云烟修为稳固的瞬间，正在静室打坐的苏青云体内猛地传来一阵轰鸣，叮！弟子唐云烟修为突破，触发20倍修为返利，恭喜宿主修为提升，当前境界元婴初期。一股比之前庞大100倍的精纯灵力洪流自虚无中诞生，疯狂涌入苏青云的四肢百骸。他体内的金丹发出咔嚓一声脆响，随即碎裂开来，一个与他面容一般无二的迷你元婴在丹田中缓缓凝聚成型。元婴一成，天地变色，整个红鸾宗上空灵气倒灌，风起云涌，紫气东来3万里，
无数玄妙的道运法则交织，形成一幅壮丽无比的画卷。叮！检测到宗主修为突破元婴境，宗门获得海量积分。宗门护山大阵自动升级中，升级完毕。当前等级可抵御元婴期全力一击。随着系统提示音，笼罩着红鸾宗的护山大阵光芒大放，变得愈发凝实厚重，一股磅礴浩瀚的气息弥漫开来。这惊人的异象不止笼罩了红鸾宗，其浩瀚威势甚至传出了万里之外。就在这漫天异象缓缓消散之际，两道身影自远方天际疾驰而来，最终落在了红鸾宗的山门之外。正是之前来访的那位仙盟元老与他的孙女燕儿。老者抬头望着红鸾宗上空尚未完全散去的祥瑞紫气，感受着那股连他都感到心悸的阵法波动，抚着胡须的手僵在了半空中，脸上写满了震撼。爷爷，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动静？这异象比我们家老祖突破时还要惊人。少女燕儿瞪大了眼睛，小嘴微张，满脸的不可思议。他们本是路过此地，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天地异象所吸引。一位新晋元婴竟能引动如此异象，这红鸾宗内究竟是何方神圣？不等二人上前，一道身影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山门前，正是刚刚稳固境界的苏青云。晚辈苏青云见过前辈。苏青云神色平静，拱手一礼：“你就是此地宗主？”老者李长空收敛心神，目光如炬地打量着苏青云，暗自心惊，后生可畏，当真后生可畏啊！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那恐怖异象的中心。不错，不知前辈来我红鸾宗所谓何事？苏青云打量着眼前老者，开口询问。此人身上并无恶意，否则他不会如此客气。老夫李长空，仙盟元老之一。老者捋须轻笑道：“此番前来是为我那顽劣的孙女。”他看向身后的少女道：“燕儿，你不是对这宗门的考核好奇吗？去试试看，能踏几层？”被称为燕儿的少女闻言，俏皮地吐了吐舌头，娇声道：“好嘞，爷爷，那我去了。”少女说完，便迈步朝着登天梯走去。片刻后，她从10层天梯上下来，小跑到老者身旁，嘟着嘴巴说道：“爷爷，上不去了。”“哈哈，现在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吧？”老者朗声一笑，摸了摸自己孙女的脑袋。少女哼唧一声，把头扭向一旁，口中嘟囔道：“不可能，我每次考核都是第一，从来没有这么差的时候。”随后，少女的目光看向苏青云，认真问道：“请问，你这红鸾宗的入宗考核究竟考的是什么？”“无关天赋，考核的是缘，与我红鸾宗的缘分。”苏青云平静道。“缘分？好奇怪的考核方式。”少女一脸疑惑。“那若是天灵根的天才，缘分不够，你也会拒绝吗？”少女好奇问道。“不错，登不上60层，别说天灵根，即使是混沌体，我一样不收。”苏青云淡然道。少女眨了眨眼睛，又问：“那如果通过的人没有灵根，甚至又老又穷，你也会收吗？”“我红鸾宗的弟子不看资质，只看重品性缘分，除此之外，任何外物皆可抛弃。哪怕没有灵根，只要有缘，为人正直，我红鸾宗依旧欢迎。”苏青云的声音依旧淡然。“好一个不看资质！”一旁的老者开口了，看着苏青云赞叹道：“年纪轻轻却能有此等胸襟，日后成就绝不低于我们这些老家伙，老朽佩服。”“谬赞了。”苏青云谦逊道。“无需谦虚。”老者继续道：“老夫行走天下1000年，见过的宗门势力无数，招收弟子无外乎天赋、钱财、背景3样，唯独你红鸾宗仅凭缘法2字，实属罕见。”少女也点点头：“我也是第一次见，因此对你挺有好感的。”苏青云笑了笑道：“前辈此来应该不只是为了让我解惑吧？”“哈哈，确实不是。”老者抚须一笑道：“老夫来此主要目的是想邀请你红鸾宗加入仙盟。”“哦，仙盟？”苏青云闻言道：“不知加入仙盟对我红鸾宗有何好处？”老者神秘一笑道：“元婴级势力，放眼天下，几乎没有不入仙盟者。入了仙盟，不管是购买仙法丹药，还是贩卖采集资源，
都可走仙盟渠道。最重要的是，一旦加入仙盟，便代表你已被认可，未来你红鸾宗扩展领地都不会受到限制。老者说完，看着苏青云，等待他做出决定。他相信这个世间没有人会拒绝加入仙盟。然而苏青云脸色平静，反问道：既然加入仙盟有这么多好处，那想必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吧？老者微怔，点头道：自然，加入仙盟每年需上缴宗门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会费。金丹级势力每年需上缴5成，元婴级势力每年需上缴4成，化神级势力则为3成。若能进入仙盟32强，便只需1成了。闻言，苏青云心中了然，这哪里是加入仙盟，分明是缴纳保护费。见苏青云脸色微沉，老者又补充道：你别看每年需支付这么多，但好处也是实打实的。比如遭遇强敌，可发布悬赏请仙盟强者出手；比如宗门发展，可依附于更强的势力寻求庇护；比如宗内天才，可送往顶尖宗门进修。总而言之，这些资源买的是一份安稳，一张保命符。苏青云闻言沉默片刻后，突然抬眸道：如果我拒绝呢？拒绝？老者微微一愣，似乎没想到苏青云会拒绝。拒绝入盟，在你宗门弱小时倒也无妨，但以红鸾宗的潜力，迟早会做大做强，届时便会成为某些强大势力眼中的异类与肥肉，他们将有正当理由将你宗门一口吞下。老夫正是因此才提议你入盟，虽收益少了些，但保住根基，方为上策。老者缓言劝道。苏青云微微一笑，道：多谢前辈指点，但我心意已决，我红鸾宗不入仙盟。他这句话中气十足，语气坚决，掷地有声。老者轻叹一声，显然也不知道该如何再劝。倒是他身旁的少女对着苏青云竖起了大拇指，道：有志气，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嘿嘿。其实我也挺不喜欢仙盟那气氛的。叶儿，休得胡言！少女的话还没说完，立刻被老者低声喝断。知道了，爷爷。少女吐了吐舌头，调皮地回答道。老者无奈地摇了摇头，满眼都是宠溺。苏青云看着这一幕，淡然开口：若二位无处可去，或厌倦了外界纷扰，我红鸾宗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老者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几声。他来邀请苏青云加入仙盟，没想到苏青云还反过来邀请他加入红鸾宗，倒反天罡了，属于是。我呢？不欢迎我吗？见苏青云忽略了自己，少女顿时急忙跳了出来，嚷嚷道。苏青云看她一眼，笑道：任何人都欢迎。这少女竟然还是天灵根呢。姓名李诗嫣，年龄16，修为炼气9重，灵根天灵根，体质先天灵体，宗门忠诚度好感度20。16岁的炼气9重，足以秒杀东元州一切天才了。就连云天宗如今的少宗主柳嫣然，也不过才炼气6重。而且李时嫣刚刚对红鸾宗的好感度才10，只能登10层天梯，现在谈话一下之后，竟然就涨到了20，有潜力。既然如此，老夫就先告辞了。老者笑呵呵地朝苏青云拱手道：期待与你再次相遇。说完，他转身带着李时嫣一起离去。行至半空，他又突然停了下来，回过头道：仙盟之中，此刻并无你红鸾宗的信息。老夫游历天下，恰好来到此地，听说了你红鸾宗的事迹，提前邀请你而已。听说你与那凌霄宗有怨，那想来你的信息过不了多少时日，仙盟便会知晓，到时候还会有人前往邀请你。只是那个时候，老夫不确定来人的态度如何了。说完这番话，他和李时嫣消失在虚空深处。态度？苏青云看着天边，脸上露出一抹轻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礼相待，我自不打笑脸人。可若是强势威逼，那也怪不得我不把其当人了。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强者为尊。9天之上，一艘朴素无华的飞舟划破长空。爷爷，我记得你平时对外人话很少的，
怎么今天话这么多了？坐在非洲之中，李师烟歪着脑袋问道。呵呵，看到那红鸾宗，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情。老者笑道，目光中流露出一丝追忆。他不记得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已经快忘记了那时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是修仙开拓时期吧。以前我听说爷爷很久很久以前也建立过一个宗门，好像也收天资不高的人，后面不知怎么又解散了。爷爷可以跟我说说以前的事情吗？李师烟一双乌黑明亮的眸子盯着老者，满怀好奇道。闻言，老者眼中闪过一丝暗淡。他看了看身旁的少女，本不想告诉她，可想起未来的路，心中轻叹一声道，很久很久以前，这片大地没有修仙者，世人还处于蛮荒时代。黑暗的时代中，人类是何等渺小，万兽皆以人类为食。人们前赴后继，终于开创出了修仙之法，可以获取更强的实力，守护人族。经过漫长的年代，人族的仙路终于璀璨了起来，也终于立足在大陆上。之后便是仙路开拓时期，爷爷正是那个时候出生的。所有的人族集一切力量，无数人以身试路，终于完善了通往更高境界的仙法，将第一批人送到更高的层次。后来人族君临天下，万千妖族皆俯首，人族迎来了最巅峰的时刻。宗门积分加50，宗门积分加10，宗门积分加40。一大早，苏青云连续收到了3条积分增加的信息。我记得昨天他们都没有接取任务，难道？苏青云心神微微一动，将弟子的信息调取了出来。姓名陈心安，年龄18，修为炼气5重，体质凡剑之体，宗门忠诚度、好感度97，姓名林妙可，年龄16，修为筑基4层，体质上品阴顶体，宗门忠诚度、好感度97，姓名古月青素，年龄16，修为炼气1重，灵根魔灵根灵月魔焰，体质天魔之体，宗门忠诚度、好感度92。一夜之间，3位弟子修为全部突破。陈心安突破到了炼气5重，林妙可也紧随其后，达到了筑基中期。最让苏青云诧异的还是木灵仙，短短1天他就炼气成功了，其速度不亚于陈心安。这就是天魔之体吗？果然强大。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进来。苏青云抬头道。大门轻轻地推开，陈心安走了进来。他一进来就恭恭敬敬地跪在了地上，双手奉上一沓纸张。苏青云满头疑惑，伸出手接过其手中的纸张。请假申请书。苏青云看下去，总有8张，足有上万字。一个请假申请书要写这么多字？苏青云看向陈心安道，这是何意？陈心安恭谨地回应道，回禀师尊，这是弟子的请假书，弟子有事要外出几日，特意向师尊申请。请假需要写这么多字吗？苏青云满头疑惑。陈心安点了点头，师尊有所不知，凌霄宗的规矩，弟子要请假需要写至少1万字的申请书，而且还不一定批准。师尊请放心，弟子虽然已经请假，但事务已经全部交代，今天招收弟子的任务由萧炎师弟代替。弟子的100棵灵草已交由灵犀师妹代为照料，不会影响宗门的一切事情，还请师尊允许弟子的请假申请。说到这里，陈心安重重一拜，额头贴地，表示恳求。苏青云，不是，请个假而已，有必要搞这么严肃吗？请假申请书字数多的真的可以凑成了一本书，难怪叫申请书而不是申请表。红鸾宗不是凌霄宗，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也不是监狱，更加不会限制弟子自由。你们要请假，无需写什么申请书，只需告诉我一声，如果有紧急事情，甚至无需我同意，就可以离宗。苏青云摆了摆手，说道。师尊。陈心安抬头，神色震惊。请假原来可以这么简单，他刚刚还担心师尊不会答应呢。他的心中已经默念了一大堆的话，
求都要求师尊同意，结果一个字还没有说，师尊就答应了。怎么，不想请假了？苏青云笑道：不，弟子谢过师尊恩典。陈心安激动不已，你等下离去之前，将请假的规则补充在宗门律条上，下次谁要请假，告知我一声即可。苏青云摆了摆手，说道：是。陈心安躬身退去，心中满是感激，宗门忠诚度再次提升1点，达到了98点。片刻之后，陈心安走下了山，目光看向远方，一只手紧紧握拳，眼中露出了一抹深深的仇恨。爹娘，感谢师尊的栽培，孩儿如今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替你们报仇了。青石镇东南方向86里处有一小镇，名为黄土镇。黄土镇的后山，陈心安跪在2个墓碑之前，泪流满面。爹娘，孩儿不孝，没能让你们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孩儿遇到机缘拜入红鸾宗，如今已经成为了修仙者。1年前你们死不瞑目，孩儿没有马上为你们报仇，不是孩儿惜命，是孩儿那时没有能力，不得不隐忍。要是孩儿死了，你们的仇就永远无法报了。现在孩儿有了足够的实力，一定会让那欧阳家付出惨痛的代价，为爹娘报仇雪恨。欧阳家，你们给我等着吧。陈心安眼睛血红，拳头捏得嘎吱作响。他在坟前跪了足足1夜，直到天明之时才缓缓起身。一股强大的杀意和煞气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令四周草木摇曳。爹娘，孩儿为你们报仇去了。陈心安擦掉眼角泪痕，对着父母坟墓深鞠了一躬，而后毅然离去。黄土镇欧阳府，此刻的欧阳府张灯结彩，热闹不已。府内一阵锣鼓喧哗，鞭炮齐鸣，一场寿宴正在召开，宾客满堂，人数众多。在一间装饰无比奢华的院落中，此刻院内聚集了数十位衣着鲜亮的男女，各种奇珍珠宝堆砌在四周，显赫非常。欧阳老爷子坐在主座上，脸上洋溢着喜悦之色。哈哈，今天是老夫60岁大寿，诸位能够赏脸前来，真是蓬荜生辉啊。他抚摸胡须，满是笑容，看着下方的宾客，祝欧阳老爷子福如东海，长命百岁。众人纷纷拱手恭贺。哈哈，好，好，好。欧阳老爷子连连点头。随后他话锋一转，朗声说道：这次我60大寿，能有如此多的贵客前来庆贺，实在是三生有幸。我欧阳家能否更上一层楼，还得靠大家的支持。今天我特地备下美酒佳肴，希望大家尽兴。欧阳家是黄土镇最富的地主，财富丰厚，族中有不少产业，即使放眼青石镇，也是排得上号的财主。因此他的大寿来的人自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者是商贾、富户、修士。啪！酒杯落地的声音清脆悦耳，却透露着一抹阴寒。欧阳老爷子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看向下手处，脸色难看。老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陪您，那是一位穿着朴素的妇女，看模样是府内的仆人。此刻他浑身颤抖，双腿不停哆嗦着。谁都知道欧阳老爷子脾气暴躁，动辄打杀下人。去年寿宴便是有个下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茶杯，当场被活活打死。其丈夫过来理论，也被当街打死。平日里他们这些仆人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哪句话不合适，惹怒了老爷。老爷，我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等着我回去喂奶。那妇人顿时吓哭了，不停磕头求饶，额头磕得砰砰响，都磕出血来了。但是欧阳老爷子丝毫不为所动，冷漠至极。拉出去埋了。他冷酷无情地吐出一句话，便轻易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是，立刻冲出来2个粗壮汉子，将那女子拖了出去。老爷，饶了我，我不能死孩子还在等我回去。那妇人凄惨地喊叫着，只是任凭她如何挣扎，都逃脱不了被拉走的命运。欧阳老爷子眼皮子都未抬一下，仿佛那妇人是死是活，与他毫不相关。好啦，宴席继续，诸位请开怀畅饮。欧阳老爷子摆了摆手，露出了笑容，
仿佛刚刚那一幕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呵，场内的众宾客也纷纷端起桌上的酒杯，觥筹交错起来，欢声笑语响彻全场。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仆人的命，那是命吗？不过就是才死一个蝼蚁罢了。这个世界，强者就是可以为所欲为。砰砰！突然，门外传出2道声响，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轰鸣。刚刚那2个拖走妇人的壮汉全部都倒飞了进来，吐血不止。原本还谈笑风生的众人顿时一愣，纷纷朝着大门口望去。欧阳老爷子也皱起眉头，脸色有些难看。怎么回事？一道身影自大门口出现，一只手举起一个被黑布包裹着的巨大物品，就这样走了进来。同时，淡淡不带感情的声音传响在院子之中：欧阳府大寿，陈新安前来送礼。砰！陈新安将手中举起的重物猛地砸在地面上，震得院子嗡嗡作响。这一幕引起无数人注意，众人皆看向陈新安，议论纷纷。陈新安，这谁啊？这黑布下是什么东西？就刚刚落地那一下，怕是上千斤了吧？上千斤？他刚刚是不是一只手举起来的？看这模样，来者不善啊！混账东西！欧阳老爷子勃然大怒，指着陈锡安吼道：“你算什么玩意？敢来我欧阳家捣乱，找死！上，杀了他！”他身边的4位护卫顿时拔刀出鞘，一步跨出，枪！金铁交击的声音传遍全场。他们4人挥舞兵器砍在陈新安身上，竟然无法伤到其半根汗毛。砰砰砰砰！陈新安抬手拍去，一掌一个将这4人拍翻在地，口吐鲜血，昏迷不醒。一群宾客见状大吃一惊，纷纷往后退了几步。哼！欧阳老爷子冷哼，站了起来，看向陈新安，神色凝重。刚刚陈新安表现出来的力量绝非凡人，来者竟然是一位炼气士。只有修仙者才能无惧凡人兵刃，拥有碾压凡人的强大实力。不过他依然不惧，欧阳府能够屹立几十年，怎么可能没点底蕴？不说别的，就连他本人也是一位修仙者。你到底是何人，敢来我欧阳府撒野？欧阳老爷子冷喝一声，身体微微弓曲，做好准备攻击姿态。呵呵，陈新安咧嘴轻笑一声，眼眸中闪烁一缕凶光，冷冽无比。杀你的人，狂妄小辈！欧阳老爷子怒斥一声，脚下一跺地面，纵身跃起，一记鞭腿扫向陈新安的脑袋。炼气4重，呼空气都变得凌厉，似乎能够撕裂空间。这一招名为鞭腿断魂，乃是欧阳老爷子成名的武技。虽然仅仅达到入门境界，但是威势惊人，寻常修仙之人根本挡不住。不过在陈新安眼里仍旧不值一提。唰！面对欧阳老爷子的这一招，陈新安只是伸手抓住，用力一甩，砰！一声闷响响起，欧阳老爷子横飞了出去，重重摔在了主位上。他满脸愕然，呆呆地看着陈新安，一副见鬼的神情。你炼气5重，好年轻的炼气5重！欧阳老爷子瞪圆了双眼，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要知道，他今年已经60岁了，花费了无数资源，才勉强踏入炼气中期。可陈新安看起来不足20岁，竟然达到了炼气5重。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欧阳府什么时候得罪了你这等人物？欧阳老爷子脸上的神色终于变得凝重无比，沉声问道。他一生行事小心翼翼，很有眼力劲，绝不会得罪他得罪不起的人，特别还是一位如此年轻的天之骄子了。我是谁？欧阳衰，你这么快就不认识了？陈新安嗤笑一声，迈步走到中央处。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欧阳衰一愣，满脸疑惑。周围众多宾客也都一怔，有人疑惑，有人不解，就是记忆中始终找不到关于陈新安的印象。我爹娘就是被你坏人打死的。陈新安缓缓开口，语气森然而冰冷。你父母？欧阳衰还是皱眉，想不起到底是谁。他杀的人太多太多了，仆人做错一点事就杀，心情不好随手杀，心情太好也杀。
不过他杀人虽多，但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杀的都是下人，那些人不过贱民，根本不可能找他报仇。1年前你59寿宴也是在这里，有个妇人不小心打碎了你的茶杯，你可记得？那是我娘，我爹找你说理，也被你当街打死，我就是你当初眼中不屑杀之的蝼蚁。陈心安冷冷开口，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啪！欧阳衰浑身剧颤，像是遭受雷劈一样，顿时想到了什么，失声叫道：是你？怎么可能？1年前你不过是羸弱不堪的凡人，短短1年，你怎么可能修炼到了炼气5重？他不相信，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1年，凡人到炼气5重，开什么玩笑？你没有想到吧？1年前你看不起的蝼蚁，今天会来找你报仇。陈希安冷漠开口，眼中迸射出骇人寒芒，杀意弥漫，令人窒息。今日这份大礼，你欧阳衰不接也得接下。陈心安手一挥，黑布被他掀开，露出了里面的礼物。当看到这份礼物的时候，周围众人皆是脸色骤然大变，目瞪口呆。那是一口铁制的棺材，大寿之时送上一口棺材，这是不死不休之局啊！闲杂人等立刻出去，3息之后留在院中的人都得陪葬。陈希安声音低沉，仿佛来自九幽地狱，充满杀机。哗啦，话音落下，整个欧阳府内瞬间陷入一片寂静。跑！一些丫鬟仆人瑟瑟发抖，迅速低着头跑了出去。而陈心安并没有为难这些人，毕竟这些都是无辜之人，冤有头债有主。他虽此刻杀心暴涨，但也绝不是滥杀无辜之人。只是有位富商要离开之际，却突然被一颗石子击中大腿，倒在地上哀嚎。咔嚓，扑通，他惨叫着，捂着大腿躺在地上抽搐。1年前我爹娘被打死时，你在旁边大笑，我怎么会忘记？陈心安目光冷冽，宛如万载玄冰，散发着刺骨寒气，让人胆战心惊。这一幕，另一些人浑身大颤，因为1年前他们也在场，如今日一般喜笑颜开。昔日，他们笑看着那些仆人被打死，如同欣赏一个个闹剧般。现在该轮到他们了吗？诸位，你们难道要跑吗？欧阳衰突然开口了，眼睛一眯，盯着那些宾客。这小子短短1年就修行到了炼气5重，不是得了逆天机缘，就是获得了无上仙法。你们各位都是各地翘楚，要么身怀绝技，要么有强大护卫在旁。我们这么多人，难道还怕他一人吗？只要杀了他，他身上的机缘与仙法，我等可以平分，岂不妙哉？欧阳衰冷声开口，诱惑道：诸位，你们都是一方豪杰，何必害怕区区一人？听了他的话，那些宾客先是犹豫了一番，紧接着便动容了。是啊，陈心安再强，也只是一人罢了。如果有逆天仙法，那他们就发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炼气5重是很强，但在场的炼气修士也不少，其还没有到无敌的程度。欧阳家主所言甚至，我等联合起来，必定能杀了他。没错，只要我们团结，他绝不可能活命。闻言，其余宾客纷纷开口附和，眼中闪动贪婪的光芒。看着周围众人的目光，陈心安的脸色也是越来越冷。本来只是想着教训你们，看来现在你们是自寻死路了。上，杀了他，他再强也只是一个人罢了，我们这么多人围也围死他了。上，杀了他，夺取仙法，扬名立万。杀！一声声暴喝，众人纷纷扑杀上来，将陈心安包裹。轰隆，轰隆隆，恐怖的灵力波动肆虐，席卷全场。刹那间，木屑纷飞，尘土飞扬。修仙世界，强者至上，因此这些富商政要心中也明白，钱财虽重要，但也需要实力守护。因此他们自己都修过仙法，即使那仙法是黑市买的，质量拉胯，但毕竟他们有钱，可以花钱去宗门买丹药，提升修炼速度。而且他们修炼时间也不短了，用时间也可以耗出一些修为，所以这些人基本都有修为在身，
修为高的几人甚至与欧阳衰一样达到了炼气4重，还有一些人本身修为低，只有1、2重，但是他们出行在外，会重金招聘一些宗门弟子为自己护卫。这样一来，就导致在场的数十人当中皆有一定修为在身，甚至还有一些护卫没有入场，如今听到动静纷纷赶来。砰砰砰，一阵猛烈撞击声传来，陈心安脚步一动，化作残影，直接冲进人群当中。每次出拳必有人惨呼一声，被打得横飞而起。砰砰砰，几乎瞬息之间就有3名护卫被陈心安打翻在地，口吐鲜血。他一脚踩在最靠近自己的那人胸膛之上，冷冷开口：我爹娘的仇无人伸手，那就我自己亲手来讨。说完，他又是一拳打出，打在另外一人的胸口上，震断对方肋骨，令对方口吐鲜血，彻底昏死过去。挡我复仇者，杀无赦！陈心安目光扫视全场，淡淡说道：杀！一声暴吼，众人齐齐冲向陈心安。这些人都已经红了眼，更加疯狂起来。陈心安越强，其仙法便越逆天，那他们的报酬也更加丰厚。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所谓的恩怨情仇，有的只是眼中的一抹癫狂。杀了他，抢夺仙法，杀！这一念头在每个人脑海中疯狂滋生，越演越烈，以至于所有人都忘记了思考，没有发现那始作俑者此刻正悄悄地躲在人群的角落，避而不战。欧阳衰躲在人群最后，看着混乱的场景，嘴角泛起阴险的微笑。杀吧杀吧，杀得越开心越好。若你们真杀了这小子，以为你们可以得到仙法，若你们被这小子杀了，那你们的资产将全部被老夫吞并。欧阳衰心中兴奋无比，眼神愈发狠毒起来。在他眼中，不管出现何种结局，他都是唯一赢家。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等陈心安被这些人杀死，或者这些人被陈心安杀死。这一刻，他心中激动无比，感觉自己距离梦寐以求的巅峰已经很接近了，只需要再推波助澜一把便足够。红鸾宗一大早，山门处便排满了长队，等着考核时间的到来。红鸾宗的名气也一传十，十传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兴起的原因及势力啊，要是早点加入，那可是元老级弟子了呢。嘿嘿，1个月前在百宗会，我就知道这红鸾宗未来不凡，必定飞黄腾达，就是1个月30两银子太贵了。切，当时你可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些人中，就你最贬低红鸾宗好不好？入宗免费，炼气期9重仙法全免费。真的假的？1个月区30两银子而已，在别的宗门仙法第1重都买不起呢。就是这天梯太难了，2天了我才登上10几层，要是可以花钱买入宗名额就好了。你有钱了不起啊？那些大宗门入门好处费全被你们这些人惯的，要价1年比1年高了。卧槽，不限制考核年龄，尊都假都，别的宗门只收20以下的，说年龄大了根骨定型了，逆天了啊，赶紧叫我家老大爷来。众人议论纷纷，皆在讨论着红鸾宗。洛仙看了看时间，大喊一声道：考核时间到。话音刚落，山门处的人潮便停止议论，纷纷冲上台阶，仿佛饭点到了100米赛跑冲向食堂的人们一般。山顶，苏青云闲来无事，翻开积分商城，查询了一下这些天弟子兑换的一些物品详情。黄土镇欧阳府，灵气纵横，喊杀声、爆炸声、惨叫声、怒骂声交织成一片。外面一众人看着欧阳府，皆无人敢靠近，生怕被波及而死。府内，陈心安宛如战神，手持大铁棍，将一名又一名围杀者击倒在地。砰砰，双臂挥舞间，一套打狗棍法打出，空气炸响连连，如同惊雷滚动。一个个人从他身边倒飞而出，砸碎房屋墙壁，跌落尘埃。整座欧阳府除了远处少数几栋建筑外，尽数被毁，狼藉不堪。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结束，反而越演越烈。陈心安的脑海中有的只是当初爹娘被打死的一幕幕，
这一切让他心中的恨意沸腾，杀戮的气息充斥整个脑海。所有伤害他父母的人都该死。这一刻，他无人能挡，即使是炼气四重也扛不住陈心安的铁棍一击，连带着武器被击碎。片刻之后，整个院子中已经没有几人是站着的了，近100人联合起来都被他一人杀穿了。此刻陈心安全身都是血，就是不知道这些血是他自己的还是敌人身上的。啊！剩下几人终于从疯狂的嗜血中回过神来，被眼前这一幕吓破了胆，尖锐地嚎叫着逃走。最后陈心安转过身，一双目光死死盯着一直未出手的欧阳衰。今天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杀你。1年前你杀我爹娘，现在我也让你感受一下被人杀的绝望。受死吧！随着陈心安的声音，他身形如闪电般射向欧阳衰。他身躯一晃，便出现在欧阳衰面前。噗嗤，一棍扫出，快速绝伦，犹如奔雷，根本看不清楚轨迹。然而面对这迅猛的一击，欧阳衰老脸上不仅没有惧怕，相反还露出一抹冷笑。嗖！一柄飞剑以极快的速度从欧阳府深处射出，朝着陈心安袭来。陈心安反应也快，伸出铁棍横挡飞剑。轰！飞剑与大铁棍撞在一起，爆裂的劲气席卷四周，旁边一块巨石直接被掀飞了出去，轰隆一声落在远处，烟尘漫天。这强大的力道，即使是陈心安都不由得震退了几步，双手有些发麻。小畜生，怎么样，想杀我？门都没有！见到飞剑击退陈心安，欧阳衰顿时仰天大笑。我欧阳家能够做大做强，真以为没有一点底牌吗？区区炼气5重，实力再逆天也终究有限，还想翻天不成？听到欧阳衰的嘲讽，陈心安缓缓抬起头，不过他没有看向欧阳衰，而是盯着欧阳府的深处。那里2道身影缓缓而来，其中一人是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另一人则是身穿锦衣华服，一副世家公子哥的模样。炼气后期，陈心安的目光死死盯着那位老者，没想到欧阳家背后竟有如此高手坐镇。哼，想杀我爹，就怕你没有这个能耐。师傅，杀了他！那个公子哥看了陈心安一眼，轻蔑地撇了撇嘴，随后转过头，恭敬地对着那位炼气后期老者说道：呵呵，感谢你杀了我这么多对头，我欧阳家的实力又可以提升1倍不止了。欧阳衰也走了过去，一脸阴森地看着陈心安，冷笑道。随后他朝着那炼气后期的老者一拜，还好黄老陪着犬子在这里，否则老夫今天在劫难逃了。那姓黄的老者闻言淡漠道：看在你是我弟子父亲的面上，老夫可以出手，不过事成之后仙法归我，你欧阳家还要给老夫黄金1000两。欧阳衰闻言脸上横肉微微一抖，不过却没有表露出来，依旧满脸谄媚地说道：黄老说笑了，这次您肯帮忙，我欧阳家必定铭记于心，1000两黄金必定送上黄沙宗。黄老淡漠地点了点头，算作答复。那些普通人在欧阳家面前随手可杀，毫无人权，可欧阳家在黄沙宗面前也不过只是养的路边一条赚钱狗罢了。黄沙宗？陈心安眉头微微一皱，这个宗门他听说过，是黄土镇周围几十里几个镇的霸主，其实力比白狼宗还要强大一点。没想到欧阳家竟然与黄沙宗有来往。砰！黄老朝前踏出一步，一股强大的气势陡然从他身上爆发而出，瞬间锁定了陈心安。不是普通的炼气后期，达到了炼气9重，高了陈心安足足4个小境界。这等实力已经相当于凌霄宗的一些执事了。老夫黄沙宗长老，小子，你很不错，若可以交出仙法，老夫可以考虑饶你一命。黄老冷冷地看着陈心安说道。陈心安紧握铁棍，一语不发，只是死死地瞪视着欧阳衰和黄老。修行不易，何苦呢？黄老摇摇头。咻！话音落下，他脚掌猛跺地面，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朝着陈心安冲了过去。速度好快！
陈心安双眼微微一缩，只来得及将铁棍横在胸口处。黄老双手掐诀，凝聚成印，狠狠拍在铁棍之上。下一刻，陈心安只觉得胸口传来剧痛，整个人都不由得飞了出去。砰！陈心安身体砸在院墙之上，将厚重的院墙砸开一个大洞。噗！刚一张嘴，他便吐出一口鲜红的血液。他虽是天灵根，又有灵气辅助，可以越级战胜炼气6重，甚至与炼气7重都未必没有一战之力。可是，在炼气9重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炼气9重，恐怖如斯！嘿嘿！见到这一幕，欧阳衰脸上泛起狰狞笑容。区炼气5重，在炼气9重的黄沙宗长老面前，算个屁！灵气。而黄老一击之后，看着陈心安手中毫发无损的铁棍，眼中露出一抹惊异，随后便是贪婪。灵气，那是黄沙宗宗主都不曾拥有的筑基境法宝，有了灵气，他的实力还可以提升3成，价值已经无法用黄金来衡量了。如此宝物，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它。小杂种，乖乖把灵气献上吧。下一刻，黄老身形暴掠，眨眼间便来到了陈心安身前，右手伸出，抓向陈心安，势在必得。嗡！就在此时，陈心安眼中露出一抹癫狂，手中的大铁棍横扫而出。当！下一刻，那黄沙宗长老的右手被铁棍击中，发出一阵清脆声音。他闷哼一声，急速后退，神色惊疑不定地看着陈心安。这小子实力在一瞬间提升了太多。陈心安缓缓站起来，死死盯着黄老，沉声道：“你也要阻我复仇吗？”他的声音冰寒至极，似乎连空气都结成了寒霜。黄老的瞳孔猛缩，他能感觉到现在的陈心安非常危险。炼气7重，这气息是短时间激发潜能的爆气丹，怪不得你的实力会变强那么多。黄老眼中露出一丝忌惮，但更多的却是贪婪。爆气丹是强，可是那毕竟只是丹药，持续时间有限。而且就是炼气7重又怎么样？他可是炼气9重，在境界上已经将陈心安死死压死了。现在需要5000两黄金了。黄老低沉道，又开出了一个价格。5000两。欧阳衰老脸一抽，这几乎要了欧如今杨家的全部财产了。可现在黄老才是救命稻草啊！黄金没有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命没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只要黄老能够灭掉此子，5000两黄金，欧阳家1个月内必定奉上。欧阳衰咬牙说道，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黄老点了点头，再次看向了陈心安。小子，你要复仇没人拦你，只怪你今天运气不好，遇到了老夫，受死吧！下一刻，他浑身气势猛然一掌，手指捏动法诀，朝着陈心安一掌拍出，火龙掌。刹那间，一团烈焰凭空浮现，呼啦！烈焰化作一条火龙，铺天盖地般朝着陈心安吞噬而来。好！火龙所过，空气都燃烧起来。破！而这一刻，陈心安怒喝一声，手中铁棍横扫，直接将那火龙撕裂成碎片。唰！下一刻，陈心安纵身而起，挥舞铁棒，带着凌厉气势劈向黄老。轰隆！铁棒与黄老撞在一起，震耳欲聋，一道恐怖劲气席卷四方。噔噔噔！黄老连退数步，神色略显凝重。这小子实力好生强大，他本以为就是陈心安提升到了炼气7重，他也可以轻易镇压，但没想到出乎了他的意料。不过也仅此而已。自己乃是黄沙宗的长老，炼气9重的强者，岂会败在一个毛头小子手中？黄老，快杀了他！欧阳衰在远处叫喊道。放心，他活不了多久的。黄老冷笑一声，张口一吐，一把飞剑自他口中射出，化作流星，直扑陈心安而去。吃了！飞剑划过虚空，发出尖锐刺耳的声响。陈心安神情一滞，手臂一晃，躲避飞剑的袭击。而就在这时，
黄老已经来到了他近前，单手一探，抓住了铁棍一头，另外一只手朝着他脖颈抓来。老夫战斗数十载，又岂是你一个毛头小子可以对抗的？黄老脸上露出一抹狰狞，五指如鹰爪，要将陈心安脖子撕碎。哈哈，杀了他，杀了他！欧阳衰疯狂大笑起来。呵呵，看着越来越近的黄老，陈心安缓缓闭上了双眼。1年前的一幕幕涌上他的心头。他家以耕田为生，有着2亩农田，父亲早出晚归，辛辛苦苦耕地。可是作为黄土镇最大的地主欧阳家，要所有黄土镇耕田之人每年上交80%的粮食，交不出来那就是打，打都交不出来那就是将人将货物卖掉。要上交这么多，区2亩农田根本养不活3口之家。他母亲没办法，只能去欧阳家当仆人，赚点小钱补贴家用，同时也攒钱，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可以入仙门。可是他的娘亲被欧阳衰令人打死了，就是死的时候手中都紧紧揣着一点碎银，那是他为自己孩子传得入仙门的希望。他爹也疯了，想找欧阳衰理论，结果在他面前被当街打死。没有人为他们出头，没有人敢因此得罪欧阳家。这个世界没有法律，有的只有拳头。那个时候他如果冲动一点，也是被打死的命运。但是他为了复仇，强忍悲痛，当狗一样在地上爬，打消欧阳衰的杀心。那晚大雨滂沱，他用双手挖坑，无视满手的血痕，将父母埋葬，树立墓碑。他发誓，君子报仇，10年不晚。欧阳衰必死，欧阳家必灭。在欧阳衰未死之前，在欧阳家未灭之前，他绝对不能死。啊！一瞬间，他睁开眼，一股滔天的气息自他身上爆发而出，直接将黄老震退。老匹夫，给我死！这一刻的陈心安浑身燃烧着烈焰，宛如魔神一般。他举起铁棍，朝着黄老猛然斩下。怎么可能？你的气息！黄老心神俱颤，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一股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慌忙间祭出飞剑格挡。叮！然而铁棒落下，他花毕生积蓄打造的底牌飞剑居然寸寸断裂。咔嚓！铁棒携带无匹力道，狠狠地砍在他的胸膛之上。砰！黄老的身躯直接倒飞出去，胸膛之上留下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鲜血淋漓，重重地砸在地上。这一刻，陈心安的实力已经提升到了远远超过炼气9重的地步了。你燃烧了灵根！躺在地上，黄老挣扎着想说话，但话还没说完，喉咙一甜，喷出大口鲜血，随即脑袋一歪，彻底咽气了。不过他在临死之前还是发出了信号，召唤黄沙宗强者前来。燃烧灵根就是燃烧生命，这是上品灵根才有的同归于尽的底牌。陈心安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倒计时，当他生命燃烧结束的那一刻，他也是必死无疑。可是他无所畏惧。死！看到这一幕，欧阳衰顿时吓傻了。他万万没想到，堂堂黄沙宗的黄老居然死在了一个少年手中，而且这个少年还要杀他。现在轮到你了。陈心安目光森冷，缓缓走到欧阳衰面前，抬起铁棒，毫不犹豫朝着他脑门砸落。爹，你干什么？欧阳衰不顾一切，直接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推出，挡在了自己面前。砰！铁棒狠狠砸在他儿子头顶之上，顿时骨骼崩碎声传来，伴随着凄惨的嚎叫声，一具尸体倒在了地上。他死不瞑目，他不明白自己的亲爹为什么要这样做。欧阳衰还想跑，可陈心安又怎么能让他如愿？飞剑碎片被他随手甩出，定在了欧阳衰脚踝处。扑通！欧阳衰摔倒在地，看着陈心安那冰冷的眼神，欧阳衰顿时感觉遍体生寒。这是怎样的眼神？仿佛看待一只蝼蚁，就仿佛昔日他看着手下打死别人时他露出的神色一般。你燃烧生命，你不想活了吗？欧阳衰惊惧地大喊起来，拼命向后缩着。
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陈心安大吼一声，发泄心中积攒1年的仇恨，挥舞手中铁棍，朝着欧阳衰头顶狠狠地砸下。这一刻，复仇的火焰在燃烧，焚尽一切，包括自己。年少的热血在沸腾，燃烧着，释放出最炙热的光芒。不，你不能杀我！欧阳衰瞳孔骤缩，歇斯底里地大吼起来。砰！然而，他的话语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不管是威胁还是求饶，现在谁也阻止不了陈心安的举动。陈心安手中的铁棒依旧毫不停留地落下，重重地砸在欧阳衰的头顶。这一棍是替我母亲打的。砰！这一棍是为我父亲打的。砰！这一棍是为黄土镇被你们欺压的民众而打的。砰！这一棍是为我自己打的。一棍接着一棍，每一棍都蕴含着无尽怒火，蕴含着陈心安满腔仇恨，不曾减弱半点。欧阳衰被他硬生生敲成一滩烂泥，死状极其凄惨，全身骨骼碎裂，血液迸溅，内脏破碎，整个人已经铲都铲不出来了。噗呲噗呲噗呲，接连几棍之后，陈心安身形踉跄，摇摇欲坠，皮肤上已经出现了裂纹，仿佛要解体一般。他剧烈喘息着，大汗淋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不过他却没有丝毫恐惧。轰隆隆，天空乌云密布，一滴滴豆粒大的雨水倾盆而落，一如1年前的那场大雨。陈心安站立不稳，仰头看向乌黑的天空，嘴角掀起一抹淡淡的笑。父亲，母亲，孩儿，终于为你们报仇了。他喃喃自语，眼中闪烁着泪花。嗖嗖嗖嗖嗖嗖，一道道身影踏雨而来，出现在欧阳府的废墟上，地面上有，天空上也有。一面旗帜刚好在雷闪下露出2个大字：黄沙。小畜生，竟然杀了黄长老，还灭了欧阳府。领头的是一位身材魁梧高大，浑身肌肉虬结的壮汉，他乃是黄沙宗副宗主，修为达到了半步筑基。此次前来，除了他之外，还跟着10数位弟子，每一个气息都深沉无比，至少有炼气中期的战斗力。就在刚刚，在黄土镇给欧阳衰祝寿的黄长老给他传音，虚弱的声音只有2个字：仙法。他立马召集弟子，火速来到黄土镇，便有了如此一幕。交出仙法，饶你不死！壮汉目光灼灼地盯着陈心安。仙法乃是修行的根基，若仙法强大，哪怕只是残缺版本，都拥有莫测威能。他们黄沙宗的仙法，也不过1个时辰运转20次循环。黄长老临死还交代仙法2字，那其仙法自然远远胜过黄沙宗的。若他们黄沙宗得了这个仙法，实力必然可以再上一层楼，甚至他的修为更进一步，踏入筑基之列也并非不可能。陈心安闻言，目光扫视着周围一众人，脸上浮现浓郁的嘲讽和鄙夷。为虎作伥之辈，你们不配！陈心安傲立场中，即使身躯颤抖，生命即将到了尽头，却依然挺拔如枪，坚定不移。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那名为首的壮汉脸色微变，旋即厉喝一声：所有人听令，拿下他！能活捉就活捉，不能活捉就抽出他的灵魂，让宗主扫描其灵魂碎片里面的记忆。是，副宗主。一群黄沙宗弟子应答，纷纷取出各种法器，杀气凛然地朝着陈心安冲去。呵呵，哈哈！陈心安大笑，大仇已报，他此生已无憾矣。父母大仇已报，我陈心安无愧于列祖列宗。只是，陈心安的目光望向红鸾宗的方向。说好的只请几天假，怕是要食言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可要是让欧阳衰那个老杂毛多活10年，他心有不甘。凭什么坏人可以活到老？迟来多年的报仇还有几分意义？好在他遇到了最理解他的师尊，遇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师尊。是师尊让他的报仇等待时间缩短了10倍不止。是师尊，他才有了报仇的实力。师尊的恩情，弟子今世已无法报答了。
若有来世，弟子还要做红鸾宗的弟子。想要我的灵魂？做梦！下一瞬，陈心安双眸陡然暴睁，金芒绽放，身躯一震，嗡嗡嗡！他的丹田忽然疯狂地震荡起来，仿佛是一座沉睡了几千年的火山在苏醒。不好，他要自爆！快退！众多黄沙宗弟子惊叫一声，慌忙后撤。陈心安能够击杀炼气九重的黄长老，那说明其实力比寻常炼气九重还要强大。如此强者自爆，其威能绝非他们这些炼气境中期弟子可抗衡的。就在关键时刻，陈心安的身后一道虚空裂缝闪过，紧接着一道身影从中踏出，将手掌拍在了陈心安的肩膀上。一瞬间，陈心安体内躁动的灵力猛地一滞，继而恢复平静。做什么傻事？为什么要一个人孤军奋战？为师不是说过，红鸾宗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吗？声音响起，带着一丝责怪，也带着阳光般的温暖。师尊！陈心安愕然抬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英俊的面孔。苏青云察觉到陈心安可能会出事，使用瞬移符传送到了陈心安的身旁，而他的决策果然没有错。如果他慢一点，那自己的大弟子就死了。想到这里，苏青云面色阴寒，一双目光扫过周围黄沙宗的众人。谁敢动本尊的弟子？苏青云冰冷的话语传出，带着一股无法掩饰的煞气。黄沙宗的众人顿感浑身发凉，宛如掉进冰窖一样。他们看向苏青云的目光充斥着骇然，因为他们竟完全无法探查出苏青云的真正实力。而且刚刚苏青云是怎么出现了？撕开虚空降临？传说中的元婴老祖有撕开虚空这等逆天手段吗？一瞬间，他们完全忘记了动作。轰！苏青云抬手一挥，之前缴获的凌霄宗长老的金丹法宝被祭出，横扫四周，强大的力量将这些已经吓傻的黄沙宗众人全部斩杀，包括那位半步筑基的副宗主。红鸾宗之外，苏青云的实力是宗门所有人实力总和的10倍。正常情况，他应该只是炼气9重，可是现在是不正常情况。陈心安燃烧生命，展现远超炼气9重的实力，这也被10倍增幅了。如今的苏青云已经达到了筑基境，筑基那与炼气完全不一样，轻易可以镇压最为强大的炼气修士，更加别说这些人已经吓傻了，反抗都不反抗一下，所以才如此简单的一击全部毙命。师尊您怎么来了？陈心安愣愣地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的苏青云。傻徒儿，你要报仇，告诉为师，告诉妙可他们，红鸾宗所有人并肩而战不好吗？苏青云叹了口气，伸手一挥，周围的储物袋不忘全部被他收入储物戒中。弟子拜谢师尊这些天的栽培。陈心安想跪地一拜，可身体已经不受控制，直接倒在了地上。虽然苏青云阻止了他的自爆，可是燃烧的生命回不去了，而且燃烧的太久太久了，燃烧到了这一步，即使想停止也停止不了了。整个天灵根都已经燃烧彻底了，已经回天无力了。你呀，苏青云无比痛心，他如果来得早一点，或许可以少燃烧一点生命，保留一点灵根，可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他当即一只手抓住陈心安，另一只手抓住大铁棍，口中默念，瞬移符瞬间回到弟子林妙可身边。丁，因宿主携带一位活人，需要额外支付100积分，请是否支付？支付，速瞬移。苏青云考虑都没有考虑一下，立刻选择了兑换瞬移符。再拖一会儿，别说灵根，就是弟子的性命也没了。丁，扣除宿主200积分，瞬移开始。一道虚空裂缝笼罩苏青云和陈心安两人，瞬息之间消失无踪。红鸾宗山顶，林妙可正在练剑，其身旁的虚空突然被撕开一个大口子，2道身影从中走了出来。林妙可先是被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但仔细一瞧，发现是自家师尊，这才松了一口气。但眼尖的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陈心安的不对劲。大师兄，你怎么了？林妙可一惊，急忙问道。而苏青云回到了红鸾宗之后，实力立刻提升到无敌领域。
他当即出手，阻止了其生命的继续燃烧，并且吊住其最后一点寿命。大师兄，快吃丹药，好好疗伤。林妙可立马递给陈心安几颗丹药，只是陈心安摇了摇头。妙可师妹，别白费丹药了，我的情况我清楚。他微微苦涩一笑，随即强行支撑着身体，对着苏青云深深一躬。弟子不孝，无法再报答师尊大恩，师尊请恕罪。最后他转过头，又看着黄土镇的方向。红鸾宗晴空万里，黄土镇乌云密布，乌云之中仿佛有2道虚影浮现，穿过暴雨，出现在了阳光之下，向他招手。韩赫尔死的冤魂终究离开了黑暗，走向了光明。父亲母亲，你们来接孩了吗？陈心安喃喃自语。师尊，您这么强大，一定有办法救大师兄的吧？林妙可不忍看着苏青云，满怀希冀道。而苏青云紧皱的眉头也是舒展了开来，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放心，为师的弟子，老天可还没有资格收。就在刚刚，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道系统提示音：叮，有弟子忠诚度、好感度达到100，超级奖励已发放。这道提示音正是刚刚陈心安朝他一拜时传来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陈心安心中了却了一切红尘之事，心中唯有红鸾宗。弟子的超级奖励，9转造化仙丹1颗，现弟子陈心安使用。宿主的超级奖励，未来丹1颗，现宿主使用。9转造化仙丹，无上改命仙丹，可令肉身重塑，生死人肉白骨，返老还童，并且激发其一项潜能达到最顶级。潜能包括但不局限于体质、灵根、悟性。未来丹宿主吞服之后，可在一定时间内借其弟子陈心安100年之后的修为实力，包括未来学习的战技神通等。2个超级奖励，一个是奖励给陈心安的，一个奖励给他的。不愧是超级奖励，没有让苏青云失望，皆为无上之宝。9转造化丹，无上仙丹，拥有逆天改命之能，那陈心安此刻的困境将会轻易破解，而且改命之后的陈心安只会更加强大。未来丹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底牌。红鸾宗之外的地方，他的实力有限制，但有了这未来丹，他就多了一个强大的底牌。吞服了9转造化仙丹之后，更加强大的陈心安，在修炼100年之后会达到什么实力？金丹、元婴，还是化神？徒儿将其吞下，一切皆会痊愈。苏青云拿出9转造化仙丹，交给了陈心安。师尊，这是什么？看着眼前的玉瓶，陈心安有些疑惑。他虽然不知道玉瓶里面为何物，可仅仅这个瓶子就让他觉得非同凡响。哪怕只是接触一下，甚至他体内已经干枯的生机似乎都在慢慢恢复。不用问是什么，吞下去便是。苏青云摆了摆手，是，师尊。他毫不犹豫，张口一吸，顿时玉瓶打开，一枚晶莹剔透的丹药被他吞入了腹中。顿时丹药化作一股磅礴的精纯生命精华，在他体内扩散，一种难言的感觉在陈心安身体每一处蔓延。同时，一朵极为美丽的彩色莲花出现在陈心安脚下，12片莲叶缓缓合拢，将陈心安包裹在其中。天地造化，涅槃重生。当陈心安出来的时候，将会得到脱胎换骨的蜕变。师尊，这是什么？好美！林妙可睁着明亮双眸，盯着那彩色莲花问道：此乃造化之莲，未来有一天你也会拥有的。苏青云轻轻的一笑，林妙可乖巧的点了点头，眼中已经开始期待着属于自己的造化之莲了。苏青云手一挥，将造化之莲屏蔽，防止气息泄露。等他做完这一切之后，山脚下突然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东元州林家家主前来拜访红鸾宗。听到这声音，苏青云没有表示什么，林妙可就已经浑身一颤了。他朝山下看去，只见一行人出现在了红鸾宗的山门处。看到这行人的一瞬间，林妙可如同受惊的兔子一般脱口而出：糟了，我的家人寻来了。大殿之中，苏青云高坐主位，目光平静地注视着下方的一群人。
为首的中年男子身材魁梧壮硕，气息雄厚，赫然是林妙可的父亲，林家当代家主林天龙，东元州10大世家之一的家主，绝对拥有极强的实力，足以位列东元州前列。不过，即使是这样的强者，在面对苏青云时，即使心中千不愿万不愿，也不得不深吸一口气，微微一拜。毕竟红鸾宗的名声已经传遍了东元州，他们这些强者或多或少听说过，秒杀3位金丹真人啊！凌霄宗都被干沉默了。见过苏宗主。苏青云淡淡应了一句，并不多说。反倒是林天龙有些沉不住气了，连连拱手道：苏宗主，听说我女儿在贵宗修行，可有此事？说话之间，他目光扫过整座宫阙，想要找到自己女儿的身影。不错，我现在已经是红鸾宗的弟子。林妙可走了出来，俏丽的脸蛋之上尽是坚定。看到林妙可出现，林天龙先是神色一喜，随后脸色严肃喝道：混账东西，赶紧跟我回去！我不回去！林妙可倔强地抬起头，丝毫不肯退让。混账，你要反天吗？林天龙怒吼一声，直接伸手探出凌厉大手，竟欲抓向林妙可。放肆！一声冷喝传来，那凌厉大手直接崩溃，连带着林天龙本人都倒退几步，气血翻滚间险些吐血。这让他神色有些骇人，一声冷喝而已，竟有如此威能。传言不假，红鸾宗宗主果然拥有元婴实力。这里是红鸾宗，不是你林家。苏青云看着林天龙冷漠说道。我……林天龙心中愤恨，但却不敢多说。实力差距摆在这里，他不得不低头。想到这里，他知道用强势不行了，当即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道：女儿，跟爹爹回家。不，这次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林妙可拒绝。我要留在这里。林妙可斩钉截铁的道。林天龙脸色猛地一变，怒火冲霄，但余光瞥到了苏青云，一下子又被浇了一头冷水。他深吸一口气，再次改变战术，道：你以前那么听话，怎么这次不听爹爹的话了？听话？林妙可自嘲一笑，你从小就对我极为苛刻严厉，琴棋书画舞样样需要精通，如有一点瑕疵就又打又骂，在别人小孩快乐玩耍的时候，我却要整天弹琴，别的小孩在父母怀里撒娇时，我却只能跪着挨打。从小到大，我就没有过自己的自由，没有过自己的自主，哪怕长大了，我也选择不了自己的人生，被你安排去凌霄宗当别人的侍妾。在你眼中，我到底是你的女儿，还是你交易的物品？林妙可的眼睛红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心中满是悲痛与委屈。不过在大声说出来之后，他心中的压抑仿佛得到了宣泄一般，整个人轻松了不少。你……林天龙脸色难看的说不出话来，他没想到一直乖巧听话的林妙可居然会这样说他。如果不是苏青云在这里，他恐怕直接一巴掌扇过去了。你是我的女儿，是林家的掌上明珠，我当然要把你变得更加优秀。我安排你去凌霄宗，一是可以修行到凌霄宗的强大仙法，还可以得到天霄真人这个大靠山，是为了你好。天霄真人可是我东元州1000年来第一天骄，破入元婴已是板上钉钉。别看天霄真人的弟子赵宝霄是个纨绔，但人家天赋高，天霄真人也舍得下资源，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你成为赵宝霄的侍妾，对你对林家都是好事情。林天龙振振有词的开口，但这番话落在林妙可耳中，则显得格外刺耳。原来在林天龙的眼中，自己的存在就是为了攀附权势的道具罢了。我不是你们交换利益的筹码。林妙可咬牙开口，眼中泛着倔强之意。胡闹！闻言，林天龙眉宇间浮现出怒容，呵斥一声：我这是为了你好。在凌霄宗有天霄真人在，你可以得到上等的资源，修炼上等仙法。在这里，你能得到什么？呵呵。听着林天龙的话，苏青云笑了。这一幕与穿越之前那万千家长何其相似。一句我这是为了你好，让多少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童年，他苏青云就是其中之一。苏青云一声冷哼，打断了林天龙的话。你的意思
我红鸾宗比不过凌霄宗吗？林天龙闻言顿时愣了愣，他根本没有想到苏青云会这样质问自己。红鸾宗跟凌霄宗比，他心中不由得嗤笑一声，完全没有可比性好吗？凌霄宗屹立几千年，底蕴深厚，又是仙盟500强。红鸾宗除了苏青云一位元婴外，还有什么东西？仙法指不定还没有他林家的强呢。当然，心中这样想，他口中肯定不敢这么说。苏宗主，在下一时口误，您别往心里去。他干咳2声，挤出一抹难看的笑意。虽然心中鄙夷至极，但林天龙还是不敢翻脸。毕竟这里是红鸾宗，若是惹恼了苏青云，自己恐怕很难安全离开。想到这里，他握紧了拳头，又无奈松开。可是凌霄宗下了死命令，如果他不把林妙可带到凌霄宗去，那他林家之后的日子就难了。思索片刻，他突然转头望向林妙可，脸色阴晴变幻。片刻后，突然喝声道：“林妙可，你姓的可是林，不要忘了，你体内流淌着的可是我林家的血。你要是今天不跟我回去，你我父女从此断绝父女关系，你也不再是我林家的人了。”听到这话，林妙可整个人如遭雷击，娇躯颤抖。断绝关系来逼迫他，这一刻他心彻底凉透了。原本他抱着一丝侥幸的念头，认为他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或许会给他一丝怜爱，让他有机会体验到父爱。但这一切都化作虚妄，只剩冰冷的现实。自己再怎么努力，也终究逃不过命运。要怪就怪自己是女儿身吧，要怨就怨自己出生在大家族吧，要恨就恨自己父亲眼中只有家族利益吧。林妙可嘴角咬得溢血，美眸中露出凄楚之色。他没想到最终伤害他的是他最亲的父亲。父亲，别叫我父亲，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林天龙面目狰狞，恶狠狠地说了一句。随后他抬腿就朝大殿外走去，林家众人也连忙跟上。不过在心中他却冷笑了起来，以他对自家女儿的了解，这一招绝对灵。果然，他刚迈步走出去，林妙可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只是林妙可开口的不是要跟他回去。好，既然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女儿看，那么从今日开始，我林妙可与你林天龙再无任何瓜葛。轰隆！这一句话落下，林天龙浑身巨震，他猛地转身，双目地盯着林妙可，寒声道：“你说什么？”其目光之中甚至带有一抹杀意。自己的女儿竟然敢如此跟他说话，如此驳他的面子。要是在家里，他保证将其打个半死不成。我说，我们断绝父女关系。林妙可直视着林天龙，抬起手将手中的储物戒取下来，拿出灵剑之后再丢到林天龙的脚下。这本是林家的，还给你。储物戒滚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碰撞声，而林天龙低垂眼帘，目光却是看到了林妙可刚刚拿出来的灵剑，这让他双眼微微一缩。要知道，林妙可出来之前身上就一把普通的宝剑，最多就是炼器前期的武器，可现在手中的竟然是灵器，那可是筑基境使用的宝物啊！就是林妙可去了凌霄宗，筑基境之前都别想获得灵器，这红鸾宗竟然送弟子灵器，这让他惊疑不定。做完这一切之后，林妙可转过身就跑，从大殿后门离去了。林天龙还想追过去，可苏青云的目光却突然落在了他的身上。之前你是我弟子的家属，我允许你进来，现在我红鸾宗不欢迎外人。淡漠的声音响起，苏青云神态平静地注视着林天龙。家主，小姐要是不回去，凌霄宗给林家的厚礼恐怕要全部还回去了。一位林家筑基修士在林天龙耳边轻声道。听到这话，林天龙脸上顿时闪过一丝恼怒。现在不仅礼物要还回去，他林家恐怕还要大出血一次了。可是当他看着苏青云那冷漠的目光时，却又不得不压下心中的愤怒。红鸾宗，等着瞧，我们走。他挥了挥衣袖，最终选择放弃，带领一帮手下灰溜溜地离开。待所有人离去之后，苏青云才缓缓起身，来到后山，看到了坐在山崖边哭泣的林妙可。
外表坚强的侠义少女，内心也有其脆弱的一面。此时她蜷缩在那里，肩膀耸动，哭得像个孩子一般。苏青云站在其旁边，等待着其心神稍微稳定下来。不知道哭了多久，林妙可抬起头，看到了一旁的苏青云。师尊，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的父亲，我是不是做错了？林妙可擦拭了泪水，脸上带着迷茫和痛苦，喃喃自语道：以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大不孝的行为。不，你没有错，如果你今天真的跟他走了，那才是让我失望了。苏青云摇了摇头。师尊，你也支持我吗？林妙可脸上泛起希冀，忍不住问道。人啊，总会因年少不可得之物而困其一生，也会因年少不可选之路而执念一生。从小到大，你都不能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不能走自己的路，而是被安排了一切。他从来没把你当女儿，只是当成攀附凌霄宗的筹码。面对这样的人，你又何须愧疚？苏青云摇了摇头，慢条斯理地说着。师尊。林妙可心绪复杂，她咬了咬银牙，眼神渐渐恢复了清明。是啊，她从小到大，不是被父亲控制，就是被其摆布，早已没有了自己的命运。1年前，他父亲大寿，凌霄宗的赵宝霄来到了林家，见了他一面便纠缠不止。那样的人，他只是见一面都觉得恶心，更加别说成为其侍妾了。想想都觉得未来何等窒息。不是窒息，那是根本没有未来。从现在开始，你的人生由自己做主，没有人再可以干扰你的未来了。记住，人活一世，最重要的不是拥有什么，而是活得洒脱、快乐、精彩。只要我还在，只要红鸾宗还在，林家也好，凌霄宗也罢，都不能拿你怎样。苏青云的目光深邃悠远，仿佛在说给林妙可听，又似乎在说给他自己听。现在他的人生也没有人可以干扰了吧？弟子记住了。林妙可点了点头，脸上浮现一丝坚决，脸上的悲戚顿时消散了几分。他深吸一口气，重新振奋了精神。是啊，从现在开始，他林妙可不再为林家而活，他要为他自己而活，为红鸾宗而活。宗门忠诚度、好感度97、98、99。这一刻，没有了家人的束缚，林妙可的忠诚度也是直接达到了99，距离100一步之遥。丁，弟子修为突破，奖励60点宗门积分。丁，恭喜宿主修为突破，踏入筑基境。突然，苏青云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这让苏青云神色微微一动。他刚刚积分又得到了60，也就是说，有弟子从炼气5重踏入了炼气6重。这个境界只能是吞服了9转造化仙丹的陈心安了。苏青云的实力是宗门所有人之和的10倍。除了之前陈心安燃烧生命让他短暂达到了筑基境之外，正常来说，他的境界应该是炼气9重。要踏入筑基，那弟子们还需要提升很多修为，1、2重远远不够。因为炼气9重与筑基境差距实在太大了。可是他就是突破了。也就是说，陈心安不仅仅突破到了炼气6重，其战力还得到了惊人的增幅，甚至无需燃烧生命就可以一战炼气巅峰才行。咔嚓咔嚓，之前被苏青云封印的空间中传出细微的声响，苏青云脚步一闪，出现在造化之莲旁边。此刻的造化之莲失去了精气，开始逐渐破碎，露出了里面的身影。陈心安身披凌厉金甲，浑身散发出一股磅礴的气势，犹如一尊战神般威慑八方。他睁开双眸，刹那间一道金芒暴涨，宛如利刃般撕裂空气，向着9天之上射去。如此浩瀚的气血令苏青云双眼一亮。陈心安的逆天造化体现在了他最薄弱的体质上面，他的体质如今直接提升到了最顶级，成为了世间最为顶尖强大的逆天体质。如此浩瀚的气血，如此强大的战斗意志，苏青云几乎不用思考便知道了是哪种体质。名震诸天万界的斗战圣体。拜见师尊。陈心安醒来的瞬间就察觉到了苏青云的存在，连忙跪地叩首，感谢师尊救命之恩，若非师尊相助，弟子今日必死无疑。苏青云笑了笑，
将他扶了起来。既然已经收你为徒，我自然不会置之不顾。感受一下身体状态，觉得如何？陈兴安闻言，立即闭上了双眸，仔细感受了一番自己的身体。片刻之后，他猛地睁开了双眸，满脸震撼，一只手缓缓握拳，发出一阵咯嘣脆响。师尊，弟子感受到了好强大的力量，这些都是师尊赐予弟子的吗？感受着体内的滔天伟力，陈兴安激动无比，太强大了！这一刻，他感觉自己比起之前强大了数十倍不止。单单突破一重，可没有如此逆天的提升，这表明他的肉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增加了太多。如果他复仇的时候有这样的实力，那何须丹药与燃烧生命啊！这次为师可以救你，可下次就不一定了。以后别冲动行事，莫要再贸然燃烧生命了。苏青云教训道：“是，弟子谨遵师尊教诲。”陈兴安连忙躬身应答。随后，苏青云目光看向山门处，那考核的天梯上已经有人踏上了60层。哈哈，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爹娘，你们看到了吗？孩儿终于可以入仙门了。那是一个少年，样貌平平，穿着平平，但却极其激动兴奋，朝着山门处不断呐喊。而有了第一个，更多的人冲劲十足，争先恐后的往上冲。入了仙门，修行仙法，就可以成为仙人了呢。随后，第2个、第3个、第4个，一直到了日落之时。今天考核结束之后，一共有7人顺利踏上了60层，通过了考核。片刻之后，萧炎将这7人带上了山顶，汇集在苏青云面前。这7人，3个少年，3个少女，甚至还有一位头发已经白了一半的老者。仙师大人，我早已经过了修行的年龄，也可以加入红鸾宗吗？老者有些忐忑地问道。其余的几位少年少女同样有些紧张，他们有的家境贫寒，有的灵根低下，还有的家境贫寒又灵根低下，其他宗门看都不会看他们一眼，不知道遭受过多少白眼。这次还会被赶出来吗？过了60层，皆可拜入红鸾宗，不过有5条宗规，看你们能否接受。苏青云淡淡说道。几人连忙竖起耳朵倾听，生怕漏掉了任何细节。第1，不可滥杀无辜；第2，不可恃强凌弱；第3，不可同门相残；第4，不可背叛宗门。若有违背，废除修为，驱逐出宗，严重者斩。最后，每月的基础银子会在月底最后一天之前结清，你们能否接受？听完苏青云的话语，众人都愣住了。不是，这也能叫宗规？这难道不是做人的基本道德素养吗？如果连这几个规则都做不到，那还配做人吗？而且别的宗门都是月初就上交1个月的银子，甚至有的宗门一次交未来3个月甚至半年的银子。红鸾宗竟然可以等到月底再交这个月的银子，再加上入宗免费、仙法免费、入宗就可修炼仙法这几个规定，那岂不是说即使身无分文都可以修炼仙法？如果仙法是真的，那区1个月30两银子，努力在月底最后一天之前筹集就行了吗？怎么，这几个宗规你们无法接受吗？苏青云似笑非笑，淡淡说道。没有，我们接受。众人反应过来，连忙答应，生怕慢了就错过了这逆天的机缘。好，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红鸾宗5代弟子，等你们可以登上70层时，便可晋升为4代弟子。等你们晋升为2代弟子时，便可拜我为师，成为我的亲传弟子。每多一位2代弟子都会详细描写，所以定为亲传弟子。好了，现在让你们的师兄带你们去挑选仙法，好好努力修炼。苏青云吩咐道。遵命！众人异口同声地说道，纷纷跟随着萧炎前往仙法阁。随后，每一人从仙法阁出来的时候，都是一脸的震惊与惊喜。仙法是真的，而且没有收费，至少到现在拿到炼气片的仙法为止，他们都没有付出过1文钱。这一切仿佛梦幻一般，让他们脚步都飘了起来，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一般。爹娘，你们看到了吗？
孩儿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终于可以修仙了。我这些年参加了那么多宗门的考核，从来没有哪个有如此顺利。裘仙问道：“50载，本以为此生无望，没想到垂垂老矣，竟得如此仙缘，此生无憾。”有人欢呼，有人喜悦，还有人嚎啕大哭。为了求仙，他们这些年受尽了苦楚，忍辱负重，付出了常人所不敢想象的痛苦与代价，都未能拜入仙门。现在仙缘降临，这种喜悦无人能够理解。看着这一幕，苏青云微微一笑。从今天开始，红鸾宗将真正的走上了正轨。之后每一天，红鸾宗弟子的数量都会增加，而且一天会比一天快。这还仅仅只是开始，等第一批弟子修炼有成，口碑传出去之后，那才是真正的疯狂时刻。而接下来的几天也如同苏青云所预料的那样，第一天7个新弟子，第二天增加到了9个新弟子，第3天更是突破了个位数，达到了10个新弟子。短短3天就增加了26个新弟子。虽然这些弟子都还是凡人，给苏青云增加不了多少实力，可是这都是一个个潜力股啊。等他们都练气成功之后，一人增加一点，数量多了，量变引起质变，也足以让苏青云的实力有明显提升了。更加重要的是，弟子数量的暴涨也让宗门升级的任务又完成了一半，远远超过了任务需要的10位弟子数量。宗门升级，现在只差出现1位筑基境弟子了，而这也只是刚刚开始。第7天增加了18个新弟子，而这一天红鸾宗的弟子数量也顺利突破了100大关。更加重要的是，前2天招收的弟子中已经有人练气成功了。7天练气虽然远远比不了陈心安、林妙可等人，但在外界来说已经是恐怖到了无法想象的极速了。什么东元州第一天骄，在这样的速度面前都宛如废物一般。弟子信息：弟子数量107人，凡人100人，张狗蛋、李狗剩。练气1重2人，刘铁柱、王二狗。练气2重2人，洛仙、叶青瑶。练气3重1人，古月青素。练气5重1人，林妙可。练气7重1人，陈心安。看着红鸾宗如今的弟子信息，苏青云的心情别提多开心了。短短1个星期，招收了100多弟子不说，陈心安等几位弟子修为全部都提升了。陈心安与林妙可都提升了1重，而且陈心安的提升还是从炼气中期踏入炼气后期这一个大突破。炼气后期便拥有了御气飞行的能力，不管是速度还是逃跑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拥有天魔之体的古月青素更加是提升了2重，就连凡体的叶青瑶与炼体的萧炎都又提升了1重。满打满算，入宗时间最长的陈心安都还不到1个月呢。1个月不到，凡人到炼气7重，说出去恐怕只会被当成一个笑话。宿主姓名苏青云，年龄18，境界筑基7重。随后苏青云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信息，这是他如今受到的反馈，修为比7天前又提升了1重。虽然提升不多，可要知道它不是炼气境的提升，而是筑基境的提升呢。筑基境比炼气境更强，同样的也更难修炼，一步一重天。很多人在筑基境卡100多年都无法突破1重，只能等待寿命耗尽。正因为难突破，也因此造就了金丹真人在东元州拥有何等的威望，其原因都是因为踏入金丹境的少之又少。随后苏青云的目光看向了自己储物戒中的物品，他摸了摸下巴，微微沉思。月底了，该发月薪了，这第一次发月薪该如何分配呢？苏青云心里琢磨着，心情也有些激动。这可是红鸾宗第一次发月薪，是一件大事，他当然不能让弟子们失望啊。基础银子30两，那修为越高的是不是要提升一些呢？毕竟他现在手上的金银用都用不完呢。片刻之后，他心中已经有了分配的主意。宗主召集我们所有人到大殿集合，是什么事啊？你傻呀，也不看看今天哪天了，月底最后1天了呢。想起来了，今天要交银子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这么多天你干什么去了？我先借你一点吧。你差多少？红鸾宗的各个地方都传来议论声音，很多弟子放下手中的事情，前往大殿集合。有人早就准备好了银子，大步流星的昂首挺胸，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色。有人还差一点，但在同门的帮助下，也迅速凑齐了30两银子。很多人甚至还哈哈大笑，约定比谁先跑到大殿门口。明明要交钱了，他们却一个个还无比开心。这在别的宗门，那一个个肯定肉痛的要死。因为在别的宗门，想要拿到仙法，提前不知道要付出多少银子，甚至很多人付出了大量银子，连仙法都见不到就被踢出去了。可在红鸾宗，先拿仙法再交银子，这完全就是所有人都欣喜的一幕。而且红鸾宗仙法是真的可以修行，还不是垃圾仙法，是修炼速度极快的强大仙法。这样的仙法区区30两银子，算得了什么？就是300两，那也值得。这是红鸾宗众弟子的心声。陈心安等人也收到了苏青云的传音，几人掐指一算，明白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很快，一行人全部来到了红鸾宗的大殿中，排成一列列整整齐齐的队伍。不多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主位上。拜见宗主！一群人纷纷恭敬开口，对坐在主位上的苏青云躬身跪地拜去，眼中带着浓烈的崇拜。是苏青云让他们踏上了修仙之路，拜见师尊。陈心安、林妙可等人也是恭恭敬敬一拜。都起来吧。苏青云淡淡开口。谢宗主，谢师尊。所有弟子纷纷起身，一个个站立笔直。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宣布。苏青云缓缓开口。听到苏青云开口，大殿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苏青云，不敢从声打扰。红鸾宗创立到现在已经快1个月了，由最开始的空无一人，到如今有了107位弟子。这些天来，你们的努力我都看在眼中，也记在心里，我很欣慰。听到苏青云的赞赏，下方的一众弟子顿时露出了喜悦。但是如今红鸾宗现在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的路还很遥远。苏青云继续开口。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紧紧盯着苏青云。所以你们还需要多加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提升宗门的实力。苏青云的目光扫视一圈，看着下方的所有弟子。是，谨遵宗主教诲。是，谨遵师尊教诲。弟子们齐齐大喝，异口同声地答应着。看着弟子们情绪激昂，苏青云微笑地点了点头。最后他开口道，想必你们都已经清楚我叫你们来的目的了吧？银子！弟子们纷纷高喊，声震四方，震得屋顶嗡鸣作响。看着弟子们兴奋的样子，苏青云也是笑了起来。果然，到了发月星的时候，人人都喜笑颜开，即使是修仙世界也一样。既然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废话了，现在开始发放。苏青云还没有说完，下方的众弟子已经行动了起来。宗主，这是我的30两银子。宗主，这是我的。宗主，这是我们2个一起的60两银子。师尊，这是我们几人一起的银子。一时间，一个个弟子全部掏出30两银子，就连陈心安、林妙可等人都乖乖地掏出了银子。如此多银子一同出现，白色的反光映衬着大殿的穹顶，显得格外耀眼夺目。苏青云右手的手指
停留在了左手的储物戒上，正准备将弟子们的月薪全部拿出来时，看到这一幕，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不是哥们，这画风咋不对啊？大殿之中，几千两银子一同出现，闪烁着耀眼的反光，刺得有些人睁不开眼睛。诸位弟子，这是何意？苏青云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半晌后才回过神来，疑惑问道：师尊，你之前招收弟子时，招牌上就写了每月基础银子30两，这是我们这个月的俸银。陈心安上前一步，恭恭敬敬地回答着：俸银？这每月基础的银子是你们给我的？苏青云再次疑惑，这不对劲吧？前世的黑心企业家即使黑心得很，都要发月薪呢。而且前世那些小说中不都是弟子每个月可以领取修炼资源吗？没有资源怎么安心修炼啊？不能安心修炼，怎么提升宗门实力啊？回师尊，各大宗门每月的基础银子都是弟子交给宗门的，即使是杂役弟子也需要交。陈心安继续回答，别的宗门每个月初就要交这个月的了，晚一天就是打骂呢。这还不算什么，入宗就要一大笔银子，好处费啊、介绍费什么的，还要当半年杂役，考核随便一个理由就打发回家了，晦气。说起这个就来气，我之前在黄沙宗当了半年杂役，考核那天，那狗屁黄长老说我左脚先入门，不尊师重道，考都没考给我踢出来了。还是红鸾宗好啊，入宗免费，考核公开公平公正，最珍贵的仙法都免费呢。如果不是家里穷，我甚至觉得一个月30两银子太便宜了。是啊，虽然我不知道这仙法什么等级的，但我想1万两银子恐怕都买不来完整的炼气篇呢。宗主，这30两银子是我们心甘情愿交的，宗门要是缺钱，加一点也无妨。随后众弟子也纷纷开口，你一言我一句，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全部说了出来。苏青云顿时有些懵逼了。听着这些弟子的言论，他终于确认了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那些招牌上写着的银子数量不是宗门给弟子发的，而是弟子要上交的。即使这样，都还这么多人求着加入。压榨牛马的黑心家，他苏青云见多了，但压榨加付费上班，他还真的第一次见，开了眼了。这就是仙法的吸引力吗？付费就算了，而且还这么贵。按照这个世界的物价兑换，107个弟子加起来3000多两银子，等于300多万。而这仅仅只是100来人一个月的银子，要是1000人呢？1万人呢？号称拥有10万弟子的凌霄宗呢？这还是一个月的，要是1年呢？10年呢？这些大宗门真是富得流油啊！难怪那些宗门长老的储物界中金银堆积成山，一个个暴发户模样，原来都是靠着这种手段赚来的。苏青云深吸了一口气，感慨一声，可惜他现在对钱没兴趣，因为有钱也需要实力守护，他现在最喜欢的是实力。弟子有钱买资源，实力提升的才快嘛。弟子实力提升快了，那他的实力自然也跟坐火箭一样的上涨了。看着众弟子满含期待的目光，苏青云当即大手一挥，道：诸位都把银子收起来。他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全场就沸腾了起来。啊，宗主不收银子吗？要金子？还是说我们做的不够好，要把我们逐出宗门了？不要啊，哪里做的不够好我们改，只求留在红鸾宗。是银子不够吗？那我们再筹一点，我不想离开啊。一时间大殿之中乱哄哄的，所有人脸上皆是一副焦急的表情。毕竟谁愿意走啊？红鸾宗的待遇那可是其他宗门远远比拟不了的。就连陈心安、林妙可等人一时都有些愣神，怎么宗主不收银子了？啥情况啊？嗨嗨！见此情形，苏青云轻咳一声，示意大家冷静一下，才将所有人的注意力拉了过来。我的意思是，那每月的基础银子不是你们上交宗门的，而是宗门给众弟子发的。所有今天召集你们来是发银子，不是收银子，理解了吗？苏青云解释一声。此话一出，全场寂静。宗门发银子？一道声音响起，显然还没有反应过来。宗门发银子，在这个世界就仿佛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一般，任谁都会呆立当场。不错，
就是发银子。苏青云再次道，随后他大手一挥，一大堆银子堆成小山一般出现在大殿之中。这堆银子，哪怕对数量没有感觉的人一眼看到，也会明白其有多少。好多银子啊！这么多银子堆积在一起，发出耀眼的银光，让很多人呼吸都急促了起来。一时间，在座的各个弟子全部愣住了。死！一道道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众弟子瞪大双眼，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嘴巴张得老大，久久合不拢来。师尊，您这是？看着那一大堆的银子，饶是陈兴安都惊讶的嘴巴张大，不敢相信地看着苏青云。发银子？哥们，你打我一下，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一个弟子看着身边的另一位弟子，开口出声道。啪！被抽了一下后，那名弟子顿时疼得叫唤了起来。我去，不是做梦，真是发银子！嘶！一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再次传来，很多人都是揉着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现在开始发放银子，先发每人基础30两银子。看着众人震惊的表情，苏青云微微一笑，手一挥，一部分银子飞起，平均分成107份，漂浮在每一位弟子的面前。有弟子接过银子，先是上上下下扫了一圈，又拿起来嗅了嗅，最后还咬了一下确认。卧槽，是真的银子！后知后觉，众弟子才反应过来，才彻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不是幻境，也不是梦。这下彻底炸锅了。众弟子激动的脸色涨红，呼吸急促，恨不得抱着眼前的银子痛哭一番。这么多年了，他们被宗门压榨，被世家大族压制，被地主压榨，被强盗欺压，日子过得无比艰难。世界已经告诉了他们，他们这些底层人更没有任何地位可言，一日是牛马，永远都是牛马。可是在红鸾宗，他们竟然感受到了那种被重视的一日。他们不是牛马，他们也有自己的价值，他们也是人，不是奴隶。从没体验过这种幸福，可在红鸾宗却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严与荣耀。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充斥的尽是感激。感谢宗主，生是红鸾宗的人，死是红鸾宗的魂，誓死追随宗主，绝不背叛。刹那间，在场的一个个红鸾宗弟子跪伏在地，高喊着各自的口号。这一刻，每个人的身上都仿佛出现了一股无形之气，汇聚在了红鸾宗的大殿中。这是气运，人心聚，气运成。而且在这些弟子的气运凝结之中，隐约间居然有一丝天命气息弥漫，虽然极淡，但却真实存在。基础银子发完了，接下来该发额外奖励了。苏青云点了点头，缓缓道：额外奖励。闻言，众弟子皆是露出震惊与惊喜之色。还有额外奖励吗？太棒了！凡是炼气成功者，皆额外奖励100两银子。此外，修为每提升几重，每月的基础银子便增加几倍。随后，他手一挥，又一大堆银子出现在了陈兴安在内的7位弟子眼前。修为越高者，银子数量越多。多谢宗主赏赐，多谢师尊恩赐。7位炼气弟子皆是激动不已，齐齐向苏青云磕头拜礼。其余的弟子看到这一幕，纷纷羡慕。炼气成功奖励100银子，基础还多30，那就是多了130两银子啊！我家3口一年总收入才几十两银子呢，我差一点就炼气成功了。早知道有额外奖励，我通宵也要炼气成功啊！不行，我要努力修炼，争取下个月踏入炼气3重，多拿几百两银子。大厅中的众弟子议论纷纷，眼中满是火热之色。这一刻，每个人都想着奋力修炼，想要更进一步，奖励更多的银子。本来他们都对修炼如饥似渴，现在修炼还有银子拿，那修炼气氛更加爆炸了。陈兴安也是满脸感动，看着众弟子的欢呼声，不由得想起了凌霄宗的日子。他当杂役的时候去过凌霄宗一次，送一批货过去，见到了一些凌霄宗的正式弟子。即使是正式弟子，如果修为低下或者没有后台，也过得无比艰难，因为每天的任务太多了，不加班根本做不完，哪还有时间修炼啊？可红鸾宗完全不一样，每天任务就是修炼，
宗门接取的任务还可以拿积分兑换丹药，可不是其他宗门强制任务还没有额外奖励。这样的宗门才可以大兴啊！陈心安仿佛看到了未来，师尊振臂一呼，亿万弟子齐呼的画面，那必定是何其壮观。除此之外，还有勤劳奖、任务奖、奋斗奖、优异奖、三好弟子奖等等，奖励不多，别嫌弃。苏青云手又一挥，又是一堆银子飘了出去，这次几乎有半数弟子都领到了奖励。还有炼气境的弟子，根据修为皆可以每个月免费领取下品灵石，炼气1重1块，炼气2重2块，以此类推。紧接着苏青云又拿出了21块下品灵石，分给了7位炼气境弟子。这一幕再次让众人震撼，比银子更加震撼，竟然还发灵石！天啊，这可是灵石，1块就价值几万两银子，能够帮助修炼者快速提升修为的珍贵之物啊！谢宗主赏赐，谢师尊！一时间，整个大殿中所有人，包括那些没有炼气成功的弟子，都是一脸狂热地朝着苏青云叩首。这样的待遇，简直让所有人都疯狂了。修炼必须早日炼气，如果你们表现好了，每年还有年终奖，且年终奖的数额至少为3个月的额外奖励。苏青云又道，这话一落，更加令所有人沸腾了。卧槽，还有年终奖！听到苏青云的话语，原本还沉浸在激动中的众人立刻清醒了过来，又更加激动了。宗主威武！宗主威武！宗主威武！这一刻，苏青云的身影在众弟子眼中是何其高大，简直宛若神明，让他们崇拜。如果苏青云查看弟子们的信息，可以发现几乎每个弟子的宗主忠诚度都在暴涨。这一波下去，102个新弟子，几乎没有一个弟子低于70了。不过有奖必有罚，每个月每人都需要重新登一次天梯，若你们在登天梯的位置不进反退，那一切奖励全部取消。若低于60层，废除修为，逐出宗门。忽然苏青云话音一转，冷漠道，宗门忠诚度下降，那肯定是出现了异心，下降多了，甚至会判出宗门，这是他无法容忍的一幕。弟子明白。顿时众弟子肃然起敬，恭恭敬敬地说道，好，散了吧。苏青云微微颔首，随后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可以离开了。弟子告退。众人躬身施礼，缓缓离开。这些弟子3、5成群，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与兴奋。这辈子能入红鸾宗，我之幸运啊！没想到宗门还发银子，太感动了。以后宗主一句话，我愿上刀山下火海。之前家里为了送我入仙门，欠了一大堆债，我把这些银子都送回去还债，并且告诉家人这个喜事。我也要回去一趟，这些年家境贫寒，爹娘他们好久没有尝过肉末味了，我要买一大块肉回去。众弟子议论纷纷，一个个脸上带笑，向着远处走去。这些话语全步入了苏青云的耳中，看着这些弟子的背影，苏青云微微一笑。他可以预感，等这些弟子回去云水城，将红鸾宗发银子的事情传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消息将会以云水城为中心，以极快的速度传向四面八方，最后席卷整个帝国。那些入不了宗门的贫寒子弟，那些被欺压已久的穷苦百姓，那些被规则束缚的底层民众，那些求仙路上蹉跎的苦命人，将会从各个地方跨越千山万水，攀登万里路途，赶至红鸾宗而来。而那时红鸾宗的规模将会扩大到一个恐怖的程度。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苏青云想起了穿越之前那个世界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第一批弟子下山入城之后，红鸾宗发银子的事情便慢慢传播了开来。一开始知道的人少，传变慢，可这种爆炸新闻，知道的人一旦多了起来，那传播的速度将完全失控。而结果如苏青云所猜测的那样，之后的几天，红鸾宗的名声彻底爆了。什么？红鸾宗入宗免费，仙法免费，每个月不仅不要交银子，还发银子？卧槽，真的假的？别骗我啊！这世道还有宗门发银子？仙法免费，1个月发30两，炼气成功奖励100两，修为越高发的越多，还不限制考核年龄。
没有颜控，穷的丑的都可以加入。这哪里是仙门啊，这就是我亲弟啊！云水城的民众，很多人都是一愣，随后他们脸上露出了惊喜和激动，一股巨大的狂喜瞬间涌遍了他们全身。这样的宗门，如果他们加入了，那将是何等的幸运！于是，更多的人挤满了红鸾宗的山门，都想要通过考核进入红鸾宗，好一幅热闹的景象。加上发银子这件事情一出，不仅仅参加考核的人多了数倍，更加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宗门好感度也飙升了很多。之前最多的时候，一天不过10几位新人通过考核，而现在这个数量一下子翻了好几倍。一时间，这件事在云水城内疯传开来，很快就传遍了周边郡县，而且还在向着更远处蔓延。红鸾宗彻底在帝国扬名了。之前红鸾宗斩杀凌霄宗的长老弟子，那名声也只是在帝国各大宗门之间流传，民众可不会管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只要有饭吃，就是天下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又怎么样？可这次不一样了，本来大家一天只能吃一餐粗茶淡饭，一年难吃一餐肉，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现在有一个仙门，包吃包住，免费入宗，免费学习仙法之外，每个月还发30两银子。30两啊！在如今被宗门地主豪族压制之下，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想赚30两银子，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可成为红鸾宗弟子，每个月都可以领取30两，疯了，彻底疯了！红鸾宗千里之外的某个大城中，某个街道角落，一个乞丐坐在墙角，双目无神地望着前方。这个乞丐胡子拉碴，满脸污垢，衣服破烂，蓬头垢面，显得脏兮兮的，看不清他的相貌。他就一直注视着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嘿，你听说了那个红鸾宗的事情吗？红鸾宗就是这几天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拥有元婴强者的新宗门。是啊，我听说那红鸾宗入门全免费，每个月还发几十两银子呢。我也听说了，这是假的吧？那些宗门恨不得越收越多，怎么可能免费还发银子？不知道，反正咱们在这里也只能勉强混口饭吃，要不去看看，万一是真的呢？几个行人从旁边路过，讨论着关于红鸾宗的事情，你一言我一语，显得非常激动。听到这些人的言论后，乞丐本来不动的目光却突然移动了一下，浑浊的双眼之中也缓慢聚焦了一丝神光。入门免费，每月发银子。他口中呢喃着，而眼中的神光却是逐渐清晰了起来。想到这里，他缓缓站了起来，走到了路中间。草尼玛的，本来就一肚子气，看到你们这些臭乞丐更烦了，给我打死他！一个衣着华丽的公子哥不知道在哪受了气，怒喝了一声，立刻跟在他后面的一众狗腿子就朝着那乞丐冲了过去。哼，今天就算是阎王爷来了，也救不了你，敢挡劳资的路，下辈子注意点吧。那公子哥嚣张地说着，嘴角噙着一抹阴狠。砰！几根木棍直直砸在乞丐的头顶，乞丐倒是没什么事，可那木棍却全部断裂。同时，那乞丐缓缓转过头，一双深邃的目光不紧不慢地扫过那公子哥与几个狗腿子。一瞬间，那公子哥也好，那几个狗腿子也罢，都仿佛被施了定身术一般，静止在了原地。他们一双双睁大的瞳孔中露出惊骇的神色，可其中的神采却逐渐暗淡了下去。撕拉！下一刻，乞丐身边的虚空被撕裂，而他的身影也在一瞬间消失。啪！随着乞丐离开，那位公子哥与几位狗腿子直直地倒在地上，已然再无生命气息。千里之外，高入云霄的凌霄山，有一庞然大物，名为凌霄宗。此刻，凌霄宗最高的山顶站着两道身影，一位背着双把宝剑的青年，黑袍裹体，浑身散发着冲天的剑意，一剑斩出，仿佛可以开天断海。另一人是一位老者，鹤发童颜。老者负手而立，站在山顶的边缘处，俯视脚下苍茫的大地。凌霄，关于红鸾宗，你怎么看？老者淡淡出声，声音低沉，却透着一股莫大威严。这是一位无法想象的绝世强者。师尊，那红鸾宗宗主苏青云，斩我凌霄宗长老，
又杀我宗弟子，绝不可饶恕。黑袍青年冷哼，眼中寒芒闪烁。不是这个，我问的是红鸾宗给门下弟子发银子之事。老者摆了摆手，发银子？哼，我不信这世界还有如此单纯的元婴强者，为那些蝼蚁发银子。依弟子看，这不过是红鸾宗的阴谋。师尊，让弟子前去，让红鸾宗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吧。黑袍青年摇头嗤笑，眼眸中尽是轻蔑之色。见状，老者眉宇微皱，叹息道：凌霄，虽然你天赋奇佳，但这100年来太顺风顺水，养成了骄傲自满的性格。切记，在你一日未踏入元婴时，永远不要想着看清这样的强者。黑袍青年不满道：不是有师尊在吗？那红鸾宗宗主能反了天了不成？老者摇头：我虽然实力强悍，可世间的元婴哪位是等闲之辈？没有3位同级一同出手，想将其留下可不太容易。这样的强者，如果一次不能将其击杀，让其逃遁，那接下来在他死去之前，你我睡觉都无法安稳。黑袍青年哼道：难道我们坐视不理，看着红鸾宗发展起来，威胁我们的地位吗？放心，为师已有办法。老者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得罪我凌霄宗，又怎么可能将其放过？我已禀告仙盟，不多时，仙盟便会派强者前来。凌霄宗的反应，苏青云不知，就是知道了，他也懒得理会。他知道的是，红鸾宗如今已经快速发展起来了。现在月初已经过去了7天，也就是距离上次月底发银子过去了7天的时间。山顶之上，苏青云注视着众弟子，看着他们修炼的修炼，劳作的劳作的，眼中满是欣慰之色。近1000的弟子，天道山早已居住不下，红鸾宗山下周围的几里地都被弟子们盖上了新房。现在还凑合，可随着弟子数量越来越多，10里的范围恐怕不够了。苏青云喃喃自语，摇了摇头。红鸾宗该扩建了，不过宗门升级需要出现一位筑基境的弟子。陈心安踏入筑基境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行，这种事情急不得。师尊，每个宗门弟子都有专门的统一服饰，这是我为红鸾宗5代弟子设计的服饰，都设计了几十种，您要不要看看？林妙可走了过来，递给了苏青云一本册子。苏青云打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图案以及衣服款式，甚至连鞋袜的尺寸也做了详细的标示。5代弟子的5种服饰，每一种都有很多修改的版本。看到这些，苏青云忍不住赞赏地看向了林妙可。不错，统一的服饰更有凝聚力。那么你觉得哪种更适合？苏青云问道。林妙可翻到第1页道：我设计了几十种，还是觉得这第1版最好看。师尊，您看，像大师兄这样的1代弟子，应身穿金色锦袍，如此才能展现气质，足以领导众弟子。我们这些2代弟子穿紫袍就行了，3代弟子蓝袍，4代弟子青袍，5代弟子白袍。男弟子与女弟子的服饰有细微的差别，而且有了不同的分级，也可以更加激发弟子们的修炼动力。师尊您看怎么样？苏青云听完后微微点头。不得不说，林妙可对这些事情确实考虑的比较全面。不错，就按照你的设计来，这些服饰的事情就交给你办了。事成之后，奖励你50积分。你先定制1万套，每位弟子发2套，品质一定要上等的。这是100万两银子，不够你再跟为师说。苏青云大气道，他当即大手一挥，递了一个储物戒给林妙可。谢谢师尊，弟子一定努力，绝对让师尊您满意。林妙可闻言顿时露出喜色，恭敬地答谢一声，拿着储物戒转身走了。看他兴奋的背影，苏青云嘴角勾勒出一丝弧度。如今的红鸾宗已经越来越像样子了。不错，短短7天时间，红鸾宗的规模又扩大了很多倍，弟子的数量也由107人达到了近1000人。月初的第1天招收新弟子20人，第2天新弟子22人。前2天可能消息有延迟，人多了一些，但不明显。可随着消息传遍云水城角角落落，直接爆了。第3天新弟子68人，第4天新弟子首次突破3位数，达到了102人。第5天
更加达到了172人。第6天突破200人，达到了218人。第7天最为恐怖，达到了惊人的289人。前面7天一共102位新弟子，而随着发银子的消息传出，这7天一共多了891位新弟子，加上前7天的弟子以及陈新安等人，红鸾宗如今弟子的数量来到了998人，距离1000只差2人。而7天来，弟子的修为们又提升了一大截，这也让苏青云如今的实力再一次得到了提升。弟子信息：弟子数量998人，凡人883人，人数太多，请宿主点开一一查看。炼气一重108人，张狗蛋、李狗胜；炼气2重2人，刘铁柱、王二狗；炼气3重2人，洛仙、古月青素；炼气5重1人，古月青素；炼气6重1人，林妙可；炼气8重1人，陈新安。7天过去了，炼气成功的弟子多了100多人，而7天前炼气成功的弟子几乎每一人都提升了1重修为。提升最快的还是古月青素，7天再次突破2重，修为已经逼近林妙可了。而多了这么多弟子，又提升了这么多修为，苏青云的实力也随之水涨船高。宿主姓名苏青云，年龄18，境界筑基4重，物品中品灵石214，下品灵石56348，金子500万两加，银子6000万两加。筑基4重，量变引起质变，近1000的弟子，所有的实力之和翻10倍，不仅突破了筑基壁障，还一举达到了筑基中期。照如今下去，筑基巅峰还远吗？金丹境还遥不可及吗？在苏青云注视着众弟子时，云水城的某个角落，一道虚空裂缝出现，一位乞丐从中出现。乞丐出现之后，目光看向红鸾宗的方向，他前方有许多建筑遮挡视线，常人根本无法看到红鸾宗的一丝一毫的踪迹。可在他眼中，仿佛无视了这些建筑，看到了10几里之外的天道山。这不看还好，只是一眼，这位乞丐便愣住了。红鸾宗的大殿上正盘旋着一条金色巨龙，金龙栩栩如生，浑身散发着神圣威严的气息。在真龙的身体表层，一缕缕霞雾缭绕，宛若一缕缕祥瑞。这金色巨龙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一道虚影，很淡很淡，但却带有一种莫名的气韵。而且普通人根本看不到这金色巨龙，唯有他这种级数领悟了天地道义的存在，才能看到其真实面貌。让乞丐愣住的是，在这个时代，他竟然还能看到如此东西。他都已经忘记了，这东西在世间已经消失了多少年头了。这样的气韵金龙，很多年前，在他还不是乞丐时，在他还是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时，也曾见到过。可是当信仰在不可抗力之下他崩时，那气韵便已然消散无踪迹了。他喃喃自语，有些沙哑的声音缓缓传出。唯有当信仰凝聚到了极致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气韵才能化作金龙。只是在不可抗力的大势所趋冲刷下，你的宗门又能坚持多久？凌霄宗传送阵处，唰！传送阵光芒闪烁，巨大的动静也引起了周围众人的注意力。大陆太过广阔，有些地区动辄百万千万里，即使强大如元婴的飞行速度，一时之间也难以抵达。因此传送阵便成为了超远距离赶路的标配之一。不过由于传送阵造价极高，一般的宗门根本用不起，也只有凌霄宗这种仙盟500强才能勉强拥有。而此刻传送阵的光芒十分耀眼，动静也越来越大。一般来说，动静越大，其来人传送的距离越遥远。也就是说，此刻从凌霄宗传送阵中要出来的存在，极可能来自千万里之外。如此遥远的地方，还有人来到小小的大赵帝国，几乎不用猜测就知道来者是什么人了。凌霄宗那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整理了一下衣裳之后，带领着持剑的黑袍青年之内等一众强者来到了传送阵的出口处。哗！伴随着一道炫目的流光，一道长虹从里边激射而出，悬浮在半空，
久久未落。凌霄宗等人拜见仙盟上仙。凌霄宗老者弓腰一拜，虔诚无比地对着天空中的人影拜道。黑袍青年等其他人紧随其后，单膝跪地，恭敬行礼。待流光敛去，一个穿着华丽的胖子出现在其中，一只手拿着一个巨大鸡腿，另一只手则握着一块不知名妖兽的烤肉，吃着满嘴流油。看他吃相粗鲁，脸庞肥嘟嘟的，简直如同一头猪般。凌霄宗老祖抬头看去，传送阵的光芒已然停止，半空之中唯有眼前的胖子一人，其气息金丹大圆满，原因都没有。不知上仙来自仙盟的哪方大势力，可有长辈跟随？老者试探性问道，微微有些不满。可胖子看都没有看一眼，更加没有搭话，依旧吃着他的美味。看到这一幕，凌霄宗老者有些尴尬，心中也有一股无名之火，但也不敢轻易发怒，毕竟不知道眼前这胖子到底有何等深不可测的背景。不管是仙盟32强的哪个势力弟子，都远远不是凌霄宗可以得罪的存在，甚至有些强大势力连凌霄宗的背后靠山都不敢得罪。不过他可以忍住，一旁的黑袍持剑青年已经忍不住了。胖子，我师尊问你话呢。黑袍持剑青年厉喝一声，如果来人是为原因也就算了，区区一个与他同境界的金丹大圆满，也敢如此嚣张。胖子终于放下手中鸡腿，擦了擦油腻的嘴巴，打了个饱嗝，随后转头扫了黑袍青年一眼，一双眯眯眼眸微眯，露出危险的光芒。滚！一字落下，那黑袍青年顿时如遭雷击，胸膛被撞得凹陷下去。噗！一口鲜血喷出，原先那傲慢的神情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惊骇欲绝。怎么可能？你是金丹大圆满，我也是金丹大圆满，可为什么？黑袍青年捂住胸口，一脸不甘地吼道，眼中充斥着震撼和恐惧。这胖子看似懒洋洋，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可刚才的瞬间，他竟然感觉自己被一头蛮荒凶兽盯上了，只需要一念之间就能把自己给撕碎。要知道，他凌霄可是帝国第一天才啊，未来踏入元婴已是板上钉钉，几乎可以说是金丹之境无敌手了。上仙息怒，我这弟子不懂事，请勿怪罪。凌霄宗老者急忙开口替凌霄求饶。他虽然也震惊胖子爆发的力量，但却更明白，此人虽然外表随意，可定然不凡。金丹境竟然拥有堪比元婴的实力，这就是那些顶尖仙门的天才弟子吗？区区蝼蚁，本少主灭了你的宗门，易如反掌。胖子冷哼一声，收回目光。凌霄宗老者心中一凛，额头布满冷汗，连称是。凌霄的脸色阴沉的吓人，他堂堂帝国第一天才，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屈辱？可此刻面对这个奇丑无比的胖子，却不敢反驳。本少主乃天宫核心弟子，不知你凌霄宗有何要事？胖子瞥了凌霄一眼后，漫不经心地问道。什么？天宫弟子？凌霄宗老者双眼猛然睁大，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猜测了很多个超级势力，可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势力，那可是至高无上的天宫。他激动到浑身颤抖，心中则在疯狂呐喊，红鸾宗，你完了！红鸾宗，苏青云静静地看着登天梯上一个又一个的新人踏上60层。这才半日，踏上60层的新弟子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昨天一整天了。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今天新弟子的数量将有希望超过500之数了。如此招新速度，1万套服饰看起来也就几天的量，看来下次要准备好10万套了。苏青云摸了摸下巴，喃喃低语。也就是在这时，一道不起眼的身影悄然进入了红鸾宗的地盘。那是一个乞丐，从云水城中走出，顺着大量的人群来到了红鸾宗山脚下参加考核的登天梯旁。那乞丐抬头看着眼前热闹的登天梯以及周围众人的议论声。考核公开，不限年龄，不限身份，繁体亦可加入。乞丐喃喃自语。如此的宗门考核方式，即使是他都不得不感到震惊。要知道，即使在他那个时代，拥有气运金龙的宗门，招收弟子的时也会有灵根限制啊。毕竟宗门资源有限，无灵根的弟子实在是培养不起。
可眼前这个红鸾宗，竟然连无灵根的弟子都一视同仁，这种胸襟和魄力，让他都为之叹服。因为红鸾宗做到的是昔日他们的没有做到的事情。想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下，眼神有些复杂。如此宗门，尽我之力，能多存在一天就多存在一天吧。只是希望，遗憾不要发生那么快。片刻之后，他缓步向着登天梯走去。登天梯第60层，古月倾诉站在这里，恭喜每一位登上这个位置的新弟子。招收新弟子之事，由他们这些2代弟子轮流主持。今天刚好轮到古月倾诉。哈哈，我也上来了。7天啊，你们知道我这7天是怎么过来的吗？一个少年艰难地攀登到了60层，兴奋地跳起来大叫。下方所有人都一脸羡慕地看着他，爬起来更加努力了。恭喜师弟登上60层，请往旁边等待，届时考核结束，我带你们前往大殿内。古月倾诉点了点头，淡笑一句：好嘞，谢谢师姐。少年闻言咧嘴一笑，朝着旁边走去，与通过考核的众人站在一起。不久，又陆续有人成功攀登，登上60层以上的人越来越多。恭喜师弟登上60层，请往旁边等待，届时考核结束，我带你们前往大殿。又一人登了上来，古月倾诉下意识地说道：繁体炼气3重。沙哑的声音响起，古月倾诉惊愕地抬起头，却看到眼前站着一位乞丐。不过虽然是乞丐，古月倾诉眼中没有一丝嫌弃的意思，反倒是升起一抹疑惑，因为眼前的这人能看透他的修为。这样的话，那这人实力应该比他强，可修仙者怎么会是乞丐呢？不过这个疑惑没多久他就放下了，微笑道：你已通过考核，请往这边请。乞丐站在原地不动，他的目光扫过一旁已经通过考核的人，发现里面有不少人穿着打补丁的破旧衣服。300多人，灵根强的几乎没有，多是杂灵根，天才少见，平凡才是主流。甚至在其中，他还看到了与他一样的乞丐。那些流言并非假的，红鸾宗真的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随后他的目光再次移向古月倾诉，这位已经炼气3重的凡体少女，面对他时眼中也没有丝毫嫌弃的意思。我是乞丐，也可以进入宗门吗？乞丐开口问道。当然可以，只要通过了考核，能够遵守宗规，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古月倾诉回答道。乞丐也可以享受与别人一样的宗门待遇。乞丐继续追问。古月倾诉微微一笑，继续开口：红鸾宗的弟子人人平等，只要你越努力修炼，修为越高，待遇自然越好。说完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在被师尊领进门之前，我也是乞丐。他丝毫不忌讳自己的出身与其他人相比，即使如此卑微了，他也不曾感觉在别人面前低人一头。因为师尊曾对他说过一句话：出生怎么样自己无法决定，可未来怎么样取决自己的选择。乞丐愣了一下，深深地看了一眼古月倾诉，随后踏步而上，迈上了61层台阶。古月倾诉微微一愣，眼前的乞丐竟然还要继续往上走。不过他没有阻止，而是悄悄跟在其身后，看其最终可以达到多少层。62层、63层、64，很快那乞丐已然踏入了第70层。如果说登上60层的人数众多，有些不起眼外，可到了70层，那已经再无其他人了。顿时间，更多的人注视着70层上的那人，当看到是乞丐时，顿时又纷纷震动了起来。卧槽，乞丐都可以登这么高，我怎么能落后？难道我连乞丐都不如吗？靠，都半个月过去了，拼了，不信今天还登不上60层。霎时间，更多人冲了上来，争先恐后，觉得自己不应该还不如一个乞丐，都想登临60层。而此刻，那乞丐已然登上了80层，并且还在往上走。当乞丐踏上80层的时候，古月倾诉就停了下来，眼中闪过一抹惊讶。如今除了最开始师尊收的6个弟子外，所有人都卡在70多层，还没有人登上过80层呢。70层不过4代弟子，他还没有主持，可到了80层，他必须要禀告师尊了。想到这里，
他一路小跑赶到山顶，找到了苏青云。师尊，有人登上了80层天梯。说到一半，他声音停了下来，因为苏青云正背负双手，看着登天梯上80层的那个乞丐。不是80层，在他跑上山顶的这段时间，那乞丐又上走了10层，也就是说，那乞丐已经来到了90层。90层，跟他一样的2代弟子，还是第一次入宗。他惊讶地捂住了自己的樱桃小嘴，眼中满是不敢置信。不仅是他，这乞丐登上90层，也吸引了无数道目光。太疯狂了！苏青云神色未动，在这个乞丐踏入红鸾宗领地的一瞬间，他就已经心生感应了。虽然这乞丐不管从外貌、神态还是气息都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寻常人看到都不会多看一眼，可是他不一样，在红鸾宗领地之内，他绝对无敌，即使是一丝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的感应。这乞丐要真是普通人，他可能都不曾察觉，可问题他不是普通人，他有意压制修为，装作凡人。可即使这样，他的身边依然围绕着淡淡的道韵。这淡淡的道韵别人看不到，可能连元婴老怪都察觉不到，可他苏青云可以。此人不是凡人，而是一位修为极高的老怪物。不过苏青云之所以神色未动，是因为其登上了90层，也就是说，此人虽然是个老怪物，可对红鸾宗的好感度足足达到了90点。这么高的好感度，那自然不会是什么对红鸾宗不利的人，因此他除了注视此人外，并无其他动作。他此刻心中在思考着给这乞丐一个什么职位。弟子已经不太合适了。片刻之后，古月倾诉带着那位登上90层的乞丐出现在了苏青云的面前。这位就是我们宗主。古月倾诉介绍道，随后又退了出去，继续主持弟子的考核。乞丐微微抬头看向苏青云，白袍胜雪，眼含星辰，翩翩少年意气风发，仿佛透过苏青云，他看到了遥远过去的自己。你叫什么名字？苏青云问道。名字，乞丐停顿了一下，缓缓开口，想不起来了。曾经他有一个耀眼的名字，只是那个名字已经随着一场硝烟而散，了无踪迹。这个世间想必已经没有几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吧。既然这样，有没有名字那又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名字，那我就叫你无名吧。苏青云略一沉吟，开口说道。多谢宗主赐名。无名躬身行礼，开口说道。苏青云点了点头。你叫我宗主，说明你要加入我红鸾宗吗？无名轻轻地点了点头。自始至终，他仿佛都是一个正常乞丐一般，没有一丝架子。按照规矩，入了90层可以成为我的亲传弟子，但你的年龄做我的弟子不太合适。苏青云开口。笑话，眼前的乞丐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了，就是他的太爷爷都不一定有他大呢。无名不曾回话，静立不动。这样吧，苏青云继续开道，仙法阁缺一个守阁长老，要不你去？长老！无名还是没动，片刻之后才道，宗主，长老之位抬高我了，我当一个扫地的杂役就行了。杂役？苏青云神色古怪了起来。好，不过他也没有拒绝，而是干脆的点了点头。眼前的乞丐应该是有其不想说的秘密，既然他有秘密，那苏青云尊重他的选择，就随他去吧，只要他心向红鸾宗就行。随后苏青云点开系统查看自己的修为信息。宿主姓名苏青云，年龄18，境界筑基5重，物品中品灵石214，下品灵石5万加，金子500万两加，银子5900万两加。筑基5重，苏青云皱了皱眉头，按道理这位乞丐入了宗门，他的实力应该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变才对吧？怎么就提升了这么一点？而且这好像不是那乞丐带来的修为增长，是众弟子今天突破的人不少带动的提升吧？系统怎么回事？他在心中询问起来。主角成长依然无比快速，几章之后就帝国前几了，
再过几万字就帝国无敌了。但要是无名实力反馈，那一下子全天下无敌了，那就没得写了。丁，宿主实力为宗门所有弟子之和的10倍，无名并非宗门弟子。听着系统的回答，苏青云无语了。靠，早知道厚着脸皮收其为弟子了。丁，师定要强于弟子，修为高于宿主者，不可收其为弟子。似乎听到了苏青云心中的吐槽，系统的声音继续响起。系统，不是师不必贤于弟子吗？你怎么偷改了？没错啊，师不必贤于弟子，但师要强于弟子啊。苏青云，好吧，卡 bug 失败。不过也是，要是可以随便来10倍无名的实力，这天下间能胜过他的还有几人？红鸾宗收了一个这样的顶尖强者，已经很满足了。红鸾宗宗主，出来！突然，山门外传来叫喊声，这让苏青云眉头微微一挑，又有人来送银子了。师尊，是凌霄宗的几位执事在外面叫喊，要不要让弟子前去打发他们？唐云烟走了过来，恭敬地询问道。唐云烟摇了摇头，走出了大殿，来到了山门之外。此刻，几位凌霄宗的执事正大摇大摆地站在了山门之外，一个个趾高气昂的模样。片刻之后，苏青云带着唐云烟出现在了几人面前。哟，这不是唐云烟吗？考核失败，来这里来啊！一位执事一下子就看到了唐云烟，顿时出言讥讽：唐云烟，你可是我凌霄宗的杂役，没有报备就乱跑，可是犯了叛宗之罪啊！另一位也开口，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叛宗，那可是死罪！最后一位执事也冷笑道。唐云烟抬头看着眼前的几位凌霄宗执事，顿时双眼微微一冷。王执事、许执事、韩执事，一些不好的过往闪起在唐云烟的心头。其中，王执事正是那位说他考核不通过，说他是牛马的那位。许执事在平时看不起他没有背景，故意安排没人干的苦差事，特意针对他。韩执事在一次他与另一位杂役弟子纠纷中，因收了对方银子，黑白不分，不听解释就打他几10个板子。3位执事竟然都是凌霄宗驻云水城的管事者，如今全部找上门来了，不是送上门来了。想到这里，他心中就积攒着一股怒火。凌霄宗的几位送上门来，所谓何事？苏青云余光瞥见了唐云烟的表情，看着几位凌霄宗的执事，呵呵笑道：哈，我们虽是凌霄宗的执事，可这次不是我们凌霄宗要找你红鸾宗。王执事大笑着开口，神色极为高傲：我们不过是带路的罢了。许执事也冷笑道，一副看死人的模样。随后几位执事转过身，恭恭敬敬地跪拜在地上。仙盟大人，这里就是红鸾宗了。随着几人的恭敬声音响起，9天之上，一道身影骑着一匹火麒麟慢悠悠地落下。火麒麟威武无比，一阵热浪袭来，令周围弟子忍不住倒退数步。火麒麟之上是一道肥胖的身影，他居高临下，淡漠地盯着红鸾宗，眼底掠过一抹鄙夷。这等小地方，灵气稀薄，强者稀少，如果不是师门任务，他根本懒得过来。仙盟威震天下，仙盟大人出行，万宗皆拜。几位凌霄宗执事一脸狂热地高呼着，又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什么？仙盟的大人物？听到这些话，红鸾宗的弟子们纷纷不安了起来。毕竟仙盟的威名实在太甚了。不过看着苏青云依然背负双手，目光淡淡地看着天空时，他们又稍微松了口气。而那天空之上，脚踩火麒麟的胖子目光扫过一圈，最终落在苏青云的身上。吾乃天宫核心弟子高可攀，师从仙盟元老真阳尊者，特奉命调查你红鸾宗入仙盟之事，速速配合，否则便是红鸾宗除名之日。那胖子直截了当的开口，态度嚣张跋扈。而随着他的声音落下，包括唐云烟在内，知道天宫这个势力的众人全都双眼微微一缩。仙盟500强，众人知道最多的便是凌霄宗与云天宗，外地的500强宗门很少有人去特意了解，哪怕就是仙盟32强，大部分势力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可是即使是一些普通人
都对天宫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因为天宫，仙盟第一，他竟然来自传说中的天宫。听到胖子的话，很多人不由得目瞪口呆。虽然不知道天宫到底有多强，但只要一想500强的凌霄宗都强大到了逆天的程度，那排名第一的天宫又该何等强大。听说凌霄宗的大殿都是金子做的，那天宫不会连地板都是金子吧？嘿，说不定天宫的厕所都是金子做的呢。哇哦，那天宫弟子种菜用的锄头是不是也是金子做的？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弟子小声议论道。红鸾宗内刚刚入宗正拿着一个扫把扫地的无名，听到这话时目光微微抬头。天宫他的手微微用力，崭新的扫把棍上顿时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纹。所有人当中唯有苏青云神色淡然。天宫很强吗？哈哈哈哈哈哈！高可攀疯狂地大笑了起来，仿佛听到了这世界上最可笑的笑话一般。仙盟震慑天下，八方设伏，普天之下莫敢不从者。而天宫乃仙盟之首，更是凌驾天下的霸主。你说天宫强不强？哈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高可攀放肆地大笑道，笑容中充斥着无尽的嘲弄与蔑视。哦，是吗？苏青云嘴角露出一丝轻笑，缓缓开口道，那不知你来这里所谓何事？哼，普天之下但凡元婴级势力都需加入仙盟，否则仙盟人人得而诛之。高可攀冷哼了一声，毫不客气地说道，那我想知道加入仙盟有什么条件？苏青云似笑非笑道，条件？听到苏青云的话语，高可攀嗤笑了一句，傲慢开口，元婴势力只需要每年上交 50% 的收入，再额外上交1亿两银子、1000万两黄金、1万下品灵石、100中品灵石的入盟费。交了钱，你的宗门便可以享受仙盟庇护。若是没有交钱，嘿嘿。说到这里，高可攀脸上露出一抹阴沉的冷笑，那就只能怪你运气不好，招惹了仙盟，注定被灭门。听着这话，苏青云不由得笑了起来。除了 50% 固定分成，额外还要1亿两银子、1000万两黄金、1万下品灵石、100中品灵石。就以拥有2位元婴势力的凌霄宗来说，一年能收入多少？10万弟子，每位弟子每月30两银子，一年也才3600万两银子。当然，凌霄宗的收入不可能只有这些，弟子们需要的仙法、武器、丹药等等都需要额外花银子购买，而且价格比每月基础银子还要多得多。再加上宗门接的任务，比如护标、种植灵草，以及附庸势力每年上交的供奉，凌霄宗一年差不多可以收入几亿两银子。凌霄宗拥有一个下品灵脉，每年产出下品灵石差不多才2-3万左右，而100中品灵石等于1万下品灵石。也就是说，就以凌霄宗的规模来说，这要上交的何止 50%， 几乎占到了 70-80% 了。这还是凌霄宗这种仙盟500强，要是只有一位元婴势力的普通宗门呢，这根本就承受不起。苏青云呵呵一笑道，不久前一位仙盟元老找过我。此话一出，高可攀脸色微微一变，有些不自然起来。那位仙盟元老告诉我，元婴级势力每年好像上交 40%， 而且没有额外的上交。我想知道这多出来的是进了谁的口袋？不，你没有这个胆子，那想必是进入你背后那叫什么什么阳尊者的口袋。苏青云饶有深意地说道。听到这话，高可攀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却又马上镇静了下来。胡言乱语，什么 40%， 规矩就是如此，你红鸾宗到底交不交？说完这话，高可攀的目光越发寒冷了。抱歉，我红鸾宗不交。苏青云摇了摇头，淡淡的吐出几个字。高可攀的眉宇间闪过一丝暴怒，小小蝼蚁竟敢忤逆仙盟法旨！轰隆隆，刹那间，整片天地风云涌动，虚空都剧烈震颤起来，方圆百里尽皆颤抖，强大的气息自那高可攀以及他脚下的火麒麟身上散发而出。那火麒麟竟然是一尊元婴级大妖！元婴，那是何等强大！元婴期的修士，一念可断山河，弹指间翻江倒海，
翻掌间毁灭一座城池也绝不困难。这让众人惊骇，元婴强者，整个帝国也不过才5位罢了。可是这与帝国巅峰的5人相当的超级大妖，竟然只是天宫一位核心弟子的坐骑。那岂不是说天宫连长老都不需要，几个核心弟子就足以扫平一个帝国？高可攀脚踏火麒麟，目光冰冷而带着浓郁杀机。仙盟雄霸天下，依附强者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天地虽大，也将无你藏身之地。你即使是元婴，也休想逃过仙盟的手掌心。我劝你最好识趣一点，否则方圆百里将因你而寸草不生。他面色森冷至极，目光之中极为高傲，只因他是天宫弟子。只是听到这话，苏青云却只是淡然一笑。死胖子，你身为天宫核心弟子，身上一定有不少宝贝吧？苏青云的目光落在了高可攀的双手上，其2只手上竟然每个手指头都戴了一个储物戒。10个储物戒！你叫我什么？高可攀先是愣住了，随即勃然大怒起来，眼中闪烁着熊熊怒火。本少主最讨厌有人在我面前说胖子2个字，特别是前面还加个死字。今日你红鸾宗必灭，我说的谁也无法改变。说完这话，高可攀直接爆发出一股恐怖气势，瞬间席卷全场。这是一股庞大到让人窒息的威压。火麒麟，将方圆百里一切生灵尽数灭绝。高可攀一声令下，那火麒麟仰天咆哮一声冲出，浑身的火焰越发炙热，宛如太阳一般刺眼。吼！他张口一吐，一道赤红如血的火柱喷薄而出，瞬间横贯天穹，冲向苏青云。火麒麟乃是神兽，铜镜之中远比普通修士更加强大，单单这一头火麒麟就足以让凌霄宗恐惧了。这一击而已，就足以将整座天道山夷为平地。这就是元婴神兽的实力。红鸾宗内，无名悄悄走到了山门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根细木签。他将这木签放在大拇指与中指之间，随时都可以将其伸指弹出。而面对滔天来的火焰，苏青云终于开口了：孽畜，还不跪下！声音响彻天际，如雷霆一般炸裂，震得天穹之上风云骤变。滔天的火焰迅速消散，甚至连火麒麟身上燃烧着的火焰都一同消散了。砰砰！火麒麟从天空摔落，双体卷曲，重重地跪在地上。原本威风凛凛的火麒麟，现在狼狈无比，被镇压在地上动弹不了。死！看到这一幕，周围的人群顿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元婴禁火麒麟，一言镇压，宗主威武，宗主无敌！看到这一幕，红鸾宗的众人纷纷欢呼起来，看着半空中那淡然的白袍身影，眼中充满了崇拜。山门处，无名将手中的牙签收了起来，目光略有些意外地看着苏青云。眼前这位青年的实力似乎比他预想的还要强大得多，难怪他敢正面对抗仙盟的旨意。红鸾宗这边欢呼，而高可攀却是满脸呆滞，一副见鬼的样子。怎么会？元婴境的火麒麟啊，竟然这么轻易就被镇压了。要是被师尊知道火麒麟丢了，那他在师尊心中的地位不知道要下降多少。该死！该死！该死！高可攀脸色扭曲狰狞，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术？他绝对不相信苏青云可以如此轻易地镇压火麒麟，就是元婴巅峰来了也不行。苏青云懒洋洋地抬头，淡淡地瞥了一眼高可攀，淡淡道：你猜？你……看到苏青云一脸随意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只跳梁小丑一般，高可攀简直肺都快气炸了。哼，装神弄鬼！高可攀咬牙切齿，小杂碎，给我去死！他猛地抬起右手，手中浮现出一柄黑色长枪。这杆长枪漆黑如墨，枪刃锋利至极，散发着森然乌光。这赫然是一把上品灵器。长枪之上符文流转，一股股凌厉的煞气蔓延。屠龙枪法，一式杀神！高可攀怒喝，一步跨出，手持长枪朝苏青云投掷而去。这一枪裹挟着无穷凶厉煞气，所经之处，一切草木化作飞灰。
空气被撕扯，发出呜咽哀嚎声。高可攀乃是天宫天之骄子，拥有越级一战的强大实力，因此即使只是金丹大圆满，却足以与元婴一较高下。加上这长枪品质非凡，一般的元婴想接下都不容易。苏青云站在原地未动，只是抬起右手，轻描淡写的一挥，那长枪如同玩具一般，失去一切锋芒，瞬间被其收下。元婴境的上品灵器，应该可以卖好几万灵石吧。苏青云将长枪拿在手里掂量掂量，嘴角露出一抹笑容。神什么？看到这一幕，高可攀瞪大眼睛，一脸震撼地盯着苏青云手中长枪。我的枪！他能够清晰感觉到自己和那长枪已经彻底失去了联系。这一刻，即使是再愚蠢，他也感受到了不对劲。镇压火麒麟不是使用什么妖术，眼前的红鸾宗宗主也不是凌霄宗所说的什么元婴境，他是化神。混蛋凌霄宗虚报红鸾宗实力，将他坑死，真是该死啊！想到这里，一股寒意直冲头顶，他几乎没有犹豫，连忙召唤破戒符，要远遁100万里。只是任由他怎么召唤，破戒符都没有出现。当他看去的时候，惊恐地发现自己手指上的储物戒消失不见了，10个储物戒全都不见了。神不知鬼不觉，他猛然朝苏青云看去，只见那10个储物戒全部被苏青云套在了长枪上。你！高可攀满脸惊悚，他想跑，可发现自己身旁的虚空已经被震封。我这是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还是一个与仙盟敌对的？高可攀心中升起无限悔恨，但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如今能保得性命才是上上之策，至于这个仇，回去之后他有的是办法报。扑通，他当即双腿跪地，对着苏青云连续磕了3个响头。前辈饶命，我愿臣服于前辈，做您忠诚的狗，只求前辈饶我一条狗命。此话一出，四周顿时陷入死寂，所有人呆若木鸡。堂堂天门的核心弟子，居然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一念及此，无数人不敢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而眼前发生的一切却是事实。高可攀确确实实正跪在地上，一副卑微如蝼蚁的模样，向苏青云乞怜。这与他刚刚那冲天的傲气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也让许多人对天宫的畏惧感削弱了许多。原来天宫的人也怕死啊！今天让我受如此侮辱，他日必100倍还之。若我活着出去禀告师尊，到时候管你是元婴还是化神，通通都要死。到时候将你废除修为，我要亲自将你千刀万剐，100遍啊100啊！高可攀的心声被苏青云听得一清二楚。无敌领域之内，没有什么东西是他苏青云做不到的。他淡淡一笑，我还是更喜欢你刚刚那桀骜不驯的一面。放虎归山不是苏青云的性格。看到苏青云的神色，高可攀浑身颤抖，已经读出了自己的结局。不，你不能杀我！我是天宫核心弟子，你永远不知道天宫有多强大。我师尊乃是无上尊者，尊者的手段超乎你的想象。你杀我，你必逃脱不了。他歇斯底里的咆哮，想要以天宫来压苏青云，只可惜他压错了人。苏青云抬手一挥，解开了火麒麟身上的束缚。那火麒麟起身之后，看到了高可攀已成为阶下囚，顿时愤怒了起来。原来在火麒麟的记忆中，苏青云看到了高可攀多次虐待火麒麟，而火麒麟因为被滴血认主而不敢反抗。可现在苏青云已经解开了他的滴血认主。吼！火麒麟长啸一声，一跃而起，巨大的蹄子朝着高可攀的头顶狠狠落下。不！高可攀凄惨的叫喊声戛然而止。天宫核心弟子金丹大圆满的高可攀就此陨落在自己的坐骑蹄中。不过就在高可攀身死的一瞬间，整个天空弥漫起了厚重的乌云。咔嚓！虚空被撕裂一个口子，露出里面漆黑的混沌乱流。同时一道冰冷的声音自里面传来：何人敢杀本尊弟子？寻死吗？那声音带着浓烈的杀意和滔天怒火，
让周围的温度骤降。轰隆隆，紧接着整片虚空裂缝都震颤了一下。众人抬头看去，仿佛可以看到裂缝深处有星辰在其中，散发出无尽的光芒。那星辰之上盘坐着一道巨大身影，好像是从宇宙最原始的混沌当中走出，浑身透发着古老蛮荒的气息。见状，所有人全部倒吸了一口凉气，仿佛在注视神明一般。这道身影太恐怖了，即使是隔着亿万里之遥，居然能够给他们造成如此强大的压迫感，难以想象对方究竟多么的恐怖。轰！那道身影出手了，探出一只巨手，随后一指点出，穿透虚空裂缝，降临在了高天之上。顿时，整个虚空裂缝开始剧烈扭曲，变幻不定。紧接着，一根古老的手指凭空浮现，遮蔽了整个苍穹，朝着下方镇压了下来。所有人都惊呆了，一指震苍穹，这种力量实在太过恐怖，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如此古老而强大的力量，宛如神明，一指可碎山河。只是当那巨大的手指进入红鸾宗10里之内的高天时，苏青云笑了。不管对方是什么境界的老怪物，入了红鸾宗领地，是神也要跪下。苏青云伸手一把抓住那根巨大手指，脸上闪过一抹微笑。老不死的，别装神弄鬼，给我下来！说完，苏青云五指用力一捏，将那巨大手指夹住，然后微微用力一拉，紧接着强大到了不可抗力的强大之力，拉扯着那虚空裂缝中的身影，要将他整个人都拉出去。啊！你是谁？这是什么力量？放开本尊！那声音愤怒无比，但很显然根本没办法摆脱苏青云。短短瞬间，半只手臂已经被苏青云拉入了红鸾宗内。噗！那神秘身影显然明白抵挡不了，倒也是一个狠人，没有丝毫犹豫，另一只手手起刀落，直接将自己的整只手臂斩掉。顿时鲜血狂飙，断臂总比丧命要强。小子，算你狠，来日方长。丢下这句话之后，那虚空裂缝当中的庞大身影迅速远遁离开，连带着虚空裂缝消失，再也不复踪迹。而那些观战者早已目瞪口呆，久久没回过神来。如此强大，宛如神明的恐怖存在，竟然被宗主逼得自断一臂，牛掰，太牛叉了！这位看起来无比年轻的宗主，究竟有多强大的修为？宗主天下无敌，宗主威武霸气！反应过来的红鸾宗弟子兴奋无比，纷纷欢呼雀跃，激动得热泪盈眶。宗主果然是宗主，太厉害了！苏青云淡淡一笑，将手中的断臂精血榨出，随后抹去其杀气，去除杂质，装入瓶中，交给唐云烟。这是一位尊者的精血，蕴含强大的能量，分给门下弟子，用其泡澡可以提升修为。苏青云说道：“是，师尊。”唐云烟欣喜若狂，接过精血，恭恭敬敬地放入储物戒中。随后，苏青云与唐云烟一起将目光移到一旁的3位凌霄宗执事身上。3位凌霄宗只是疯狂咽着口水，身体忍不住发抖。仙盟上仙竟然死了，他们的靠山没了。想起他们刚刚的嚣张跋扈，3人悔恨欲绝，肠子都青了。为了活命，3人纷纷跪在地上，颤抖道：“不关我们事，是那死胖子要我们带路的，我们就是一条带路狗罢了。前辈大人不计小人过，只要前辈饶了我，我甘愿做牛做马。我们错了。”3人痛哭流涕，哪里还有先前的凶恶模样？战胜我的弟子，你们就能活命。苏青云看着几人，冷冷的道：“师尊。”唐云烟一愣，不解地看向苏青云。苏青云淡淡一笑，拍了拍唐云烟的肩膀，道：“怎么，不想亲手报仇吗？”唐云烟闻言，双眼冒光，咬牙切齿道：“想。”苏青云一笑，转过身离去。随后，唐云烟目光微冷地看着眼前3位凌霄宗执事：“王执事、许执事、韩执事，我师尊的话你们也听到了，战胜我，你们就可以活命。”几位执事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快憋不住笑的一幕。他们站起来，脸色微微轻松了许多。唐云烟，你脑子没事吧？
就你，我让你一只手又如何？你真的以为你可以打败我吗？真可笑。几位凌霄宗只是嘲讽道，他们个个都是炼气九重，沉淀多年，在炼气境之中鲜有敌手。而唐云烟1个月前还是凡人呢，1个月能修炼到什么境界？能够炼气成功，就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你们一起上吧。唐云烟脸色平静地说道，今天他必须要为过去的羞辱，让他们明白狗眼看人低的下场。既然如此，那就受死吧。几名凌霄宗执事脸上闪过狞笑，猛然冲向唐云烟。片刻之后，3位执事倒在地上，浑身鲜血淋漓，不可思议地看着唐云烟。唐云烟手持铁棍，身上滴血不沾，居高临下地看着几人。怎么可能？你的实力为何如此强大？你是魔鬼吗？几位执事满脸恐惧之色，惊骇欲绝。1个月前还是凡人，如今却强势碾压他们，这是何等的妖孽！仙人转世也不过如此吧。呵呵，唐云烟摇了摇头。如今的他虽然还是炼气8重，可拥有顶尖的仙法，拥有顶尖的体质，其真实战力早已超越了炼气境，可称一句炼气境无敌。结束吧。唐云烟举起手中铁棍，冰冷道。大殿之中，将门关起来后，苏青云笑得自拍大腿。他手一挥，那高可攀的10个储物戒浮现在了他的面前。发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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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财了！大殿之中，苏青云双眼发光地看着眼前的10个储物戒。他刚刚在外界只是扫了一眼，如今细看，才知道这10个储物戒中到底拥有何等海量的资源。第一个储物戒，1亿两白银，1000万两黄金，1万下品灵石，100中品灵石。单单第一个储物戒就达到了如此巨量的资源，这相当于一个元婴大势力好几个月的收入了呢。等等，这是什么？突然，苏青云发现这枚储物戒背面刻有2个小字：凌霄。苏青云轻轻地念了出来，顿时他的神色古怪了起来。这枚储物戒好像是凌霄宗的。这个数额，高可攀要红鸾宗教的数额很快，苏青云心中已经有了结果。这枚储物戒是凌霄宗孝敬给高可攀背后师尊的。哈哈，凌霄宗啊凌霄宗，你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资源会落在我的手中吧？不管怎么样，这次都要谢谢你们送上这么多钱财。苏青云哈哈大笑着，心情畅快到了极点。用凌霄宗的钱财培养自己宗门的弟子，然后再去打凌霄宗，这想起来就舒服啊。不知道凌霄宗的掌舵人知道之后会不会气得吐血。随后苏青云又看向第2个储物戒，1亿两白银，1000万两黄金，1万下品灵石，100中品灵石，还额外多了1枚晶莹剔透的上品灵石。又是1亿两白银，看来也是一个元婴级宗门上交的保护费。高可攀即将踏入元婴境，上品灵石正好是元婴境的修炼之物，看来这个宗门比凌霄宗聪明一点，还知道讨好天宫弟子。1枚上品灵石等于100中品灵石等于1万下品灵石，而且虽然价值相等，可真的要去兑换，可没有几个傻子愿意将手中的1枚上品灵石兑换成100中品灵石。物以稀为贵，上品灵石只有上品灵脉或者中品灵脉核心每年才产生那么1两枚，中品灵脉东元州还没有发现过，就连下品灵脉也只有3座，分别被凌霄宗、云天宗与帝国皇室占据。不，现在红鸾宗的地下也有1座下品灵脉了。正因为帝国没有中品灵脉，上品灵石才显得更加珍贵。以拍卖会价格，1枚上品灵石至少可以拍卖好几百的中品灵石。可惜你们的算盘打错了，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我红鸾宗的了。苏青云嘴角泛起笑容，目光看向剩下的8个储物戒。这一趟赚大发了，别说只是杀了一个天宫弟子，就是把天宫砸个稀巴烂，那都值了。随后苏青云将剩下8个储物戒一一搜寻，剩下8个储物戒中还有3个储物戒都是与前面凌霄宗储物戒的物品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加上凌霄宗的一共有5个元婴级势力的保护费。
还有4个储物界的东西少很多，只有元婴级势力的1成左右，看起来应该是强大金丹级势力的保护费。这些都不是重点，最后一个储物界才是真正的重点。除了大量的金银、灵石等，还有很多至宝。上品灵气锁子甲，上品灵气非洲，上品灵气赤红头盔、破戒符。单单元婴级的上品灵气就足有3件，加上苏青云手中的长枪就是4件，而且还是一整套，武装到了牙齿。一整套的元婴级灵宝，哪位元婴强者看到了都要眼红啊！很多元婴强者甚至用的还是中品灵气呢。那破戒符更加是保命的稀罕物，就是瞬间遁走100万里。就这一套，想杀金丹境大圆满的高可攀，就是化神来了，不偷袭的情况下，恐怕都留不住。只可惜他遇到了苏青云，杀了一个天宫核心弟子，让苏青云的财富暴涨了10倍不止。宿主，姓名苏青云，年龄18，境界筑基5重，物品上品灵石1，中品灵石748，下品灵石109380，金子6000万两家，银子6亿两家。这才仅仅9个势力的保护费就如此多了，不知道整个仙盟。苏青云眼中露出一抹金光，整个仙盟有超过万数宗门，最差的也是金丹级势力，元婴级势力超过1000，甚至还有很多化神以及化神之上的超级势力。若是全部拿下，那数额简直难以想象。高可攀身死之后，天宫的报复并未到来，不知道是距离太过遥远，还是苏青云那日展现的实力令真阳尊者恐惧。而凌霄宗彻底沉默了下去，不敢去红鸾宗正面起冲突。之后的日子，红鸾宗的规模越来越大，弟子数量一日比一日多，名气也越来越大。唐云烟、林妙可等弟子将方圆数百里的土匪全部剿灭，并且在方圆数百里之内规定不可随意杀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仆人，那也是人。这一个个操作令红鸾宗赢得无数民众的欢呼，红鸾宗的声望也在节节攀升。所有人都知道红鸾宗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了。又一次月底发完银子之后，苏青云再次查看了一下弟子信息。弟子信息，弟子数量31314人，凡人19353人，炼气1重10520人，炼气2重1256人，炼气3重168人，张狗蛋、李狗剩。炼气4重12人，刘铁柱、王二狗。炼气5重2人，洛仙、古月青素。炼气7重2人，林妙可、柳青青。炼气9重1人，唐云烟。如此多的弟子，一个个炼气成功，一个个突破境界，也让苏青云的境界在10天前就达到了筑基9重。这10天来，他的实力每天都在提升，不过境界都被一道鸿沟所阻拦。砰！一道声响传来，苏青云看过去，正是光着上身在奋力奔跑的洛仙。他的炼体境界再次突破，终于超过了凡体古月青素，达到了炼体近6重。随着他的突破，受到反馈的苏青云也感觉体内的一道壁障被强行冲开了。在量变引起质变的情况下，他的境界也终于突破了筑基，踏入了金丹境。天劫降，金丹成，寿500载，从此我命由我不由天。当然，对于苏青云而言，他的金丹无需渡天劫。师尊，弟子感觉底蕴已足够了，想冲击筑基境。唐云烟走了过来，对着苏青云恭敬行礼。去吧，不会有人打扰你。苏青云挥了挥手道：谢师尊。唐云烟躬身退下，看着唐云烟的背影，苏青云的眼中再次露出一抹金芒。过去了接近2个月时间，红鸾宗终于要再度升级了吗？3星宗门无敌范围又将达到多少？筑基境，修仙的第2个大境界。炼气大圆满之后，在体内开辟灵海，以容纳更多的灵气，进一步凝聚灵力，达到质变的层次。随后还要在灵海之中构筑未来的仙道根基，称为筑基道台。2步一起完成，才能踏入筑基境。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而且中途不能被打扰，否则极有可能走火入魔，轻则跌落修为，重则生死道消。踏入筑基，生命层次会得到升华，突破寿元极限，寿200载，并且拥有足够的灵气，施展种种神通，踏空飞行，与炼气境完全不是一个境界。可以这样说，入了筑基，方才是真正的踏足了仙路，走向了强者之路。随着唐云烟的闭关，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到了第3天的时候，一道金光冲天起，吸引了所有的弟子目光。天空之上，那道金光耀眼，金光之中，一道身穿金袍的身影踏空而行。他的脚下没有任何的物品衬托着他，而是一道道精纯无比的灵气在其脚下汇聚，让其稳稳地悬浮在天空。而那金光的来源，来自其背后的一座金色道台。金色道台，传说中的天道筑基，东元州前所未有。而且唐云烟从凡人到成就筑基，总共只花了2个月。在此之前，筑基速度的保持者是凌霄宗的第1天才凌霄，总共用时3年。100多年前，凌霄3年筑基便震动了帝国，被誉为必定可成就元婴的绝世奇才。而现在，唐云烟不仅仅打破了凌霄的记录，还将这个记录提升到了逆天的程度。而且凌霄的筑基只是极品筑基，别说传说中的天道筑基了，就连天道之下的完美筑基都没有达到。当然，在东元州，极品筑基已经可以堪称无敌，横扫铜境了。恭喜大师兄踏入筑基境！周围的弟子看到之后，一个个纷纷拱手祝贺。筑基啊！这样的强者，云水城与周围的100万人总共才3位。丁，弟子修为突破，奖励110积分。丁，宿主修为已突破至金丹3重。丁，弟子踏入筑基，升级任务全部完成，宗门已可升级。丁，恭喜任务已完成，宗门升级为3星，3星奖励已发放，请宿主查看。丁，恭喜宗门升级为3星，领地扩展至100里。随着唐云烟的突破，苏青云就连续听到了好几道系统提示音。宗门信息：宗门名字红鸾宗，宗门等级3星，可升级。宗门人数33135，可随时查看弟子信息。宗门领地方圆100里，宿主在领地范围之内绝对无敌。宗门建筑：宗门大殿1座，可扩建；仙法阁1座，可升级；战技阁可升级；丹阁可升级；神器阁可建立；阵法阁可建立。宗门不动产：良田1000亩，灵种100万颗，下品灵脉3座，年产下品灵石约10万，中品灵石约500。宗门声望100万加，崇拜宗门的人数。宗门积分5万加。4星宗门升级条件：拥有1条中品灵脉，2代以及1代弟子有人修为突破到金丹境。主线任务：请尽快升级到4星宗门，奖励超级传送阵1座，奖励修炼塔1座。宿主回馈：宿主实力为宗门所有弟子之和的10倍。宗门终于升级了！看着这一道道信息，苏青云别提有多兴奋了。3星宗门，领地100里，不是直径，而是半径100里，这是什么概念？整个云水城在这个领地面前都显得比较渺小了，甚至边缘已经触及另外3座大城了。这将是一次大突破，而且随着领地的扩展，红鸾宗的规模将可以再次扩大。现在区区10里还是太小了，几万的弟子显得无比拥挤。诸位，等下会有一些动静，稍安勿躁。苏青云飞入高天，朗声说道。众人闻言都面带疑惑，不知道宗主想干什么。但是很快他们就明白了。轰隆隆，天道山拔地而起，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最终化作了一座巨峰，直插苍穹，高入云霄。在那巨峰之巅，一片金碧辉煌的宫殿屹立。宫殿之上有一块匾额，龙飞凤舞，写着天道殿。不仅是大殿，仙法阁、战技阁、丹阁等全部扩大了好几倍，而且还出现了第2层。除此之外，山顶还多了2座辉煌的建筑，一座上刻神器阁，
一座上客阵法阁，山腰处则多了许许多多整整齐齐排列的建筑，那些都是弟子的居住之所。而山脚下一大片广阔的土地上，还矗立着许许多多的楼宇，一座座亭台，一栋栋楼阁，一块块良田，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并且整个宗门内的灵气浓度提升了数倍。原因无他，随着宗门升级，宗门地下多了2条灵脉。2个月时间，宗门3次升级，这无名的小山头由最开始的100米高，到现在已成为高达几千米的天道山，周围的荒郊野岭也成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灵脉滋养之下，灵草灵药都疯狂增长，品质也越来越高，卖出去也将是一大笔收入。如今的红鸾宗已经彻底有了一个大宗的气派。神迹啊！宗主竟然创造了如此神迹，这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修炼圣地，只怕是凌霄山也难以相比吧。宗主威武！唐云烟、林妙可等弟子已经见过了苏青云改造地形，此刻都被震惊了，因为这次的规模比前2次可大太多太多了。而那些没见过的，此刻犹如得见神迹一般，对着天空中的苏青云跪拜下去。拜见宗主，拜见宗主！数万弟子的声浪滚滚，响彻虚空。当然，只有一个弟子例外。洛仙看着再次变大的天道山，陷入了沉思。他好不容易可以做到一天围着之前的天道山脚跑20圈了，现在又扩大了，如今单单1圈，好像就已经超过了100里。山脚下，无名缓缓抬头，只觉得山顶的光芒无比耀眼，那气运金龙越来越大，越来越耀眼了。气运越强，宗门越昌盛；气运越浓，宗门越辉煌；气运越旺，宗门越繁华。弹指间改变地形，举手间碾压真阳尊者，他莫非是一位天尊吗？无名心中暗道，眼中的神光也是越发清晰。不知道为什么，他仅仅在红鸾宗待了1个多月，突然有种预感，红鸾宗的宗主或许会比昔日的他还要走得更远。被苏青云安排守大殿的火麒麟双眼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好强大！这些天来，他在红鸾宗吃香的喝辣的，被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比在高可攀那里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因此别说逃走了，就是苏青云赶他走，他都不可能离开。离开之后被人类强者抓走，整天虐待吗？如今又见到苏青云大展神威，他的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只有跟着这样的强者，才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呸，才不会辱没了他作为神兽的尊严。要是宗主再抓一头母麒麟就好了，嘿嘿。火麒麟幻想着未来的幸福生活，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弟子不负师尊所望，如今已成功筑基。唐云烟飞到了苏青云面前，郑重行礼道。踏入筑基之后，他强大了太多太多了。天道筑基，绝世体质，他真正的实力不知道到了何种程度。很好，苏青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徒儿果然没让他失望。如今你已筑基成功，之前的仙法也修炼到了尽头，需要筑基期的完整仙法。仙法阁为师已升级，你前往仙法阁2楼，可以领取筑基期的完整仙法。苏青云认真嘱咐。谢师尊恩赐。唐云烟脸色激动，再次叩首。而苏青云则微笑点头，继续道：别着急，为师在那新建了一个神器阁。之前你的那件下品灵气的铁棍炼气境还能用，如今你筑基了，已经不适合了。去那神器阁，守灵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做一件神器，这神器也会随着你实力变强而变强，比任何灵气都要强大。神器这2个字一出口，唐云烟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能够被师尊称为神器的，又岂会弱？师尊之恩，弟子永世不忘，必当肝脑涂地，报答师恩。他深深一礼，目光坚毅。2个月前，他连凌霄宗考核都过不去，求仙法而不得。2个月后，他不仅报了仇，还踏入了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筑基境。如此变化，让他仿佛如梦幻一般。而这一切都源自师尊对他的栽培。而苏青云则是淡然一笑，
挥了挥手，示意唐云烟去挑选仙法与神器。等唐云烟离开之后，苏青云才开始查看起阵法阁。阵法阁拥有世间各种阵法，只要有足够的积分，什么阵法都可以摆出来。弟子也可以兑换阵法图纸学习阵法，只是高阶阵法需要积分太多，一般弟子兑换不起。但他苏青云不一样，他的积分等于所有的弟子之和。就现在而言，他都有5万多积分了呢。如果说神器阁是为弟子准备的，那这阵法阁就是为他打造的。苏青云直接将阵法介绍翻到最后一页。诛仙剑阵，凡境，传说中的无上剑阵，集攻击、防御、杀伐于一体，传说可诛杀真仙。售价9999999989积分。混沌杀阵，凡境，传说中的混沌至尊布置的无敌杀阵，可镇杀真仙。绯红荒流，真仙在这个世界观逼格极高。售价999999999799积分。九幽灭魂阵，传说中的无上魔阵，凝聚九幽鬼魂之力，可灭仙道真灵。售价9999999999积分。各10百千万10万丝。看到售价那一大串数字，饶是以苏青云的心性，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买不起，买不起！系统将买不起的阵法屏蔽了吧？苏青云摇了摇头道：“这些阵法虽然强大，他也眼热，但是却太贵了。”等系统将那些买不起的阵法屏蔽之后，苏青云的面前出现了一大堆可以购买的阵法。低级聚灵阵，一次10积分，提升1倍方圆1丈的天地灵气浓度，持续1天。中级聚灵阵，一次100积分，提升3倍方圆1丈的天地灵气浓度，持续1天。低级屏蔽阵，一次10积分，屏蔽炼气修士的神识扫描，持续1天。4级宗门大阵，一次1000积分，笼罩整个宗门领地，最高可以抵挡元婴境强者的攻击1个时辰，持续1个月。5级宗门大阵，一次1万积分，笼罩整个宗门领地，最高可以抵挡化神境的攻击1个时辰，持续1个月。可随时撤销，下次再开，时间可累计。苏青云的目光放在了5级宗门大阵上，只需要1万积分就可以守护宗门1个月的时间。当然，领地之内他无敌，他坐镇宗门的时候自然不需要什么大阵。可是他要是离开了宗门呢？毕竟他不可能一辈子不出去，那不现实。不怕敌人正面硬刚，就怕敌人老六偷家。系统兑换一个5级宗门大阵，并且设置我每次离开宗门领地就自动启动，我回来自动撤销。叮！恭喜宿主兑换5级宗门大阵成功，消耗1万积分。叮！宗门大阵自动开启与自动撤销已启动，宿主无需担心忘记哦。一连几道信息浮现，苏青云嘴角顿时露出一抹淡笑。有了宗门大阵，就无需担心有人偷家了。苏青云微笑着道。在红鸾宗升级的时间里，距离红鸾宗千里之外的一处山脉中，却突然出现了一道喷涌的灵泉。当灵气浓度超过一定范围时，浓郁的灵气将会汇聚成为灵泉。天生的灵泉只在灵脉附近产生，而且灵泉需要的灵气浓度，下品灵脉远远无法达到要求。想要产生灵泉，其灵脉品质至少要达到中品。也觉得说，东元州出现了第一座高品质的灵脉，那是连凌霄宗、云天宗、帝国皇室都未曾拥有的高品质灵脉。山脉附近几位筑基境修士本来正在大战，可随着这口灵泉的出现，大战瞬间停止，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灵泉。一位筑基修士咽了咽口唾沫，颤抖道：“我们几个宗门已经无需争夺这片无主的领地了，甚至就连我们自己的宗门也会有覆灭的危险。因为大赵要乱了。”这是道经筑基篇。当唐云烟拿到道经筑基篇后，走出仙法阁，抬头一看，苏青云正站在山顶。他发现师尊经常喜欢一个人站在山顶，目光眺望着远方。曾有一次，他询问师尊，问师尊为什么喜欢站在山顶。师尊的回答令他永生难忘。天下，短短的2个字，却包含了无尽豪情壮志。天地之广阔，万里河山；天下苍茫，
浩瀚无垠，而无心念所向，皆为红鸾宗疆土，目之所及，皆为红鸾宗弟子。此乃无之追求，天地之辽阔，无人可知边际。天下亿万生灵，皆成为红鸾宗一员。这是怎样的一番宏伟抱负啊！那日听闻此话，唐云烟的心都不由得震撼了。他注视着苏青云，一只手缓缓握拳：“师尊，若你要征战天下，弟子将永远是您冲最前面的先锋。”唐云烟转过身，坚定地走向神器阁，挑选自己的专属神器。神器阁，当唐云烟踏入神器阁时，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从外面看，神器阁看不过几十丈长宽，但进来之后，他才明白这神器阁的空间是如此巨大，一眼望不到尽头。唐云烟好似立于虚空，俯瞰着一个世界。神器阁中竟然蕴含了一个小世界，在他周围的虚空中是密密麻麻的武器，刀、剑、枪、剑、戟、斧、钺、钩、叉，数之不尽。锤、钟、鼎、炉、镜、瓶、壶、罐，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不少奇形怪状的兵刃，唐云烟都叫不上名字来。这我该怎么选？他懵了，这实在太多了，他要找到心中合适的，不知道要找多久去。这些武器并非真实，而是幻化而成，供你想象。你闭上双眼，构思脑海中你最想铸造的武器模样与性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入唐云烟脑海中。唐云烟微微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仙法阁有守灵，这声音应该就是神器阁的守灵吧。他恭敬道：“守灵前辈，多谢提醒。”随后他闭上双眼，开始想象武器的模样与性质。棍长多少？粗多少？重量多少？花纹如何？这些如果让林妙可来，或许很轻松就搞定了。可是唐云烟他眼界没林妙可那么广，想象力也没有那么天马行空，根本就想象不出棍类武器有什么特殊之点。片刻之后，他睁开眼，在他的面前浮现出了一根奇奇怪怪的火烧棍。这火烧棍长约3尺，通体红色，棍身表层更是缠绕着丝丝火焰，看起来颇为难看。确定这个模样吗？确认之后将无法再次更改。守灵的声音响起，唐云烟有些尴尬，这东西他自己都觉得丑，要是拿出去恐怕会被一堆人笑话。可是这已经是他想象的极致了。外界，苏青云目光看向神器阁，自然发现了唐云烟的难堪之处。唐云烟是自己的大弟子，拥有斗战圣体与天灵根，未来必然会是自己的得力干将。到时候红鸾宗君临天下，红鸾宗的大弟子拿出一个烧火棍，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想到这里，苏青云闭上双眼，在脑海中找到一个视频，传送给了唐云烟。神器阁，唐云烟正在纠结，要不就烧火棍吧。突然他脑海中传入一道声音：“为师给你看一段影像，你再决定。”唐云烟微微一愣，是师尊帮他了。随后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道影像：“大圣，此去何处？”打上天宫，踏碎凌霄。画面中，一位身穿红甲的身影傲然挺立，红色披风迎风飘扬，在他四周围满了10万天兵天将，冷漠地看着他。每一位天兵曾都是凡间的绝世天才，千年一遇，万年难求。每一位天将都是仙中翘楚，飞升之前曾百战不死，杀遍妖魔，横推天下无敌手。一人对抗10万天兵天将，这一幕让唐云烟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隐隐感觉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自己与那道身影有类似的感觉。是体质吗？轰！绝世大战爆发了，那道身影自耳中抽出一根细针，拿在手中，瞬间变成了金色铁棒。铁棒挥舞间带出一道璀璨光芒，宛如彗星划破长空般耀眼。吼！10万天兵怒吼，齐齐催动仙元，凝成滔滔洪流，淹没了整个天空。但那金色铁棒势不可挡，任凭滔滔洪水席卷，它屹立在滔天波澜中，
不倒丝毫，直刺云霄。10万天兵，竟无一合之敌。视频很短，但却带给了唐云嫣巨大的震撼。好强大的存在！那股冲天的战意，那股阵势的斗志，哪怕隔着影像，也深深震慑住了唐云嫣的魂魄。那道身影的容貌虽然只是一闪即逝，但依旧能看到他脸上的桀骜不驯以及睥睨天下的霸气。我知道怎么选了。唐云嫣闭上双眼，脑海中回荡着那根金色铁棒，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可御敌，可杀敌，可顶天，可碎地。片刻之后，唐云嫣睁开眼，她的面前浮现出了一根金色铁棒，铁棒上雕龙刻凤，栩栩如生，上面的纹路更是活灵活现，仿佛活物在跳跃一般。确定这个模样吗？确认之后将无法再次更改。守灵的声音再次响起，确定。这一次唐云嫣没有犹豫，重重地点了点头。随着他点头确认，他面前的金色铁棒由虚转实，出现在他面前，金黄灿烂，流淌着宝辉。外界苏青云看到这一幕，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才是他红鸾宗的大弟子该有的神气吗？唐云嫣伸出手，一把握住了眼前的金色铁棒。一瞬间，铁棒与他心神相连，完美契合，一股强烈的亲近感油然而生。体内的斗战血脉仿佛被激活，唐云嫣的战意提升到了一个极度恐怖的境界。不管前方是什么敌人，他都可以一往无前。斗天战地，此神器叫什么名字？平息之后，他不由得喃喃询问。守灵的声音回答了他心中的疑问：此乃定海神针。第二天一大早，红鸾宗山门处便围满了人，细数人数足有1000余人。而且这些人并不是前来参加考核的普通人，他们都穿着统一的服饰，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自同一个宗门。此乃红鸾宗之地，何人在此喧哗？唐云嫣现身了，手持定海神针，重重地砸在地上。即使面对1000人，即使对方有众多筑基强者，他也丝毫没有畏惧。我等求见红鸾宗主，还请通告一声。一位老者走了出来，他身材佝偻，拄着拐杖。唐云嫣眉头一皱，道：你们都是什么人？为何要求见我们宗主？那老者叹息了口气：我等乃是青州黄狮宗之人，我是黄狮宗的宗主。什么？黄狮宗宗主？黄狮真人？唐云嫣心中有些诧异。黄狮宗乃是东元州的金丹势力之一，颇有名气。其宗主黄狮真人乃是货真价实的金丹强者，也是黄狮宗的建立者。可是黄狮宗距离红鸾宗1000里之外，他们怎么会来红鸾宗？而且还来了这么多人，1000多人，几乎可以说是黄狮宗的所有人了。甚至连黄狮真人这位金丹强者都到来了，砸场子？可是看起来也不像啊。而且黄狮宗的名声平日里还不错，不是那种找茬的势力。敢问红鸾宗主在否？老夫有要事相告。黄狮真人缓缓开口道，他声音苍老，透露出岁月沧桑之意，还透露出一股悲哀之意。其身后的众长老与弟子也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模样，无精打采，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变故。让他们进来吧，我在大殿等他们。苏青云的声音响起在唐云嫣的脑海中。听到这声音，唐云嫣收起定海神针，道：宗主在大殿，请。多谢。黄狮宗主拱拱手，跟随唐云嫣走进了红鸾宗。一进入红鸾宗，黄狮宗的众人目光便被深深吸引。浓郁的灵气，高入云霄的九菜山，辉煌的建筑，这就是如今东元州的第4霸主吗？果然非同凡响啊！你们都留在这里，众长老随我觐见红鸾宗宗主。黄狮真人对着众弟子说道，随后带着10几位筑基长老，随着唐云嫣攀爬到了九菜山顶。金碧辉煌的九菜大殿门口，火麒麟本在偷懒睡觉，见有人上来，立马站起来，瞪圆铜铃大的眸子，凶神恶煞地注视着外人。到了山顶，黄狮真人第一眼便被金碧辉煌的大殿所吸引，随后便与火麒麟对视上了。元婴大妖看门！黄狮真人瞳孔猛缩，
浑浊的眸子中闪过一抹震惊之色。他身后的10几位长老同样被吓得脸色苍白，差点跪伏在地。他们从火麒麟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感，比宗主黄狮真人更加恐怖得多。小伙，不得无礼！大门打开，淡淡的声音自大殿中传来，带着一种超然物外、掌控乾坤的意境。哼！火麒麟哼唧了一声，乖乖退到了一边。请。唐云烟做了个请的姿势，示意几人进入大殿。黄狮真人深吸口气，带领10几位长老步入了大殿。红鸾宗好生强大，希望他们的选择不会错。黄狮宗宗主拜见前辈，黄狮宗长老拜见前辈。一行人进去之后，头都不敢抬，跪地一拜。免礼！淡淡的声音在正前方响起。黄狮真人这才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抬头看去。大殿主位上坐着一位白袍身影，风神俊朗，气度超尘。他身上没有任何强者特有的霸气，但却令人忍不住低头。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就仿佛他明明只是一个人，却仿佛超越了仙神，凌驾于万界之上。黄狮真人来红鸾宗，不知所为何事。大殿之上，苏青云看着下方众人，淡笑着开口：启禀前辈，晚辈是来向贵派求助的。黄狮真人恭敬地弯腰，一一到地，说明了来意。哦，苏青云饶有兴趣地看了黄狮真人一眼，似乎来了一丝兴致。据我所知，黄狮宗也是帝国的大宗门了，不知有什么困难，连你这位金丹强者都无法解决。他轻抚衣袖，微微颔首，示意黄狮真人继续说话。前辈有所不知。黄狮真人咬牙，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青州之地共有4大金丹势力：青牛岭、天鹰谷、血刀门，还有我黄狮宗。青牛岭如今已经投靠了帝国皇室，天鹰谷也投靠了云天宗，就连血刀门都投靠了凌霄宗。如此情况下，我黄狮宗局势危矣，因此不得不前来红鸾宗投靠前辈。说罢，他躬身抱拳，又冲着苏青云鞠了一躬，态度谦卑至极。苏青云不动声色，手指轻轻地敲击着座椅扶手，似在思考。黄狮真人一咬牙，又道：若前辈愿接受我等的投靠，我黄狮宗愿每年上交红鸾宗80%的总收入。此话一出，就连一旁的唐云烟都倒吸一口冷气。80%？疯了不成？苏青云双眼微微一眯，有势力投靠是好事情，可他并没有立刻答应。投靠红鸾宗，还是一尊金丹势力，还上交80%的收入？这一切都告诉他，里面的门道绝非表面那么简单。能够甘愿让金丹势力上交80%收入求庇护，那只能说明黄狮宗到了濒临灭亡的时刻了。而且最不对劲的就是青州。青州不管是距离红鸾宗、距离云天宗，还是凌霄宗，甚至帝国皇室的控制范围，都在千里开外。一般来说，这几大势力是不会随意插手青州之地的。可现在青州的4大势力全部投靠元婴氏力求庇护，这其中没有猫腻，他苏青云可不信。青州到底发生了什么？苏青云沉吟道。黄狮真人深吸一口气，恭敬道：不瞒前辈，青州的一处山脉中出现了灵泉。此话一出，唐云烟猛然抬头，眼中满是震惊。苏青云表面平静，可心中也是掀起阵阵波澜。他现在知道了为什么黄狮宗急于求庇护了。有灵泉的出现，那就代表那个地方出现了灵脉，其品级至少中品。整个东元州加上红鸾宗的3座，总共也就是8座下品灵脉。灵泉消息一出，帝国所有的元婴势力将会为之疯狂，不是癫狂，因为中品灵脉1座便相当于下品灵脉的100座。大殿之中鸦雀无声，安静的可以清楚听到一根细针的落地声。灵泉的消息实在是太过劲爆了，大家都沉浸在这个消息之中，不敢大声呼吸。1座下品灵脉1年可产下品灵石3万左右，中品灵石几百块；而1座中品灵脉1年可产中品灵石3万左右，上品灵石几百块。根据不同品质灵石的价值，
差距十分夸张，100倍差距。考虑上品灵石的稀有性，其价值还要进一步提升。别说对于元婴势力，就是化神势力都要疯了，因为就是很多化神势力都不一定拥有中品灵脉，对元婴势力的吸引力，那更加可以达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要上交仙盟1半的收入，再上交剩下1半的1半保护费，那余下的也是一笔海量的数字。如此多的中品灵石，能够让一个元婴宗门只需100年时间，可硬砸出不知道多少金丹强者，其实力大大提升。金丹多了，即使元婴再难，也总有人可以踏入元婴。而上品灵脉又可以让元婴强者修炼速度提升，底蕴大大增强。凌霄宗、云天宗、帝国皇室都会拼了命的去争夺，牵一发而动全身，帝国100年的平静也将被彻底打破。大战将会重新蔓延在这片土地上。前辈，若红鸾宗出手，黄师宗全宗1000余弟子长老皆为红鸾宗而战。黄师真人咬牙沉声道。大战打起来，第一个波及的就是青州的4大宗门，他黄师宗也不能幸免。即使宗门所有人都撤走，可在青州耕耘了数百年的根基怎么办？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背井离乡？更加何况这次大战，黄师宗首当其冲，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了。师尊，弟子愿请战为先锋。唐云烟突然开口，语气坚定，毫不犹豫地说道。苏青云终于有动作了，他缓缓站了起来，目光扫视大殿之内的众人。这灵脉放弃自然不可能，他苏青云怎么也要争一争。他朗声开口，红鸾宗愿接受黄师宗的投靠。闻言，黄师真人松了口气，他还怕苏青云不肯接受呢。多谢前辈。当下他朝着苏青云躬身一拜，我等拜见宗主。其身上的10几位黄师宗筑基长老纷纷跪伏在地，恭敬道。苏青云点了点头，随后看向唐云烟。唐云烟何在？唐云烟连忙走出，大声道，弟子在，召集留在宗门的所有炼气成功的弟子。苏青云吩咐道，弟子听令。唐云烟高声应道，恭敬地退出大殿。与此同时，千里之外，凌霄山、凌霄宗、凌霄大殿，一行人恭恭敬敬地跪在大殿之中，也是如黄师宗一般，将消息告诉了凌霄宗的老祖。什么？灵泉？凌霄宗的元婴老祖，那位鹤发童颜的老者豁地睁开眼睛，眼眸中射出2道锐利金芒。你确定青州真的存在灵泉？老者死死盯着大殿中跪着的一群人，厉声喝问。强大的气息笼罩整个大殿，压迫的大殿之中，所有人瑟瑟发抖，不敢吭声。跪在大殿上的人群中，领头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汉子，此时他额头布满冷汗，低声道，属下不敢欺瞒老祖，青州的灵泉属下亲自见过，千真万确。司老者瞳孔骤缩，猛地倒吸一口凉气，浑身剧烈颤抖，眼神闪烁不定，不知想些什么东西。哈哈，好啊，没想到这小小的弹丸之地竟然有灵泉这等至宝。老者哈哈大笑起来，显得激动无比。随后他眼神一转，看向殿下众人，众长老听令，属下在。凌霄宗众长老齐刷刷地抬起头，眼神炙热，都充斥着火热和期待。拿下中品灵脉，那一年产出如此多中品灵石，他们这些金丹长老也是有口汤喝了。传无谕令，召集宗门内所有的长老、执事、炼气弟子，召集所有的附庸势力一起出征，抢夺灵泉。此战关系重大，任何人胆敢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杀无赦。轰！此言一出，大殿之中的长老们顿时沸腾了。老祖英命，谨遵老祖法旨。他们脸色亢奋，眼中露出浓郁的贪婪。凌霄，这次为师要亲自出征，你替为师留守宗门。凌霄宗老祖又看向他身旁的凌霄。师尊，宗门有大阵在，太上长老也在闭关中，没有人有胆子来入侵我凌霄宗。弟子的剑已100年没有饮过战血了，请师尊允许弟子出战。凌霄眼中带着一抹嗜血之色。前些日子他被那高可攀碾压，心中有口恶气还没有出，
这次谁敢挡他，就要让对方明白东元州第一金丹的实力。帝国皇宫大殿之中，灵泉大殿上首坐着一名身穿金色龙袍的老者。此刻老者眉头微皱，眼中带着一丝凝重。众爱卿，各位怎么看？他开口问道。陛下，灵石乃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修炼之物。一名中年男子站出来拱手道，一旦得到这灵泉下面的灵脉，我帝国必然会诞生数不清的金丹强者，甚至多出几位元婴境的绝世高手。又有一人出来反对，说得轻松，要夺得灵脉何其艰难。不说那兴起的红鸾宗，就是云天宗与凌霄宗，哪个是我皇室可以对抗的？一时间整个大殿中的众人分成了两派，争论不休，吵成一团。见吵不出个所以然，东元州帝王伸出手揉了揉额头，最后他的目光看向一旁一直未曾开口的一位老者。国师，你怎么看？那老者微微闭眼，听到问话才睁开双目，回应道，此战无法避免。哦，国师有何见解？东元州帝王追问道。国师沉默了许久，叹了口气，缓声道，不管是云天宗还是凌霄宗得到了这灵脉，到时候他们实力大增，我皇室本就微弱，将会被无情吞噬。东元州帝王眼角抽搐一番，但却无话可说。最终他沉思一番，心中有了答案。召集10大世家，召集禁卫军，以最快的速度集合，准备前往青州。云天山、云天宗、云天大殿。此刻大殿中聚集着数十位长老，他们身上衣着华丽，气息无比强大。宗主，这灵脉我云天宗势在必得。一名紫袍老者淡然开口，他叫云丽，是云天宗大长老，金丹大圆满的修为。不错，如果不是老宗主必死关100年有余，那区凌霄宗又算得了什么？另外一名黑袍老者也开口，眼中金芒爆闪。这些年来我云天宗一退再退，可这次绝对不可能再退一步，这是一次机会。这一次若是夺取了灵脉，便是一场天大的造化。甚至如果有足够的上品灵石，能够帮助到老宗主冲击化神成功，老宗主若晋级成功，我云天宗足以挤进仙盟250强。众多长老开口，每个人的眼中都散发着炙热和贪婪。主座上坐着一位女子，正是云天宗现任宗主云芷。安静！云芷轻喝一声，让众人安静下来。云天宗众长老听令，召集所有炼气7重以上弟子，随本宗主前往青州。是。大殿中众长老齐声应诺，旋即迅速退去准备。很快整个云天宗大殿只剩下2人。师尊，让嫣然也去吧。云芷身旁一位少女开口，正是柳嫣然。2个月不见，她的修为也从炼气6重达到了炼气8重。不行，你修为太弱，到时候大战起，连为师都没有余力护你。云芷断然拒绝。可是柳嫣然欲言又止，你不好好修行，3年之后你如何胜过那萧炎？云芷摇了摇头，语气坚决。那个废物都无法修炼，弟子要打败他有何难度？柳嫣然撇了撇嘴，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为师已经听说那萧炎不仅入了红鸾宗，而且还可以修炼了，1个月前还打败过我云水宗的一位炼气2重弟子。云芷再次劝道。哼，区炼气2重，我已经炼气8重了，又有师尊真传，我还怕他不成？柳嫣然依旧一副毫不放在眼里的态度，对于萧炎，他根本没当回事，路边一条罢了。嫣儿，切莫骄傲自满。云芷闻言顿时严肃道，你虽然资质惊人，悟性极佳，但是毕竟修炼时间短暂，底蕴不深，你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师父，您多虑了。柳嫣然嗤之以鼻，冷笑道，那个废物，我让他一只手都别想接我一剑。见状，云芷轻叹一声，不再劝告。他知道自己这徒弟什么都好，就是太心高气傲。既然如此，那你注意保护好自己，为师不可能一直在你身边。红鸾宗山脚下，
1万多名炼气境弟子整整齐齐地排列成10几个方阵，整装待发。一个个弟子目光如炬，神采奕奕，显示着他们的信心。好有精气神！黄师真人看着这些红鸾宗的弟子，大为吃惊。他们黄师宗就是巅峰时刻，那些弟子都一个个无精打采，萎靡不振。可现在红鸾宗1万多人，个个精气十足，斗志昂扬，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这差距太大了，这难道就是大宗弟子的锐气吗？一位黄师宗长老感慨道：不，我见过凌霄宗的正式弟子，他们可远远没有这样的精气神。黄师真人摇了摇头，这样的宗门到底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么多弟子对宗门之事如此在意？踏！天空中，苏青云背负双手，一步步踏着虚空走来。他身形挺拔，白袍胜雪，周围隐隐环绕着淡蓝色的雾气，将其衬托着如同天上下凡的谪仙。拜见宗主，拜见宗主！刹那间，所有弟子全部躬身一礼，脸上露出恭敬之色。万人朝拜，这种景象震撼着所有人的视线，让他们感觉心潮澎湃。苏青云轻轻点头，随即一挥袖袍，一艘飞舟出现在天空中，迅速变大，长达数百丈，宛如擎天巨物。高可攀那里缴获的上品灵气飞舟，元婴级飞行至宝。看到这飞舟，黄师真人再次倒吸一口冷气，忍不住瞪大了眼睛，眼中充满了羡慕。要知道，元婴级的法宝每一样都价值非凡，更何况是最为稀少的飞行至宝。元婴级飞舟，速度、防御，甚至是威能，都是元婴级的。红鸾宗出征！是！万人回应，一个个纵跃登上飞舟，整齐划一，没有丝毫的凌乱。黄师真人，你们黄师宗众人也随一起上去吧。苏青云目光扫了眼黄师真人等人，谨遵宗主令。黄师真人拱了拱手，不敢怠慢，带着黄师宗众人纷纷登上飞舟。这速度肯定比他们带着一群炼气弟子跑过去要快得多。而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最后上去的是苏青云的一众亲传弟子，唐云烟走在最后面。唐云烟，这飞舟你来驾驶，投入中品灵石，就可以以金丹境急速飞行。为师未到之前，你们先不要出去，保障自身安全。还有，必要时刻将这枚极品灵石投入进去，可以打出一道元婴境的攻击力。放心，这上品飞舟的坚固程度，就是元婴强者一时半会也奈何不了。苏青云吩咐道，将一袋灵石交给了唐云烟。师尊，那您呢？唐云烟接过灵石，不由得疑惑道：没事，你们先去，为师随后就到。苏青云微微一笑，并未解释。是。唐云烟应答，进入了飞舟，关上了舱门。片刻后，飞舟缓缓升入高空，破开云层，向着青州方向飞去。见飞舟离开之后，苏青云嘿嘿一笑，转过身唤道：小伙，走了。随着他的呼唤，一道火焰腾空而起，落在苏青云的面前，化作火麒麟。苏青云坐上火麒麟，缓缓升入高空。待他离开红鸾宗的领地之后，一层透明的防护罩凭空而起，笼罩了九菜山为中心的100里范围。系统的5级护宗大阵，可远远不是凌霄宗那种垃圾阵法能比的。化神强者来了，也得凿一个时辰。见防护罩已开启，苏青云露出一抹淡笑，不用担心老家的安危了。小伙，出发！好！火麒麟一声嘶鸣，瞬间破空而去。它的速度奇快无比，犹如流星般划过长空。只是这火麒麟前进的方向并不是青州，而是凌霄宗。青州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天有今天这般热闹，整个帝国的大大小小势力的强者都接到了命令，纷纷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青州汇聚而来。整个青州都震动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筑基大修士，此刻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人，就连高高在上的金丹真人也是扎堆的出现。帝国数百年来都未曾有过如此规模的修仙者动员，而青州之地又恰好位于如今帝国4大霸主的中间，可以说是一触即发。青州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天空上皆是有强大的气势传来，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股势力从四面八方而来，四大势力几乎是同时抵达。北面的天空，无数古老的战车飞来，遮天蔽日，一辆又一辆，威武无比。战车之上，则是一群身穿铠甲的将士，浩浩荡荡，宛如钢铁洪流。为首的战车由一头金丹巅峰的异兽拉着，通体暗紫，浑身鳞片泛着璀璨的蓝紫光。它周围有雷霆缠绕，恐怖非常。战车之上出现了一位身穿龙袍的老者，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显露出一抹沧桑之感。在其身旁还跟着一群人，有身披金甲的将军，有衣着华丽的世家之主，还有不起眼的老太监。粗略估计，东元州皇室出兵达到了3万。那是雷龙蛟，距离元婴大妖就差一步了。这是东元州皇室，还有10大世家全来了，好强大的气势！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室禁卫军吗？据说这些禁卫军都是皇室精心培养的精锐，专门用来保卫皇城的，没想到居然也被调遣来了。远处诸多小势力的修士看着虚空中的大队伍，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一刻，所有人的脸色凝重无比。看这架势，东元州皇室的精锐几乎全军出击了啊！这是要搏命了。不过也是，随着东元州帝王年龄越来越大，皇室后继无人，东元州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元婴强者是存活下去的最低保障，再不搏一把，就要半截入土了。东元州皇室来了，那另外几大势力呢？人们纷纷抬头看去，西面的天空上传出许多飞鹤的叫声，一头头体型巨大的白鹤、黑鹤急速飞来，每一头飞鹤之上都站满了人，这些人的气息强横，个个修为不俗。为首的飞鹤上立有2道身影，皆为女子，气质超凡，一下子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力。那是云天宗的鹤群，每一头鹤都是筑基修为，好多人，每一人气息都在炼气后期之上，足有上万。云天宗这是精锐进出了啊！那就是传说中的云指宗主吗？好美，好强大！他旁边的那位，莫非就是他的亲传弟子柳嫣然？听说这柳嫣然可了不起，乃是帝国祭天霄真人之后第一天之娇女，未来元婴可期啊！一阵阵议论声响起，许多人望着那一头头飞鹤，眼中带着羡慕与敬畏。100年前，云天宗可是帝国无争议的唯一霸主啊！虽然如今有走下坡之势，但底蕴依然深厚。上有云指这位年轻的元婴宗主，下有柳嫣然这位未来的元婴种子。即使争不过如今气势高涨的凌霄宗，可要保全自身，那也并不困难。云宗主，别来无恙。见云天宗到来，东元州帝王开口了，他的目光紧盯着那头飞鹤之上的女子。云指点了点头，算是回应。轰隆！突然虚空一颤，紧接着只见南面有一艘巨大的飞舟划破苍穹而来，它通体呈漆黑色，犹如钢铁铸就，散发着恐怖的波动。没有声势浩大的大军，也没有各种各样奇异的飞行妖兽，仅仅只是一艘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飞舟。可就是这么一艘飞舟，却一下子吸引了近乎所有人的目光。这气息波动是上品灵气飞舟，不管是东元州帝王还是云指，双眼之中都有一抹震撼。上品灵气，哪怕最便宜的武器也需要几万块中品灵石，很多元婴强者攒一辈子钱才能勉强买一件。像一些铠甲之类的防御灵器，那价格还要翻好几倍，远不是普通元婴可以买得起的。而飞舟这种防御与逃命能力顶天的飞行类灵器，那无疑价格更贵，甚至可以卖到100万中品灵石。如此价格，东元州帝国所有的元婴强者身家加起来都不一定买得起。不过还没有等众人确认那飞舟是什么势力的，东面天空上传出了巨大的波动。轰隆！原本晴朗的天穹骤然暗了下来，一片阴云遮住半边天穹，阴沉的乌云之中有滚滚雷鸣响起。随后一道庞大的银光撕裂阴云而出，落在众人的视线内。那是一座巨大的岛屿，半径在100里左右，屹立在半空之上，朝着这边飞来。100里半径的巨大岛屿，飞在天空的岛屿，这一幕
无疑让众人震惊无比。万道紫殿为影，千重祥云作袍。9天之上谁为尊？唯我凌霄傲世间。凌霄宗弟子何在？随着一句大喝声传出，那岛屿之上顿时露出成片成片的人群，其数量之多，密密麻麻布满了岛屿边缘，仿佛蚂蚁一样数之不尽。9天之尊，唯我凌霄！杀！凌霄宗弟子振臂其后，声浪冲天。刹那间，天昏地暗，狂风呼啸，整个天地仿佛都被凌霄宗的声音所笼罩。40万人看到这一幕，没有人不为之震撼。凌霄宗号称10万正式弟子，可现在来到的人竟然达到了40万之众。即使投靠凌霄宗的势力很多，可那些势力的弟子加起来凑10万人也都了不起了。40万弟子，太特喵的夸张了！这是把杂役甚至未练气成功的凡人也拉出来助阵了吗？宗门不用人留守。看到这一幕，不管是东元州帝国一方，还是云天宗一方，上到元婴，下到炼气修士，都是一惊。抛开修为不谈，单按人数来说，凌霄宗来人竟然比他们2个势力加起来还要多10倍。这凌霄宗是想要以人数的绝对优势，还没有开打，就在气势上压倒一切吗？这一边，凌霄宗40万大军压境，拥有滔天的气势，势不可挡。另一边，苏青云悠闲自得地坐在火麒麟上，朝着凌霄宗而去。很快，他就来到了凌霄宗的高天之上。这个位置，他可以看到整个凌霄宗的全貌，被一个土黄色的护罩保护着。普通的4阶护宗大阵。看着这大阵，苏青云淡淡一笑。4阶护宗大阵是大陆上绝大部分元婴势力的护宗阵法，强度中规中矩。如果有元婴强者主持，那一般的元婴强者很难破开。即使宗门没有元婴强者，有金丹大圆满在，配合一些长老弟子，也可以抵挡普通的元婴一段时间。可是，如果只有普通金丹长老主持，甚至连弟子都没有几人，那防御能力，苏青云手中浮现一把黑色长枪，其上符文流转，气势惊人。上品灵器，在所有的武器中，枪的攻击基于枪尖那一点，是最好破阵的一批武器。苏青云的修为虽然只是金丹3重，可别忘记了，他继承的是宗门弟子的一切修为总和的10倍，而弟子们的仙法皆为超神级。超神级仙法的金丹3重，根基深厚，灵力质量超凡，其真实战力远非普通金丹3重可比。到底有多强，要试过才知道。小伙，我数到3，你随我一起攻击。看着下方的护宗大阵，苏青云的脸上闪烁着兴奋的神情。一柄上品灵器，再加上一头元婴级神兽火麒麟的攻击，凌霄宗这无人看守的大阵将如泡沫一般一点即爆。好嘞！火麒麟点头答应，眸子中同样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宗主说了，事成之后赏他一顿超级豪华无敌大餐。话毕，苏青云握紧了手中黑色长枪，目光凝视着下方的凌霄宗。1、2、3，动手！最后一字吐出，苏青云浑身上下爆发出璀璨的金色钢芒。他举起手中长枪，跟之前高可攀一样，猛地朝着下方投掷而去。这是他在高可攀储物界中找到的高级元婴战技，一式杀神。同时，火麒麟扬起头颅，随后猛然低下，一大股炙热的火焰朝着下方席卷而去。凌霄宗山头，往日里人来人往的身影全都消失了，稀稀拉拉的只有几位杂役弟子在打扫卫生。山门处，2位炼气弟子正把守着山门。今天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宗主长老全出去了，还把弟子也全部带出去了？鬼知道呢！要不是这山门轮到我们守，劳资高弟也要去凑凑热闹。2名弟子交头接耳，仪态十分懒散，根本没有任何戒备心理。笑话，说吃了雄心豹子，胆敢闯凌霄宗的山门。突然，一个弟子看向天空，平日里飞来飞去的飞鸟，此刻也是看不到一只。整个凌霄宗的氛围都带有一股冰凉寒冷寂寥之色。这个弟子打了个冷战，紧了紧身上的衣袍，道：“师兄，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另外一个弟子撇了撇嘴角，不屑道：“师弟，你胆儿也太小了吧？”
师兄，现在宗门强者全出去了，你说会不会有人袭宗？先前那个弟子脸上浮现了一丝害怕之色，低声道：袭宗。那名师兄嗤笑一声，不屑道：师弟，咱这可是凌霄宗，云天宗落寞之后，咱们就是东元州第一势力，谁敢进攻凌霄宗？他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再说宗主离去之前，已经将护宗大阵开启了，非元婴强者不可破。闻言，那位师兄微微松了口气：师兄，你没有骗我吧？师兄拍了拍胸膛道：包的师弟，师兄我对天发誓，如果有人袭宗，我倒立吃戏。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天空之上突然喷下一道冲天的火柱，火柱之中还有一柄黑色长枪，带着黝黑的寒芒，狠狠撞在凌霄宗的护宗大阵之上。轰隆！下一刻，伴随着一声巨响，那原本坚不可摧的护宗大阵居然在顷刻之间碎裂开来。轰！伴随着巨大的声音，一道道涟漪荡漾开来，震得整个凌霄山都在震动。一击破阵！山门处，那位师兄瞪大了双眼，呆若木鸡，嘴巴微张。旁边，他的师弟悄悄扯了扯他的衣袖，道：天道誓言不可违背，否则会遭天谴。师兄，你要吃戏了。师兄随着护宗大阵被强行打碎，留守在凌霄宗看守大阵的唯一一位金丹长老也是遭受重创，吐血而飞。谁能想到，还真人吃了雄心豹子胆，赶来偷凌霄宗的老家。天空之上，苏青云骑着火麒麟飞下来，笑呵呵地看着眼前无人守护的凌霄宗。发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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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财了！何人袭击我凌霄宗？凌霄宗深处闭关的太上长老也惊动了，这是凌霄宗的第二位元婴老祖，是底蕴所在。不过他已经老了，而且只有一人。小伙，上，干他！苏青云一拍火麒麟，那火麒麟瞬间化作一道火焰，朝着凌霄宗深处而去。轰！下一刻，两大元婴强者大战在一起，而苏青云则慢悠悠地收起那黑色长枪，准备好好的搜刮一番。先从哪搜好呢？这凌霄宗的宝库又在什么地方？苏青云摸了摸下巴，思考着。而这时，一道身影走了过来，那是一位凌霄宗的杂役弟子。他边走边撕掉身上的杂役袍。前辈请勿出手，晚辈是来投靠前辈的。那杂役走过来恭敬道。见状，苏青云眉头一挑，问道：怎么，你要出卖你的宗门？呸，什么我的宗门？那杂役顿时来精神了，吐槽道：前辈有所不知，我已经当了3年杂役，参加了6次考核，没一次通过。我是看明白了，这凌霄宗没有背景，没有身份，没有钱财，是不可能进去的。前辈，我早就听说红鸾宗不仅考核公开公平，还每个月给弟子发银子，所以我决定加入红鸾宗。听了这话，苏青云笑了，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红鸾宗的？这杂役嘿嘿一笑，帝国之中与凌霄宗有矛盾的，胆子又大的，实力又强的，只有前辈您了不是？不错不错，我等你去红鸾宗参加考核。苏青云呵呵一笑，便准备去搜刮宝物。前辈，晚辈给您带路。这杂役跟在苏青云的身后。哦，你知道位置？苏青云来了精神。杂役嘿嘿一笑，晚辈在这里当了3年杂役，早就摸清了凌霄宗的一切，不仅仅知道宝库在哪，还知道灵脉埋在什么地方。更加重要的是，凌霄宗众弟子出征之前，宗主防止弟子们战死抱储物袋，便把所有人的储物袋全堆放在一起，我也知道放在哪。听着这话，苏青云不由得认真看着眼前的凌霄宗杂役。好家伙，区区一个没有背景的杂役，竟然可以摸清这么多消息，人才啊！你叫什么名字？苏青云问道。听到这句话，那杂役神色一喜，显然是真正的得到了这位强大前辈的认可。他当即躬身一拜，恭敬答道：回前辈话，晚辈韩飞宇。前辈，这边来，这里便是凌霄宗的宝库了。韩飞宇指着路，带着苏青云轻轻松松地穿过了层层迷阵。哦，苏青云目光顺着他指引的方向望去，只见那是一座隐藏于山腹中的石室。
石室门口还有2位筑基境的强者看守。来者何？2位守卫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被苏青云挥手斩杀，收下了2人的储物戒。前辈，这石门刻有禁制，只有宗主令牌才能通过。看着那厚达丈余的特殊石门，韩飞宇看向苏青云，简单。苏青云淡定地摇了摇头。轰！只见他直接掷出了手中的长枪，猛地刺在了石门之上。咔嚓！禁制崩溃，石门也应声炸裂。小小禁制，手到擒来。听说凌霄宗的宝库珍藏着无数稀世珍宝，可以说凌霄宗的家底全在这了。韩飞宇搓了搓手，踏入了石室之内。死！刚一进去，他就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瞪大了双眸，几乎怀疑自己看花了眼睛。满地金灿灿的金山，耀眼的银山与灵石堆，晶莹剔透的丹药，各式各样的武器、法器，甚至连符篆、秘术都不知道有多少。苏青云进来也是被震惊到了，这些东西加起来的总价值，用下品灵石来计算，怕是超过100万了。白银计算，超100亿，比一个元婴级势力每年要上交仙盟的还要多出10几20倍。不过也是，这毕竟是凌霄宗几百年来积攒的底蕴，怎么可能少？当即，苏青云疯狂收取这些资源，白银、黄金，收；下品灵石、中品灵石，收；灵气、丹药、符箓、法宝，收；一个储物戒不够装，那就2个；2个不够，那就3个；3个也不行，还有4、5、6、7、8、9个呢。这么多钱，他们花得完吗？我已经尽可能高估了，没想到贫穷还是限制我的眼界。对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修仙者来说，金银不过是一堆数字，可对于无数平民来说，却是活下去的希望。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很多人都活不下去了，却每年的收入都要上交70%。他们手上已经有花不完的钱了，竟然还要变本加厉压榨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旁，韩飞宇咬牙切齿，显得愤怒无比。他从底层来，自然知道底层的苦。还有这事？苏青云一愣，这他确实还不知道。因为云水城并没有被某个大宗门统治，那些小宗门也没有足够的实力统治一个城。当然，大势力没有，可小势力太多了，这个收点保护费，那个收点过路费什么的。就与那黄土镇一样，欧阳府收割黄土镇，可欧阳府又被黄沙宗收割，黄沙宗肯定也会被更强大的宗门收割。凌霄宗这边只是少了一些中介，层层压榨，底层人一样过得艰难。就好比凌霄宗也要被仙盟收割一样，强者压榨弱者，欺软怕硬，这个世界的运转法则向来就是如此。或许普通人的生存环境比苏青云想象中的还要凄惨。而如今红鸾宗的领地已经包括了云水城，不过时间太短了，还没有提到收钱一事。等这件事情结束，他有必要再去云水城仔细走一番了。很快，整个宝库就被搬空了，只剩下一排水晶罩子，每个罩子里都躺着一本古籍，其上还刻有禁制。这是凌霄诀，还有灵剑诀、开霄诀。看着那些古籍上的名字，韩飞宇呼吸一下子急促了起来。这些全部是凌霄宗珍藏的仙法，是他梦寐以求的仙法。而苏青云留下这些仙法，心中也在权衡。说实话，这些仙法在他眼中完全就是路边一条的货色。怎么，你想要吗？想要随便拿，上面的禁制我为你破除。看着韩飞宇的模样，苏青云问道。韩飞宇强忍心中的痒痒，道：不要不要，我已经准备加入红鸾宗了，这些仙法怎么能比得过红鸾宗的呢？苏青云一笑，想了想，还是将这些仙法全部收了起来。不管怎么说，来都来了，岂能有东西留下的道理？阁楼，收；白玉擂台，收；大殿，收；灵草、玄铁、大殿，凡是有一点价值的东西，通通收了。很快，在韩飞宇的带领下，苏青云又来到了储存弟子物品的安全阁。安全阁中有着密密麻麻的储物袋，每个储物袋还有标签，区分是哪个弟子的。
苏青云大手一挥，所有的禁制全部爆开，几万个储物袋全部被他收起来。最后，韩非宇伸出手，指了指脚下的整座凌霄山：“前辈，凌霄宗的2条下品灵脉就在凌霄山的中心位置。”山中，苏青云笑眯眯地打量了一下脚下的凌霄山。这凌霄山规模与现在的九菜山差不多，不过苏青云并没有感受到哪里灵气浓郁了，他才无法定位灵脉位置。如今听到韩非宇的提醒，他集中精神破掉了一些屏蔽阵法之后，终于在地下深处感受到了浓郁的灵气波动。下品灵脉每年可以产出2-3万下品灵石与小量中品灵石，不过前提是封锁灵气，不让灵气外泄，才能有这么多产量。如果不封锁灵气，那产量要下降1半。而红鸾宗的灵脉，苏青云一条都没有封锁，只在宗门边缘设置阵法隔绝灵气外泄。这样一来，红鸾宗内部的灵气浓度比外界高太多了，弟子们的修炼速度又可以进一步提升。2条灵脉都舍不得拿出1条灵脉供弟子修炼。苏青云摇了摇头，难道不知道弟子实力强了，不断突破，宗门才更强吗？供弟子修炼，有这样的修炼室，嘿，每修炼1天还需要10两银子呢，没钱修你个头先。那些高层除了他们的亲传弟子外，不过是将普通弟子当成肥羊，每天薅羊毛罢了。韩非宇自嘲不已，因为他就是其中一头肥羊。哦不，他算不上肥羊，有钱成为正式弟子的才是入了肥羊之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小羊羔。这个世界普通人啊，就注定要被压榨一生。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是都投胎为大陆霸主的人族，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投胎为人，因为人与人的差距比狗与狗的差距还要大得多。是当一辈子的牛马，还是坐享其成吃香喝辣，在出生那一刻起，命运就已定下了。苏青云测量了一下凌霄山的大小，同时在心中计算了一下数据。片刻之后，他微微一笑，道了一句：“站好了，可别摔了。”前辈，您要做什么？韩非宇还在疑惑中，不过下一刻他就明白了苏青云想干什么。轰隆隆，整座凌霄山在震动，一块块巨石从山峰滚落，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咔嚓咔嚓咔嚓，大地开裂，整个凌霄山的边缘大地上布满了无数裂缝，这些裂缝还在不断的扩大，像是蛛网一般向四周扩散而去。片刻之后，整座山都一哆嗦，差点把韩非宇震趴了。这是韩非宇彻底傻眼了，整座凌霄山飘起来了。苏青云伸出一只手，化为一个巨大的能量手臂，将整个凌霄山都托了起来。一只手而已，托起了整座凌霄山，好强大！韩非宇心中无比震撼，作为杂役的他，又岂能见过这等境界的存在全力出手？震撼的同时，他心中生出了一抹对强者的强烈渴望。传说金丹元婴这种等级的超然存在就可以移山填海，传言果非虚言，并不是夸张，而是真的有那个能力。当然，金丹的移山能力与元婴无法相比，普通的金丹真人移起100丈高的山头已是极限，再大就吃不消的。到了元婴层次，帝国的任何一座山都可以轻易举起，已非常人可以遥望。苏青云虽是金丹境界，可实力远超普通金丹，能够举起1000丈高的凌霄山并不是难事。轰隆，在苏青云的功夫间，远处元婴的大战也落下了帷幕。啊，红鸾宗，你给老夫等着！凌霄宗的太上长老身负重伤，向着远处奔逃而去，不惜燃烧生命，速度极快。火麒麟想追，但根本追不上，除非他傻了也燃烧生命，搞同归于尽的套路。没有碾压的实力下，铜镜想杀元婴强者的确很难。2位元婴都不一定能围杀1位元婴，只有3位才能有把握。重伤了凌霄宗的太上长老之后，火麒麟归来，他高昂着头，脚踏虚空，身披霞光，威风凛凛，目光睥睨八方。同时他还对苏青云摇了摇头，似乎在向苏青云证明自己的实力。不错不错，回去给你加餐。苏青云点了点头，拍了拍火麒麟，赞叹道：好。听到加餐2字，
火麒麟顿时兴奋地嚎叫了一声，一双眼睛放着光芒。跟着上一个沙币3天饿9顿，跟着现在的主人1天吃10顿。10吨，不是10吨。来，把这个山拖回去。苏青云将手中的凌霄山扔了过去，火麒麟立马接住，开开心心地往红鸾宗跑。而苏青云离去一起，目光往下瞄了一眼，嗖，他伸出手，一个山门被他吸进了储物界中，然后扬长而去，头也不回。凌霄宗山门处，2位守山门的弟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们旁边本来威武大气的山门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回过头去，身后本应高入云霄的凌霄山已然空空如也，只能看到前方出现的一个数十里大小的深坑。凌霄宗被薅秃了。师弟，趁宗主长老还没有回去，咱们跑吧。师兄小声翼翼地说着。跑？咱们能跑哪去？师弟吸了吸鼻子，不跑，等宗主长老回来了，我们会被责备看守宗门不利，将会生不如死啊！师兄哭丧着脸说着。宗门大阵与太上长老都顶不住，怪我们2位炼气一重的弟子。师弟唉声叹气，山头都没了，宗主肯定大发雷霆，我们就是随手怕死的蝼蚁了，跑还有可能活，不跑肯定是一个死字。师兄道，能跑哪去？跑到哪都会被抓回来。师弟面无血色，对前路一片黑暗。要不我们跑到红鸾宗去？师兄沉吟了许久，突然咬牙说着，跑到红鸾宗？师兄，那可是我们凌霄宗的大敌啊！师弟瞪圆了双眼，管不了那么多了，先保住命再说。师兄一锤定音，跑，赶紧跑，等宗主长老回来了，就全完蛋了。师兄催促着说道，带着师弟向红鸾宗的方向狂奔。师兄，天命誓言最好在1天之内要完成，不然不知道天谴什么时候降下，要不你先吃了再跑吧。师弟轻声关心道，闭上你的乌鸦嘴。我擦啊！2位炼气士罕见的被石头绊倒，摔了个狗啃泥。凌霄宗与红鸾宗相隔1000多里，中间会经过好几个城池，而此刻这些城池的人们却突然发现天空一下子暗了下来，抬头看去，顿时一个个倒吸冷气。一座大山被一头火红色异兽拖着在天上飞，那是凌霄山。有人认出来了这座大山，顿时间所有人都惊恐了。要知道凌霄山上的凌霄宗，那可是周围的绝对霸主啊！卧槽，发生了什么？快看，凌霄山飞走了！难不成是凌霄宗搬家了不成？凌霄宗几百年都没有搬家了，而且没看到凌霄宗的人，我怎么感觉是被偷家了？对，刚刚凌霄宗那边不是爆发了超级大战吗？那规模应该是元婴霸主吧？众人纷纷议论着，感觉匪夷所思。谁敢招惹凌霄宗这尊庞然大物？帝国这是要变天了啊！青州浮空岛上，凌霄宗的老者与一众长老弟子嘲笑着看着对面的3方人马。云天宗，昔日帝国的霸主，怎么如今才来了这么点人？皇室的老怪物，你们皇室的人就这么点吗？还有红鸾宗的，躲在乌龟壳里算什么？你们宗主苏青云呢？凌霄宗老祖目光扫过四方，神态高傲，语气中充斥着讥讽与不屑。对面3大势力加起来，满打满算也不过最多6万人，而且不仅仅人数优势，凌霄宗这100年来发展迅速，金丹、筑基这些中坚力量也远超云天宗与帝国皇室之和。至于红鸾宗，除了苏青云一个人外，不过一群蝼蚁罢了。现在他要证明凌霄宗才是帝国唯一的霸主。40万对6万，优势在我。前辈，这边来，这里便是凌霄宗的宝库了。韩飞宇指着路，带着苏青云轻轻松松地穿过了层层迷阵。哦，苏青云目光顺着他指引的方向望去，只见那是一座隐藏于山腹中的石室。石室门口还有2位筑基境的强者看守。来者何？2位守卫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被苏青云挥手斩杀，收下了2人的储物戒。前辈，这石门刻有禁制，只有宗主令牌才能通过。看着那厚达丈余的特殊石门，韩飞宇看向苏青云，简单。
苏青云淡定地摇了摇头，轰！只见他直接掷出了手中的长枪，猛地刺在了石门之上，咔嚓！禁制崩溃，石门也应声炸裂。小小禁制，手到擒来。听说凌霄宗的宝库珍藏着无数稀世珍宝，可以说凌霄宗的家底全在这了。韩飞宇搓了搓手，踏入了石室之内。死！刚一进去，他就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惊，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瞪大了双眸，几乎怀疑自己看花了眼睛。满地金灿灿的金山，耀眼的银山与灵石堆，晶莹剔透的丹药，各式各样的武器、法器，甚至连符篆、秘术都不知道有多少。苏青云进来也是被震惊到了，这些东西加起来的总价值，用下品灵石来计算，怕是超过100万了。白银计算，超100亿，比一个元婴级势力每年要上交仙盟的还要多出10几20倍。不过也是，这毕竟是凌霄宗几百年来积攒的底蕴，怎么可能少？当即，苏青云疯狂收取这些资源，白银、黄金，收；下品灵石、中品灵石，收；灵气、丹药、符箓、法宝，收；一个储物戒不够装，那就2个；2个不够，那就3个；3个也不行，还有4、5、6、7、8、9个呢。这么多钱，他们花得完吗？我已经尽可能高估了，没想到贫穷还是限制我的眼界。对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修仙者来说，金银不过是一堆数字，可对于无数平民来说，却是活下去的希望。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很多人都活不下去了，却每年的收入都要上交70%。他们手上已经有花不完的钱了，竟然还要变本加厉压榨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旁，韩飞宇咬牙切齿，显得愤怒无比。他从底层来，自然知道底层的苦。还有这事？苏青云一愣，这他确实还不知道。因为云水城并没有被某个大宗门统治，那些小宗门也没有足够的实力统治一个城。当然，大势力没有，可小势力太多了，这个收点保护费，那个收点过路费什么的。就与那黄土镇一样，欧阳府收割黄土镇，可欧阳府又被黄沙宗收割，黄沙宗肯定也会被更强大的宗门收割。凌霄宗这边只是少了一些中介，层层压榨，底层人一样过得艰难。就好比凌霄宗也要被仙盟收割一样，强者压榨弱者，欺软怕硬，这个世界的运转法则向来就是如此。或许普通人的生存环境比苏青云想象中的还要凄惨。而如今红鸾宗的领地已经包括了云水城，不过时间太短了，还没有提到收钱一事。等这件事情结束，他有必要再去云水城仔细走一番了。很快，整个宝库就被搬空了，只剩下一排水晶罩子，每个罩子里都躺着一本古籍，其上还刻有禁制。这是凌霄诀，还有灵剑诀、开霄诀。看着那些古籍上的名字，韩飞宇呼吸一下子急促了起来。这些全部是凌霄宗珍藏的仙法，是他梦寐以求的仙法。而苏青云留下这些仙法，心中也在权衡。说实话，这些仙法在他眼中完全就是路边一条的货色。怎么，你想要吗？想要随便拿，上面的禁制我为你破除。看着韩飞宇的模样，苏青云问道。韩飞宇强忍心中的痒痒，道：不要不要，我已经准备加入红鸾宗了，这些仙法怎么能比得过红鸾宗的呢？苏青云一笑，想了想，还是将这些仙法全部收了起来。不管怎么说，来都来了，岂能有东西留下的道理？阁楼收，白玉擂台收，大殿收，灵草、玄铁、大殿，凡是有一点价值的东西通通收了。很快，在韩飞宇的带领下，苏青云又来到了储存弟子物品的安全阁。安全阁中有着密密麻麻的储物袋，每个储物袋还有标签，区分是哪个弟子的。苏青云大手一挥，所有的禁制全部爆开，几万个储物袋全部被他收起来。最后，韩飞宇伸出手指了指脚下的整座凌霄山。前辈，凌霄宗的2条下品灵脉就在凌霄山的中心位置。山中，苏青云笑眯眯地打量了一下脚下的凌霄山。这凌霄山
规模与现在的天道山差不多。不过苏青云并没有感受到哪里灵气浓郁了，他才无法定位灵脉位置。如今听到韩飞宇的提醒，他集中精神破掉了一些屏蔽阵法之后，终于在地下深处感受到了浓郁的灵气波动。下品灵脉每年可以产出2-3万下品灵石与小量中品灵石，不过前提是封锁灵气，不让灵气外泄，才能有这么多产量。如果不封锁灵气，那产量要下降一半。而红鸾宗的灵脉，苏青云一条都没有封锁，只在宗门边缘设置阵法，隔绝灵气外泄。这样一来，红鸾宗内部的灵气浓度比外界高太多了，弟子们的修炼速度又可以进一步提升。2条灵脉都舍不得拿出1条灵脉供弟子修炼。苏青云摇了摇头，难道不知道弟子实力强了，不断突破，宗门才更强吗？供弟子修炼，有这样的修炼室，嘿，每修炼1天还需要10两银子呢，没钱修你个头先。那些高层除了他们的亲传弟子外，不过是将普通弟子当成肥羊，每天薅羊毛罢了。韩飞宇自嘲不已，因为他就是其中一头肥羊。哦不，他算不上肥羊，有钱成为正式弟子的才是入了肥羊之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小羊羔。这个世界普通人啊，就注定要被压榨一生。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是都投胎为大陆霸主的人族，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投胎为人，因为人与人的差距比狗与狗的差距还要大得多。是当一辈子的牛马，还是坐享其成吃香喝辣，在出生那一刻起，命运就已定下了。苏青云测量了一下凌霄山的大小，同时在心中计算了一下数据。片刻之后，他微微一笑，道了一句：站好了，可别摔了。前辈，您要做什么？韩飞宇还在疑惑中，不过下一刻他就明白了苏青云想干什么。轰隆隆，整座凌霄山在震动，一块块巨石从山峰滚落，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咔嚓咔嚓咔嚓，大地开裂，整个凌霄山的边缘大地上布满了无数裂缝，这些裂缝还在不断的扩大，像是蛛网一般向四周扩散而去。片刻之后，整座山都一哆嗦，差点把韩飞宇震趴了。这是韩飞宇彻底傻眼了，整座凌霄山飘起来了。苏青云伸出一只手，化为一个巨大的能量手臂，将整个凌霄山都托了起来。一只手而已，托起了整座凌霄山，好强大！韩飞宇心中无比震撼，作为杂役的他，又岂能见过这等境界的存在全力出手？震撼的同时，他心中生出了一抹对强者的强烈渴望。传说金丹元婴这种等级的超然存在就可以移山填海，传言果非虚言，并不是夸张，而是真的有那个能力。当然，金丹的移山能力与元婴无法相比，普通的金丹真人移起100丈高的山头已是极限，再大就吃不消的。到了元婴层次，东元州的任何一座山都可以轻易举起，已非常人可以遥望。苏青云虽是金丹境界，可实力远超普通金丹，能够举起1000丈高的凌霄山并不是难事。轰隆，在苏青云的功夫间，远处元婴的大战也落下了帷幕。啊，红鸾宗，你给老夫等着！凌霄宗的太上长老身负重伤，向着远处奔逃而去，不惜燃烧生命，速度极快。火麒麟想追，但根本追不上，除非他傻了也燃烧生命，搞同归于尽的套路。没有碾压的实力下，铜镜想杀元婴强者的确很难。2位元婴都不一定能围杀1位元婴，只有3位才能有把握。重伤了凌霄宗的太上长老之后，火麒麟归来，他高昂着头，脚踏虚空，身披霞光，威风凛凛，目光睥睨八方。同时他还对苏青云摇了摇头，似乎在向苏青云证明自己的实力。不错不错，回去给你加餐。苏青云点了点头，拍了拍火麒麟，赞叹道：好！听到加餐2字，火麒麟顿时兴奋地嚎叫了一声，一双眼睛放着光芒。跟着上一个沙币3天饿9顿，跟着现在的主人1天吃10顿。10吨，不是10顿。来，把这个山拖回去。苏青云将手中的凌霄山扔了过去，火麒麟立马接住，开开心心地往红鸾宗跑。而苏青云离去一起，
目光往下瞄了一眼，嗖，他伸出手，一个山门被他吸进了储物戒中，然后扬长而去，头也不回。凌霄宗山门处，两位守山门的弟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们旁边本来威武大气的山门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回过头去，身后本应高入云霄的凌霄山已然空空如也，只能看到前方出现的一个数十里大小的深坑。凌霄宗被薅秃了。师弟，趁宗主长老还没有回去，咱们跑吧。师兄小声翼翼地说着。跑？咱们能跑哪去？师弟吸了吸鼻子。不跑，等宗主长老回来了，我们会被责备看守宗门不力，将会生不如死啊！师兄哭丧着脸说着。宗门大阵与太上长老都顶不住，怪我们两位炼气一重的弟子。师弟唉声叹气。山头都没了，宗主肯定大发雷霆，我们就是随手怕死的蝼蚁了，跑还有可能活，不跑肯定是一个死字。师兄道。能跑哪去？跑到哪都会被抓回来。师弟面无血色，对前路一片黑暗。要不我们跑到红鸾宗去？师兄沉吟了许久，突然咬牙说着。跑到红鸾宗？师兄，那可是我们凌霄宗的大敌啊！师弟瞪圆了双眼。管不了那么多了，先保住命再说。师兄一锤定音。跑，赶紧跑，等宗主长老回来了就全完蛋了。师兄催促着说道，带着师弟向红鸾宗的方向狂奔。师兄，天命誓言最好在1天之内要完成，不然不知道天谴什么时候降下，要不你先吃了再跑吧。师弟轻声关心道。闭上你的乌鸦嘴。我擦！啊！两位炼气士罕见的被石头绊倒，摔了个狗啃泥。凌霄宗与红鸾宗相隔1000多里，中间会经过好几个城池，而此刻这些城池的人们却突然发现天空一下子暗了下来，抬头看去，顿时一个个倒吸冷气。一座大山被一头火红色异兽拖着在天上飞。那是凌霄山。有人认出来了这座大山，顿时间所有人都惊恐了。要知道凌霄山上的凌霄宗，那可是周围的绝对霸主啊！卧槽，发生了什么？快看，凌霄山飞走了！难不成是凌霄宗搬家了不成？凌霄宗几百年都没有搬家了，而且没看到凌霄宗的人，我怎么感觉是被偷家了？对，刚刚凌霄宗那边不是爆发了超级大战吗？那规模应该是元婴霸主吧？众人纷纷议论着，感觉匪夷所思。谁敢招惹凌霄宗这尊庞然大物？东元州这是要变天了啊！青州浮空岛上，凌霄宗的老者与一众长老弟子嘲笑着看着对面的3方人马。云天宗，昔日东元州的霸主，怎么如今才来了这么点人？皇室的老怪物，你们皇室的人就这么点吗？还有红鸾宗的，躲在乌龟壳里算什么？你们宗主苏青云呢？凌霄宗老祖目光扫过四方，神态高傲，语气中充斥着讥讽与不屑。对面3大势力加起来，满打满算也不过最多6万人，而且不仅仅人数优势，凌霄宗这100年来发展迅速，金丹、筑基这些中坚力量也远超云天宗与东元州皇室之和。至于红鸾宗，除了苏青云一个人外，不过一群蝼蚁罢了。现在他要证明凌霄宗才是东元州唯一的霸主。40万对6万，优势在我。既然人都到齐了，也就不废话了。这灵脉，我凌霄宗要定了。凌霄宗的浮空岛中，踏出一位黑袍富健青年，目光锐利无比，冷声说完，身形一动，背上的宝剑爆射寒芒。咻！一柄巨大的剑影出现在他的头顶天空上，恐怖威压弥漫而出，让周围观战的所有修士呼吸为之一滞。是凌霄宗的天霄真人。天霄真人凌霄，那可是东元州100年前的第一天才啊！这才短短100年，足以达到金丹大圆满了，太可怕了！恐怕过不了几年，凌霄宗将会出现3大元婴同堂了。如此看来，凌霄宗的锋芒已经势不可挡了吗？东元州第一金丹啊，元婴之下无敌的实力。凌霄宗的强势让其余势力的人脸色纷纷变得凝重起来，因为凌霄宗的实力太强大了。2位元婴老祖，1位金丹无敌的存在。大赵皇室那边，
大赵帝王虽然不想与凌霄宗为敌，可此刻也不得不向前一步。这灵脉让你凌霄宗一家全吞了，恐怕说不过去吧？他微皱眉头，沉声说道。另一个方向，云天宗的宗主云芷也开口了：“你们凌霄宗胃口倒是挺大的。”听到这话，凌霄冷哼一声，一双眼眸带着轻蔑：“呵呵，胃口大，就凭你们也配和我凌霄宗相提并论？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靠实力抢夺吧！”杀！他一声令下，浮空岛上数万炼气七重之上弟子旗便飞了出去。刹那间，整片虚空都被各种术法给笼罩了，如惊涛拍岸般席卷八荒。凌霄，法力无边，九霄之上，纵横无敌。浮空岛上30多万修为低的弟子一齐大喊，声势震天。战！大赵帝王与云天宗的宗主互视一眼后，也下令开战。中品灵脉那可不是什么普通宝物，一座便比百年底蕴还要珍贵，不可能让出去。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唯有靠拳头来打开。大赵皇室与云天宗来的人虽然不多，但修为较高，大部分都有炼气七重之上的境界，可以御气飞行。一时之间，整个天空上密密麻麻全是修士，各式各样的法器绽放光华，各种术法横空，轰隆作响。而3大元婴强者已经飞上了高天之上，在高空交手，激烈无比。这等级别的争斗，哪怕只有一丝余波一泄，落到地面上也能掀起滔天骇浪。修仙之路一境一重天，差距太大了。或许大陆上仙盟前几的宗门有一些逆天的绝世天骄，凭借超级仙法、武器、神通优势，能以金丹境抗衡元婴，但至少在大赵，无人可以做到这一步。号称东元州第一金丹的天霄真人也不行。大师兄，我们要出去迎战吗？透过非洲玻璃看着外面的大战，萧炎问道。太乱了，3大势力互相大战，而且我们整体的修为不高，还是按照师尊所吩咐，按兵不动，等师尊到来。陈心安摇了摇头，红鸾宗成立的时间太短了，弟子们的修为都还不够。不过陈心安等人不出手，但有人早就对红鸾宗怀恨在心了。剑动凌霄！一声大喝传来，只见虚空之上，一把巨大的长剑悬空斩下。这长剑的光芒足有上千丈，通体呈银色，闪耀着强烈的光晕，带着毁灭性的气息，直接朝着非洲斩落。是凌霄宗的天霄真人凌霄，东元州第一金丹的实力在此刻展露无遗，一剑之威足以破碎山河。轰隆隆，那巨剑终于斩在了非洲之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待余波散尽，原以为可以轻易展开的凌霄却是神色微变，自己这一击别说劈开非洲了，甚至在上面连一丁点痕迹都未曾留下。上品灵气飞行至宝，如果能被金丹境的轻易破坏，又岂能卖如此高价？就是元婴强者想打破非洲，也要花不小的功夫。靠，忍不了了，大师兄，干他！看着凌霄一剑劈下，萧炎顿时怒骂一句：好！陈心安脸色也是严肃，手中一翻，苏青云交给他的上品灵石出现在了手中。一块上品灵石可以让非洲打出一道普通的元婴攻击，不过他又犹豫了一下，又换上了10块中品灵石。上品灵石只有这一块，没有好时机，不一定能打到凌霄。上品非洲的速度根据投入的灵石来确定，最高速度可以达到元婴极速，当然那样的速度需要10块上品灵石，根本消耗不起。10块中品灵石也足够非洲以金丹极速运行1个时辰了。当即他将10块中品灵石全部投入非洲的能源核心。谁说除了能量攻击之外，非洲就没有其他的攻击方式？就是现在！陈心安轻喝一声，将速度加到了最快。当即那非洲以极快的速度朝凌霄撞去，瞬间就掀开了空气，发出阵阵音爆。作为逃命的至宝，时间是最宝贵的，非洲的加速度是极为恐怖的，一瞬间就可以爆发出了极速。凌霄也想不到非洲会突然爆发出如此迅猛的速度，因为别说上品非洲，就是中品非洲，东元州都未曾有人拥有过，
完全不了解。他此刻正飞在非洲的前方，寻找非洲的破绽。不好！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凌霄暗道不妙，距离太近，已经来不及遁走，只能下意识催动法诀，施展护体钢盾。砰！下一刻，非洲狠狠地与凌霄撞到了一起。嗡！凌霄身前的护体钢盾猛地一颤，咔嚓咔嚓地破碎掉了。紧接着，他整个人更是如炮弹般狠狠地甩飞在了旁边的山峰之上，砸出了一个深坑。而陈心安继续操控着非洲，疯狂朝着凌霄宗弟子最多的地方撞去。非洲所过之处，无人可挡。轰！很快，凌霄宗的弟子就被撞翻了一大片。随后，陈心安调转方向，改变路径，又一次直直地撞过去。是没有那么多上品灵石来触动非洲的能量攻击，可是对于元婴之下的敌人来说，又何须浪费珍贵的上品灵石？一块上品灵石足以让一位金丹真人心甘情愿地当打手了呢，直接撞过去就行了。金丹极速配合元婴级防御，足以让这上品非洲在数万人的战场上纵横无敌了。噗嗤！凌霄从深坑内爬了出来，嘴角鲜血淋漓，披头散发，显得狼狈无比。他看着半空中的非洲，眼中充满了愤怒之色。这已经是他金丹无敌以来第二次如此吃亏了，太特喵的憋屈了。上一次他就被同境界的高可攀碾压了，那也算了，人家可是仙盟第一势力的核心弟子，比不得。可这一次他堂堂东元州第一金丹，连一个非洲都搞不定也就算了，竟然还被撞伤了，说出去都丢脸。可偏偏他还真的奈何不了这非洲，你说气不气人？轰隆隆，天空之上，非洲还在横扫，每一次加速都会清空一条直线上的敌人，将他们撞飞出去。本来凌霄宗弟子长老压着云天宗与皇室打，现在红鸾宗插这么一手，局势瞬间改变了。一时间，凌霄宗的人节节败退。浮空岛上，本来呐喊正起劲的凌霄宗几十万弟子，这一刻目瞪口呆。作弊？这还打毛线啊？他们本以为老祖拖住2位元婴，天霄真人可以乱杀，迅速结束战斗，可没有想到乱入了一个非洲。如果有仙盟前几势力的顶尖天才看到这一幕，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上品灵气级别的非洲撞人，不是哥们都用得起上品非洲了，还缺这点灵石吗？面对元婴都没有的杂兵，难道不应该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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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范围打击吗？就好似拿设计图这样的空间至宝去用来当擦鞋的抹布一样，太特喵的侮辱这样的宝物了吧。高天之上，凌霄宗老祖也是发现了下方局势的不对劲。上品非洲撞人，即使凌霄宗老祖知道上品灵气很厉害，但不过是速度防御强，能量攻击红鸾宗还没有这么多资源消耗，因此不当回事。毕竟大陆之上还真没出现过这样奇葩的玩法。当即他便准备抽身而退，要去攻击非洲，将其硬生生打爆。上品非洲防御是强，可元婴强者多攻击一段时间还是会顶不住的。想到这里，他心生退意。不过凌霄宗老祖想离开战场，大赵帝王与云芷可不会答应。本来他们连手都不是凌霄宗对手，现在局势逆转了，只要拖住凌霄宗老祖，那么他们就可以先把最强的凌霄宗踢出局，那到时候他们在竞争灵脉的机会将会大得多。想走？哪有那么容易？没分出胜负，跑什么？大赵帝王与云芷同时出言喝止，他们怎么能让凌霄宗老祖离开呢？当即2大元婴强者也不留手了，纷纷爆发出最强的实力，朝着凌霄宗老祖缠了过去。以剑为名，绞杀！云芷手持灵剑，施展出一套犀利无比的剑术，朝着凌霄宗老祖斩去。另一边，大赵帝王也没落后，双手挥舞间，无数刀光凝聚，化成刀芒长河，席卷而来，一时之间将凌霄宗老祖死死压制。该死！凌霄宗老祖面露焦急，他若是被牵制在这里，那下方的战局将会完全是一面倒了。可是他又无法击败2大元婴联手，想撤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战局陷入僵持阶段。
轰隆隆，大战还在继续，整片山脉都在摇晃，仿佛世界末日一般。这已经是东元州100年来规模最大的战场了。远处那些遥望这一幕的修士都是神情激动，热血沸腾。今日这场战役将载入史册，或许可以决出真正的东元州第一势力。另一边，苏青云与火麒麟已经带着凌霄山回到了红鸾宗。宗主回来了！卧槽，那是什么？搬了一座山回来？红鸾宗没有前往青州的众弟子见到这一幕之后，顿时吓了一跳。尤其看到苏青云和火麒麟扛着一座山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呼了起来。苏青云出手，在天道山旁边清出一块无人区域，将凌霄山放下。凌霄山上，韩飞宇还处在震撼之中。这下好了，成了个免费的山车，连路费都省了，就到了红鸾宗了。凌霄山安置好了之后，现在红鸾宗领地之内便有2座高山了，弟子们的修炼之地又扩大了不少。随后苏青云又出手，将凌霄山里面封印的灵脉禁制解除，让里面的灵气可以释放出来。凌霄宗舍不得让弟子有浓郁灵气免费修炼，他苏青云可舍得。如此一来，红鸾宗领地之内已经有了5座下品灵脉了，灵气的浓度又提高了不少。做完一切之后，苏青云拍了拍手掌，满意的点了点头。凌霄宗的事情搞定了，现在该去抢灵脉了。小虎，他呼唤了一句，火麒麟立刻屁颠儿屁颠儿的跑了过来。嘿嘿，主人还有何吩咐？苏青云坐上火麒麟，指着一个方向道：出发，去青州。遵命。火麒麟咧嘴一笑，驾驶着火焰长虹冲天而去。青州战斗已经逐渐停了下来，除了红鸾宗之外，3大势力都损失惨重。当然，因为非洲的存在，损失最大的莫过于凌霄宗了。一战，宗门精锐，损失了近半，剩下的弟子都退回了后方，士气低落。天空中的战斗也结束了，3大元婴强者或多或少都带了伤。实力最强的凌霄宗老祖受到2大元婴围攻，也受伤不轻。哈哈，太爽了！非洲内，红鸾宗的弟子们全部欢呼了起来，脸上写满了亢奋。红鸾宗除了耗费一些中品灵石外，全员无伤。现在我们该静下心来，好好的谈谈了吧。大赵帝王看着周围，沉声道：皇室禁卫军损伤不少，可至少凌霄宗更惨，已经有了谈话的资格。浮空岛上，凌霄宗老祖气急败坏，好好的绝对优势竟然搞成了这样。红鸾宗，他目光看向红鸾宗的非洲，心中的恨已经到了极致。还没有完，我凌霄宗可不止老夫一位元婴。凌霄宗老祖大吼一声，当即拿出传音玉简，给避遣官的师弟传音，让他迅速赶到青州来。他刚刚放下玉简，远处天际便有一道强大的气息飞来。那气息他熟悉，正是自己的师弟。好快的速度，难道是师弟提前来支援了吗？看到这一幕，大赵帝王与云芷都皱起了眉头。凌霄宗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有2位元婴，加上凌霄宗老祖实力又是东元州元婴最强，确实超越如今的他们太多。嘿嘿，你们都要死，灵脉只能是我凌霄宗的，还有你们红鸾宗，到时候我们会亲手将你们的非洲拆烂，将你们一个个打入万魂幡。你们那个缩头乌龟的宗主苏青云也会找他算账的。凌霄宗老祖哈哈大笑，眼眸深处闪烁怨毒，恶狠狠地说道：虽然他们凌霄宗这次折了很多强者，但是凌霄宗的底蕴依旧雄厚，等他们师兄弟2大元婴出手，镇压整个东元州将轻而易举。哗！天边的元婴气息也终于到了近前，那是凌霄宗的太上长老，凌霄宗老祖的师弟没错，只是此刻他的身上浑身都是血，气息虚弱了太多太多。他抬起头朝凌霄宗老祖道：师兄，我们的家被苏青云偷了。推荐结束了，求免费的用爱发电。那红鸾宗宗主苏青云趁师兄外出，凌霄宗防守空虚，发动突然偷袭。那家伙还有一头实力极为强大的火麒麟，疑似之前那仙盟天才的坐骑，
无不敌被其重伤。凌霄宗的太上长老看着凌霄宗老祖，语气虚弱的道。听完这番话，凌霄宗老祖瞬间怒了：草尼玛的苏青云啊！他呐喊着，愤怒到了极点，不顾元婴老祖的威严，忍不住爆了粗口。同时，元婴的强横气息爆发而出，震撼四方。师弟，凌霄宗现在什么情况了？他咬牙问道。凌霄宗已经彻底崩溃了，那苏青云将我们所有的资源全部抢走了。后面我趁那苏青云离开偷偷回来，发现凌霄山都不见了，灵脉也没了。师兄，我凌霄宗的数百年根基彻底完了。凌霄宗太上长老开始汇报情况，语气悲痛。听完他的汇报，凌霄宗老祖直接喷出几口鲜血，差点晕厥过去。混蛋，苏青云小儿，老祖我定要灭你全宗！凌霄宗老祖怒吼道。他双目猩红，宛如一只疯狂的野兽一般，将目光死死盯着红鸾宗的方向。云天宗与大赵皇室的众人看到这一幕，也是微微一愣，随后众人都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暗道一声牛掰，直接将凌霄宗的根基直接毁了。如此一来，凌霄宗的势力势必会被极大的削弱。红鸾宗，若不灭了你，老族我誓不为人！凌霄宗老祖愤怒了，目光锁定红鸾宗弟子所在的非洲，怒喝道：先收点利息！杀！他率先朝红鸾宗非洲而去，准备先行将非洲摧毁。我来了，你怎么灭我？就在此时，天边传来一道淡淡的声音，紧接着云层之上，一尊通体火红色、散发着炙热火焰的身影出现，他一蹄子踢出，如泰山压顶一般砸向凌霄宗的老祖。正是火麒麟！轰！巨响炸开，火光漫天，一蹄踏出，凌霄宗老祖顿时吐血倒退。一击得逞，火麒麟骄傲地伸出蹄子，对凌霄宗老祖比了个爪式。凌霄宗老祖脸色涨红，胸膛剧烈地起伏着，还有焦糊味冒起。天穹之上，一道白袍身影踏步而来，每迈一步，他的脚步声仿佛敲击在凌霄宗老祖的心脏上。咚咚咚，一声声脚步声宛如惊雷一般。苏青云小儿！凌霄宗老祖咆哮着，恨不得将苏青云撕成碎片。宗主，真的是宗主！太好了，太好了，宗主来了！非洲内的红鸾宗弟子此刻看到苏青云现身，纷纷惊喜不已。特别是此刻，苏青云那伟岸的身影更是激荡人心。难怪宗主要晚点来，原来是将凌霄宗老家都端了。如此逆天的战绩，放眼整个大赵，还有谁？苏青云神色平静，他站在虚空之上，淡淡的俯视着所有人。红鸾宗宗主苏青云，云天宗宗主与大赵帝王都是紧紧盯着苏青云，瞳孔中带着浓浓的忌惮。这些天，他们也曾偷偷地打听过苏青云的信息，却一无所获。此人就仿佛凭空冒出来的一般，查不到一丝一毫的信息。他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此人实力极为强大，深不可测。一出手便灭了金丹势力琳琅宗，再出手便斩杀了3大金丹真人，三出手连仙盟来的上仙都敢杀。实力金丹部保底元婴级，实力强大，胆子比实力还要大，仙盟第一的弟子也敢杀。更加何况其身边竟然还有一头元婴境的火麒麟跟随，如此实力已经隐隐压过凌霄宗了。我拖住火麒麟，你去对付苏青云小儿。凌霄宗老祖豁出去了，对着自己的弟子凌霄道：宗门的仇需要用苏青云小儿的命来洗刷，今日哪怕是拼掉一条老命，本座也在所不惜。他的眼中满是杀意与恨意，冲向了火麒麟，大战了起来。宗主，要不要出手？云天宗大长老沉声开口道：不可轻举妄动。云芷果断拒绝。如今凌霄宗半废，红鸾宗气盛，若我们出手将红鸾宗的气势压下，我们争夺灵脉的可能性才能更高。云丽继续道：还是不可，红鸾宗宗主苏青云深不可测，若是贸然为敌，对我云天宗极为不利。云芷皱眉开口道：他虽然也想争夺灵脉不假，可是却并未失去理智。面对未知实力的敌人，按兵不动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另一边，皇室一方经过争论，大赵帝王看了看云天宗众人方向一眼，也忍住没有出手。毕竟事情到了这一刻，一步之差将会葬送一切。一旁，凌霄抽出大剑，缓缓朝着苏青云而去。苏青云，今日就让本真人来试试你的真正实力吧。若你真是元婴，我认栽；若你不是，就让你尝尝东元州第一金丹的实力。轰！说完，凌霄便拔地而起，冲向了苏青云，浑身爆发出恐怖的剑势。天霄九斩！他暴喝一声，手臂挥舞之间，化作9道璀璨夺目的银白剑芒，朝着苏青云呼啸而来。每一道剑芒都足以劈死一位寻常的金丹真人。这是凌霄宗的至高绝学，而凌霄已然全部学会。看着冲霄而来的剑气，苏青云却是淡淡一笑：东元州第一金丹，非元婴不可敌。不错，在东元州，凌霄的实力在铜镜中已经很强很强了。可事实上，距离金丹境的极限战力差了不知道多少个108000里。可别忘记了，他只是在大赵这5000里的疆土算天才而已。甚至类似陈心安这种没有背景的超天资之人，因无钱修炼仙法而被埋没，其数量怕也不在少数。他凌霄真正的天赋，可能就连在这大赵都排不上前10。可是大陆之大，区区大赵，弹丸之地，连一滴尘埃都算不上。甚至就连凌霄手中的武器，都还只是金丹境使用的中品灵器。上品灵器太贵了，凌霄宗有2把，可都在2位元婴老祖手中，还轮不到凌霄。就让我看看你这东元州第一金丹的含水量有多少吧。苏青云淡淡一笑，手中浮现黑色长枪，瞬间刺出。咻！一抹幽冷寒芒先至，随后如龙枪尖才到，狠狠撞上了凌霄劈下来的剑气。快，追，稳！轰隆隆！刹那间，虚空中传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碰撞声。随后，只见那凌霄劈下来的剑气居然寸寸崩溃，消失在虚空之中。而那长枪威势不减，又直直刺向凌霄。凌霄神色大骇，连忙用手中大剑格挡。当，2件武器相互碰撞在一起，中品灵气碰上品灵气，结果已然预料。咔嚓！凌霄手中的长剑应声折断，他握剑的右手虎口处也被强大的力道震得鲜血淋漓。噗嗤！下一刻，长枪势如破竹，直奔凌霄而去。凌霄躲闪不及，长枪从他肩膀贯穿而出，带出朵朵血花。一枪碾压凌霄，碾压东元州金丹境第1人。好强的实力，能够一击击败凌霄，即使凌霄之前已经受伤了，可也绝不是金丹境能够做到的。这只是他的随手一击罢了，谁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有多强？看来这红鸾宗宗主果真是元婴境的强者。周围众人全都变色，一脸震撼，议论纷纷。特别是云天宗与大赵皇室之前想要出手的金丹大圆满强者，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倒吸一口冷气，打了个寒战。还好他们没出手，不然以他们连凌霄都不如的实力，恐怕那长枪刺中的就是心脏了。长枪转了大圈，又出现，回到了苏青云的手中。目视着凌霄的凄惨模样，苏青云不由得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抹失望的神色。弱，太弱了！你这个东元州第一金丹，全是水分，除了水还是水。而听到这句话，凌霄则是脸色涨红，怒火中烧，牵动伤势，气得又吐出几口鲜血。所有人都呆住了。弱，太弱了！凌霄可是号称东元州金丹境第一高手啊，但是此时在苏青云面前却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当然，也有些人表面不敢说，可心里却在吐槽：你堂堂元婴，人家金丹境再强，在你眼中当然弱了。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苏青云并非元婴，甚至连金丹大圆满都不是。他真实的修为境界是金丹3重。哦，不对，因为红鸾宗时时刻刻都有弟子突破与修为精进，金丹3重那是一炷香前的事了，现在已经是金丹4重了。金丹4重碾压金丹9重巅峰的凌霄。
隔了5个半的小境界。当然，也并不是凌霄真的太弱，而是苏青云太强。超神级仙法与上品灵气，容数万弟子之所长，又岂能用普通金丹来形容？凌霄的实力，在普通金丹9重巅峰来说，已经可以说是强者了。但那只是对于普通金丹而言，管不上天才金丹。大陆实在太浩瀚了，东元州霸主的凌霄宗，放在整个大陆也显得无比渺小。同为仙门500强，亦有差距。凌霄宗的实力不过勉强垫底的水平，云天宗如果不是还未确定上代宗主死没死，仅凭云芷一人，连500强都进不去。一些超级势力的绝世天才，拥有上乘仙法、上等武器、上等体质、悟性等等，甚至有人能够以金丹之境与元婴交手，创造以下伐上的逆天战绩。凌霄有什么呢？修炼的凌霄诀在东元州已经是1等1的顶尖仙法，出了东元州3流罢了。在苏青云眼中，更加是路边一条的货色，给红鸾宗弟子修炼都没有人看得上。其手中的武器还是中品灵气，哪个大势力天之骄子手中的武器不是更高等级的？也没什么逆天的神通剑法等等。因此，即使苏青云不过金丹4重，亦不将其放在眼中。就好比之前那同为金丹9重巅峰的高可攀，凭借气息就足以让凌霄承受不住。就是高可攀只是金丹4重，有全套上品灵气在身，真打起来，多半也是凌霄被打得叫爸爸，小半被打的牙都找不到掉哪去了。而高可攀不过是仙宫核心弟子，上面还有真传弟子，甚至还可能有圣子等等。老家伙，吃俺100提，200提，300提。另一边，火麒麟已经兴奋坏了，他双腿飞蹬，将凌霄宗老祖踹得跟皮球一般，踢来踢去。砰！凌霄宗老祖脑袋被踢得嗡嗡响，鼻青脸肿，狼狈不堪。该死，畜生东西！老夫杀了你！凌霄宗老祖勃然大怒，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又被火麒麟一蹄子踢在鼻子上，顿时鲜血横流，鼻梁骨都塌陷了，看上去无比滑稽。凌霄宗的气数到头了。云天宗宗主云芷与大赵帝王皆是微微一叹。事到如今，凌霄宗3大高级战力都半废了，已无回天之术，将彻底失去灵脉的争夺权。只是两人的神色不仅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眉头紧锁。淘汰了一个凌霄宗，却来了个更强大的红鸾宗。这红鸾宗明显要比凌霄宗更加难对付得多啊！凌霄宗老祖凄惨的逃窜，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浮空岛上数10万弟子已经面面相觑了，说好的当啦啦队看着一路碾压呢，怎么被反过来碾压了？是不是拿错剧本了？哈哈哈哈！哎呀，苏青云，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凌霄宗老祖疯狂逃窜，一边跑一边哈哈大笑。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情笑？苏青云淡淡地看着他，嘿嘿，你难道没发现我们少了一个人吗？凌霄宗老祖忽然诡异一笑，这句话让云天宗与皇室的强者一怔，随后将目光扫向凌霄宗的阵容。少了一人，是凌霄宗受伤的另一位元婴老祖。有人惊呼一声，终于发现少了谁。他们刚刚目光都重点落在凌霄宗老祖与火麒麟的大战，以及苏青云碾压凌霄的一幕上，忽视了其他人。现在听到凌霄宗老祖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起来。是啊，凌霄宗2位元婴老祖都来了，可为什么还有一人没有出手呢？那老家伙去哪了？呼叫支援。云芷与大赵帝王都是眉头微微一皱。嘿嘿，刚刚我们出手并不是真的想打败你们，只是吸引你们的注意力，并且拖延时间罢了。凌霄宗老祖哈哈大笑，仿佛阴谋得逞一般，脸上尽是得意。此刻我那师弟应该已经到了你红鸾宗了。苏青云，红鸾宗除了你还能有什么强者？我们真正的目标就是以牙还牙，偷你红鸾宗的家，偷红鸾宗的家。此话一出，全场皆惊。好家伙，这是现场学了一手苏青云的套路，搞了一手反偷家啊！不愧是凌霄宗老祖，老谋深算，难怪明知苏青云实力深不可测，却依然还要去一战。
他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吸引所有人注意力，加上拖住苏青云罢了。为了这个目的，即使是牺牲自己的弟子，也要报凌霄宗根基被毁之深仇。因为这次唯一也是最好的机会了，他苏青云可以趁凌霄宗空虚偷凌霄宗的家，那他凌霄宗一样可以趁红鸾宗空虚偷红鸾宗的家。所有人都知道红鸾宗除了苏青云，其他就没有强者了。而现在苏青云在青州，距离红鸾宗千里开外，即使现在着急赶回去，一时半会也到不了。等他赶回去的时候，凌霄宗的元婴老祖早就将红鸾宗拆了个稀巴烂了。国师，皇宫安危要紧，还请您先回去主持大阵。大赵皇室的阵容中，大赵帝王悄悄对金丹大圆满的国师开口。金丹大圆满配合四阶阵法，还是可以挡住普通元婴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足够他紧急赶回去了。是，陛下。国师点了点头，立马动身，朝着皇宫方向回去。大长老，云芷看向云丽，虽然没有说出接下来的话，但所有人都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云丽沉吟片刻，也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化作遁光，朝着云天宗而去。没办法，红鸾宗跟凌霄宗出了2个老六，不得不防啊。随后两人的目光都看向苏青云。面对凌霄宗元婴强者的偷家，苏青云又会怎么做？苏青云，此时此刻，恐怕你的红鸾宗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凌霄宗老祖冷哼连连，脸色越发狰狞。你就是现在回去，也已经来不及了。我凌霄宗得不到的，就是毁掉，你红鸾宗也别想得到。他奋力地咆哮着，话还没有说完，又被火麒麟一蹄子踢在嘴巴上。嚷嚷什么？能不能安静一点？吵死俺了，影响我踢你。火麒麟边踢边吐槽。同一时刻，苏青云也是收到了系统的提示音，护宗大阵正在遭受攻击，攻击级别低级，请是否迅速回宗。不过对此苏青云只是淡淡一笑，并不在意。区元婴还是受伤的，就想破红鸾宗的护宗大阵，真当5级阵法是儿戏吗？与此同时，红鸾宗领地外，凌霄宗的太上长老使出浑身解数，疯狂地攻击着下方的护宗大阵。没有元婴镇守的阵法，看能坚持多久。等我破了阵，我要将里面的人全部杀光，一个不留，炼制成万魂幡。还有灵脉，我就是带不走，也要全部毁灭，绝不留下一块灵石。轰隆隆，天地间爆鸣连连，无尽威势肆虐不止，余波震荡八方。元婴级强者随手一挥，便是天地大势，举手投足之间便有无穷伟力降临。红鸾宗里面的众弟子抬头看去，只能发现整个天空都被烟火包围，犹如末日降临一般。如果不是护宗大阵守护着，这一波波攻击下来，足以将方圆百里的大地反反复复地清洗一遍。刚刚开始，众弟子还有些害怕，担心阵法被破，自己葬身于此。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害怕的神色逐渐消失，胆子也越来越大，不仅不惧，反而还看起了热闹。因为红鸾宗的护宗大阵，别说有要破碎的迹象了，就连一丝要被撼动的波澜都没有出现。所有的人脑海中只浮现一个词：浮游撼术。这怎么可能？天穹之上，凌霄宗老祖一副见鬼了的表情。他已经连续攻击了上百次，按道理寻常的4级阵法早该破碎了才是。老夫不信了，这乌龟壳就打不破了。他咬着牙，再次猛烈催动体内灵力，施展出自己最强大的5技神通——凌霄破天指。凌霄宗太上长老眼睛赤红，怒吼一声，双手结印，猛然拍出。刹那间，天空上风雷齐啸，电闪雷鸣，无形气劲纵横激射，形成一幅极为可怕的景象。顿时，一根巨大手指从天而降，狠狠撞向红鸾宗护宗大阵。给我碎！轰隆隆，大手指撞上了大阵光照，激射出耀眼刺目的光芒，宛如一颗陨石炸裂一般，恐怖至极的气浪自碰撞处扩散出去。阵法外面周围的山石树木瞬间就被掀飞，无数草木都直接被拦腰折断，甚至有几座小山丘更是被这股冲击力直接崩碎，倒塌了半截。
这一幕景象实在可怕，远在几百里开外都可以听到炸裂的声响。咔嚓，破碎的声音响起。这下老夫看你还能怎么挡？凌霄宗太上长老脸色苍白至极，他这一招虽然强大，可消耗也是极大的。若不是万不得已，他不愿意这么干。可是今天的事情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红鸾宗必须毁灭。他的眸子死死盯着下方，等待着余波散开。金黄色的光幕一如既往出现在他眼中，别说破碎，其上连一丝尘埃都没有溅落。刚刚那破碎的声音的确是有东西碎了，不过碎了的是他的手指。噗！突兀的一口鲜血喷出，凌霄宗太上长老面露骇然，心脏剧痛，差点被心脏病送走。不，这怎么可能？他惊骇欲绝，眼神之中除了不可思议还是不可思议。他的手微微颤抖，神通被反噬，指尖更是渗透出嫣红的血迹。老夫拼了命打出的攻击竟然毫无效果，怎么会这样？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心态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他堂堂元婴期老祖，居然拿一座无人主持的护宗大阵没辙，这简直闻所未闻。这阵法居然这么坚固，怎么会？天下间就是再强大的四阶阵法，也不可能他全力一击连波澜都没有啊！难不成是五阶阵法？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由得大吃一惊。五阶阵法要请仙盟的五阶阵法大宗师来建造，其需要的代价确定是一个元婴势力可以支付的吗？哈哈，快看，打不破阵法，气吐血了！宗主牛掰，这老家伙如此强大，应该是元婴老祖级人物。这种至强者可是东元州霸主，现在竟然连宗主的阵法都破不了。宗主的实力想必已经超越了元婴境吧？这金色的光幕带来的是满满的安全感啊！红鸾宗的众弟子纷纷一阵欢呼，而这些声音传入凌霄宗太上长老的耳中，让他气得七窍生烟。一群蝼蚁，都给老祖我闭嘴！他勃然大怒，恨不得撕碎这些弟子的嘴。只是他的攻击不管如何打出，不管从哪个方向都没能撼动分毫。红鸾宗的阵法牢不可破，该死的！终于在又是3次全力轰击后，他停下了动作，脸上浮现出浓郁的疲惫。此时此刻，他体内的灵力已经被抽空了大半。红鸾宗的家他偷不了，我不甘心，不甘心呐！凌霄宗太上长老仰望天空，双拳紧握，青筋暴起，眼珠充血。好，好，好！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老夫要将你们红鸾宗周围的几座城池全部血洗一遍。死了的人别怪老夫，要怪只怪红鸾宗守护不了你们。他眼神冰寒如刀，杀机毕露。他转过身，手中的武器散发出阴冷的寒芒，令人毛骨悚然。在红鸾宗领地周围还有3座如云水城大小差不多的城池，其总人口在300万以上。他要屠杀300万人类。要知道，即使是把普通人视为蝼蚁的仙盟，都有规定不能大规模屠杀普通人。不是他们尊重生命，也不是他们怕底层人反抗，在他们眼中，这些普通人根本不是人，而是牛马，是蝼蚁。仙盟更加不怕反抗，他们有足够的实力镇压一切动乱。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的反抗都显得如同笑话一般。他们怕的是这些底层的牛马死多了，他们压榨的对象就少了，赚的资源就少了。而现在凌霄宗太上长老不顾这个规矩，要大量屠杀普通人，这是入魔的前兆。红鸾宗山脚下一棵大树旁，一位穿着普通灰色长袍的中年男子一直在扫地。他与周围所有人格格不入，留着大胡子，不修边幅。宗门大阵受到攻击时，所有人都在看热闹，他却没有看到一样，一直扫着自己的地。可现在，在那凌霄宗太上长老说出要血洗几百里时，他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他微微抬头，看着准备离去的凌霄宗太上长老，目光之中露出一抹金光。随后，他手中的扫把轻轻的一扫，扫起地上一片枯黄的榆树落叶。这落叶被扫起，飘在空中，但却没有落在地上，反而诡异的越飘越高。
其出速度明明看起来极为缓慢，可只是一个眨眼，它已然消失在了眼前。再出现时，这落叶已经离开了红鸾宗，出现在了凌霄宗太上长老的前方。凌霄宗太上长老正准备前往最近的城池，好好的血洗一番。而这时，他的前方出现了一片毫不起眼的枯叶。这枯叶实在是不起眼，凌霄宗太上长老只是看了一眼，虽然疑惑落叶怎么会飘这么高，但并没有在意。他直接冲了过去，并且顺路伸出一只手，将落叶如拍苍蝇一样拍走。嘶！一股剧痛传来，他低头，却见自己刚刚拍打落叶的左臂上，赫然多了一道触目惊心的空洞，仿佛被什么东西无声息地洞穿了他的手臂。他猛然回首，却是看到那片枯叶带着丝丝血迹，正朝他的眉心而来。这一刻，他心中涌上一抹寒意，一股死亡的危机感传来。一个强大到了他想都不敢想的存在出手了。他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这落叶的异常他都发现不了。即使现在他知道这落叶极为恐怖，可肉眼看过去，却还是一片普普通通的落叶，一片刚刚从树上落下来的枯叶。跑！逃！赶紧逃！凌霄宗太上长老浑身汗毛倒立，心中警铃大作，毫不犹豫，他朝着前方狂奔。同时，他边跑边回头观察那枯叶的位置。令他惊恐的一幕出现了。不管他速度有多快，不管那枯叶看起来动作有多慢，可枯叶距离他的眉心距离却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诡异到了极点。到底是他速度太慢，还是枯叶速度太快？终于跑了不知道多远，凌霄宗太上长老停了下来，愣愣地看着前方。本来距离他最近的城池只有50里，他刚刚跑了多久来着？以他的速度，一息便足以遁去10多里。刚刚他跑了至少有200里了吧？可是他前方的那座城池依然还在他前方，还在距离他50里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刚刚跑的200多里是在原地踏步。这……凌霄宗太上长老张大着嘴巴，瞳孔瞪得滚圆。他修仙至今已有800年，就从未遇到过如此诡异之事。然而还没等他弄清楚到底什么情况，他眼中已然闪过一道枯黄与血红的光芒。咻！他的身躯僵住，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凝固了。唰！眉心裂开，那片枯叶从他后脑勺进入，从眉心穿出，洞穿了整个识海。他的神魂瞬间崩灭，连带着他的元婴也彻底归于死寂。他的身体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之后，便朝着地上无力地坠落下去。一片枯叶斩了一位元婴境老祖的命，而那片枯叶也仿佛完成了使命般，从天空上缓缓地飘落而下。只有上面的丝丝血红色光泽在诉说着他经历的一个小故事。红鸾宗大树下，那位灰袍中年男子依然自顾自地清扫着落叶，没有一个人察觉出异样。无名，你快看，那个元婴老祖从空中掉下去了呢。在他旁边，一位与他年龄看起来差不多的5代弟子对着这位灰袍男子说着。灰袍男子没有说话，只是刚刚闪过金光的双眸又重新恢复了浑浊之色。青州、火麒麟与凌霄宗老祖的战斗已经结束，凌霄宗老祖肿得像猪一样的脸还在大笑着。苏青云，你的红鸾宗此刻恐怕已经没了。突然他仿佛感应到了什么，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一块命牌。这是他师弟的生命命牌，此牌存在就代表他师弟还活着。咔嚓！而现在他手中的命牌却突然间4分5裂开来。在苏青云未出手的情况下，在东元州所有的元婴强者都到齐了的情况下，他的师弟死了。东元州已经有多久没有元婴强者被斩杀了？100年？200年？还是1000年？时间太久远了，似乎早已经记不清楚。元婴寿千年，东元州如今最老的元婴强者是必死关的云天宗上代宗主，已经抵达寿元极限了。再过1-2年，如果还不能突破出关，便将化到陨落。第2年长的元婴便是大赵帝王，如今已过950岁，垂垂老矣。如果皇室没有第2位元婴补上，
也将很快消失在历史尘埃中。在之后，便是凌霄宗2位元婴老祖，皆800岁有余。这些东元州霸主成就元婴的时间也都在500年之上了。最近的500年，东元州成就的元婴境强者唯有一人，那就是如今东元州最年轻的元婴云天宗现宗主云芷。当然，过一段时间，这个记录将由凌霄保持。也就是说，在整个东元州范围内，元婴级老祖那都是1000年才能出几位，极为强大与稀少。苏青云除外。1000年来，除了自然作化的元婴，还从未出现过被人斩杀的元婴。即使100年前为争夺东元州第一霸主的位置，凌霄宗与云天宗展开过一次大战，也没有出现过元婴陨落的一幕。元婴强者在东元州所有人眼中是一个霸主势力的擎天柱，可支撑一个超级势力1000年。只要元婴老祖不死，别的宗门就不敢太过得罪，因为这种等级的强者太难杀了，生命力强大，昔日都是天之骄子，保命能力一流。也因此，东元州所有人眼中已经养成了元婴老祖无敌的习惯，不到绝境不可得罪太死。而苏青云一出现，不仅打破了这个常规，还真的让一位元婴强者殒命了。元婴境无敌的神话在此刻被彻底打破了。凌霄宗老祖呆呆地看着破碎的命牌，半晌才喃喃说道：“我的师弟真的陨落了吗？”他不甘、愤怒、怨恨，种种负面情绪充斥他的心灵。元婴啊，宗门的擎天柱啊，他的左膀右臂啊，凌霄宗称霸东元州不可缺少的战力啊。他的身影踉跄，站立不稳，转过身看去，身后的所有长老弟子都是一副沮丧的模样。到了这一步，谁都明白大势已去，凌霄宗完了。红鸾宗现在除了苏青云与火麒麟外，至少还有一位元婴，不然无法解释凌霄宗元婴太上长老为何会陨落在红鸾宗。滚过来！凌霄宗老祖大吼一声，伸手一爪，将一个躲在浮空岛后方的一位面色惨白的青年抓了过来。师祖，饶命啊！这个青年惊叫一声，急忙求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指明要萧灵溪成为其侍妾的赵宝霄。都是因为你这个混蛋玩意，我凌霄宗才会落得如此下场。他双目赤红，猛地咬牙切齿，直接捏住了赵宝霄的脖颈。如果不是赵宝霄与红鸾宗多次冲突，他凌霄宗又怎么会被红鸾宗打成这样？红鸾宗不偷云天宗皇室的家，又怎么会单单偷他凌霄宗的家？父亲，救我啊！赵宝霄挣扎地看向凌霄，目光之中满是恐惧。听到这个称呼，凌霄宗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众所周知，凌霄只有一位弟子，那就是赵宝霄。可现在赵宝霄叫的不是师尊，而是父亲。不是说凌霄心中只有剑道，此生从未沾染过女色，哪来的儿子？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凌霄，神色满是怪异。难怪凌霄会对赵宝霄如此偏爱，将其养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败家子。面对赵宝霄的求救，凌霄看都没有看一眼，一双目光只是死死盯着苏青云。我凌霄宗1000年基业全毁在你手上了。凌霄宗老祖怒不可遏，手上10点劲，当即将赵宝霄的整个脖子都掐断了。随后，凌霄宗老祖看向灵泉的方向，眼中有渴望、贪婪、仇恨、愤怒、无奈。只是在看到苏青云那冰冷的目光时，这一切的神色只能被放下。凌霄宗众长老弟子听令，撤退。是，老祖。众多凌霄宗长老都松了口气，纷纷飞身而走，带着浮空岛一起撤退。他们被苏青云吓怕了，生怕老祖要他们上去拼命。现在要撤退了，那是有多快撤多快。苏青云，他日我凌霄宗还会回来的。凌霄宗老祖深吸口气，眼中露出浓烈的不甘和愤懑，但终究只能选择逃窜。而苏青云淡淡一笑，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他的目光看向身上非洲里的众弟子，袖袍一挥：“红鸾宗弟子听令，踏平凌霄。”遵命。唐云烟闻言点了点头，驾驶着非洲朝着凌霄宗众人撤退的方向追去。没想到有一天，
我们可以将凌霄宗打得落花流水。半年前我才被凌霄宗踢出去，以为此生修仙无望，现在就感觉跟做梦一样。以前一个凌霄宗的一个杂役都可以随意欺负我们，现在我们却可以追着他们跑了。哈哈，踏平凌霄，打上天宫。不是哥们，天宫那可是仙盟第一，现在说打上去还太早了，先踏碎凌霄吧。非洲内一道道激动兴奋的声音响起，所有人都是摩拳擦掌。小伙，去帮忙。苏青云又看向火麒麟，吩咐道：追击凌霄宗只靠非洲还不够，元婴级战力不可缺。好咧！火麒麟应答一声，兴奋的顿时化作一道红光，追击而去。打架他最喜欢了。云宗主、赵老怪，挡住他们，我凌霄宗他日必定登门拜谢。见有追兵而来，凌霄宗老祖顿时急了，朝着云天宗与大赵皇室求救。只是不管是云芷还是大赵帝王，这一刻都无动于衷。100年来他们两大势力也没少被凌霄宗欺负，此刻自然不可能去帮助仇人。那红鸾宗有3位元婴，拥有围杀元婴的能力，你们若不出手，等我凌霄宗覆灭，下一个很快就轮到你们了。凌霄宗老祖焦急喊道。此话落下，两大强者皆是脸色微变，因为这句话确实说到了两大强者的心中去了。3足鼎立才是维持平衡的关键。之前凌霄宗虽强，但没有到碾压的程度，即使是最弱的地狱也可以支撑下去。古法有云：一而战之，二而追之，三而杀之。到了这个元婴这个级数，生命能力与抗击打能力大大提升，甚至肉身崩溃了，元婴都还可以逃命。同为普通的元婴初期，1对1最多打败，对面想逃，你绝对留不住。即使是2打1，2个人追杀一人，也很难真正的杀死。只有到了3位元婴，才有资格围杀一人。现在红鸾宗有苏青云与火麒麟2位明确的元婴强者，还有1位隐藏在宗门，击杀了凌霄宗太上长老的老六。也就是说，红鸾宗保底3位元婴，这已经足够去围杀1位元婴了。而云天宗与东元州皇室现都只有1位元婴，如果红鸾宗要对付2大势力，那结局不堪设想。凌霄宗这头狼倒了，可来的是一头更加凶猛的虎。看着2位元婴强者的小动作，苏青云微微朝前踏出一步，咚！这一步踏出，从他脚下荡起一道波纹，扩散开来，瞬间让2大元婴停止小动作，目光齐刷刷转移到了苏青云身上。若你们向前一步，便是天翻地覆。苏青云声音淡漠，目光扫过2大元婴强者，刹那间2位元婴强者瞳孔骤缩，如临大敌。天翻地覆！苏青云，这是铁了心要灭凌霄宗。而此刻非洲与火麒麟都追击凌霄宗去了，留在青州的只有苏青云一人。他一人而已，压着2大霸主势力，无一人敢动。云芷抬头看着天空中背负双手的白袍身影，眸中泛出丝丝金芒。红鸾宗的出现无疑是让东元州局势大变，而这位宗主苏青云也令他刮目相看。这位年轻的宗主到底是何等来历？大赵帝王抬头看着苏青云，从他的方向看过去，天空上的骄阳刚好在其身边。可是即使是骄阳的光芒，也无法掩盖他的锋芒。一人傲视群雄，一人震慑2大元婴，一人威压东元州。最终2大元婴强者权衡利弊之后，皆是轻叹一口，选择了按兵不动。打不过啊！红鸾宗3大元婴一个比一个恐怖。火麒麟作为神兽，即使出入元婴不久，也可以压着凌霄宗老祖这位元婴3重打。而他们2位元婴联手才能打败凌霄宗老祖，1对1都不是对手。也就是说，单单一个火麒麟，2人联手都不一定能拿下。除此之外，在红鸾宗内还有1位可以斩杀元婴的隐士强者了。而红鸾宗宗主苏青云的实力更加无人知道其上限在哪，深不见底。凌霄宗完了！没想到第一个出局的竟然是最为强大的凌霄宗。这红鸾宗实力太强大了，此战过后不知道有多少势力想投靠啊！投靠？
可是我听说红鸾宗不尊仙盟，谁敢与仙盟为敌？青州外围，一些观战的强者低声讨论着，眼中尽是敬畏。凌霄宗在整个东元州都是一座庞然大物，却没曾想今天居然遭逢厄运，被红鸾宗给几乎灭了。这件事传出去，肯定会引发巨大轰动，甚至会改写南岭七国的格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没有人说话，甚至都没有人走动，仿佛空间在此刻凝固了一般。苏青云立于半空，一人直面两大元婴势力，一动不动。此情此景，宛如一幅史诗般的画卷，烙印在周围所有人的脑海中，永生难忘。苏青云不动，两大势力也无人敢动，就这么静静地等待着，都在等待着一个结局。不知道过了多久，天边出现了一道红芒。这一刻，除了苏青云依然未动之外，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红芒掠过天际，以极快的速度朝青州这边来，很快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红芒散去，露出了里面的身影，正是火麒麟。火麒麟一只爪子正拿着一个滴血的头颅，骄傲地对苏青云道：“宗主，快看，这是什么？”所有人定睛望去，看清了那头颅的模样之后，皆是倒吸一口冷气。死！这是凌霄宗老祖的头颅，凌霄宗宗主被擒杀了，不可一世的霸主陨灭了，红鸾宗的起飞已经无法阻挡了。所有人都惊呆了，就连大赵帝王与云芷都是倒吸冷气。元婴三重的凌霄宗老祖都死在了火麒麟的手中，开什么玩笑？他要逃，火麒麟有那个实力追杀吗？苏青云看过去，眼中也带有一抹惊讶，没想到火麒麟竟然斩了凌霄宗老祖。他之前最大的期望，也就是除了凌霄宗老祖之外，所有人都留下。似乎看到苏青云的惊讶，火麒麟嘿嘿道：“俺知道这老家伙难杀，于是专盯着那凌霄打。这老家伙为了掩护凌霄，说什么凌霄潜力远大于他，未来可以报仇啥的，因此不得不与俺正面硬扛，所以被俺不小心打死了。不过俺打死这老家伙之后，那凌霄已经跑没影了，凌霄宗反抗的人也全被俺斩了，剩下的39万多人全部投降了，现在被俺们的人押回宗门了。”火麒麟一副邀功的表情。听他这么一说，苏青云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火麒麟的战绩，表现得不错，3年内给你找一个对象。苏青云笑道：“嘿嘿，多谢宗主，俺喜欢白毛的。”火麒麟嘿嘿傻笑道：“如此一来，凌霄宗算是彻底被灭了，凌霄宗的千里领地也将可以被红鸾宗全部收下。”而云芷与大赵帝王虽然心中已经有了准备，可真的见证了这一幕，也不由得唏嘘一声。不知道是他们感叹的是凌霄宗的命运，还是他们自己未来的命运。凌霄宗的结局已定，苏青云起身落在火麒麟的身上，看向剩下的两大元婴强者，露出一抹淡笑：“这灵脉的归属，两位怎么看？”苏青云淡淡的声音传遍天空。闻言，云芷与大赵帝王对视一眼，皆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一抹苦涩。还能怎么看？继续争吗？连凌霄宗都炸了，他们联手才能抗衡凌霄宗的，结果能够好到哪里去？只是要他们放弃，却怎么也不甘心，那可是中品灵脉啊！苏宗主，我有一句话想请问一下苏宗主。云芷率先开口了，脸色肃穆地看着苏青云。苏青云点了点头，示意对方直言。云芷深吸一口气，道：“敢问苏宗主，若他日红鸾宗君临东元州，对我云天宗该如何处置？”云芷此话一出，所有人的呼吸顿时屏住了，特别是云天宗长老与弟子，此刻皆是紧张地看向苏青云，想看他怎么回答。对云天宗的态度，那也相当于对东元州其他所有宗门的态度了。因此，不管是大赵皇室，还是周围远远围观的其他宗门之人，皆是屏住呼吸倾听。苏青云轻轻一笑，反问道：“云天宗领地周围辐射千里，这千里内的众多小宗门，你们又是如何处置的？”此言一出，所有人皆沉默了起来。修仙世界，实力为尊，没有王法，没有天理，唯有拳头至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统治链，在这个大陆上展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先不说那些什么仙盟多少多少强，就单单以东元州来说，这条统治链都极为可怕。就以凌霄宗为例子，仙盟规定元婴势力上缴 50% 的收入，可是真正上交的却不止这些。比如讨好某位大人物，或者求某个势力罩着，这些都需要额外支出，加起来在 60% 之上。要支出这么多，凌霄宗肯定不甘心，会想方设法把这些窟窿补上，便会使劲地薅自己领地辐射内的各大势力、家族。因此，凌霄宗让附庸他的金丹势力缴 70%甚至 80%， 而这些金丹势力又统治一些筑基势力，自己上缴的多，那肯定要加倍的压榨回来。于是，筑基势力要上缴 80%甚至更多。那些没有修为的凡人才是最可怜，更是被压榨的可怜，可以达到恐怖的10睡9。好比黄土镇的上万民众累死累活劳作，连吃饭都成问题，却让黄土镇的欧阳家过着极其奢靡的日子。而欧阳家又要缴保护费给黄沙宗，可黄沙宗又要缴保护费给层次分明。炼气是凡人为蝼蚁，筑基是炼气为蝼蚁，金丹又觉得筑基也是蝼蚁。可对于元婴强者来说，金丹真人亦是蝼蚁。这便是苏青云如今看到的一角现实，这便是修仙界最为残酷的法则。这一条条统治链下来，最苦的莫过于最底层的，也是基数最为庞大的普通人。在我的领地内，我不允许存在不一样的声音，所有你们只有这2条路：臣服或者毁灭。云宗主，你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苏青云淡淡道。云芷脸色阴晴变幻，他当然懂苏青云的意思。大赵帝王也是眉头微皱，这红鸾宗果然也有着强大的野心。如果我等臣服，每年需要缴多少资源？云芷深吸一口气，再次问道。苏青云轻轻一笑，缓缓伸出一只手，张开5个手指。你们是元婴级势力，需要这个数。什么？5成？云芷倒吸一口冷气。苏宗主，这玩笑是不是开得有点大了？我们要上缴仙盟金6成，还要给红鸾宗5成，哪来的那么多临时资源？云芷摇头。大赵帝王同样神色凝重，这加起来都已经过了他们的全部收入了。不，你们误会了，你们给了我红鸾宗5成，那我红鸾宗自然会庇护你们，上缴仙盟的完全可以无视。苏青云摆手否决。云芷与大赵帝王愣住了。无视仙盟？元婴势力与仙盟的差距，拿着小水枪想去浇灭太阳。这万年来，所有想反抗仙盟的都全成为了尘埃。你是想让我云天宗千年基业毁于一旦吗？苏青云，你真以为你红鸾宗无敌了吗？我宗老祖若成功踏入化神，灭你红鸾宗轻而易举。云天宗一位长老忍受不了，直接站出来对苏青云破口大骂：聒噪！苏青云眸光一闪，咻！刹那间，一道神光自他眼中射出，顿时将那位长老重创，吐血跪地，去了半条命。这一下子，场面骤然安静下来。苏宗主，你是不是太过了一些？云芷脸色难看，咬牙切齿的道。苏青云瞥了他一眼，淡淡的道：我苏青云行事只讲究一个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苏青云嘴唇轻动，吐出一句：斩草除根。轰！场面骤然再次哗然。苏青云的这番话彻底震惊了所有人，谁也没想到这位看起来年纪轻轻的宗主竟然会霸道至私。还有，各位别误会，我这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而是通告你们。不是征求意见，而是通告。这句话如雷霆般在天际炸响，让所有人都感到来自内心的震撼。太狂了，太霸道了，太强势了。可是为什么更喜欢了？一些云天宗的弟子甚至心中已经蠢蠢欲动，想要加入红鸾宗了。回宗！云芷深深看了一眼苏青云，一挥衣袖，带着云天宗的一群人离开。他自不愿答应臣服于红鸾宗，但也知道凭他的实力无法抢夺灵脉了，留下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师尊，那红鸾宗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他一个小小的元婴势力，
凭什么要与仙盟收一样的资源？在仙盟不比他那强多了吗？云芷身边，柳嫣然愤愤不平的道。仙盟，听到仙盟，云芷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苦涩。嫣然，你不懂，修仙界远比你想象中的要残酷得多。你知道为什么每年上缴资源时，为师从不带你去见仙盟上仙吗？云芷声音悠远。为什么？柳嫣然不解，疑惑地问道。在仙盟高层那些人眼中，我们这些势力不过是蝼蚁一般，处处带着高傲与不屑一顾的神情。可我在那他苏青云眼中，却从未见过这种目光。而且，大势力开战，冲在最前面的，永远都是附庸势力的人，他们的生命如蝼蚁，生死无人在意。可那黄世宗投靠红鸾宗，他们却与红鸾宗弟子一样，待在非洲之中，而不是被随意安排为冲在最前面的炮灰。也许投靠红鸾宗会比仙盟更好。云芷悠悠叹息。什么？柳嫣然极为惊讶，没想到就连自己的师尊都觉得红鸾宗更好吗？你好好修炼吧，萧家那小子在这样的宗门，到时候你真的会被他打败。不可能，强的是个人，而不是外物。萧炎那废物，一辈子只能抬头仰望我。云天宗众人走后，便只剩下大赵皇室了。苏青云的目光又看向了大赵帝王，等待着他的抉择。大赵帝王亲眼目睹刚刚的一幕，心中也明白无力抗衡红鸾宗。他的目光又看向下方的灵泉，那喷涌而出的液态灵气，即使相隔这么远，都可以感受到其浓郁之气。有了中品灵脉，在如此浓郁的灵气环境下修炼，不知道修炼速度可以提升多少啊！苏宗主，朕老夫愿投靠红鸾宗，每年上缴5成收益。沉默良久，大赵帝王终究叹了口气，朝着苏青云拱手道：哦。苏青云有些意外，没想到皇室愿意投靠。陛下，不可啊！皇室这些年收入越来越少，这样下去，我们自己人都没有资源修炼了。陛下，三思啊！周围一片喧闹，不少大臣和将军急忙劝阻。大赵帝王摆了摆手，示意众人闭嘴。他望着苏青云，认真道：苏宗主，老夫只有一事相求。说。苏青云点了点头。大赵帝王深吸一口气，招了招手，从他身后走出一位清秀的少年。这是我皇室天资最高的后人，名为赵天龙。我恳请苏宗主能够让我这玄孙进入红鸾宗修行，每个月只需要在灵泉中修炼1天即可。只要苏宗主同意，我大赵皇室现在就可以将您要求的资源上供。大赵帝王语气诚恳，一点都不像一位元婴强者该有的风范。苏青云微微眯了眯双眼，道：就这个要求？大赵帝王叹了口气，道：苏宗主有所不知，我皇室已有1000年未诞生元婴，老夫年岁已高，待老夫作化，皇室便会顷刻间被人吞噬。天龙虽年幼，可天资比昔日老夫还强，只是若留在皇室，老夫怕等不到他成长起来的那一天，故此老夫才希望苏宗主能帮我照拂他一二。大赵帝王说完，苏青云的目光扫过那赵天龙，这是一个清秀的少年，但目光却无比坚韧，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着什么。赵天龙恭敬地跪倒在地，朝着苏青云拜了一礼，道：拜见苏先生。从赵天龙的目光中，苏青云看到了一抹真诚，而不是虚与委蛇。以赵天龙的状态，通过天梯考核并不是问题，因此苏青云轻轻地点了点头。可听到苏青云的回答，大赵帝王神色大喜，赶紧掏出一个储物戒，恭恭敬敬地飘到了苏青云的面前。苏宗主，这是我皇室最近1年的1半收益，绝无隐瞒，请苏宗主查探。苏青云伸手一抓，储物戒中的东西便尽数浮现在了他的面前。一件件晶莹璀璨的宝物出现在他面前，有各种珍稀材料制造的法器、法宝，也有各类天材矿石、灵草等，还有不计其数的灵石堆积成山，其数量确实对得上一个元婴势力1年的1半收益。天龙去了红鸾宗，一定要好好修炼，要尊师重道，谨守本分。大赵帝王满脸期待地叮嘱道：皇族请放心，孩儿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赵天龙点了点头，郑重地保证道。
苏宗主，我等告辞了，天龙就交给您了。大赵帝王躬身一拜，带领着一众大臣和武将离开，只留下赵天龙待在一辆战车上。凌霄宗被灭，云天宗退避，皇室投靠，如今这灵脉已无人再有资格与苏青云争了。这中品灵脉是他苏青云的了。小伙，你看着点他。苏青云吩咐了一句火麒麟照看一下赵天龙，随后他纵身一跃，进入了下方的灵泉之中。好浓郁的灵气，不愧是浓度到了一个点才能诞生的液态灵气。一入灵泉，苏青云便感受到了自己被温暖包围，全身毛孔舒张，一股难言的惬意袭来。顿时，一缕缕精纯的灵气便顺着经脉流入了他的体内，为其提升修炼速度。不过，他的修为无需自己修炼，毕竟再高的天资，再好的资源，又怎么有他这样做火箭的提升速度呢？但是，这要是宫红鸾宗的弟子修炼，那修炼速度不对劲。泡在灵泉中的苏青云没多久却突然眉头一皱，感受到了不对劲。这灵泉中的灵气太精纯了，它有不少中品灵石，即使是中品灵石中蕴含的灵气，也远远达不到这种程度。莫非似乎想到了什么，苏神心神一动，顺着喷涌而出的灵泉口子深入到了地下山脉之中。片刻之后，他从液态灵水之中浮现，便看到了眼前最为绚丽的一幕。无数洁白的灵石犹如夜空繁星，密布整座地下空洞。这些灵石散发着柔和的白芒，一缕缕的白雾正缓缓地从这些灵石当中溢散出来。这些白雾都是极为精纯的灵气，但在空中凝聚到了一个程度时，便会在岩壁上附着成为水滴，而周围无数的水滴缓缓滴落，落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池。灵池的容量装不下之后，便会有很多灵液溢出去，从而在地表形成灵液喷泉。之所以拥有灵泉的灵脉至少都是中品，那是因为下品灵脉的灵气浓度根本达不到凝聚为液态灵水的要求。可是这说的是中品灵脉及其之上的灵脉都可以形成灵泉，没有说一定是中品灵脉。上品灵脉太稀少，一般人看到灵泉，脑子里想的第一反应便是中品灵脉。可现在好像不对劲了。苏青云目光朝四周看去，这里的灵石太多了，根本不知道储量到底有多少。即使他还看不到全貌，可单凭这一眼，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虽然说中品灵脉比下品灵脉价值高100倍，可数量差距不会太大。中品灵脉有很多下品灵石，但其中也有许多的中品灵石，一块中品灵石就等于100块下品灵石了。总数量来说，中品灵脉的灵石数量比下品灵脉也就多2-3倍罢了。然而就现在他现在所看到了，就已经相当于超过10座下品灵脉的灵石数量了。难道？苏青云缓缓朝着深处而去，他越深入，周围的灵石越晶莹剔透，周围的灵气浓度也越浓郁。不知走了多久，苏青云停了下来，他的前方出现了大片的中品灵石。10万、100万，还是1000万中品灵石？这是上品灵脉。苏青云不由得为眼前一幕所震撼，而他心中的猜测也在此刻成真了。他再往深处走，果然又出现了大量的上品灵石，甚至其核心地区还有一些数量比较少的极品灵石。上品灵脉，那是什么概念？每一座灵脉在不大肆开采破坏灵脉根基的情况下，其会源源不断吸收灵气形成灵石。正常规模开采最大化资源大概可以持续数百年时间，如果强行一次开采，那大概就只有10年左右的量了。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强行开采，太暴殄天物了。一座下品灵脉正常开发，每年可以采出2-3万的下品灵石，几百的中品灵石。一座中品灵脉正常开发，每年可以采出1万左右的中品灵石，10万左右的下品灵石，还会有100左右的上品灵石。凌霄宗这样的势力一共有2座下品灵脉，再加上一些额外收入，也需要足足30年的总收益才能等于一座中品灵脉1年的产量。这就是为什么凌霄宗倾尽全力来抢夺灵脉了。有了中品灵脉，凌霄宗的实力便可以大大增强，用不了几年就可以购备全套的元婴武器等等，
碾压东元州，而上品灵脉价值又是中品灵脉的100倍。如果算上数量稀少的上品灵石与更加珍贵的极品灵石，其价值还要多得多。即使按最低的100倍计算，上品灵脉1年的产量便等于凌霄宗数千年积累的底蕴。凌霄宗的历史总共有没有1000年？也就是说，凌霄宗1000年时间总共赚取的资源都不如上品灵脉3-4个月的产量，是总共赚取的，而不是攒下的。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当初确认这是上品灵脉，那么来到青州争夺的便不是4大元婴势力了。因为给凌霄宗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过去抢夺上品灵脉，最多奢望一下中品灵脉。那到时候争夺的就是仙盟100强内的超级势力了，整个东元州都可能在这种绝世强者的交手中毁灭。上品灵脉，仙盟那些超级圣地的根基也不过如此。苏青云的呼吸都为之医治，心脏狂跳不止。发了，这次真的发了！谁能想到这片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竟然藏着这等逆天机缘？有了它，宗门再也不缺上品灵石。那艘一直当摆设的上品飞舟，终于能彻底催动了。整个红鸾宗的实力将迎来一次真正的暴涨，灵气浓度飙升，弟子修行1日千里，这才是万世基业。从今天起，红鸾宗最强的底牌不再是火麒麟，而是那艘攻防一体的至宝飞舟。元婴急速巡航，不间断地轰出元婴级的恐怖攻击。元婴大圆满之下，谁能抵挡？驾驭着它，天下何处去不得？不行，这个消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一丝一毫都不行。能战能走，防御惊人，这已非简单的发财，而是真正的崛起。红鸾宗山门外，此刻人声鼎沸，场面比招收弟子时还要浩大热烈。39万投降的凌霄宗弟子黑压压一片，构成了这幅奇景。其中无修为的杂役弟子占了30万，8万多是正式弟子，而这些人中又有近半尚未炼气成功。此外还有少数几位执事与长老，这些身居高位者，往日里哪个不是趾高气扬，受人尊称一声仙师，可如今却沦为阶下囚，不得不低头承受着周围云水城民众的指点与议论。哟，这不是凌霄宗的仙师大人吗？怎么今天一个个都垂头丧气的？还记得几个月前，一位凌霄宗弟子来我客栈，白吃白喝好几天，走时1两银子都没给。这算什么？当初凌霄宗一个执事在我酒楼用膳，嫌味道不好，当场就把我的楼给拆了。嘲讽、鄙夷、不屑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民众们积压已久的怨气在此刻得到了宣泄。宗主回来了！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只见天际一座巍峨巨山正缓缓移来，苏青云背负双手立于其上，身旁跟着一名少年。哎呦妈呀，从来没感觉千里路这么远，累死俺了。巨山之下，火麒麟驮着山脉，满脸疲惫，显然这上品灵脉的重量让他也有些吃不消。你这次立下大功，回去便为你准备一座灵池浸泡。苏青云淡然笑道。此言一出，火麒麟顿时双眼放光，精神一振。嘿嘿，区区小山，俺有的是力气。他陡然来了精神，速度瞬间暴涨几分。那可是灵池，由最精纯的灵液汇聚而成，便是许多化神大势力也未必拥有。火麒麟心中盘算着，泡完澡强化了肉身，再把灵液喝光，说不定就能进阶4阶中期。回想过去被封印修为，受尽虐待的黑暗日子，再看如今的待遇，他对红鸾宗的归属感愈发强烈。轰隆隆，巨山落地，苏青云与火麒麟回到了红鸾宗领地，拜见宗主。红鸾宗弟子们齐声呐喊，声震云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崇拜与自豪。安静！苏青云轻咳一声，全场瞬间鸦雀无声。稍后动静会有些大，诸位稍安勿躁。他轻挥袖袍，原先的天道山缓缓升空，随即他手掌再一挥，火麒麟背上的巨山便被一股无形之力托起，缓缓沉入红鸾宗地底深处。上品灵脉作为根基，自然要置于核心天道山之下。待灵脉归位，天道山缓缓降下，重归原处。苏青云解开了灵脉的部分封印，
主要是下品与中品灵石的区域。即便如此，释放出的灵气也相当于30座中品灵脉的总和。刹那间，红鸾宗范围内的灵气浓度暴涨了数十倍不止，草木疯长，灵药品质剧增，宗门上空甚至凝结出了淡淡的灵气白雾。我突破了，好浓郁的灵气！天啊！感受着这前所未有的修行环境，所有红鸾宗弟子都激动得浑身颤抖。在这股精纯灵气的冲击下，许多弟子卡了许久的瓶颈应声而破。宗门上下修为突破之声不绝于耳，短短1刻钟，突破的弟子数量便已过万。而苏青云自身也在宗门气运的回馈下，修为从金丹4重一举踏入了金丹6重。我的天，凌霄宗1万两银子一天的天字号修炼室，灵气浓度还不及这里的1%。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选择去凌霄宗当杂役。数十万凌霄宗俘虏个个目瞪口呆，原先还有些不甘与怨气的人，此刻心中只剩下震撼与渴望。别说逃跑，就是留在这里当个杂役，也胜过在凌霄宗当正式弟子100倍。苏青云飘然落下，目光扫过眼前密密麻麻的俘虏。前辈，我等知错了。前辈，我们愿意加入红鸾宗，求您给个机会。霎时间，无数人跪倒在地，拼命磕头求饶。唐云烟走上前，蹙眉道：“师尊，这么多人，该如何处置？”苏青云神色平静，心中早有定夺，杀意紧摆。他话音刚落，手掌一挥，人群中约有1000余人被射了出来。这些人大多是凌霄宗的正式弟子与执事，平日里作恶多端，身上沾染了无辜者的鲜血。饶命啊！我们何错之有？到这时候还不知悔改？苏青云声音转冷：“你们的罪孽交由民众审判。”他封住这些人的修为与肉身，将他们抛到了云水城的民众面前。积怨已久的百姓们一拥而上，各种咒骂与殴打声不绝于耳。那些恶徒很快便在无尽的悔恨中被愤怒的民众淹没。处理完首恶，苏青云的目光再次投向剩余的30多万人。你们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凌霄宗原有38处矿场，正缺人手，便罚你们去挖矿改造，为期半年。半年之后，可获得一次参加我红鸾宗入门考核的机会，通过者可为本宗弟子。挖矿期间，每日劳作4个时辰，每7日可休整2天，每月发放5两银子作为薪俸。此言一出，所有俘虏都愣住了。去挖矿不仅有休息，还发银子？前辈大安！30万杂役弟子率先反应过来，激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叩首拜谢。他们中许多人在凌霄宗本就是矿奴，每日劳作8个时辰不止，没有假期，每月还要上交杂役费。两相对比，红鸾宗的处置简直是天大的恩赐。老夫堂堂金丹真人，就是死也绝不。一位被俘的金丹长老正要慷慨陈词，却忽然瞥见萧灵溪等人正推着一车车灵石出来。师尊有令，此次大胜，所有弟子每人发放10块下品灵石，1块中品灵石。那金丹长老的话戛然而止，眼睛瞬间红了。他为凌霄宗效力近100年，1年所得也不过100来块下品灵石，连1块中品灵石都未曾见过。而红鸾宗连尚未练气的弟子都能分到中品灵石。老朽愿凭宗主处置，一定认真改造，争取早日加入红鸾宗。他当即跪地，态度180度大转弯。其余还在犹豫的执事长老见状，也纷纷表态，生怕慢了，连挖矿的机会都没了。看着这滑稽的一幕，红鸾宗弟子们都笑了起来。然而，就在红鸾宗上下沉浸在一片心声与喜悦之中时，一道怨毒的目光早已穿过千里疆域，落向了更为强大的国度——东元州大晋皇宫。凌霄宗仅存的元婴老祖，那个在战斗中借助秘法逃脱的黑袍人，正跪在大晋皇帝面前，求陛下为我凌霄宗复仇。红鸾宗夺走了一条疑似中品灵脉的宝地，只要陛下出手，灵脉及所有战利品尽归大晋，我只求那苏青云死。中品灵脉，原本兴趣缺缺的大晋皇帝眼中瞬间爆发出贪婪的金光。好，朕这便亲率大军踏平红鸾宗。3日后，
大晋皇室倾巢而出，3位元婴老祖，10数位金丹真人驾驭着皇室的战争巨舰，气势汹汹地兵临红鸾宗上空。红鸾宗主苏青云，速速出来受死！大晋皇帝的声音如同天雷滚滚，威压笼罩而下。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座庞大无比的非洲，缓缓从红鸾宗的云雾中升起。苏青云立于非洲之首，神色淡漠地看着前方的侵略者。南岭之地，何时轮到大晋来指手画脚了？不知死活！大晋皇帝冷哼一声，下令攻击。刹那间，无数道法术光华射向红鸾宗的护山大阵。苏青云却只是轻轻一抬手，上品非洲光芒大盛，一道粗壮无比的灵力光柱冲天起，后发先至，瞬间将大晋的战争巨舰轰得粉碎。紧接着，第2道、第3道光柱接连射出，精准地锁定了大晋的3位元婴老祖。不，这是上品灵气的威能！大晋皇帝发出一声惊骇欲绝的惨叫，便被光柱彻底吞噬，形神俱灭。另外2位元婴老祖连反应都来不及，便步了他的后尘。前后不过3息，大晋皇室的顶尖战力全灭，余下的金丹修士和军队呆若木鸡，彻底失去了战意，纷纷跪地投降。苏青云驾驭非洲，目光扫过整个南岭，他的声音通过非洲的扩音法阵，清晰地传遍了7国疆域。即日起，南岭7国皆归红鸾宗管辖，奉我为主，有不从者，大晋皇室便是下场。这声音并非震耳欲聋，却清晰地钻入南岭7国每一个修士乃至每一个凡人的耳中。云天宗宗主正悠闲品着灵茶，听着长老汇报宗门收益，嘴角噙着一丝自得。声音传来，他手一抖，滚烫的茶水泼了一身。什么人如此狂妄？话未说完，一名长老连滚带爬地冲进大殿，面色惨白如纸，手中捧着一堆碎裂的玉牌。宗主，宗主，完了！我们安插在大晋皇室军队里的案子，命牌全碎了。什么？云天宗主猛地站起，殿内死寂一片。大齐皇宫，老皇帝正与太子商议着如何趁凌霄宗覆灭，多蚕食几座城池。苏青云的声音凭空响起，大晋皇室便是下场。父子2人瞬间僵住，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下一刻，老皇帝发疯似的嘶吼起来：快传朕旨意，备国礼，不，奉上国玺！我大齐即刻起愿永为红鸾宗附庸。相似的一幕在南岭各大势力中不断上演，恐惧如同瘟疫般蔓延。3息灭杀3位元婴老祖，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反抗？谁敢反抗？谁能反抗？不过半日，红鸾宗山门之外，昔日高高在上的7国使者，此刻如同待宰的羔羊，排着长队，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手中高高捧着各自的降书与国玺。非洲之上，苏青云甚至都懒得多看他们一眼，只是淡淡的对身旁的萧灵溪吩咐了一句：灵溪，将降书收下，登记造册。是，师尊。萧灵溪强忍着激动，恭敬领命。而那些刚刚加入挖矿大队的30万俘虏，更是看得目瞪口呆，随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狂喜。天哪，咱们这是跟了个什么神仙宗主啊！哈哈，老子这矿挖得值，太他娘的值了！他们庆幸自己投降得快，庆幸自己能有机会成为红鸾宗的一员。然而，就在整个南岭都臣服于苏青云脚下之时，远在亿万里之外的东元州，一处云雾缭绕的仙山之巅，一名正在打坐的白发老者忽然睁开了双眼。他掐指一算，眉头微皱。南岭那等贫瘠之地，竟在3息之内连允3名元婴，有意思。老者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来人！一道虚影凭空出现，跪伏在地。派个圣子下去走一趟，看看是何方神圣，竟敢动我天眼圣地的棋子。苏青云立于非洲之首，俯瞰着下方前来朝拜的诸王使者，与山门内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脸庞，眼中映照的是一个和平而辉煌的崭新纪元。